第469集，两位杰出的人中龙凤。此言一出，全场所有准帝妖王魔王差点疯狂了。成哥眼见有好处，自然也不会落后。当他将自己的仙魂放出去的那一刻，眼前的景物骤然一变，仿佛出现在另一个世界。极目望去，仙魂早已不在妖界范围，而是出现在了不知名的地狱。之前的大道仙音只是若隐若现，寂寂于无，现在却具体了许多。从那袅袅仙音中，他的仙魂感知到了一丝神秘而又苍茫的韵味，仙魂飘飘荡荡，向着上空盘旋。随着不断上升，那传说中的大道仙音越发的清晰。然而他好像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什么情况呀？难道他们骗我？哥的仙魂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升啊？成哥有些纳闷，不应该呀，就算只是一丝丝提升，那也算是意思了一下呀。他除了能听到那大道仙音，能感知到那神秘苍茫的韵味之外，仙魂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哪怕是损害仙魂也行啊，一点变化没有，那哥没有参与感呢。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仙魂本身太特殊了。仙魂也有品质等级之分，等级好说，修炼那些提升神魂境界的功法，或者服用提升神魂的丹药，都可以提升等级，但品质却很难提升，因为那不是修炼来的，只能靠机缘。从一界凡魂跨越十方品质，算是成为真正修仙者的标志之一。而从十方再到百炼品质，那就只有入圣获得领域的那次机会了。这也算是下界修士能达到的最高品质了。飞升成仙的那一刻，在天地规则加持的雷劫之下，一些天赋出众的仙人在蜕变成仙魂的过程中，能达到千重品质。到了仙王层次，开辟仙国的那一刻，一些妖孽仙王的仙魂有机会蜕变到万古品质。而最后一个提升仙魂品质的机会，则是在成就仙帝那一刻。那时候他们能超脱万古，仙魂品质越高，意味着同等境界下仙魂的力量更加深厚。调动规则烙印本就需要催动仙魂的力量，许多武技仙术神通施展时也要消耗仙魂力量，而对敌时也能在仙魂交锋上压制敌人。一直以来，成哥对决的敌人不是比他境界高，就是数量比他多了 N 倍。但他在仙魂对决方面就没吃过亏，因为在下界时，他在系统帮助下神奇地吸收了10万幽魂，那次直接让他的仙魂超脱万古，品质与仙帝肩并肩。然而这异常的开挂提升也给他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他的仙魂升到万古走的不是寻常路，所以和其他人不是一个体系的。之后入圣、飞升、成就仙王这3次提升仙魂品质的契机，对他都没了意义了。就好像这次大道仙音对所有妖王准帝都有极大的好处，唯独他享受不到，因为他的仙魂早已是异类。他极目望去，远处的祥云间还看到了另外2道正在缓缓上升的仙魂，是2个人族，但并不认识。看来这次异象整个仙界都有啊，而且出现的位置也随机了。纪凌寒、苍极、敖阳、墨尘等人的仙魂目前估计都散落在6界各处的祥云上了。成哥暗中观察了一下，对面的俩仙魂还只是仙尊境界，一男一女，2人的仙魂就像无法掌握方向的气球，飘飘荡荡，无根无依。若是寻常外界，即便只是灵台境修士，都能让魂魄离体施展秘术，更别提仙人了。仙魂哪怕进入一些险地都能纵横自如，但在这充斥着大道仙音的神奇区域，仙魂却是脆弱不堪的，随便一阵清风都能让他们摇摆不定，手忙脚乱。师兄，这里很危险啊，我们不能再上升了。师妹，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师父说了，越往上升对仙魂提升越大。可是我们已经到极限了呀。放心吧，有师兄罩着你，没什么好怕的。我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你。师妹，你这话扎心了，我向来以沉稳谨慎可靠著称啊。你不脸红吗？2人的对话让陈哥不由感慨，年轻真好。他倒也没有残暴到看到仙人就杀的地步，而从这2人的仙魂上，他也看出了那大道仙音的效果。尽管他们飘飘荡荡，连方向都掌握不好，但仙魂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凝练纯粹，提升效果简直就像是不停服用仙丹，这让陈哥嫉妒了。自己的仙魂目前一点动静都没有，妈凭什么呢？虽然陈哥想不通原因，但他是无法接受这种事情的。这不是主角该有的待遇啊！我不服呀！他这一嗓子终于惊动2人了。随后呢，2人做出了不同反应。师妹惊慌失措，连忙向着远处避退，就像看到了洪水猛兽。也难怪呀，虽然看不出陈哥的仙魂是哪个境界，但光看外形对比，差距就大得有些离谱了。而修炼界人心险恶，谁知道会碰上什么呢？可那师兄不同，看到陈哥之后，居然兴高采烈的欢呼起来。哇，超级高手！是仙王还是准帝啊？前辈，带带我们了！他奋力地挥了挥手，想要向着江城这边赶来，但奈何他的仙魂太弱，挣扎半天也没能挪动几步，还差点被清风吹了回去。陈哥实在看不下去了，只能主动飞到他面前。你们谁啊？
从哪来的呀？那师妹知道逃不掉，只能停下来小心地说了：前辈，我们不知道您在此地修炼，家师乃是白针准地，或许还和您见过呢。我们这就立即退走，绝不打扰您的清静，望您原谅我们的冒犯。他这话就滴水不漏，姿态放得极低，同时又隐隐抬出师父是一位强大的准帝，您若是杀了我们，那将来可能会有麻烦。但没等陈哥说话呢，那位师兄就嚷嚷开了：师妹，咱们的师父不是长海仙王吗？你怎么能编谎话骗前辈呢？他看起来很是不悦。入门第一天，师父就教导我们要诚实，难道你忘了吗？师妹差点被这猪队友给气懵了呀。前辈，我师兄喜欢胡言乱语，您千万别见怪。我没有胡说啊，白针准帝是净慈宗的掌教，咱们压根没资格见他好不好？你当我健忘吗？咱们的师父难道就这么见不得人吗？还非要抬出白针准帝来增加脸面吗？你就那么担心这位前辈会看不起我们吗？陈哥连连摆手：哎，两位这么杰出的人中龙凤，我怎么可能看不起你们呢？本集第470集，能不能带带我们？话到这一步了，那师妹说什么也没用了。师妹，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是惭愧了吗？话都被您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呢？那师妹气得干脆闭上双眼，一副放弃治疗干脆等死的样子。而那师兄见状呢，则是朝陈哥无奈摊手：前辈，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他就是这样好面子，不过他虽然心性还不成熟，心地却还是很好的。他拍着胸脯为师妹做担保。陈哥笑眯眯点头：看在你面上啊，我就不和他计较了。这让那师兄顿时抬头挺胸，顺便还得意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师妹，似乎在说：怎么样，幸亏有师兄替你出头吧。你们俩从哪来呀？成哥对这活宝还真的有兴趣了。能平安修到仙尊也不容易，虽然他面带笑容并未痛下杀手，但那位师妹却没有彻底松口气。高手往往喜怒无常，没准下一句话让他不快了，就会像蝼蚁一样被碾死。听到成哥的问话，他面色一凛，越发小心。一旦暴露了身份和师承来历，那就算这次脱险了，将来也有可能会被寻上的。我们的宗门与那碧落星宫同属一个天域，前辈应该知道碧落星宫吧？碧落星宫是仙界排名前3的远古仙门，当年仙妖大战时，他们就曾是主力，底蕴深厚的可怕。相比之下，无极洞天都不算什么了。他抬出碧落星宫，用意是暗示江掌门，我们那边有碧落星宫罩着呢。然而不等陈哥说话了，那位师兄又是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师妹，你怎么这么喜欢乱喷亲戚啊？仙界一共也就5大天域，东西南北中，和碧落星宫一个天域有什么好骄傲的吗？他有些惭愧地朝陈哥抱了抱拳：前辈，其实我们和碧落星宫只是同属南部天域而已，隔得不知多远，这辈子可能都去不了一次。你将来要去找我们的话，那岂不是大海捞针，根本找不到。我们是南部天域十方道、长河府、极禅小世界4海宗道。咱们宗门就师长长海仙王一位仙王级高手，我们宗门创立了83万年，师尊长海仙王一共只收了26位弟子。他得意地挺了挺胸膛：我李俊朗正是那开山大弟子，宗门顶梁柱。这位是我那不让人省心的九师妹祝青莲。被他点名的那位祝青莲师妹差点当场气晕了。你别人就问了一句，你答10句，你恨不得把家谱都背一遍呢，完犊子了这下。仙界那些大能手段是神鬼莫测，据说有些只要知道真名，你这辈子都摆脱不了了。那李俊朗还滔滔不绝呢：我师尊他顽固不化，缩在深山里，就是不肯多收点人。将来我要是当了宗主，那肯定会将宗门发扬光大。成哥连连夸赞：哎呦，失敬失敬啊！我第一眼就看出你绝非池中之物，将来呀一定大有作为。在祝青莲耳内，这句话是毫不掩饰的嘲讽。不过李俊朗很受用，他乐呵呵地拍了拍胸脯：呵，多谢前辈鼓励啊！对了，还未请教前辈的高姓大名，来自何门何派呀？祝青莲又慌了。这位实力看不出，但气息比自己那1品仙王的师尊还要强得多，极有可能是8品、9品仙王，甚至准帝。仙界很忌讳乱打听根底的，面对这种巨头级的高手，千万不要问那些不该问的。他屈了屈身，一脸紧张：我师兄他口无遮拦，言语唐突，您千万莫怪。成哥笑容可掬的摆了摆手：啊，无妨无妨，我呢叫江雀帅，来自仙妖山战区，我的宗门门人也不多，就上千位，不过我可是一位现任掌门呐。人家李俊朗都一五一十说了那么多情况了，成哥自然也要诚实相待呀。除了那个因为斩杀九焰仙帝而变得名震仙界的真名之外，其他的也没算说谎。听说他来自仙妖山战区，祝青莲的心彻底沉了。完了，仙妖山前线论起仙元之气和规则之力，要比后方许多地方高，明显修炼效果更好。
但是仙界的仙人绝大部分还是留在后方各大天域自己的宗门内，原因很简单，在前线总会和妖界发生冲突，有受伤送命的危险。一般会去那边的，要么是仙盟成员，要么就是那种好战不怕死的强人。此人来自仙妖山战区，那他极有可能是个杀戮无算的狠角色，太危险了。李俊朗一拍手，满眼都是羡慕的小星星。哇，前辈竟然已经是一位掌门了！那必须的嘛！哎呦，厉害厉害！前辈的门人弟子一定也很强吧？一般吧，很多都不太成器，辜负了我的栽培，而且还走丢了几个。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们不服前辈的管束吗？哦，也是啊，就像我师尊那个老古板，一直把我关在宗门，不让我出去扬名，还总说是为我好，怕我出去找死。可是师弟师妹们都出去历练很多次了，你说气不气人呢？前辈，你得放宽心呐，你不能管得太严了呀，适当的时候也要放手让他们去飞呀。陈歌行说：“难怪你的祝师妹看起来比你沉稳有经验呢。”他笑了笑：“哈，你说的对啊，我会考虑的。”两人又攀谈了几句，李俊朗有些不好意思的搓搓手：“前辈，不知你能不能带带我们呢？”说这话时，祝青莲恨不得当场掐死他。难得这位前辈看起来心情还不错，你见好就收呗，找机会告别呀。和这么一尊危险人物待在一起，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的，你居然还敢向他提请求，还要他带？怎么带啊？成哥并不排斥他们，他对这里毫无了解。李俊朗、祝青莲虽然境界比他低，但毕竟正规宗门出来的，对仙界常识知道的应该比他多。何况呢，这一路有人解闷也不错。前辈，您的仙魂很强，能够抵御周遭的烈魂风的侵袭，只要让我们跟在您的身边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吗？江掌门这仙魂无论是等级还是品质都太高了，往那一站，周遭10米范围内都风平浪静，无处不在的烈魂风全都被挡在外面，他也不用做什么，只要当个大好遮阳伞，挡住外面那些什么风就行了。这对成哥而言连举手之劳都算不上，他很乐意。可以啊，多谢前辈，多谢前辈。他还挺有礼貌的。我就知道前辈是一个古道热肠的好人，顺手发了张好人卡，他这才喜滋滋的凑到成哥身旁3米范围附近。本集第471集，师妹，你站近一点。成哥装模作样的摸了摸并不存在的胡须。我被仙人修炼到更高境界，不就是为了造福世界，帮助弱小吗？这话要是被认识他的人听了呀，只怕又要暗暗腹诽了。整个仙界目前最残暴的就是你了吧？斩杀的仙王都可以组成几个加强团了。李俊朗连连点头，深以为然。前辈所言甚是，我在宗门时也时刻不忘照顾提携师弟师妹。陈歌心说了，你拿什么照顾呀？你这师妹似乎比你还高了好几个小境界呢。这时呢，李俊朗又朝祝青莲招手：“师妹，你怎么还不过来啊？前辈这里一点烈魂风都没有，简直安逸巴适啊！”祝青莲想死的心都有了啊！让他待在一尊陌生巨头旁边，他极度不安，那就像是小白兔待在猛虎旁边，太危险了。然而当着成哥的面，他也不敢拒绝，那不是驳了这位前辈的面子吗？只能凄凄哀哀、小心翼翼站在了10米范围边缘，尽量离他远点。顺便呢，还道了声谢：“师妹，你站那么远干什么？”李俊朗又招呼上了：“你过来，你过来，离江前辈近一些，才能更安全呢。”祝青莲真想把他嘴彻底堵上，你这样下去10条命都不够你玩的呀！望着成哥那平淡的目光，他也不敢反抗，只能以赴死的心情一点点的挪到李俊朗的身旁。成哥问了一句：“咱们这是直接往上升，对吧？”“哦，没错，越往上，大道仙音越清晰，对仙魂提升就越大啊！前辈，您实力比我们强，怎么连这个都不清楚啊？我以前一直在闭关疗伤，最近出关不久，第一次听说大道仙音呢。这次幸亏遇上了你这个仙界的万事通，想必是不会走错了。”万事通这个称呼让李俊朗非常受用，立即得意非凡地拍着胸脯保证：“放心吧，前辈，你算找对人了，有我在，出不了错的。”祝青莲已经可以确定，这个所谓的江前辈绝对是居心叵测，实力那么强，起码活了几千万年了吧？这种人怎么可能对大道仙音不了解呢？骗谁呢？撒谎吧？那他为什么要说谎呢？肯定是别有所图。他虽然想不出成哥能图他们什么，但不得不防，万一抢他鸡蛋呢？李俊朗可不懂他的担忧，还在那显摆呢：“师妹，你看到没？我早就教育过你了，出门在外，遇到困难时不要扭扭捏捏，该求助高手的时候就要求助，总会有好心人的。要不然咱们今天就和这位好心的前辈失之交臂了啊！你们还一直不听我的呢。”祝青莲都被气笑了，他在外行走历练很多次了，居心叵测的前辈倒是见过不少，乐于助人的那一个这都没有啊，只能暗中传音给李俊朗：“师兄千万要小心啊，这个姓江的这么好心，一定有诈。”“师妹，
你这是什么话？李俊朗压根都不传音，直接大咧咧的说了：什么叫做有诈？前辈俊帅，我俊朗，你看他看我很投缘不行吗？陈哥故意深深看了那祝青莲一眼，看得后者心惊肉跳，冷汗直流，这才对李俊朗哈哈一笑：没错，咱们俩一见如故，相互帮衬嘛。对，就这样，一行三人的奇特组合一路往上升着。尽管李俊朗和祝青莲能听到的仙音远不如他那么清晰，但随着不断上升，两人的仙魂提升速度也越来越快，很快突破了一个小境界。不过并没有像苍灵所说的仙魂沾染到大道的仙气。想想也是，要是那么容易，岂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呢？外面的烈魂风已经从一开始的丝丝清风变成了习习微风。如果这时脱离陈哥的保护，这俩人会立马被吹得难以站稳。以他们原本的3品5品仙尊实力，是不可能得到这个高度的。事实上呢，即便9品仙尊想到这儿，也要费不少功夫。他们或多或少会被烈魂风吹得偏离方向，一路漂移着艰难的向上爬行，而不是像陈哥这样完全垂直上升。为了脱身呢，祝青莲小心措辞：前辈，这里已经到了我们仙尊境界的极限，多谢您的一路照顾，我们也不好意思继续拖累。您看，是不是可以将我们放在这里，然后您自己继续升？他不敢继续跟了，万一到了后面此人突然不保护他们了，那他师兄妹两人在仙王才能停留的区域，仙魂被更强的烈魂风一吹，没准就会陨落了。没拖累啊，我觉得还行。你呢，也打算在这停下来吗？程哥看向李俊朗，听他说还行啊，李俊朗喜出望外。那个，如果前辈不麻烦，愿意继续带的话，那就更好了。程哥点头。另一边呢，祝青莲真的是脚步重于千斤，虽然越往上对他们的仙魂好处越大，但那是在刀尖上跳舞，生死全然不由自己掌控。偏偏李俊朗还语重心长地提点他呢：师妹，这么好的机会多难得呀，千万不要错过呀，错过后悔一辈子呀。后悔你全家吧，我最后悔的就是碰巧在这祥云上撞见你，没有掉头就走。如果没有陈哥在场，他绝对要暴揍这个师兄了。就这样，三人继续往上升，很快到达了仙王才能逗留的高度。这里已经渐渐有了呼呼的风响了。不过呢，陈哥保护伞坚如磐石，将那烈魂风彻底隔绝在10米范围之外。升了一阵，陈哥纳闷，这一路咋都没看到什么人呢？啊，前辈很想看到其他人吗？江掌门还指望能看到几个弟子或者苍龙，然后顺带捎带一下的。不过仔细想想，这碰到的机会也确实渺茫。整个上仙界高空此时都有大道祥云，那是多大范围，简直无法想象。是啊，作为一个乐于助人的仙人呢，我也想多多帮人嘛。前辈真是我辈楷模呀！哎呀，过奖了啊！俩人对话，祝青莲也是无力腹诽了。他才不信会有这么热心肠的人呢。只可惜他再怎么着急担忧也没用。三人一路往上升着，很快还真的遇到其他人了。远远的就看到一名鬼修在这呼呼的风声中艰难的爬升，即便李俊朗也能感受到那明显的死气，于是请示一下陈哥：前辈，这好像是死界的鬼修，你愿意带吗？本集第472集，一定是被我们的帅气吓跑了。江掌门定睛一看，并不是自己的熟人，于是随口说了：随便吧。不愧是前辈，心胸宽广，没有门户之见。李俊朗赞了一声，随后挥舞着双手，朝着鬼修的方向大声呼唤：喂，道友，那位死界的道友，快来我们这儿吧，我们这位前辈可以带你飞。那鬼修回头一看，居然是个仙尊，竟敢打扰自己，不要命了吧？但紧接着看到陈哥的明显超越仙王层次的仙魂，吓得面色大变。我靠，准地了！一声不吭，他是拔腿就跑，那跑得比兔子还快呢。陈哥的仙体是仙魔兼备，仙魂可魔可仙。他看到2名仙尊一到，自然是当成了仙界大佬了。就算碰到鬼界准地，他都不敢接近，更何况还是仙界那边的。陈哥自然懒得追，他又不是来这清场的。望着那鬼王手足并用、狼狈逃窜的身影，李俊朗是目瞪口呆呀！他为什么要跑呢？我们明明愿意带他呀！这么好的事情，一番好意，别人不领情，李俊朗失落了。陈哥耸肩，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帅了，他自惭形秽，不好意思站在一起吧。也对哈，一定是这样。李俊朗顿时想通了，不由得骚包地捋了捋自己的秀发，露出了锃亮的方形大脑门。其实我们也不会当面说他丑，他就是太敏感，太脆弱了。是，谁说不是呢？祝青莲听俩人的话，一脸便秘呀。那个鬼王为什么逃？你俩心里没点 A 与 C 之间的数吗？啊？
三人继续上升，又过了一会儿，远远的居然一下撞下了10几个魔王。由于位置随机，在这里碰到熟人是极难的。李俊朗和祝青莲这师兄妹能撞到一起，那都算是奇迹了。现在看到10几个人成群结队，成哥也惊讶了。李俊朗有请示：“前辈，他们这么多人，您愿意带吗？”成哥看他一脸期待的表情，明显是因为平时在宗门出不去，现在随便看到个生人都很热情奔放那种，于是点点头，满足了他的小愿望。可以啊。李俊朗大喜，正要呼喊呢，就被惊慌失措的祝青莲拦下了。不要，他们是魔修，是敌人。之前的死界鬼修也就算了，和仙界过节不深，这次的魔界那和仙界真的是水火不容。如果不是独自离开，也活不下去，他现在都想逃离这里了。只是李俊朗理解不了他的担忧。师妹，什么话？我们又不参与仙魔之争，和魔修也没有仇恨，何必执着这些门户之见呢？你不在乎，他们会在乎的。祝青莲快急疯了，一旦被发现，我们绝对活不下来。说完，他又向成哥建议：前辈，能不能趁着他们还没有发现前，尽快的避开这里啊？成哥不以为然的耸耸肩：没必要吧？你没看出来我的仙魂比他们强吗？可是他们人多呀。这里可是只有仙魂的世界，拼的只是仙魂，并不存在规则之力。准地最大的杀手锏规则烙印在这里发挥不出来，相对于魔王，实力并没有太大的优势。祝青莲可不相信他能一个打10几个呀。放心吧，我能罩得住。就是江前辈都说能罩得住了，师妹你怎么能对他没有信心呢？质疑别人的实力是很不礼貌的，你不知道吗？尤其前辈还对我们有恩。在他们交谈的时候，远处那群魔修也终于发现他们了。看到成哥那准地级的仙魂，顿时齐齐一震，露出了狞笑。看来可以宰个大的了呀。那边李俊朗已经挥舞双臂嚷嚷上了：各位魔界的同道，我们这位江前辈愿意带你们，快来呀！他这一喊，对面那群狞笑的魔修变得满脸呆滞，这是什么操作呢？见到我们10几个魔王你不逃，你还主动邀请，难道是有阴谋陷阱吗？啊，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呢？莫不是周围有其他仙王埋伏吗？为首的9品魔王悄悄传音：散开查探，小心戒备。于是另外14名魔王按照特定阵型散开，一个个向着更远处查探。这一切成哥都看在眼里，只是懒得说什么。仙王魔王这个层次他干掉太多了，都没什么感觉了。而看到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过来，李俊朗还以为又像之前那样被自己和江前辈的帅气所设伏，自惭形秽，不好意思的站在一起呢，连忙拍着胸脯做保证了：大家放心，我们不会因为太帅就觉得你们拉低了我们的形象啊！你们尽管进来，咱们仙界很好客，好客仙界欢迎您。祝青莲已经再次放弃治疗了，他绝望了呀！现在只想控诉上苍，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猪队友来坑死自己？明明有一次次的活命机会，却都被他完美的避开了，每一次都专门朝着最深的坑里跳啊！此时呢，对面的魔王也很快发现周围并没有其他仙王，于是终于放心大胆的围了上来，还很专业的形成了一个无死角的包围圈。为首的那魔王视线一直落在江城的身上，毕竟这是一尊准帝，即便在这发挥不出规则烙印的碾压优势，光论仙魂境界也还是凌驾于魔王之上，想干掉他还得费点心思，一不留神呢，没准就逃掉了。你们刚刚说什么来着？请我们进来。是啊，李俊朗热情招呼着新来的客人：你们在外面愣着干什么呀？快进来啊！这位江前辈是好人，乐于帮助我们这种弱小，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说话呢，让全场15位杀气腾腾的魔王再次呆滞了。好人这个词儿听起来怎么那么陌生呢？帮助弱小，你自己区仙尊弱小就算了，你谁他妈给你脸还说我们弱小的呀？那要是这么一听，你们不是一个宗门的啊？对啊，江前辈之前和我素不相识，但我们一见如故。为首9品魔王感觉荒唐，仙界真有这么好心的人吗？他一瞬不顺地盯着成哥，意味深长：就连我们圣宫的人也可以进来吗？话音一落，祝青莲惊叫：圣宫？你们竟然是圣宫的人？圣宫类似于仙界的仙盟，是魔界那边一个有诸多顶尖魔门共同组织的联盟。仙魔之争其实和大部分底层仙人魔修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家平时都在自己的宗门修炼，在自己所在的天域历练。就像祝青莲这样的仙尊，可能一辈子都出不了广袤的南部天域，见不到一次魔修。
师门祖辈也没被魔修杀害过，根本谈不上什么仇恨过节。本集第473集，他们可能是回老家了吧？底层仙人对仙魔之争并没有什么代入感，仙魔两界之间的连年仇恨、纠葛厮杀，主要就是圣宫和仙盟之间的对决。可想而知，这个组织的魔修对待仙人会是怎么样的态度？如果是普通魔王也就罢了，或许好好说话还能被放过，碰到圣宫呢，那就注定不死不休了。左前方一位魔修桀桀冷笑：“桀，肯定不能这么笑。”看来这位小仙女知道我们呢。恐惧、惊悚、害怕，这才是仙人见到他们之后的正常反应。那你应该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圣宫，李俊朗当然也听过呀，不过呢，他好像并不怎么担心，反而还安慰朱青莲呢：“师妹，你怕什么？他们又不会吃人，何况咱们四海宗又没有加入仙盟，和圣宫的魔修也没有瓜葛，不用担心呢。诸位前辈，我说的对不对啊？”一群魔修听到他这反问，一时间差点无言以对了。你这是个什么极品呢？啊！其中一位魔王咧咧嘴，露出森然的白牙：“吃人，那还真说不准。”好了，成哥有点不耐烦地打断这个魔王渲染逼格的氛围了，能不能给主角点关注呀？你没看出来我是这里境界最高的吗？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们啊，众魔修面面相觑，真是活见鬼了。他们圣宫出手那么多次，杀过各种仙人，但还是第一次遭遇这种旁若无人，不把他们当回事的反应。到底是对面没脑子，还是我们没跟上时代变化的潮流呢？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诛杀仙人的本职工作？现在仙界那边流行见到魔修就称兄道弟吗？你要问什么？为首的魔王一边敷衍，一边暗中传音给另外14个魔王，让他们做好4阶偷袭的准备。就算现在实力占据明显的优势，他们也不会光明正大的进攻的。你们是怎么聚到一起的呀？成哥这是真心求解。因为我们圣宫人多，很容易碰到。就这么简单吗？事实上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所有圣宫魔修的魔魂上其实都被种下了统一的魔纹，这也是魔界那些魔帝的手笔，为了更好的控制和指挥圣宫。拥有同样魔纹的圣宫魔修本就能相互感应，同时也能迅速的辨清友军。这名魔王当然不会把这个说出来，他摊手：“啊，就这么简单。”话音没落，其他14名魔王突然朝着成哥发起了袭击。这14位魔王来自不同魔门，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魔魂攻杀秘术，这一催动真的是虚影重重，群魔乱舞。李俊朗忽然发现天突然黑了下来，他的仙魂在这一瞬间甚至陷入到了幻觉之中，仿佛有无数血盆大口朝着渺小的自己张开，极为恐怖的压力瞬间差点冲垮他的神智。即将昏过去之前，天色突然又变得明朗起来。再看周围，那15名魔王全都不见了，只剩下15道袅袅青烟，一点点的盘旋，最终消失无踪。他还不知道，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已经发生了一场战斗了。哎呦，刚刚那些魔王呢？怎么都不见了？成哥无奈耸肩：可能是在这待够了，所以赶着回老家了吧。他说的回老家，自然是死了。没问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那14名魔王在他眼里也没什么价值了。对方出手的刹那，他也发动攻击了，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确实，在这里只能用仙魂攻击，但成哥的仙魂不光是准地境界，还超脱了万古层次。如果大家战斗都只能用仙魂的话，那他其实更有优势。一个仙魂冲击横扫，简单粗暴，包括为首那名魔王在内，15名圣宫魔王的魔魂全都在瞬间被摧毁，搅得渣都不剩。而魔魂一灭，也就等于是彻底死掉。就算他们原本的身体在魔界那边还完好无损，那也是空壳了。李俊朗不疑有他，还疑惑呢：回老家，难道出了什么急事吗？是啊，这走得急也不说一声，也没留下点什么东西。灭了魔魂都没有战利品，他很不满意。李俊朗重重点头：南北前辈一番盛情待他们，这么好的机会他们都抓不住，他们会后悔终生的。可不嘛，我们这么好客，这么热情，又这么奔放。两人一边抱怨着，一边继续向上升。跟俩人一起的祝青莲此时一脸惊恐，已经快疯了呀！他可不是李俊朗那样的糊涂虫。祝青莲本就比李俊朗高2重小境界，而且还有丰富的历练经验，见多识广。刚刚的瞬间的情景，他虽然没看清，但至少知道发生了什么。那15名魔王死了，被这个江前辈杀了，一个不剩。为什么你们两个还能继续嘻嘻哈哈，好像没发生什么大事一样呢？那可是15位魔王啊，不是15个小真仙，更不是15只鸡呀！能在这里行走自如，至少都是7、8品以上的魔王了。
那15位魔王，每一位实力都远超自己的神通广大的师尊长海仙王。在他们的长河府，要是死了个仙王，那是会引起滔天巨浪的，甚至会影响当地的势力格局数十万年之久。现在15位这样的大事就这样发生在眼前了，瞬间冲垮了他能接受的能力了。这是怎么做到的？他都快被吓傻了呀！尽管成哥干掉的是魔王，是敌人，但在祝青莲的眼里，他已经比那些魔王更危险了。杀了这么多高手还能谈笑风生，这个人比自己猜测的还要残暴可怕1万倍。前辈，他们……彻骨的凉意从仙魂的足部贯穿头顶，他不断的颤抖，连说话都不连贯了。而在开口的瞬间，他就后悔了呀。此人故意没提，明显是不想传出去，自己为什么还要不识相的去追问呢？自己应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啊！现在这岂不是主动让对方杀人灭口吗？只是他现在已经崩溃了，根本控制不好自己的举动，明明后悔，却还是不自觉地发出声音。你想问什么呀？成哥回过头，意味莫名地看着他。在祝青莲的眼里，这就是警告，是杀人灭口的前兆。他吓得瑟瑟发抖，软成一团，都快哭了呀。没什么。李局长连忙关切地将祝青莲扶了起来。师妹，你怎么了？难道你生病了吗？祝青莲默默摇头，想要传音提醒他，但想想这样做也没有卵用，最终只能独自的默默恐慌。本集第474集，又遇故人。你师妹没什么事吧？李俊朗惭愧地朝着陈哥摊摊手，让前辈见笑了，我这师妹没见过什么世面，估计是刚刚被那具魔修吓坏了。原来如此，师妹被吓成这样，李俊朗感觉很没有面子。为了避免陈哥误认为整个四海宗都是这么胆小的人，他只能强行挽尊。其实我平时就总教育师弟师妹们，遇到事情要沉着冷静，不要动不动大呼小叫惊慌失措。就像刚刚那些魔界同道，又没有什么恶意，慌什么呀，对不对？陈哥竖起大拇指，不愧是你啊！另一边终于站稳身子的祝青莲终于无力再腹诽了。就这样吧，横竖一刀，反正自己的命也不在自己手里了。三人继续上升，之后并没有碰到其他的仙王魔王。很快呢，他们就进了准地区。这里的猎魂风已经是剧烈的强风了，带着撕裂般的尖啸响声。不过成哥的保护伞依旧坚挺，稳稳保持着10米的安全区。处在里面的师兄妹两人提升也越来越快，仙魂不知不觉又突破了一个小境界。这对他们而言那是天大的机缘。只是成哥无奈呀，他到现在也没感受到仙魂有什么变化。难道自己这次上来就是专门给这俩新人打工的吗？这不是主角该做的事情吧？飞着飞着，远处又一次出现了人影了，影影绰绰的，看着好像并不是个正常的人形。稍微凑近一看，别说祝青莲了呀，李俊朗都吓了一跳，居然是一具背生双翅的金色骷髅。虽然隔了还有段距离，骷髅身上散发出的威压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之前那些魔王了。李俊朗咽了口口水，有些发怵。前辈，哎呦，这好像是一位灵界的准帝啊！没错呀。成哥嘴角浮了浮，咱们要带他吗？原本已经决定不再吐槽的祝青莲实在忍不住再次腹诽了。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谁都知道这是强大的准帝了，还想着带人家？没看到那骷髅的威压看起来并不次于那位江前辈吗？人家用得着带吗？而且这骷髅从脉象一看就极不好惹，很可能比那些魔王还要邪门残暴，赶紧躲开吧，不要在刀尖上跳舞了。他心里默默祈祷，但可惜成哥体会不到他的心情。行，那你喊他吧。李俊朗领命，就像揽客上车一样，热情地挥动着双臂。幽川不是那位灵界的前辈，我们江前辈愿带你飞，快来呀，来呀，来呀啊！远处的骷髅准帝一看，旋即以最快的速度呼啸朝这边飞过来。但见那金光如流星，剧烈的烈魂风打在仙魂上，居然溅起了星星点点的火光。这威势让祝青莲心头越发的沉重，太强了呀！而且一看就是来者不善，估计刚刚那嗓子激怒了这尊准帝。还没等他和李俊朗反应过来呢，就一个刹车停到了陈哥面前。江掌门，他又惊又喜，竟然真的是您，可算见到您了。万古玉今已拜见江掌门。说完，这尊强大的准帝躬了躬身，一身紫色骨翅也迅速的收敛起来。巧了，没想到在这能碰到你。成哥将他扶起。万古玉有3位古王，实力都相当的强悍。这位当年也是能进去开会的，何况长得这么奇特，他当然认得出来呀。哈哈哈，这说明我和您最有缘呐。
金翼准帝也不客气，直接收起了一身威压，站到成哥的保护伞下。当年抱大腿习惯了，现在完全没有同为准帝的觉悟。哦，对了，我记得你们古族不是不修神魂吗？我这是古灵，在这里也能得到提升。你另外2位古王同伴呢？他们都还好，也都成准帝了，目前都在灵界。这是这次机缘，大家位置都散了。金翼准帝兴奋的一身古灵直晃，我一直就坚信您还在，没想到在这提前碰上了。他说着说着，忽然闭嘴了。对了，这2位难道是您的新弟子？看到李俊朗和祝青莲这2仙尊，金翼准帝很纳闷，这实力太弱了吧？而且关键是天赋资质好像也不怎么好，普普通通的样子，这也能入江掌门的眼吗？江城随口笑了，他们是我在路上碰到的，就顺便带来，就这么简单吗？金翼准帝只能感慨，江掌门真非常人，行事总是出人意表，我辈难以揣度呀。祝青莲都傻了，看到金翼准帝对成哥又是行礼又是恭维，一副下位者的姿态，他甚至比之前看到成哥瞬杀15名魔王还要震撼。这可是一位准帝呀，去到哪儿都是不折不扣的大人物，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如此崇高的存在。堂堂一位准帝怎么会主动屈居人下呢？而且这还不是仙界的准帝，而是灵界的。仙界和灵界谈不上多好的关系，正常情况下遭遇了，最大的可能不是应该打起来吗？一个外界其他族群高手怎么会对仙界准帝这么尊敬呢？他想不通啊。这一旁的李俊朗那就不一样了，他现在2眼都在冒着崇拜的小星星，不愧是郡帅的江掌门江俊帅呀！你瞧瞧人家的掌门当的多排面，就连灵界准帝都这么给他面子，一看那就叫什么呀？交友广阔，很有江湖地位。你好，那个我叫李俊朗，这是我师妹祝青莲，我们来自仙界南部石域天方道。他上前来自来熟的来了一段冗长的自我介绍，基本上又一次把自己的底儿给泄了个一干二净。金翼准帝懵懵的，莫说仙尊类，就是仙王碰到他也都会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敢主动和他说话？如果没有江掌门在场，骤然在这祥云上碰到2个仙界的仙尊，他要么懒得搭理，要么直接一个念头干死了。但现在这是江掌门带的人，得给面子呀。他那骷髅造型只能挤出一个偌大的微笑。我是灵界金翼准帝，将来你到灵界可以找我。这就是一句场面话，李俊朗却当真了，他喜出望外。真的吗？前辈在灵界何处？我将来若是有机会一定拜访。金翼准帝那个无奈呀，只能告诉他自己在灵界的古族那边某某地方。至于后方的祝青莲，已经渐渐对自己的师兄高山仰止了。这一次次的在鬼门关上疯狂的蹦迪，愣是没死。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以前在外历练得到的那些宝贵的行走经验是不是错的？难道像他这样见人就自来熟才是正确的操作吗？本集第475集，你还挺仗义的。金翼准帝好不容易打发了这个活宝，才终于抽了空和江掌门继续寒暄。对了，您老人家现在在哪儿盘桓？我听说最近仙妖山那边……他说的自然是最近苍龙族和飞仙门主导的那连场大战，死了那么多准帝，最后就连仙帝都被斩杀了，如今6界都传遍了，他也听说了。只是这里还有2个仙界的仙尊，他也不好说得太清楚。成哥坦然我就在仙妖山。那位准帝难道就是您？他立刻明白了，那位传得沸沸扬扬的新任苍龙大帝就是江掌门呢。没错。难怪呀！我就说他凭他们怎么能做到那等战绩呢？甚至还斩杀了那位，原来是您亲自出手，这就一点不奇怪了。哎呀，这么一看，这次异象是因为您才出现的呀！行了，低调啊！哎呀，您真是太谦虚了。既然是您带队，这次机缘结束后，我也想带着古族一起去参战，可以不？陈哥心说，你要是来了，那分战利品岂不是又多了一批人呢？不管怎么样，还是先把飞仙门和苍龙谷提升起来，以后其他人再说吧。于是挥了挥手，不了，你还是先留在灵界吧。可是我们这些年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再追随你，这难得的碰见。成哥看他都委屈巴巴了，只能敷衍着安慰。你先留在灵界，以后我要是去了那边，到时候就需要你的力量。听到这话，金翼准帝恍然大悟，也对呀，江掌门这等人物那肯定是有着天大的谋划。目前算是仙界和妖界之战，自己要是贸然介入了，那就代表着灵界被卷入了，没准就打乱他原本的谋划和部署了。他留着自己在灵界，肯定还有后续更重要的计划，自己要安心等待呀。好，我们时刻等待您的召唤，绝不破坏您的计划。程哥心说，你又脑补啥了呀？我有什么计划吗？我咋不知道呢？
不过呢，他这么想也更好，于是含糊的点点头。对这话，祝青莲都听在耳内。大事，最近仙妖山的大事就是那苍龙恶妖为祸呀。仙界上下人心惶惶，他倒是不会把成哥和苍龙大帝联想到一起，毕竟出现在他面前的仙魂是人族。这位江掌门应该是仙界这边的某个灵主，目前正要和苍龙恶妖开战，所以这位灵界准帝才参战来帮他吗？这么好的事，他怎么就拒绝了呢？他想不明白。而李俊朗就没他那么多想法了。这哥们儿听说成哥有大事要办，顿时来劲儿。江前辈，金前辈，你们的大事要是用得上我，尽管开口，咱们到时候并肩作战。我李俊朗毫不含糊。金翼准帝差点当场喷了出来。我们要是沦落到需要你的力量，那也就不用混了。憋了半天呢，他只能憋出一句：小老弟还挺仗义的哈。那必须的嘛。李俊朗得意的一扬脖，成哥也是笑容可掬。可以啊，是条汉子。槽点太多了呀。祝青莲已经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切入了，他很想提着李俊朗的耳朵质问：就你的三品仙尊的实力，哪来的自信和他们并肩作战呢？你这么厉害，怎么还有人带呢？奇特的四人组合继续向上升着，外面的猎魂风也刮得越来越猛。祝青莲很清楚，这里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如果这时自己不小心脱离了江城的保护伞范围，那会瞬间死了渣都不剩。而就在片刻之后，他们再次遇到了陌生人，这次遇到的是5名仙界准帝。光看那仙魂的外表，似乎每个都不比江城差。似乎是意识到这点，李俊朗这次没吆喝着请人进来搭车，倒是祝青莲情不自禁地惊呼一句：白真准帝！随后又连忙捂上了嘴，不敢再多说一个字了。这位白真准帝正是他初见成哥时拿出来装点门面想要冒充的师傅，实际上呢是净慈宗的掌教。准帝中期的实力在整个长河府算是顶尖了。祝青莲以前没见过他，但如雷贯耳，而且总归见过影像，对他来说呀，这就是一位从小听到大的传说级的人物。李俊朗来劲了啊！白真准帝，他老人家来了吗？就在他四处张望时，对面5名准帝也飞了过来。看到成哥，5名准帝表情还算正常，但他们看到后侧的金翼准帝，面色不由一变。这李俊朗、祝青莲直接被他们忽略了。他们上来其实也可以带人，但没碰到本门弟子，是绝不会有那份闲心的。阁下已经是准帝，却很面生，不知是出自何门？莫非是一直在闭关吗？仙界虽然很广袤，但准帝的数目还是能数得清的，就那么大一个圈子。他们不敢说全都见过面，但起码都听过。江城不答反问：你们有谁啊？对面几人皱眉，为首准帝后期神态威严，淡淡的说：我们是仙盟的。李俊朗忍不住惊叹了：哎呦啊，诸位前辈竟然是仙盟大佬！哎呦，失敬失敬！对他这个仙界土著来说，仙盟那就是传说中的圣地，如雷贯耳太久了。传说中能进仙盟的，要么是远古顶尖仙门的门人，要么实力通天，要么天赋极其妖孽。反正呢，人家绝对精英化的高端路线，不对普通仙人开放。包括白真准帝在内的5大准帝并没有搭理他，仿佛他只是放了个屁。5人紧盯着成哥：你既然成了准帝，就应该去仙盟报道，无论是否愿意加入仙盟，都要登记在册，不得有误。还有这规矩了？不错，用你的仙魂刻下一缕仙纹作为凭证。哦，那我为啥这么做呢？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要是你愿意加入仙盟，自然什么都会知道；不愿加入，对你也没什么坏处。一旁金翼准帝冷冷一笑：恐怕不见得吧。留下仙纹，性命倒是无忧，但从此江掌门去向任何地方都逃不脱你们仙盟的掌控。仙纹会随时显示他的位置，不是吗？擦！成哥差点当场骂出声啊！这不就是被随时监控了吗？还好金翼准帝科普了，要不然自己还真不懂这其中的门道啊。本集第476集，白真准帝。白真准帝冷然说：那又如何呀？我仙盟以维护仙界秩序为己任，将准帝之上的危险人物纳入视线范围，本就是理所当然之举。这也是为了仙界的安定，希望阁下配合。成哥笑了笑：如果不答应呢？5名准帝齐齐露出敌意，为首准帝后期厉声喝道：胆敢不配合者，仙盟上下共诛之！更何况你还结交外界准帝，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居心叵测。还没等成哥说什么呢，李俊朗就跳出来帮他说话了：诸位前辈，别这样啊！这位江掌门可是奋战在仙妖山第一线，功劳大大的。这位是白真准帝吧？我也是长河府的呀，咱们算是半个老乡的。江掌门是我李俊朗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不光那5名准弟，就连成哥都被他弄懵了。小老弟儿啊，你真是头铁呀！啊，你师傅一直不让你出山，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啊！你要不然碰到哥呀，你在仙尊那层你都糊不了啊！那位被点名的白真准弟愣了一下，一时间没反过来什么情况呢？一个仙尊叫自己这个准弟中西给个面子，难道他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他有些犹豫不定。你是哪位先帝的私生子啊？前辈为何有此一问？晚辈是土生土长的极产小世界人士，我弟李广富都去世很多年了。够了！白真准弟兴起了一股被耍后的恼火之情。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合本座套交情？此人不配合仙盟规定，罪同叛逆，你作为他的同党，一并诛杀。此言一出，祝青莲一颗心都凉到谷底了，但却又莫名的平静。反正之前已经在鬼门关徘徊了好几次，受不起这惊吓了，早点解脱也好啊。李俊朗还据理力争呢。前辈，你别太不讲理啊！江前辈没做错任何事，而且我也没……行了，小老弟，你收了神通吧啊！陈哥苦笑劝他，随后朝着金翼准弟交代一句：“那个，你先罩着他俩，我去就回。”金翼准弟连连点头应下，又是兴奋又是遗憾呐。兴奋是因为猜到江掌门要去干什么了，遗憾则是没法亲眼目睹。那个几位仙王老兄啊，我有些秘密想和你们谈谈，能不能去一边说呀？秘密？5位准弟心动了，能被1名准弟当成秘密，很可能是什么惊天大机缘。总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来。言罢，5人分前后左右包围着江掌门，迅速离开这里。成哥一走，金翼准弟撑开他的保护伞。相对于成哥，虽然范围差不了多少，但稳定程度差了许多倍，有点摇摇欲坠，只能让2人都挤进来一点。李俊朗第一次担忧起来，江掌门会不会有危险？我感觉那5位前辈好像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像不是很好打交道啊。朱青莲心说，真是难得呀，你总算看出了一丁点险恶之处了。金翼准弟没好气，瞎想什么呢？好好待着，他还轮不到你来担心。成哥一行6人很快消失在李俊朗的视线中，飞了很长一段，直到那5名准弟都不耐烦了，他才停了下来。为首准弟后期冷喝：“好呢，你有什么秘密？说吧。你要知道，仙盟可不是你能蒙混过去的。”成哥笑眯眯地竖了个大拇指：“你们真威风啊！行啊啊！其实呢，我要告诉你们的秘密很简单，我姓江，名成。”江城。另外4名准弟一脸迷惑不解，为首准弟却忽然想到什么，连忙追问：“哪个江城？”刚刚你们应该听到小兄弟说了吧？我在仙妖山前线征战。白真准弟听不明白，不耐烦：“你以为你在前线征战过，就能不遵守仙盟的规矩了吗？哼！任何不接受仙盟管制的准弟，都会被视为叛逆异类。”另1名准弟则是皱眉：“所有能留在仙妖山的准弟都是留下仙文的，根本就没有你，你在说谎吧？”我确实在仙妖山征战，我还有另一个名字，你们肯定更有印象。哪个名字？苍城。5人面色狂变：“你是那苍龙大帝？不可能，苍城是苍龙族。”谁说苍龙大帝一定必须是龙族的？为首那名准弟后期陡然一震，旋即一脸惊恐的尖叫起来：“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苍城就是江城啊！”他哆嗦的手指指着江城，一步步的向后退去。1亿年前的九焰仙帝就是你杀的，难怪纯华仙帝也会死在仙妖山，原来是你！什么玩意儿？纯华仙帝是他杀的？这怎么可能呢？他不才是准帝初期吗？另外4名准帝惊愕无比，为首那名准帝已经退到了远处了，他不敢继续在这待下去了，只想迅速逃离。他不傻呀，能杀死2名仙帝的人，就算外表看起来再怎么弱，也绝对不是自己能扛得住的。更何况此人敢把这惊天秘密说出来，必然是有灭口的把握。他全都猜对了，只可惜没什么卵用。下一瞬间，成哥突然出现在他的前方。你觉得你逃得掉吗？那准帝后期大骇，一边本能的出手，一边连连求情：“前辈，我并无与你作对的意思。”仙魂激荡碰撞，成哥长驱直入，超脱万古的仙魂直接碾碎了这名准帝后期的仙魂。在这祥云之上，每个人都是纯粹的仙魂状态，直接暴露在外，没有护魂仙宝的保护，也没有规则和仙法的阻拦，就是最原始的仙魂和魂术交锋。如果是在外界，成哥想杀死准帝恐怕没这么容易，但在这里呢，弱的一方缺乏其他防御手段，会变得脆弱不堪。紧接着他施展仙魂秘术，将另外4名准帝后期圈进自己的魂域之中。那4位终于反过来，顿时吓得是惊慌失措呀！原本他们还不信江城就是最近在仙盟开会时被谈到无数次的那个苍龙恶妖，
现在呢，他们中最强的一个就在眼皮底下被秒了，不信也得信嘞。4人甚至都失去了抵挡之心，第一反应也是逃窜。只可惜成哥那仙魂品质太高了，在同为准帝的情况下，对他们形成了降维打击。4人根本逃不脱那魂域，其中1人迅速被秒，另外3人差点疯了。能修到准帝，谁想死呀？你不能杀我们，一旦杀了我们，仙盟那边就会知道是你干的。本期第477集，祥云之上。他们这凄厉的尖叫让成哥一阵好笑，用这个来威胁我吗？哥都杀你们仙盟那么多准帝了，在乎这个吗？3名准帝的反击眨眼间被扑灭，就像是被巨鲸吞噬的鱿鱼一般，毫无抵抗之力。又有2名准帝被杀，剩下的最后1人正是白真准帝。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失去了抵抗的念头，只能苦苦哀求了。前辈，我是被迫加入仙盟的，我原本没打算和他们同流合污呀。啊，对了，之前的仙尊是前辈结识的小友吧？他是我长河府的呀，都是自己人，我和他有缘呐。我还以为你会说点什么有建设性的话呢，这会儿想起来攀亲戚了，又和他成了熟人了。现在改口不嫌晚吗？还不等白真准帝再说什么，他就不耐烦地杀了过去，将他也轰的是灰飞烟灭。另一边，李俊朗和祝青莲还在不安地等待着，不过他们也没等多久，片刻之后，成哥的仙魂再次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李俊朗兴奋地挥着手，差点跑出了金翼准帝的保护范围。江前辈，我还以为他们会找您麻烦呢，看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成哥重新撑开自己的保护伞，这才一瞧，怎么会呢？他们都是很讲道理的人，我在那边和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然后呢，他们就理解我了。一旁金翼准帝默默吐槽，你去了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哪来时间跟人说大道理？刚才那边隐隐有仙魂破灭的波动，别以为我不知道您老去干了什么。李俊朗倒是毫不怀疑，他依旧还是全盘相信成哥的鬼话。不愧是您呐，要是换成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和他们交涉呢。哎呀，要不怎么能当掌门呢？对不对？啊，对了，那几位仙盟的前辈，他们走了吗？啊，他们和之前那群魔王一样，突然有急事，所以我就送他们回老家了。后方的祝青莲一听到这送回老家几个字，顿时一脸痴呆。李俊朗听不出来，他却是立即明白了含义了。不是吧？那5位准帝也被他杀了吗？长河府的扛把子白真准帝从此成为历史了？不可能吧？5位准帝呀，此人应该没那么强吧？然而理智告诉他，这就是真相。他历练经验丰富，很清楚之前那种情况绝对不是3言2语就能说得过去的。那5人作为仙盟高层，绝不可能就这么把事情放过去，除非他们死了。金翼准帝还是比较谨慎的。您老没留尾巴吧？成哥眉头一皱，你飘了，居然在教我做事？不敢。见过我拖泥带水吗？哪能啊？没有。嘿嘿，您老啊，每次出手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祝青莲听到这儿，确定了，那5位准帝真的被杀了，一个活口没留，而且此人似乎以前经常做这种事儿，太可怕了呀！望着依旧还在和成哥有说有笑，对了这一切茫然不知的李俊朗，祝青莲差点想要大喊了：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了什么呀？啊，你还敢和他靠得这么近？他杀了5位仙盟的准帝呀，不是魔修，不是其他域界的，而是咱们仙界的顶尖高层啊！魔界的他也杀，仙界的他也杀，他平时还在仙妖山前线和妖界厮杀，此人极有可能是个以嗜血为乐、无差别杀戮的扭曲疯子。落在这种疯子的手里，就算死，很可能也会受到残酷的折磨，会死得很痛苦的。原本就已经放弃治疗认命的他，再次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不可抑制的瑟瑟发抖起来。他这反应呢，自然落在了成哥眼内了。妹子，怎么了？怎么抖得这么厉害呀？他也挺无奈的。对着师兄妹，他没有任何的恶意，好心待人，结果这丫头全程都在自己吓自己，搞得好像他跌了坏水一样。金翼准帝一眼看出祝青莲在想什么，不由得恶趣味上头，骷髅裂开易碎的尖齿，露出一个瘆人的笑容。看来这小姑娘知道的太多了。如果现在是真实的身体，那祝青莲绝对会当场大小便失禁，尿出来。前辈，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脑子一片混乱，带着哭腔胡乱求饶。我不会，我绝对不会乱说的。可不要灭我的口啊！金翼准帝故意吓他呢。到底是不知道还是知道？看来你这女娃没一句实话呀。成哥实在看不下去了。行了，吓唬他干什么呀？
看到祝青莲已经彻底崩溃，吓得瘫在地上呜呜放开了哭，他有些头疼了。你这整的，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在欺负小女孩呢。妹子，你想太多了，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可怕。你看你师兄他啥也没想，被带得多开心呢。可惜这话压根就不管什么卵用，他只瞪了一眼金义准帝，后者面对江掌门的压力呢，不得不挠挠光溜溜的头顶。那个小姑娘，老夫就跟你开了个玩笑，其实老夫向来与人为善，至今连个鸡都没杀过。成哥都忍不住翻白眼了。那么我让你安抚他，你不用把瞎话编得这么离谱呀？你觉得人家会信吗？结果呢，那祝青莲抖得更厉害了。最后还是李俊朗出面。师妹，你看你像什么样子？前辈带我们，你该高兴啊！哭成这样，仪态尽失，成何体统？看来你以前出门历练真的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终归是没见过大场面。师兄平日的教导你是都没学到啊！祝青莲原本是恐惧，听了这话呢，莫名有些恼火了。你知不知道我为了咱们的安危都操碎了心呢？不理解就算了，还跑我这自吹自擂说风凉话，这次是没法活着回去了呀！要是能活着回去，我一定让你好看。那如果能活着回去，那岂不是证明他是对的呀？他重新站起身，队伍再次启程了，一路笔直向上。很快他们的四周都暗了下来，飓风仿佛要撕裂任何存在，唯独不包括成哥这10米方圆的保护伞。他甚至都没有被那烈魂风吹得偏离一丝方向，自始至终都是稳稳的笔直向上。金义准帝不由赞叹，这里已经是准帝的禁区，能到这里的应该也只有先帝。哎呀，幸亏有您带着，我也跟着沾了光啊！本第478集，你倒是送上门来了。李俊朗听了他的话，也不由得震惊起来。我还以为江前辈是准帝呢，难道他是先帝吗？金义准帝大笑，先帝你就那么认为吧？他老人家都斩杀过2位先帝。李俊朗眼里再次冒出小星星，连连怪叫：哎呦啊！想不到我竟然无意识中结识了一位先帝大佬，这也离了个大奇啊！怎么的？准帝就不是大佬了吗？当然也是大佬啊，只是先帝更加不可思议啊！后方祝青莲已经再次陷入呆滞了。先帝？他竟然是先帝？这怎么可能呢？没听有哪个先帝叫做江俊帅呀。然而仔细想想，能做到之前那种战绩，似乎也就只有先帝了吧？自己竟然无意中撞见了一位活在传说中的先帝，他已经消化不了这个消息。4人一路上升，到最后烈魂风越来越猛烈，成哥的保护伞终于有些不稳定，开始变得摇晃。江掌门，这已经够高了，咱们是不是可以停下来了？金义准帝话音才刚一落，前方景物突然一变，天空大亮，四周风平浪静，他们竟然穿透了那暴风区，来到了更高的一层。这里没有一丝烈魂风，但大道仙音已经不是近在咫尺那么简单，甚至都像是在神魂深处回荡。才刚到这里，李俊朗师兄妹的仙魂就直接连升2个小境界。这是哪儿啊？几人纷纷四处打量观瞧，脚下依旧是那大道祥云，头顶上方再无一丝云彩，远远的能看到一只错落飘荡的瑞鸟虚影，透着种种玄奥的意境，端的是神妙无比。来到这里之后，成哥的仙魂蠢蠢欲动，终于反应了。那只瑞鸟虚影悄无声息穿透他的保护伞，在几人身周飘来荡去。金义准帝好奇的探手触碰，却是如遭雷击，一阵烟雾腾起，骨灵差点当场溃散。他这么一下呢，他的骨灵已经受到了重创。李俊朗和祝青莲神色一凛，顿时变得小心翼翼。原来这里也有危险了。好在呢，这里没有烈魂风，而且瑞鸟的移动速度就像是气泡一样缓慢得很，他们只要稍微留意一点，就不会被碰到。金义准帝和李俊朗、祝青莲3人忙着提升时，成哥主动凑近了那只瑞鸟虚影。眼见他伸出手指要触碰，李俊朗惊呼了：“小心呐！”另外2人被惊动了，也纷纷转头。金义准帝连忙劝：“江掌门，你这是干什么呀？这瑞鸟碰不得呀！”“没事，还伤不到我。”成哥是故意的。来到这里之后，他的仙魂有反应了，但依旧没有提升。左右这里就那只瑞鸟虚影看着比较奇特，不试一下怎么能行呢？至于危险，成哥面前就不存在危险，死了大不了开挂嘛。在3人或担忧或复杂的目光注视下，手指顺利的与其中一只瑞鸟虚影触碰到了一起。随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近乎透明的瑞鸟扑棱的翅膀尖会着在手指的尖端，一束微光亮了起来。瑞鸟宛若那缓缓融化的雪，一点点溃散，两者之间如同星芒一般的光点向着四周飞溅。成哥的手指竟然也跟着变得透明起来，一直到那瑞鸟彻底消失，这根手指也彻底变成透明了。发生了什么呢？3人一脸震惊加懵逼，这种事情完全超乎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江掌门，您还好吗？金翼准帝原本对江城很有信心，但现在呢也摸不准了。这可是大道仙音，先帝也理解不了的存在。我好得很，成哥并没有任何的不适，更没有死。他发现自己的仙魂好像多了些什么。如果现在仙魂再出手，灭杀那5名准帝，恐怕会更加轻松。说白了，仙魂境界虽然还是准帝初期，但实力提升了。望着那根透明的手指，他不禁疑惑了：难道这就是苍灵所说的大道气息？而自己就这样成功的沾染到了吗？这么简单，太顺利了吧？看着遥远的地方还有另一只瑞鸟虚影，他心动了。哎，这小鸟你们要是碰到了，岂不是很危险吗？为了给你们创造更好的提升环境，我出点力把他们干掉吧。另外3人也不知道他得到了好处，还以为他真这么伟大呢，不由得都感动了。江前辈，其实没关系的，他隔了那么远也碰不到我们呢。是啊，您不用这么冒险，不值当。金翼准帝看成哥那透明的手指，只当他刚才受到重创了，哪里还好意思让他再付出更大代价呢？没事，牺牲我一个造福千万，3个人值得啊！似乎自己也觉得没什么说服力，他干脆懒得多言，直接一往无前的飞向那边。这里没有猎魂峰，也不需要保护。留在原地的3人看着他渐渐消失的背影，眼眶都湿润了。如果仙魂骨灵也有泪水的话，在第2只瑞鸟旁，江城伸出了另一只手指与他接触，一切都很顺利。这只瑞鸟也很快消失，而他这只手指也变得透明了，仙魂的实力又提升一截。我这大道气息越来越浓郁了。有了晋级仙王和准帝2次以外，他现在对于进入仙帝其实不是很有信心。鬼知道那悟道仙术和992条主规则加持的变态版的仙国，到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幺蛾子呢？苍灵说沾染了一点气息都更容易成为仙帝，那我要是多弄一点，岂不是十拿九稳呢？必须得多搞点。吸收这只瑞鸟之后，他极目四望，并没有发现新的，只能向着更远处飞去，四处寻找。随着时间流逝，他找到了第3只、第4只、第5只，但在第5只之后再也找不到新的了。祥云之上的范围并不是很大，找了几圈之后，他只能放弃了。哎呀，我这才1只手啊！望着那只透明的手，成哥有些不满足。他还想着另一只手，甚至仙魂全身都能多沾沾喜气呢。啊，不是大道气息。按照他们的说法，这大道仙音只有新的仙帝上位才有可能出现。成哥摸着下巴想了想之后，一个可怕的念头浮了上来。随后他居然又一头扎进了下方的祥云。没错，他打算再找个仙盟的仙帝杀一杀。再死一个仙帝，过不了多久就又会有新的仙帝上位了。这样很快就会有下一次了，反正都是仇敌，也不用客气。本集第479集，让我抓一下呗。回到那飓风呼啸一片黑暗的区域，他就发现自己的仙魂表面并没有得到什么提升效果。之前在这里他的保护伞都在剧烈晃动，而现在依旧也在剧烈晃动，范围还是之前的10米。如果不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实力的变化，他都要怀疑这个没有用了。在这里他漫无目的的找寻着，按理说这里应该会有仙帝吧，四处游荡找了半天，可惜一个没找到，只能继续下沉。许久后，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那黑暗风暴中看到了一抹微光，希望是仙盟的吧，魔界圣宫的也行啊。成哥暗暗的祈祷着，如果是其他无冤无仇的，还真的不好下手。接近之后看到的是一个电光闪闪的圆球，噼啪的紫色火光与周遭的烈魂风不断碰撞，却岿然不动，反而一丝丝变得壮大。而当他靠近时，电光圆球的仙魂突然一个幻化，变成了一名黑须男子。太好了，原来是仙界的呀，我还以为是灵界的呢。成哥喜出望外的喊了一嗓子：哎，老兄啊，你是仙盟的吗？你要是仙盟的，我可就不客气了。让他意外的是，先帝看到他后的同样也是喜出望外。仙盟，当然。哈哈哈哈哈哈！他仰天长啸，笑声中带着浓浓的恨意。想不到竟然在这里提前遇到了你这个仇敌，我们原本正要去找你呢，你倒是送上门来了。他浑身电光环绕，噼啪作响，宛若天神降临。望着他那如遇世人的目光，成哥忽然反应过来了，你不会就是无极洞天的紫电仙帝吧？除了本座还能有谁？紫电仙帝在这不知不觉间已经祭出了仙魂神通了，但见那四周道道电光交织，形成了一片密布的网格。在剧烈的烈魂风侵袭下，这张大网只是微微晃动，依旧还是屹立不倒。原本你要是一直龟缩在妖界，藏在青龙大帝羽翼下一辈子不出来，我还真拿你是没什么办法。可你自己找死，这段时间主动进犯仙妖山不说，还敢不知死活来参与着大道仙音，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他的神态甚至有些癫狂了，因为对江城的恨实在太深了呀。无极洞天几乎就是陈哥一个人连根拔起的，原本7大准帝200多位仙王10几万仙尊，还有那山门道统，全都因为他而变成了历史。仅剩下的就是3位沦为光杆司令的先帝，因为后继无人，背后势力消失，如今他们3个在仙盟的话语权都下降了不少，地位与从前闲云野鹤的纯华先帝一般无二。哼，我就知道你们迫不及待的想见我。陈哥其实也奇怪，他怎么一眼就认出自己了呢？不过呢，这也都不重要的细节，不影响装叉就行了。怎么样，我多周到啊？怕你们找不着，我主动现身了，满足了你们的愿望，感动了吧？这说话的风格让原本的仇恨值直接上升，正磨刀霍霍的紫电先帝有点措手不及呀！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了。难道说不感动吗？他的怒气条都被打断了，只能直接发动攻击，免得再被气到。多说无益，去死！望着那铺天盖地的紫电攻击，程哥一眼看出这并不是电之规则，只是仙魂秘术幻化出的而已。于是他笑了：你先帝最牛的就是规则化身，只要阶位比你们低，那无论怎么打你们都输不掉。但这里不同啊，这里只能用仙魂。哎呀，原本杀你还要开系统复活挂，在这里都用不着了。迎着那电光，他直接轰上去，但紧接着仙魂就是一阵刺痛，电光在四周滋啦作响，仙魂哪怕受到一丝丝伤害都会影响到根本，更何况如此创伤呢？紫电先帝知道他斩杀了纯华先帝，原本还是很小心的，现在一碰上呢，立即就放下心来。我道你有何底气，原来不过如此。江城的仙魂品质是超脱了万古，他品质差了一点，但作为先帝也没差到哪儿去。而在仙魂境界上，江城还是准帝初期，他却是先帝了。两项合起来这么一对比，程哥的仙魂实力其实并不比紫电先帝强，甚至因为神通秘术方面的差距，他还落了下风了，是吗？他咬咬牙，直接探出那只透明的右手，狠狠抓向前方粗如耳臂的紫色电光。哼，找死！紫电先帝催动秘术，攻势越发凌厉。紧接着，程哥仙魂的右手就抓在了那电光之上，那紫色的雷电宛若被扣住的巨蟒一阵扭曲，接着渐渐的暗淡下来。在那只手与电光接触的位置，突然响起了轰然爆炸声，竟然将四周汹涌滔天的烈魂风都给炸开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真空地带。而那电光的主人紫电仙帝则是一个踉跄，一脸的不可思议。他的仙魂一阵颤动，光是这一下就让他削弱了不少。你干了什么？你那只手！快点让哥抓一下，快点！程哥一看这手果然非同凡响，甚至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好用，顿时信心大振。之后呢，这一战就变得诡异了起来。程哥追着先帝打，全程挥舞着自己的右手，就像挥舞着神兵利器一样。别逃嘛！哎呀，小宝贝儿，别逃，抓一下就好。前面的紫电先帝就差说了一句了：大王，快来抓我呀！那紫电先帝又不傻，他一路逃窜，时不时的反击2下，迟缓江城，但每次攻击要么成功打到江城的身上，给他造成一定损伤，要么呢被程哥用那只神奇的右手挡下来，反而能反伤到紫电先帝。这样的战斗要是被别人看到，只会觉得连淬体性都不如，然而事实上却是凶险无比啊！最本质的仙魂受到那么多次的重创，这两人愣是一直没死掉。在这烈魂风肆虐地带，紫电先帝逃也逃不快，最终还是被程哥直接碰到了。当他触碰到的那一刻，紫电先帝终于品尝到了被电的滋味，他的仙魂一阵剧颤，随后火花带闪电噼啪作响，程哥死死抓着他，直到最后一声巨响，堂堂先帝终于炸得灰飞烟灭，彻底陨落。哎呀，真是不容易啊！程哥揉揉自己受伤的仙魂，不由得感慨万千。真是一场惨烈的苦战，先帝太难杀了。如果刚刚的最原始的追逐战也算是苦战的话，那恐怕绝大部分仙人战斗都算是炼狱了。看来必须多弄点这个啥大道气息了呀。本集第480集，震惊的长海仙王。程哥也看出来了，这次如果不是神奇的仙魂右手，那自己恐怕就要输了。原本他还想再去找其他先帝，不过想想紫电先帝被杀之后连战利品都没有，好像不划算，还是算了，等他们上门吧。随后呢，他再次回到祥云之上，金翼准帝和李俊朗、祝青莲还在那修炼呢。前者的仙魂已经从准帝初期提升到了准帝中期，堪称突飞猛进，毕竟这可是准帝层次，动不动就要几千万年甚至几十亿年的那种。而祝青莲的仙魂都已经从最初的5品仙尊提升到1品仙王的地步了。虽然没有仙国，仙力境界和规则感悟也都不够，但那超长的仙魂境界已经让他成为仙尊层次的顶尖者了。
而李俊朗这个大师兄呢，仙魂目前还在9品仙尊。直到某一刻，下方的祥云变得越来越淡，那仙音也渐渐消失。这次短暂的机缘要过去了，三人从修炼状态下苏醒，也不知道江掌门刚那么一会儿跑去宰了个仙帝，还以为他无所事事呢。多谢前辈带我。李俊朗感激不已，拍着胸脯保证，将来您要是去极产小世界，尽管来找我。他搞得自己像是那里的老大一样。分别之际，祝青莲感觉到有些惭愧，这位江前辈并没有害他，而自己的一路上一直把他往坏的方向想，实在是不应该呀。想到这儿呢，他不禁壮着胆子来到陈哥面前，屈身下拜。前辈，您的恩情我莫齿难忘，希望您在仙妖山前线能一直平安无事。我听说那苍龙恶妖凶残至极，您千万不要被他所害。他的美好祝愿让陈哥眼角抽搐，而一旁的金翼准帝则是默然怪笑。小姑娘，好好一条金光大路，愣是被你给走窄了呀。祝青莲一惊啊，自己说错了什么话了吗？金翼准帝拱手告别，下次再会不知何时。江掌门，您老可要尽快来我灵界看我们呢。啊，不急，反正刚又死了一个仙帝，没准过几天呢，我们又能重逢了。什么玩意儿？又死了一个仙帝？李俊朗还在好奇呢。啊，前辈，你怎么知道的？另外两人却是渐渐张大嘴，再也无法合拢了。金翼准帝都结巴了。不会吧？您老……祝青莲再次浑身颤抖，望着微笑点头默认的陈哥，他浑身不寒而栗。这次不是因为担心他会杀了自己，而是被这疯狂的战绩给吓傻了。大道仙音是一次提升仙魂的绝佳机缘，为什么你在这儿变成了一场杀戮之旅了呢？紧接着，这次机缘正式结束，4人的仙魂迅速归位，消失在原地。下一瞬，李俊朗和祝青莲同时回到了南部天域极产小世界一片深山内的四海宗大殿。宗内也就20多名弟子，上去之前全都集合在一起，盘膝而坐，围成了一个圈。现在苏醒过来，全都大惊小叫。嘿，我提升了一个小境界。我也有所提升，不过一个小境界还是太难了。是啊，时间太短了，可惜，如果再久一点多好。师尊，你老人家提升了没有啊？坐在中心的长海仙王捋捋黑须，故意淡淡的说：“本掌门仙魂已经是2品仙王了。”哎呦啊，师尊威武，师尊厉害，咱们四海宗的实力再进一步。长海仙王依然自得，从1品仙王到2品仙王，正常情况没个几百万年的苦功也办不到，而这次半天不到成了，他没理由不高兴啊。看着周围各弟子也都有收获，他更是满意，就连那最不着调的李俊朗都活着回来了，可以啊。聆听大道仙音之前，他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这货死在外面，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在外历练。但紧接着他的眼珠子就瞪大了，他指着李俊朗，手指哆嗦，就像看一个怪物。你怎么这样？其他弟子愣，旋即纷纷笑着劝：“大师兄怎么了？哎，他没提升也没关系，也算是难得历练了一回嘛。对啊，大师兄能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就可以了。李师兄能活着回来不错了，师傅您别太苛刻了呀。”这位大师兄有多糊涂，大家都很清楚。不过呢，他对师弟师妹们一直很关心。当年大家初入门还弱小的时候，都被他照顾过，所以呢，还是很喜爱他的。长海仙王直接站起，一脸难以置信的咆哮：“你们胡说什么呢？他的仙魂境界已经是1品仙王了。要不是他这次升到2品仙王，威严师尊都保不住了。1品仙王，李师兄，你有没有搞错呀？”众弟子彻底沸腾了。然而没等他们发表惊叹，长海仙王再次跳了起来。楚青莲，你的仙魂竟然都达到2品仙王的境界了！你们俩干了什么呀？这9弟子直接追上自己了啊！要说喜悦呀、欣慰呀，长海仙王是有的，毕竟自己一手栽培的弟子变强了。但更多的是什么呀？崩溃，升得太快了，让他堂堂仙王情何以堪呢？什么玩意儿？众弟子再次炸开了锅了。众师妹仙魂也是仙王层次了，还是和师尊一样的2品？我靠，这不会吧？发生了什么呀？这些年，李俊朗被师弟师妹们一个个赶超，难得扬眉吐气一回，那叫一个激动啊！那是因为有人带我们呢。长海仙王一怔，急急问了：“你俩这次碰到一起了，谁带你们？怎么带的呀？”大道仙音还能带人呢？长海仙王都无法理解了。李俊朗得意洋洋的显摆：“是一位江俊帅前辈，他和我是一见如故，颇为投缘。”什么江俊帅？我咋没听过呢？长海仙王懵了。祝青莲也知道李俊朗说不出个所以然，连忙起身解释：“那位江俊帅前辈常年在妖仙山，
他很可能是一位先帝。这次他好心将我们一路带上了大道祥云的顶层。什么玩意儿？先帝！大殿内所有人都快震晕了呀！长海仙王嘴歪眼斜，脑袋嗡嗡作响。而在另一边，成哥也回到了仙妖山，飞仙门和苍龙谷一个不少，全都苏醒了。这边同样也在热烈讨论着刚刚那场短暂的天大机缘。这次真是省了太多苦功。是啊，再来一次就好了。我在上面还遇到了圣宫的人，干了一场，都没能他修炼呢。你沾染到那大道气息没有？不错，大道虚无缥缈，无从着手，自己都不清楚。第481集，居然翻车了。一直陪在成哥本体旁边的苍灵也再次出声了。这次天大的机缘，你们之中只有一个成功了的，看来那道大道的气息确实太难了。不过你们也不用气馁，绝大部分仙帝妖帝也没有沾染到大道的气息，他们一样成了帝。女帝现在虽然只有一缕残念，但却是在场最权威的那个，别人看不出那大道气息，她肯定看得出来。而她这番话也让众人明白了其中的难度有多高。只有一个人成功了，太难了吧？谁呢？众人都左右张望，而后所有目光迅速集中到成哥身上。这里除了成哥老人家，还会有谁呀？能斩杀先帝、创造无数奇迹的人，舍他其谁呢？果然呢，也只有他能做到这种事儿。望着众人的目光，成哥就像是被老师宣布全班这次只有一个人考满分的那个学生一样，昂首挺胸，顾盼自豪。最顶层你们没去过吧？嘿，知道哥怎么做到的不？众人马屁如潮啊！大帝真乃神人也，又是唯一的一个呀！羡慕嫉妒恨呢，都已经能斩杀先帝了，根本用不着大陆气息吧？那你说这样的机缘让给咱多好啊！有的人永远是最特别的那个，别不服。不愧是大帝呀，必须服呀！这近100亿年成就仙帝的也不止一个，大道仙音还是第一次。我看呢，这次大道仙音就是特地为大帝而出现的。哪用说呀？成哥虚按着双手，嘴都快咧到耳根了。嘿嘿，记操记操啊，淡定淡定。苍灵戏谑的声音再次响彻。谁说是你了？你也得意得太早了。难得看到成哥翻一次车，他有些幸灾乐祸。我说的是纪凌寒，你可不要冒领，这样是不对的哦。啊！众人齐齐一愣，旋即看向了一脸惊讶的纪凌寒。居然是他？好吧，是他也挺正常的，毕竟飞仙门掌门天赋气运本就是顶尖的。但问题是唯一的那个呀，有成哥在还能轮到他吗？事实上，纪凌寒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沾染了大道气息。真的是我？惊喜来得太突然，他有些措手不及。没错，就是你。苍灵无比确定的样子。对苍龙谷众龙族来说，这虽然奇怪，但也能理解。其他人就无法理解了，江掌门竟然会装叉失手，风头被别人抢了，不可思议呀！就连三眼虎都怀疑这是不是世道错乱了？不应该呀，成哥装叉向来不是最稳健的吗？不会是看错了吧？对呀，很有可能看错了呀，会不会俩人都有呢？成哥头号马仔单太更是直言不讳，大胆质疑：苍龙女帝，您老人家有没有可能是老眼昏花看错了呢？此言一出呀，一旁苍极、苍穹、异空等龙族差点忍不住要揍他了。你怎么说话呢？敢对女帝不敬，臭死吗？单太走到成哥身旁，壮着胆子：哼，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你还胡说！好了好了，苍烈知道，至少在飞仙门那边，江城是唯一的神，自己的威信永远不可能盖得过他。纪凌寒，你将仙魂放出来看一看，便可知分晓了。听到他这话呢，纪凌寒一言照做。当他那准帝后期的仙魂出现在外时，所有人都明白了。看表面，仙魂的气息强弱和其他准帝没什么不同，但却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威压，与那烈魂风的味道倒是很像。这便是大道的气息，虽不能让你的仙魂实力突飞猛进，却能让你更容易得到规则之心的青睐。将来你争夺先帝之位时，会有天然的优势。大道护佑，即便那道规则先帝也很难压制你。哦，原来这样啊！众人恍然大悟，旋即纷纷道贺。尤其苍极、敖阳、战猴王这些同为准帝后期的顶尖高手，那更是艳羡不已。他们距离争夺地位也就一步之遥，但那一步却卡死了不知多少准帝后期。以准帝后期争夺先帝、妖帝之位，本就有着先天的劣势。人家都是规则化身了，哪那么容易赶下来？就算赶下来了，也还有6届其他竞争者虎视眈眈。望着被众人簇拥着，俏脸难掩喜悦之色的纪凌寒，成哥受伤了。妹子，哥待你一直不薄吧？第一把9阶灵气我给你了吧？啊，第一把9阶仙气也给你了吧？你结果关键时刻你抢走了我的逼王宝座。只要你想要，任何宝贝哥都可以让给你，唯独这逼格你不能染指啊！这是哥心中的圣物。成哥悄悄传音，试图最后挽救一下。
你是不是看错了？我不应该没有那什么大盗气息啊。苍灵咯咯娇笑，他清楚江城在想什么，于是故意揶揄。很遗憾呀，这个我看得比谁都清楚，你就不要挣扎，认命吧。这不合常理啊！程哥心说，纪凌寒的仙魂外表都没有任何变化，我的仙魂一只手都透明了，难道不应该是我沾染大盗气息更多吗？而且我都用这只神奇的手弄死了紫电仙帝了，实打实的呀，还比不上他吗？他很想说，那你也帮我看看仙魂呗。但是呢，他顾及着在纪凌寒、林宁等人面前隐藏身份，仙魂一出，那就会暴露人性身躯了。于是只能先把这个疑惑埋在心里。他们在庆祝时，仙盟高层却是又震惊又愤怒。藤萧、白真等5位准帝留下的仙纹全部断裂碎尽，可以确定是仙魂灰飞烟灭了。谁干的？怎么会这样？他们5位都不在一起，谁能同时跨越那么远杀死他们呢？这5位准帝的死，论损伤自然是远远不及仙妖山那边。那边被程哥杀死的准帝都上百位了，但这5位的死却惊动了仙盟几乎所有高层仙帝，论重视程度还要超过那边。原因很简单，这5位不是死在仙妖山前线，而是死在了仙界后方腹地内。长明殿的9绝仙帝威严的声音回荡在四周，他们一定是在聆听大道仙音时被人灭了仙魂。不错，这很可能是魔界那边做下的。对，每次有这事啊，都和他们脱不了干系啊。能让仙盟如临大敌、慎重对待的也只有魔界了。至于妖界那边，虽说程哥战绩突出，依旧没被他们视为劲敌，只是当成了选界之极。整体实力摆在那儿，他们不是没怀疑程哥，但更大的怀疑对象还是魔界，主要是因为魔界以前干过类似的事情。那群该死的臭魔修必须要个交代。本集第482集，天书阁来人。与此同时，魔界那边的圣宫内，一群魔帝同样也是无比震怒。9星魔殿的无回魔帝缓缓开口：15位魔王尽数被杀，这是对我魔界的严重挑衅。其他魔帝头影也纷纷动了怒火。严查，查，还有什么好查的呀？就是呀，不用参与，知道是仙盟干的。看来仙盟嫌我们最近出击力度不够啊！开着，必须干他们！他们这边直接锁定了仙盟为复仇对象。很快的，魔界那边就各大顶尖魔门开始动员起来，成群结队魔尊魔王开往仙魔2界的前线战场，其中不乏准帝，而在那背后还有数位魔帝的影子。仙界这边得知消息也越发的重视，岂有此理！杀我准帝还敢主动进犯，可恨！真当我们怕了吗？面对魔界的战火，仙界这边不敢怠慢，一时间呢，仙魔2界风起云涌。而也就在这天，仙盟又得到另一个震惊无比的消息：紫电仙帝陨落了。这个消息差点把仙盟掀飞呀！紫电怎么会死呢？他不是和雷吉、长云一道去妖仙山那边去报复苍城了吗？他怎么会突然死掉呢？难道是苍城提前劫杀他们？苍城不可能这么强吧？行了，紫电也是在聆听仙音时被人毁掉仙魂的。9绝仙帝森冷的声音打断众人的猜测，这个消息他也是刚得知的。紫电仙帝这段时间一直和雷吉、长云2位仙帝一道，他的死最先就是那2位发现，到现在第一个通知的也是仙盟。不过这消息用不了多久就会传开，毕竟电职规则主宰之位空缺了，修炼相关规则的准帝是会有所感应的。该死的魔界丧心病狂，要让他们付出加倍的代价。仙盟诸位仙帝想都不用想，又把这锅扣给了魔界了。远在仙妖山那边的程哥，我去，他这次没想过要挑拨仙魔2界的战火呀。之所以最近没出战，一则飞仙门和苍龙谷需要消化战利品提升实力，二则呢，他也在等无极洞天的仙帝杀过来。这天呢，天书阁总部派的人来到了仙妖山。作为一个只做生意不干涉任何纷争的中立组织，天书阁的生意几乎做遍了6界。这次程哥等人接连破了3阵，斩杀那么多的准帝仙王，对仙妖2界是极大的震动，而对天书阁来说，这意味着商机。天书阁有3位仙帝，龙鳞大帝的亲传大弟子墨风准帝亲自带队来到这里，算是相当重视了。除了和仙盟圣宫的大宗交易，否则也不可能要仙帝亲自出面。墨风准帝也是一位老牌的准帝后期，活了漫长的岁月，实力不可小觑。他的到来得到了苍极和异空等龙族的热烈欢迎。墨风，这次居然能让你亲自出面，真是罕见呢。老苍龙，你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墨风准帝一身珠光宝气，
身上仙甲竟是9阶的，看了远处飞仙门弟子们羡慕不已。没办法呀，人家天书阁家大业大。双方见面之后，墨风准帝感慨：你们苍龙族这次干下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亲自来一趟吗？仙妖大战之后，还没有哪次战争会在这么短时间内死掉这么多的准帝和仙王呢。即便仙魔2界大战时死的高手虽然更多，但那也是经年累月才达到的数字。在天书阁那边的评估中，新任苍龙大帝极度好战暴力，和这种目标做生意也会伴随着危险。如果不是他和苍极认识已久，熟悉苍龙谷，恐怕这次来的就是他师尊了。你族那位大帝呢？他四下看了一圈，并没有看到那位危险的苍龙大帝。苍极眼神飘忽，神态尴尬，打了个哈哈。我族大帝正在苦修，这价码最后呈上去给他过一遍就行了。后方呢，一空莫央暗腹诽，大帝不是在行宫内鬼混吗？从认识他第一天就没见过他苦修沾边。墨风准帝只当那位苍龙大帝在干什么隐秘的大事，也不好多打听。这次你们都抢到什么好货？拿来开开眼吧。哎呀，这可就多了呀，只希望你们天书阁交易公道点啊。苍极挥手，随后分批的6、7、8阶仙器、仙宝、仙符、仙阵被呈了上来。没办法，龙族用不上，只能用来和天书阁兑换妖族能用的物资，诸如妖丹、妖液、妖元晶。这么多，墨风准帝差点被晃花了眼。面前的仙器是堆积如山，能达到这个规模，也只有仙魔大战才可能有了啊！那必须的，有我族大帝在，这些将来呀还会更多的。看到苍极摇头晃脑的得意模样，墨风准帝动动唇，想说呀，你们最好收敛一点，仙盟不会就这样放过你们的。无极洞天那3位仙帝要来寻仇，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只是想到天书阁的中立立场，他这话呀只能憋在心里。双方很快就进入唇枪舌剑的估价环节。苍龙族穷了那么久，以前一个妖元晶恨不得掰成2瓣花，现在难得有点宝贝，自然是想多换点资源的。苍极、一空等龙族忙的是唾沫横飞呀。墨风准帝熟门熟路，也习惯了这场合。就这样，双方讨价还价3天3夜，才将这批宝物估好价格。之后呢，苍极便去请示成哥，只要他拍板，交易就算是正式进行了。望着面前长长一摞清单，从百忙中抽空出来的成哥破例耐心算了一算，紧接着他不能忍了。什么情况啊？仙器的价格足足比原本的价值少了30%吧？仙宝缩水了至少1/4，仙符只卖原价的70%，搞什么呀？抢劫的呀？别看他平时好像没什么仙界常识的样子，有关各种宝物的价值、价格，他可是从一开始就认真了解过的。在这方面，他甚至知道的比苍极还要细致。哎呀，天书阁总要赚点，那不可能平换资源嘛。一空也补充了，没办法呀，天书阁的信誉摆在那儿，这生意只有他们能做，咱也找不到其他人兑换妖界资源。这赚太多了吧？这就不错了，他们这次都把我们提升到了3等贵宾，折价比以前高多了。3等，那也就是说还有1等和2等呗？啊，这个确实啊。你擦，那成哥能忍吗？虽然他还不知道那个贵宾是什么情况，但自己竟然不是1等，牌面呢？你们竟然不给主角来套最高级别的，天理何在？天理何容？还有王法吗？本集第483集，我和妙语很熟。成哥带着不满立即冲出了行宫，杀到了墨风准帝面前。你就是天书阁的负责人？负责人这个称呼让墨风准帝一怔，不过一看后方又焦急又无奈的苍极一空，也知道这位是谁了。您就是新任苍龙大帝吧？幸会。不用幸会了。我问你啊，你们天书阁是不是贵宾等级越高，收购折价就越高啊？确实如此。那你为何才给我们苍龙谷3等贵宾呢？墨风准帝差点语塞了。这还能为什么呀？你们苍龙谷只能配得上3等呗。只是呢，这话肯定不能直接说，他只能委婉的说啊，我们天书阁评定贵宾等级是非常严谨的，通常会对一个势力的影响力、潜力、实力、信誉度等方面进行综合的测评考察。你的意思是我们苍龙谷实力不够？墨风准帝还真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天书阁目前的1等贵宾就2个，一个是长明殿，一个是九星魔殿，这俩分别是仙界最强仙门和魔界最强魔门，可想而知这评级有多困难。类似麒麟族这样有2位远古妖皇坐镇、数十位准帝的大族，也只是2等贵宾。苍龙谷以前只是5等而已，毕竟没有妖帝坐镇，落寞已久。这次直接提升到3等，还是因为成哥表现太过突出了，直接斩杀了1位仙帝，又杀了多名准帝，太过于震撼了。拥有1位仙帝的势力，在我们这往往都是排在第4等的贵宾。
你是不是妖帝还不好说呢，我们直接把苍龙谷提到第3等，算是很照顾你了。成哥无语了，他只能想别的办法了。望着墨风准帝身旁另外2名准帝和一众天书阁的随从，他灵光一闪。对了，那个我和你们天书阁的一个大人物很熟呀。好，不知是谁呀？墨风准帝内心很不以为然。你和天书阁的某位准帝很熟有什么用啊？我们这生意是生意，人情是人情，我还跟苍吉熟呢，但该什么价就什么价，该争的还是要争啊。成哥淡淡说出2个字：妙语。天书阁那一众随从全都面露不解之色，这名字没听过呀。但墨风和另外2名准帝却是面色一变，尤其墨风准帝更像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一样，变得无比的紧张。一看他们的反应，成哥就知道自己猜的没错。妙语当初在悟道仙术能陪着自己一直走到最后，这绝不是仙王能办到的。然而准帝和仙帝又进不了悟道仙术，那这个女人就特殊的有些过分了。这么特殊的人在天书阁肯定很有地位和话语权。墨风准帝与2名准帝互望了一眼，这才沉声问：你真的和妙语很熟？当然了。你怎么认识他的？中仙界啊，我在中仙界和他见过好几次呢。中仙界？但据我所知，他并不认识你。你知道个屁，你当时又不在场。墨风准帝差点被他气得吐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什么话呀？要不是看在他那可怕的战绩的份上，恐怕都要拂袖离去了。好，你说你和他相熟，你可有证据？证据？成哥左右看了看，这才悄咪咪地凑近了他，压低声音神秘地说：这件事我本不想说出来的。其实我们俩关系不一般，有一腿。远处一直关注这边的纪灵寒、林宁等女差点倒了呀。什么有一腿？就是那个，就是呀。成哥比划了起来。墨风准帝听到后面，面色狂变，当场掀了桌子：你说什么？你胆敢侮辱他的名声，好大的胆子！交易作废，从今往后天书阁也绝不会再和你苍龙谷做任何生意。他怒不可遏呀，直接拂袖转身，这可把苍吉一空急坏了呀。哎呀，墨风兄且息怒啊！我族大帝心性跳脱，爱开玩笑，你不要当真呐。盛怒中的墨风准帝直接打断他：这事没得商量，他侮辱了不该侮辱的人。成哥也恼了，那什么玩意儿啊？老子和妙语时事愿侣的好吗？你那说有一腿他妈都谦虚了啊！轮得到你这个妖怪来唧唧歪歪的呀？那你要是不信，你把他找过来当面对质，你不就知道了吗？哼，你也配？你是想和我们天书阁开战吗？等一等。他身边一位姿色中等的准帝初期女子抬了抬手，墨风准帝连忙说：您不必。那女子摇摇手，随后挥了挥手，场中道道五彩光芒一闪而逝，旋即一件遮掩面容的仙宝被卸了下来，就见那女子的长相彻底变了样了。但见那青丝掩映之下，是一张完全挑不出任何瑕疵的精致脸庞，清冷的双眸顾盼生辉，带着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不是妙语又是谁呀？他默然看着对面苍龙之身的成哥，淡淡说：我就是妙语，我怎么不记得曾经见过你？他显出真容之后，墨风和另外1名准帝悄然地退后2步，以示尊敬。很显然呢，他在天书阁的地位真的极高。成哥一看是他，惊喜的一拍爪：哎呀，原来你在这儿，咱不早说呢！哎，是我呀！他正要变回江城，但一看远处的纪灵寒、林宁，只能继续保持龙身了。随后暗暗传音给面露寒霜的妙语：我是江掌门，当初咱俩一起进的悟道仙术，妹子你不会忘了吧？看来你地位真的高啊！给咱把这贵宾等级提一提呗。对于他来说，许纠啊、有一腿啊什么的，那都是虚的，他其实压根不在乎，能多拿点折价点，那才是最实际的。妙语震惊了，再也无法保持那冷漠的神态。竟然是你啊！对啊，就是我呀！哎呀，妹子，好久不见了。你……妙语的内心万马奔腾，一片混乱，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弄懵了。苍龙大帝竟然就是他！当日悟道仙术的机缘结束当日，他就直接飞升到了上仙界。原因很简单，他本就是9品仙王，悟道仙术那次将他提升到了准帝，在中仙界无法继续停留。而来到上仙界之后，他最时常想起的就是成哥了。这人太神奇了呀！悟道仙术那一次次创造奇迹，几乎就没有他不精通的规则。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绝不会相信世上有如此天纵奇才。更何况还有那次时事愿侣的共同经历。本集第484集，咱们的交情。从中仙界上来的仙王那里，妙语更是知道了他买那么多仙元令的用途，感情天书阁都被他当成了赚仙经的跳板了呀。得知这一切之后呢，他是又好气又好笑。之后他甚至还派人悄悄的在上仙界打听过成哥，只是一直没打听到。
这个人来到上仙界之后就人间蒸发了，没办法，天书阁并不属于仙盟，某些消息他们也不知情。他实在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碰到江掌门。你怎么会是九纹苍龙？你不是人族吗？苍龙族这位新任大帝，他这段时间已经是如雷贯耳了，九纹血脉地部之主，前线连破3阵，斩杀上百位仙界准帝，还杀死了纯华仙帝。仙妖大战之后，就没有谁干的事情能有他这么出格的。对了，那必须是我呀，除了我还能有谁呀？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妙语喃喃出声，回想当初在中仙界时，自己还曾猜测过他是飞仙门历史上的哪一位，现在总算明白了，原来他是创派始祖呀。包括纪凌寒、林宁这些准帝后期在内，都是他的后辈子弟。听他这意思，这俩以前真的认识呀。一旁苍极、一空等人都懵逼了呀。哎呦，咱这大帝交友还真广阔，走哪都有熟人呢。而墨风准帝更是一脸的怀疑人生，他结结巴巴的询问妙语：“你真的和他有那个呀？”没有。望着他满是震惊的眼内潜藏着的八卦火焰，妙语差点被气晕了呀。我和他认识是一回事，那有没有一腿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向来性情沉静的妙语咬牙切齿，这才想起这家伙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毁了自己的清誉。你好大胆，竟然这样编排我！哎，我说的是实情嘛。那咱俩当时缠缠绵绵那么多次，你还说？妙语再次面露寒霜，一身准帝的威压瞬间散了开来。明明只是准帝初期，但在场莫说妖王了，就连苍极、墨风这些准帝后期都浑身一寒，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那件事给我烂到肚子里，如果再发现你到处乱说，就算踏遍6界，我也绝不饶你。妹子的威胁陈哥并没当回事，有本事你杀我一次呀！放心吧，咱们俩之间的宝贵回忆，我会好好的珍藏的。你闭嘴！妙仙女气得差点要当场暴走了呀！一旁墨风准帝眼角抽搐，你不否认还好，你这越否认反而越证实有那么回事了。苍极、一空等龙族乐呵呵的看热闹不嫌事大，纪凌寒、林宁却是气得心口发闷呐。原来江掌门在外面偷过腥了，他俩恨不得当场盘问，但仔细一想，好像没什么立场那么干呢。这江掌门无论和谁都没有确定关系，不存在负了谁，那这就气人呢。既然你认出来了，看在熟人的份上，给咱来一个1等贵宾，不过分吧？妙语双眸含沙，狠狠地说：“你做梦吧！不是吧？你这么倔强？生意是生意，人情是人情。”如果陈哥没说有一腿，他可能还真答应破格将苍龙谷提升到2等贵宾，给他更高的折价了。毕竟当初悟道仙术确实欠了他很多人情，但现在这仙女正恼火着呢，没打他一顿那都算好的了，还想占便宜，想得美呀！江澄有些意外了，这妙语只是准帝初期，竟然能越过准帝后期，直接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吗？难道他是先帝不成吗？可是也不像啊。哎，你还真有这个权利啊？有又怎样？名节被毁的妙仙女余怒未消，鬼气他。这1等贵宾，无论给谁也不会给你。凭什么呀？哎，我这么俊帅，苍龙谷这么强大，财力如此雄厚，信誉如此良好，潜力如此的，这么优质的顾客，你不升到1等贵宾说不过去了吧？何况咱俩还是交情莫逆，这点小忙你不帮吗？最关键的是，你现在是谁在替我说话呀？嗨阳啊，嗨阳都张嘴了，不好使吗？免谈。妙语白了他一眼，谁跟你有交情？这家伙除了俊帅方面无可置疑，其他方面那完全就是胡扯。苍龙谷破落了几百亿年，哪来的财力雄厚、信誉良好啊？还潜力和实力呢？他冷笑不止。哼，你苍龙谷能升到天书阁3等贵宾，已经算是很破格了。你们有5位以上的仙帝吗？如果有的话，我倒是可以考虑。程哥大言不惭地拍着胸脯，哥实力强大，一个能打他们10个。妙语上下打量他，你是不是妖帝都难说？不会以为能杀死一个纯华仙帝就已经无敌于仙界了吧？实话告诉你吧，无极洞天正要找你报复呢，你们苍龙谷很可能就撑不过这一次劫难，活下去都难，还潜力。程哥心说，妹子你真说对了，我早就无敌于世间了。虽然我境界不高，但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天起，就在系统挂的帮助下，我无敌了。哼，无极洞天这2个仙帝有什么好担心的？哥就怕他们不来了，来了呀就是送战利品的。妙语先是不屑，但紧接着又疑惑了：2个？无极洞天是3位仙帝，你连敌人的数量都没弄清楚，居然敢大言不惭，你们的情报能力真的是低得令人发指。他站起身来淡淡说：看来给你们3等贵宾都是高看你们了。他妈这女人吃枪药了吧？以前虽然也是公事公办，但没这么毒舌呀。程哥也站起来了：情报能力滞后的人是你们吧？无极洞天分明就是2个仙帝，如果说错了，当场向你赔礼道歉。
向我赔礼道歉吗？说实话呀，如果是赔什么仙宝仙器天才地宝的，妙宇还真看不上眼。他什么身份呢？什么宝物他没有啊？但成哥的赔礼道歉他挺受用的。这家伙虽然帮了他不少忙，但从中仙界见面的第一天起也一直在气他，而且呢偏偏每次都是他赢，这让身居高位向来要强的妙仙女心里也一直有着一丝不爽。想象着这个可恶的家伙对自己低声下气的样子，他还真有点小期待呢。不光要赔礼道歉，还要澄清之前的事情。成哥故意假装不懂的调笑，啊，澄清什么事啊？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不清楚，你给点提示呗。明知故问有意思吗？我不确定你说的是不是我想的那事儿，咱俩再确定一下嘛。一旁的墨风准帝都看不下去了，够了呀！啊，够了吧？你这打情骂俏了吧？撒狗粮了吧？我们信你们俩有一腿了还不行吗？你拜托了，别秀恩爱了。行了，那个你开条件吧。无极洞天分明就是3位仙帝，世人皆知，他就不信了，就这还能输呀？我赌无极洞天就2位仙帝，如果我赢了，那你们要将我苍龙谷提升到1级贵宾。本集第485集，没错，正是在下。墨风准帝差点跳起来，1级？你狮子大开口，知不知道目前只有九星魔殿和长明殿是1级的？那又怎么地？敢不敢赌？为了能帮苍龙谷多换点资源，成哥这个大帝还是很卖力的，激将法都用出来了。哎呀，原来你们也是这么不自信呐！墨风准帝还想再说点什么，妙宇直接挡住他了。好，我赌了。他环顾全场，面色平静的就像宣布真理一样。无极洞天一共有雷极、长云、紫电3位仙帝，这是仙界人所共知的事情。看来你进入上仙界后，根本就没有好好的了解过外面吧？在场苍极、异空、敖阳以及墨尘、罗元等人都在叹气。是啊，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他们也没想到江掌门竟然连这个都不知道。成哥看他那自信满满的样子，差点笑出声。妹子，之前确实是3个，但紫电不久前被我干掉了。这个消息一直没有外传，而仙盟那边也是刚刚才得知，目前还在高层仙帝之间流转，并没有传播出来。妙宇这次风尘仆仆的赶来仙妖山，除了中途也赴了一次大道仙音的机缘之外，一直没有停过，自然不会知道仙盟内部的最新情况。他笑眯眯地说：是与不是，你说了也不算。我的情报是最新的，不像你们那么滞后。无极洞天如今就2位仙帝，若是不信，你们现在就可以传讯询问仙界那边。他也知道天书阁这种做生意的组织肯定到处都有眼线，看他说的这么信誓旦旦，妙宇不禁朝墨风准帝使了个眼色，后者心领神会，连忙退到一边，掏出了传讯仙器。片刻之后，他回到众人面前，那张老脸就像是狠狠的揉捏过一样，处处透着惊奇。妙宇问了：怎么样？无极洞天那边什么时候过来？怕是过不来了。妙宇一愣，意识到事情恐怕有变化。发生了什么？紫电仙帝死了。什么？莫说妙宇了呀，就连苍极、敖阳、墨尘等人都被这消息震傻了。仙帝可没那么容易陨落呀！当年仙妖大战结束，至今数百亿年，陨落的仙帝不超过10位。即便是剑之主宰这个高危的位置，也只是易主频繁，不代表剑之仙帝一定会被杀死。仙帝的寿命理论上已经是与日月争辉，与仙界同收了。前段时间纯华仙帝的死已经让6界震动了，这一次居然又死了一个紫电仙帝。妙宇急忙问：他怎么死的？除了仙妖山这边，最近完全没听说有什么准帝之上的大战呢。据说是死在了大道仙音的机缘里，仙魂被人抹杀了。如果不是天书阁的人亲口说出来，苍极、敖阳、墨尘等人甚至会认为是假消息，因为太荒唐了。聆听大道仙音是一次机缘，就算有可能会遇到仇敌，但那也是堂堂的仙帝呀。仙帝的仙魂谁能撼动呢？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对准了江掌门。妙宇立即反应过来，是你干的。目前这消息在仙界那边都仅限于高层得知，以这家伙的情报滞后程度，不可能那么早知道的，除非紫电仙帝就是被他杀死的。这一次成哥确信没人能抢走自己的逼格，于是呢顾盼自豪地挺起胸膛。没错，正是在下。该服输了吧你们？无极洞天哪有什么3个仙帝，那分明就是2个吗？装完了叉，他又忙着要捞好处了。先是查看了一波震惊值 ，nice， 又有上亿功德进账了，自己距离准帝重启不远了。哎，快，这个1等贵宾是什么优惠来着？望着他那得意洋洋的嘴脸，妙宇一脸呆滞。现在的重点是砍价吗？难道不应该探讨一个仙帝就这么死了的问题吗？为什么你好像觉得理所当然呢？你怎么杀死他的？他真的是太好奇了。
他很清楚江城只是准帝初期，毫无花甲，不存在隐藏修为的可能性。能杀死纯华仙帝已经足够让他意外很久了，怎么想也没想出原因，最后只能归结为取了巧，比如战阵中出现了什么意外。而这次总不能再用巧合来解释了。在大道祥云内，所有人都是纯粹的仙魂状态，仙魂不如对方，那就一定赢不了，不存在什么取巧。就那么做到的呗。我在那大道祥云内太无聊了，就到处逛了逛，就很巧的就碰上他了。他也不好说自己是刻意去找他，那显得太急迫了。然后呢？然后他看到我了，就非常激动的扑上来，想要送死嘛。所以我只能勉为其难的满足了他的愿望啊。众人差点全体无语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的？紫电仙帝就这么死了？这也太离谱了吧！苍极、敖阳、墨尘等人已经不知该说什么了。无极洞天的3位仙帝会来寻仇，这点大家都知道。要说不担心的是假的，哪怕成哥有诛杀纯华仙帝的战绩在前，但仙帝和仙帝是不一样的呀，从不存在你杀了这位仙帝就能够战胜所有仙帝的事情。毕竟每个仙帝化身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何况无极洞天一共3位仙帝，大家这段时间挺提心吊胆的。只是江掌门他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众人也不好说什么。他们着实没想到那3位仙帝还没来，半道上就死了一个了，这算怎么回事呢？妙宇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荒唐的心情了呀。望着面前摇头晃脑浑然没当回事的江城，他深吸了一口气。知道紫电仙帝之死影响有多大吗？刚才墨风准帝给他传音了，还不待成哥发问，他就自顾自地说，仙盟那边目前没有找到真凶，这还是一桩无头悬案，而他们锁定的凶手范围是魔界。他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找到了这个滔天悬案的真凶。其实这次除了紫电仙帝被杀之外，仙界这边还死了5名准帝，而魔界那边也死了15位魔王。这些人全都死在了聆听仙音的机缘里。这一系列事件让2界之间的战火都重新燃了起来。哎，等，你等会儿，成哥听着的数量怎么这么耳熟呢？你说的5个仙王是不是仙盟的？有个叫白真准帝的？没错，你怎么知道的？妙宇的面色再次一变，没等他再说什么呢，成哥又问了，那15名魔王是圣宫的吧？虽然我一个都不知道名字。妙宇彻底瞪大眼睛，像看一个怪物。在场其他人也都反应过来，全都懵逼了。本集第486集，没错，还是在下。成哥一查系统面板的震惊值，不错，又有几千万功德进账了。啊，没错，还是在家干的。全场的嘴巴全都可以塞进一个蛋了呀！真难为成哥从大道祥云回来之后，居然只字未提，搞得好像没事人一样。闹了半天，你去上面杀人去了？3眼虎都崩溃了。哥呀，你当初是不是听错了呀？大道祥云是用来提升仙魂的，不是见面就你死我活的这个决斗场。哎呀呀！众人纷纷表示自己快傻了，还有这种操作呢？对呀，大帝，您当初是不是会错了意呢？我说您怎么没沾染到大道气息呢？原来上去后干别的去了呀！太强了，把机缘当成杀劫来玩的也只有大帝了吧？成哥原本还想澄清一下，自己知道这是机缘，还带了新人呢。不过呢，看他们的另类吹捧角度，他觉得好像还不错。没错，我要是一开始知道这是提升仙魂的呀，早就得到那老狮子的大道气息了，那是必须的。成哥麾下头号马匹王单太忽然抱头痛嚎起来。哀哉！错过了上次斩杀纯华仙帝的盛况，这次又错过了紫电仙帝，2次与掌门大战神位的英姿失之交臂，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看他那哭天抢地的样子呀，墨尘、罗远、魏淼这些原本打算拍马屁的暗暗咬牙，装，你再装，你既然这么悲伤，你不死去呢？成哥暗暗摸了摸鼻子，和紫电仙帝那场仗打得很丑陋，幸亏没人看到。一番吹捧之后，苍极乐呵呵的。哎呀，也就是说，因为大帝这连场的杀戮，如今仙魔2界相互猜忌仇视啦。墨风准帝肃然点头，没错。虽说仙魔2界最近本就时有冲突，但苍龙大帝这3场杀戮，等于提前让他们爆发了大战。现在他也不敢再小看成哥了。回想刚才自己还给他甩脸子要拂袖而去，冷汗都冒出来了。这他娘就是个疯子呀，杀人狂啊！没准疯起来连中立的天书阁他都敢下手呢。幸亏妙宇和他有一腿，他以后应该会给天书阁一个面子吧。四周一空墨尘等人已经纷纷大笑欢呼了。哈哈哈哈呀，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啊！平白让仙界和魔界那边撕咬起来，这对我们是好事啊！
对对对，这样他们就无暇顾及我们，让他们狗咬狗。无论苍龙谷还是飞仙门，与仙魔两界都深仇大恨，巴不得他们两界打出脑浆来呢。大帝英明，这嫁祸之策真是高明至极呀！神鬼莫测啊，利用一次机缘将仙魔两界耍得团团转，不愧是您老啊！陈可惜说：“我也没想过什么嫁祸呀，有系统瓜，压根用不着好吗？我就是好心带带新人，莫名其妙碰上两拨人，顺手干嘞，好吧？”自己当时也完全没有掩藏躲避的意思，全程都是主动往上撞。头脑灵活的老苍龙更是主动的提醒天书阁那边：“莫风道兄啊，这事儿希望你们能一直保密下去。如果被天书阁传出，那仙魔两界就发现真凶了，到时候呢，结果就是另一个极端了。”莫尘也连忙面容一肃，正色说：“没错，千万不能说出去。”莫风准帝面色不语：“你拿我们天书阁当什么了？我们向来中立，不干涉任何的恩怨，这点操守我们还是有的。”哈哈哈，那我们就放心了。看他们谈妥的样子，成哥有点小小的不开心。凭什么呀？我干掉个奸帝，这么露脸的事不能说出去啊？你们考虑过当事人的心情吗？哎，管他呢，反正过阵子无极洞天两位就要来了，到时候还有机会说清楚。随后他再次朝妙仙女搓搓手指：“现在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我能一个顶10个仙帝了？配你们这个一等贵宾的身份绰绰有余了吧？”妙女仙想说：“你也太自大了吧，还一个顶10个？你咋不说你一个顶1、4千万个嘞？啊！”即便蛮界那位狂人，他也不敢这么说呀。不过刚才的赌约摆在那儿，他只能愿赌服输。没问题，从此之后，苍龙谷就是我们天书阁新的1等贵宾。1等贵宾已经能够折价90%将仙宝仙器卖给天书阁了。以苍龙谷这段时间的战利品数量从3等提升到1等，算是一次极大的收获，那代表着极为庞大的一笔修炼资源。更何况还有将来，苍极、墨风准帝在那边开始再次重新估价时，妙语将成哥拉到自己的行宫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你曾经是仙帝，现在是重修的？事实上呢，全场最无法相信成哥战绩的人就是他了，因为他见过江城还是仙尊的时候，他清楚地记得这家伙当时突破仙王失败，还跑来找自己询问原因。从那时到现在也就100多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悟道仙术内闯关。这么点时间，他不光进入了仙王，还跨了9个仙王的小境界，成为了准帝初期。这要是传出去，会在6界都引起一场巨震的。更何况他还以这准帝初期的境界连斩纯华、紫电2位仙帝。成哥变回人形，骚包的捋捋自己的秀发。哎呀，就那么做到了喽。早就说了，哥的气质与众不同。你到底说不说？妙仙女气得直咬牙，在这家伙面前，她是越来越保持不住形象了。成哥摸了摸下巴，嘿嘿怪笑。我要是不说能怎么的呢？咬我呀，我挺期待的。妙语气急，美眸忽然意味深长的一转。你以为我真没有办法治你吗？成哥也好奇了，我好像没什么把柄吧？你说呀？你是人族对吗？啊，那就行了。妙语老神在在的品了一口香茗，悠然说：“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苍龙血脉的，但你一个人族冒充苍龙，还当了地部之主，你猜我要是说出去会怎么样？”就这？成哥还以为他要说啥呢？这算什么把柄啊？你在故作镇定，别以为我不知道。妹子，你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了，哥真的不在乎。当初青龙大帝也认定了我是人族，但后来我通过了风龙池的考验，你先说出去，没人信呢。风龙池的考验你居然都通过了？啊，对呀。妙语这次倒是好整以暇。如果我问你是怎么通过的，你一定又会说是因为气质了。真了解我。那如果有这个呢？就见妙仙女轻松的玉指指了指侧面，一枚小型的流影仙器飞到两人之间，仙气激发之后，刚才两人的对话和影像一览无余。本集第487集，这也算把柄？成哥忍不住爆了粗口：“操，你居然真卑鄙呀！”这次呢，轮到妙语笑了：“有备无患嘛。其实你不想说也没关系，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些秘密不想透露。”他一绑下那流影仙气收起，防贼一样的藏了起来。成哥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笑了，只觉得这晴空冷冽仿佛都突然变得温暖的春天了呀。那你想要什么呀？说实话呀，这个把柄对他没什么威慑力，就算暴露人族身份又怎么样呢？他只是好奇这女的想干什么，于是故意装成很在乎，等他的下文。妙语缓缓伸出2根指头，白如莹玉的手指弯曲。我有2个条件。第一，你要保证今后不对天书阁的人下手。
成哥还以为他要提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条件呢，就这。然后呢，他摇了摇头，当我傻呀？啊，那万一天书阁的人对我和我的手下下手呢？你把我们天书阁当成什么了？妙语好气又好笑。我们是中立的商会，向来只有别人招惹我们，没有我们招惹别人的时候。说实话，他根本摸不清成哥在想什么，似乎没有他不敢杀的人。万一这疯子将来盯上天书阁呢？以他每次交易时斤斤计较的风格来看，见财起意还真的不是没有可能的。成哥点头，啊，行吧，只要天书阁不招惹我，那我可以保证不对他们下手。第二件，我希望你能给我当300万年的护卫，保我周全。什么玩意儿？多久？300万年？你怎么不说300亿年呢？虽然这妹子漂亮的令人发指，贴身护卫什么的大家都懂，那是一件很赏心悦目的工作，换其他人可能求都求不来，但是时间太长了呀。江掌门这种胸怀宇宙群星，随时都想到处刷刷逼格的人，是不可能把300年耗在同一个妹子身上的。要是300年啊不3年的话，他还能考虑考虑。妙语有些失望。你不愿意？当然不愿意。只要你答应，从今往后飞天门和苍龙谷与我天书阁交易全部平换，我们一个仙金都不赚。妙仙女似乎真的很看重他的实力，主动提出了报酬。你当哥是卖身的吗？还免谈免谈啊！以我们的交情，这点忙你都不肯帮吗？300万年并不久。300万年对其他仙人是不久，但对成哥太久了。他嘴角微微一浮，揶揄说了：“谁跟你有交情了？这话之前好像某人亲口说过呢。”那不是气上头了吗？看到他这么坚持，甚至一改平日态度，江掌门还真的好奇了。你为什么这么想让我当你的贴身护卫呢？你们天书阁不是高手如云吗？一共3位仙帝，还罩不住你吗？妙仙女撇了撇眉，露出一抹愁色。我有难言之隐。难言之隐？什么难言之隐？大姨妈来了，一来300万年？不能啊！还说你有，应该就你的体质也能自己治好。什么大姨妈？啊，没什么。哎呀，你什么都不说，明显是挖了坑要我跳啊！这件事很复杂。一直在暗处的苍龙女帝忽然打破了沉默。或许会能解答你的疑惑。谁？妙语一惊，仙魂四下搜寻，却什么都找不到。苍灵咯咯一笑，带着浓重的促狭意味。轮回仙帝，600年未见，别来无恙了。苍城这个后辈啊，姐姐我很中意，你是拐不走的，还是别白费心思了。是你，苍灵。妙语终于反应过来了，你不是早就死了吗？居然还在世。轮回仙帝，成哥差点窝了个大槽啊！他知道妙语来历不凡，身份绝对很特殊，但是没想到过他是仙帝。毕竟仙帝进不了悟道仙术，而且也无法在中仙界长期停留。更没想到他竟然是掌管轮回规则的主宰，这可是一门不次于生死、阴阳、毁灭、空间等强力规则的上位规则呀！这女的伪装也太深了吧！难怪那墨风准帝在他面前乖得像个孙子一样。仔细想想，当初他在那仙术关卡中数次操纵了轮回，原来竟是这个原因。苍灵笑得幸灾乐祸。他似乎是出了不小的问题，现在并不是仙帝。妙语冷静下来，重新坐回原位。你也没好到哪里去，不过一段残念而已，这辈子都无法翻身了。苍龙之祖的身份看起来并不能震慑他，完全就是分庭抗礼的节奏。哎，你俩以前认识啊？苍灵笑着。不但认识，还很熟呢。你应该还记得我当初说过仙界5大美女吧？除了我和冰凤，她也是其中之一。成哥再次卧了一个槽，他仔细看了看对面美得不太真实的妙语，忽然对苍灵的人形形态无比期待起来。原来那个5大美女不是瞎闹乱评的呀，颜值级别竟然有这么高吗？妙语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而是反问了一句：“你知道她是族人了？”苍灵淡淡说：“不然呢？我有那么糊涂吗？你不介意？她这么能干，我为什么要介意啊？”妙语终于明白为什么江城看起来对人族身份暴露不怎么在意了。苍龙之祖早都知道了，那他确实没什么好担心的。他悠悠叹了口气，看来你是真的不会答应我的条件。那你都轮回仙帝了，你还要什么护卫啊？陈哥心说你自己都那么强了，整个仙界能伤到你的人屈指可数。苍灵说了，他现在并不是仙帝，这都要怪他自己野心勃勃了。什么意思啊？妙语这次没有反驳苍灵，反而点点头。他说的没错，确实是怪我自己野心太大。你干啥了？我将自己轮回了。啊？你为啥这么干呢？为了更进一步。
望着远处的殿门，妙玉沉默片刻，继续说了：成仙之路有数次机缘是过去后就无法重来的，仙魂品质的几次提升机会，成圣获得的主规则数量，飞升成仙时的雷劫淬体，仙王的悟道仙术机缘，准帝的规则烙印。哦，成哥算是明白了。所以呢，你带着记忆将自己轮回重来了一次，再次经历了一遍那些机缘。不是1次，而是5次，这已经是我第5次轮回了。江城忍不住倒吸凉气，这女的疯了吧？一次次的删档重启，图什么呢？本集第488集，5次轮回。成哥忽然问了：难道你每次重启都能保留之前获得的一切吗？苍灵替妙玉回答了：那当然能保留，要不然这一次次轮回还有什么意义？这女人呢，如今的规格烙印绝对不止1个，主规则可能超过100，仙体也只怕早已经是最高层次，仙魂也早就超脱了万古。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忌惮。如果能重回仙帝境界，他很可能会成为最强的那几个人，与我们这些远古皇族并驾齐驱。成哥表示淡定，这些歌都有，比他还多呢。妙语淡淡说：这300万年就是我最虚弱的时期，300万年后成为仙帝，我就不需要保护了。300万年你就能成帝了？成哥惊了个呀。妙语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这么违和呢？你是在故意炫耀你更快吧？啊，你是炫耀吧？我毕竟是曾经的仙帝，自然要比其他准帝快得多。你都轮回重修了，那轮回仙帝的位置岂不是早被其他准帝抢走了？不会，我早有安排。而且轮回规则只有执掌了轮回境的我能修炼，不存在其他准帝。陈哥心说呀，妹儿啊，你别把话说太满了。哥那49道规则烙印里正好就有一个是轮回规则，不过咱心好，就不说出来吓你了。那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呀？天书阁还有2仙帝，还护不住你的周全吗？妙语摇头。我每次轮回重修都会耗费数亿年，这段时间有些人自然能看出问题，许多人已经猜到我在干什么了。所以有人知道你处在轮回重修的虚弱期，盯上了你？不光盯上了我，还盯上了天书阁。你们不是中立谁都不惹吗？苍灵轻笑。讲中立也是要有实力的，如果不是一直有他坐镇，天书阁早就被仙魔2界抢掠一空了。成哥一想也是，天书阁赚了多少资源，肯定有人眼红了。那另外2位仙帝呢？龙鳞和降寒分别执掌雨雪2道规则，论实力并不算突出。妙语目光一瞬不顺地望着他，至少他们并不比紫电仙帝强。这才是他找江城帮忙的原因。这个人表面才准帝初期，但已经有2位仙帝死在他的手里，战斗力有保证。虽然谈生意时斤斤计较，但又非常的讲信誉，谈好了就不会变了。尽管一个人相对于仙魔2界实在太过单薄，但联想到他在悟道仙术内创下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奇迹，妙语对他有着莫名的信心。他相信这个人能保护好自己，只可惜啊，哎呀，300万年太长了。妹子，你要是真想被保护的话，你可以跟在我身边，也就是个绝世美女了。换别人，成哥可没这么好说话呀。毕竟一直跟在身边是有可能抢走装叉机会的。妙语遗憾的摇头。那还是算了。天书阁这边最近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出面主持，就这样吧，以后再会。希望你也能在仙界的追杀中活下来。望着他重新恢复的清冷神态，成哥暗暗遗憾，谈不成生意，咱们可以谈谈感情嘛。妙语和天书阁离去之后，苍龙谷这边也得到大量的修炼资源，无论苍极、苍穹还是麾下的龙王、龙尊，都开始了苦修了。毕竟谁都知道后面还会有更加艰巨的大战。成哥等着无极洞天另外2位仙帝的到来，倒是无所事事，将这段时间获得的功德整理了一下，也有上百亿了。他留了2个亿，其他全部兑换丹药，最终呢还是没能升到准帝中期。哎呀，看来还得想办法多弄点镇静值和战利品呢。他这根基呀，准帝阶段想升一级实在太难了。摇了摇头，随后点开系统面板，升了一个级，等级14，功德0杠各10百千万10万百万千万亿10亿百亿0杠100亿，可用功德113569884。当前技能宿主可消耗功德，让目标任意一项能力消失，无冷却。注：目标实力越强，功德消耗越高。下级技能宿主可消耗功德与任意目标互换，无冷却。注：目标实力越强，互换持续时间越长，消耗功德越高。
系统不在互换范围之内。下级是什么鬼技能呢？互换？哥不是都有变化为任何人的能力了吗？用得着互换吗？成哥仔细思索了一下，互换和变化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变化只能变个外形和气息，而互换能完全得到对方的全部能力，相应的呢，对方也会被变成自己。除了系统，好在系统不会被换过去，要不然得不偿失啊。嘿，哥这么俊帅，凭什么跟人互换呢？鸡肋技能完全不划算呢。他扫了一眼就没了兴趣了，完全没意识到这技能的真正厉害之处。而在另一边，飞仙门一众高层聚在了一起，罗远忧心忡忡。这些天，苍龙大帝完全没有准备迎敌的意思啊！我们是不是该提醒他警惕小心一点？纪凌寒也是愁眉不展。是啊，但我们这样提醒，他会不高兴的。一旁莫尘、后方单太、魏苗等人扯了扯嘴角，这要是换成别人确实不放心，但那谁呀？江掌门呐，担心个屁呀！你们自己吓自己吧。可惜了呀，你们不知道他的身份。印小雪又跃跃欲试，上次调戏掌门，他至今还在回味，同时还有着深深的遗憾。可惜呀，那次被打断了，只是后面一直没找到新的独处机会。师姐，要不我去跟他说说？你？纪凌寒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你真的和他关系好吗？印小雪把胸脯挺得多高啊！那当然了，苍龙大帝挺好说话的。纪凌寒故意说：既然他这么好说话，那我还是自己去吧。别呀，师姐。印小雪急了，难得的机会怎么能让他溜掉呢？苍龙大帝脾气很不好的。你刚不是还说他很好说话吗？那只是对特定的人，比如你。望着纪凌寒那双幽邃的眼睛，印小雪莫名有些心虚了。不过呢，姐妹间别的可以让，唯独男人不能让。该抢的时候就要抢，该狠的时候就要狠呐。他重重点头。没错。那行，你去吧。好嘞。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莫尘、单太等人以手掩面，而纪凌寒则是和罗远默默地互望了一眼。很遗憾，我们已经知道那是江掌门了。今天不过是故意试一试而已。印小雪，你这个小婊子啊，你还真是一点不客气啊！本期第489集，女人呢，该狠就要狠。此时呢，林宁却是暗自焦急，他也知道那是江掌门，并且还以为纪凌寒不知道呢。这要是让印小雪白白捡了大便宜，哎呀！片刻之后呢，成哥见到印小雪了，在他的要求下，又次变回了人形。门派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吗？印小雪巧笑嫣然，很熟练的依偎到他的身上，故意调笑。怎么，掌门有了妙语这个新欢，就不欢迎我啦？当然不会。成哥心说，我期待着呢，上次的事没干完，这几天都望眼欲穿了呀。只是身为掌门，也不好意思主动暗示。两人很快就贴在了一起，成哥脸上痒痒的，那是他温热的鼻息。咱们好像贴得太近了哈，毕竟是掌门弟子的关系，他还要装正经呢。但事实上，印小雪这次来找自己，究竟有什么事，他都忘到九霄云外了。印小雪伏在他肩上，手指缠绕着发梢，拨弄他的脸。哼，你以前不是就教导过我们，不要太过于拘泥于俗礼吗？我是这么说过，但那意思主要还是大家平等相处，不要有什么森严的阶级之分，可没叫你做这种事啊！成哥死死保护着自己的外衣，努力维持着最后一丝掌门的形象。那个咱们这样影响是不是不太好啊？你说这时候他哪还像个掌门呢？啊？有什么影响呢？你和谁成亲了吗？那倒没有。那你和谁私定终生了吗？也没有。那你还那么多废话，还不快给我配合点？望着他那满是侵略意味的眼神，江掌门总感觉哪儿似乎不对。那我是掌门呐，对呀，我是掌门呐，你这么被动的像什么话呀？还我得配合你一点，臭不要脸的。然而呢，捂着外衣的双手还是很诚实的松了开来。另一边，端坐在大殿主座上的纪凌寒闭了双眸，识海内悄然出现印小雪这边的画面。他可是准帝后期了，而且还是魔修，要在印小雪这个魔王身上种下点追踪手段，那太简单了。看到那边果然是江掌门，他差点当场离座飞过去啊！但看到两人之后的举动，又气得心口不断起伏，差点背过气去。好嘛，他的粉拳不自禁地握了起来，恨不得把印小雪给撕了。你这个小婊子，你这个小碧池，你真干得出来呀？啊！然后再质问江掌门，你为什么要选他而不是选我呢？然而还是那句话，他好像也没有立场说什么。成哥这又不属于偷情和背叛，而且印小雪这种大胆举动他也做不出来。看到他如此愤怒，一旁单太、魏淼、秦畅等人噤若寒蝉，也不知道纪掌门突然想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林宁呢，就是再做不下去了。掌门，都这么久了，要不让我也去看看吧？你
纪凌寒狐疑地看了他一眼，难道他也发现了吗？在他的认知中，林宁应该还是被蒙在鼓里的。好，那你去吧。让他去打断两人也好，要不然就真的发生大事了。这边呢，衣服都脱到一半的陈哥忽然察觉到远处有人要进来，连忙将印小雪推开。哎，有人来了！哎，糟了，是林宁！陈哥飞快地变身回了苍龙真身。靠！印小雪差点破口大骂，又差了一步。早不来晚不来，他是故意的吧？印小雪也没想到自己这句话说中了。很快呢，林宁进了陈哥的寝宫，看到他，两人的表情都有些不太自然。见过苍龙大帝。陈哥正襟危坐，嗯了一声。林宁不客气地问：印雪儿，你要和大帝说的话还没说完吗？你怎么说话了你？我可是你师叔。印小雪柳眉倒竖。印雪儿，你要和大帝说的话还没说完吗？林宁斜了他一眼，你那一脸红晕还没消去呢，你别以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他故意说，就你这魔王级的实力，当我的师叔还不太够格。这丫头怎么说话呢？我是说过大家平等，对吧？尽量的，但该有的长幼顺序还是要有的吧。成哥差点想呵斥他了，但想想自己现在谁呀？苍龙大帝，不能说呀。你给我等着！印小雪气呼呼的回去之后，他呢才刚坐热的位置就被林宁占据了。面对他，陈哥还是很小心的，毕竟呢，在他的认知里，林宁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还得瞒着。那个，你来找我可有要事啊？林宁微微摇头。我听说您曾经见过我们江掌门，对吗？啊，我这么说过吗？好像是有那么一茬。当初为了隐藏身份，把自己说成了江掌门的崇拜者。啊，确实见过。怎么了？他还好吗？好的很呐，就坐你身边呢。应该还好吧。我很想他。望着他那定定望着自己带着浓烈感情的双眸，陈哥差点一时冲动说出真相了。不，还是要等自己准备后期了再公开吧。现在境界太低，没有面子呀。你怎么了？没什么。林宁的清秀的脸庞变得有些柔软起来。我有个小请求，可以答应我吗？陈哥心说，你要提就提100个，你提一个你看不起人吗？没问题啊。什么请求？你可以变成江掌门的样子吗？我好想再看看他。江掌门一愣，这是什么奇怪的要求啊？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关系的样子，自己很容易就能做到。罢了，就满足你的期待吧。他一眨眼变回了人形。好吧，之前的衣服都没有完全穿好呢。这一切落在林宁的眼里，还好自己来得及时呀。陈哥还在那掩饰呢。我就是变个他的外形，你可不要真的把我当成他了呀。他老人家神通广大，现在啊一定都已经是先帝了。境界方面你我都望尘莫及，不及他万一啊。林宁心头一阵好笑，1亿年过去了，你在某些方面的秉性是一点没变呢。他鼓起勇气，大胆探出手。我可以摸摸你吗？江掌门感觉这要求有些莫名其妙，这丫头不会看穿自己的身份了吧？但望着他那充满乞求的眼神，他终归心一软，点点头。可以。于是林宁毫不迟疑地握住他的手，身子一点点地挨了过来。成哥能感觉到这丫头的手都在抖，心说假的你也能这么激动吗？正想说可以了没，紧接着呢就被他彻底抱住了。你这以前掌门都让我抱的，不行吗？林宁扬起脑袋，水灵灵大眼睛里透着丝丝的天真和倾慕。江掌门还能说什么？只能任由他环抱着自己，而且越抱越紧。他感觉自己像是变成了一个抱枕，这丫头是不是忘了他都准备后期了呀？哥都快上不来气儿了。抱了好一会儿之后呢，他又提出了要求了。你可以牵一牵我吗？本第490集，你这看不起人吗？成哥差点当场吐血，这进展是不是太快了？与印小雪这些初见就是同龄人的2代弟子不同，林宁在他眼中一直都是晚辈呢。就算现在过了1亿年，就算林宁把容貌定格在了20岁，他的印象也没什么变化。他这心理这关呢，还真的不好过呀。这个有点离谱了吧？林宁不假思索，以前江掌门经常亲我的。我操！我什么时候亲过你了？你别瞎说，我告你诽谤啊你啊！成哥差点脱口而出，但想到自己目前在他面前的身份还是苍龙大帝，只能把话咽回去了。他对你这么亲密吗？林宁猛地点头。对啊，他以前都是将我当成未婚妻看待的，我们向来都是出双入对，亲密无间。哎呀，成哥被他搞败了呀！原来你在背后是这么宣扬我们俩的关系的呀！好你个林宁啊！要不是哥微服私访，还真发现不了，原来你这么会编造呢。可是我不是他呀。没关系，我可以把你当成他。
这就有点过了吧？成哥眼神飘忽，林宁伸手将他的脑袋扶正，再次四目相对。这点小请求您都不肯答应我吗？就这还小请求？成哥心头万马奔腾，但望着那天真的眼神中的祈求，心再次软了下来。这丫头也是因为太思念自己呀。哎，算了，那个，你把眼睛闭上。娇艳欲滴的唇就在自己面前吹弹可破，浓密的睫毛微微颤抖，昭示着内心的紧张。成哥深吸一口气，对他始终起不了那份乱来的心。脑袋伏下去的同时，伸出2指，打算用手指代替嘴唇吻一次。然而呢，他的手尚未到达两人之间，就被林宁闪电般的抓住了。不许赖皮！他的眼睛依旧听话的闭着。成哥苦笑，扶了扶嘴角，最终呢，只能一言接了下去。双唇触碰，林宁的心都快飞了起来。成功了呀！这个办法真的好用啊！以前他在自己面前总是端着掌门形象，从不过分亲昵，现在故意假装不知道他的身份，隔着根本不存在的那层，他反而能自然很多。再利用他的半推半就，就能让自己和他的关系更进一步。自己真是个天才呀！今后再多继续几次，他迟早会成为自己人的。如果成哥现在对他用读心术，一定能刷新对他的认知的。然而很可惜呀，他怎么舍得对自己的弟子用技能呢？分开后，两人四目相对，久久无言，心跳得广广的。不知不觉间，门口出现了纪凌寒的身影。成哥一惊，自己竟然没有察觉到。也是呀，那准地后期了，真要刻意隐藏气息，自己确实发现不了。望着纪凌寒那复杂的目光，他不由得尴尬了。那什么，林宁倒是落落大方的站起，镇定自若的解释：纪掌门，这是苍龙大帝，是我让他变回江掌门，让我重温一下从前的时光的。是吗？纪凌寒悠悠的看了眼林宁，这个小婊子小壁纸你挺会玩啊，你 cos 不累，角色扮演的你啊！提防了印小雪没防住他，差点被他钻了空子了。他缓缓步入殿内，洁白工装长裙的下摆摩擦着光线照人的紫曜石面，发出了沙沙声响，也摩擦着江掌门的小心脏。成哥倒是没什么背德感，成哥的心属于全世界嘛，没那么多沉重的东西，他只是感觉到很尴尬啊！对，我这就变回来啊！不用了。纪凌寒抬手制止他，他也觉得这样挺好的。如果您不介意，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也有个请求？不会也是要求我保持着人形，然后又亲又抱吧？什么请求？他定定望着江城，毫不掩饰的深情目光直接穿透两人之间并不算太远的距离。能不能请您今后一直保持江掌门的外形呢？啊，这成哥的疑心这次提到顶点了，他真的怀疑这俩女的是不是已经看穿自己的身份了，于是试探着问了一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请求呢？因为我想他呀，看到您现在的样子，就仿佛又看到了他。就因为这？哎呀，我还以为你们误以为我是他呢。纪凌寒和林宁同时掩嘴轻笑。怎么会呢？我们当然知道您是苍龙大帝啊。对啊，你们分明就是两个人嘛，这一点我们还是分得清的。听到他们这么说，陈哥放心了。好吧，那既然你们强烈的要求，那我就答应了。他本来就更喜欢保持人形，每次为了隐瞒他们还要不停的切换龙身，实在是太麻烦了。现在这个请求正中他的下怀呀，以后就可以正大光明的以本来面目到处晃了。纪凌寒和林宁离去之后呢，暗处的苍龙女帝才略带嘲弄：你这个飞仙门的掌门还真是当真不讲究呢。啊，怎么不讲究了？专门对自己门下的弟子下手，你不觉得很无耻吗？有吗？都说了这是我们飞仙门的企业文化，你们这些凡夫俗子理解不了。再说了，谁说我只对自己的门下弟子了？那外面的我也不排斥啊。女帝被他这理直气壮给搞败了。你还真是活得明明白白呀。过奖了啊，这都是被三眼虎熏陶的。成哥直接把这口锅扔给了不知在哪个角落忙碌的三眼虎，害得后者浑身一个激灵，四处张望却什么都没发现。在这前线战场等了几天，成哥感觉有些不对劲了。无极洞天那俩贤弟呢？不是说好了来看我，顺便给我送宝的吗？在座的仓颉、敖阳、墨尘、罗远等人一脸无语，也只有您敢说这话了。看着如今成哥的本来面目，大家都表现得很淡定。苍龙谷这边早知道了，老苍龙第一天要他变回龙身，还得喊一声帅成呢。如今呢，更是管不住他了。而飞仙门那边则是假装不知道，大家全都像是观看国王新装的观众，很默契的继续把他当成苍龙大帝。墨尘猜测，他们会不会是路上又出什么事了呀？江掌门很是恼火，他们不是3岁小孩，怎么动不动就出事啊？从当初杀掉那俩仙盟使者开始，我就一直等他们呢。他挥舞着右臂，大为光火的样子。结果呢？
当时说是追杀陈州准帝去了，之后我来前线了，满以为他们会来呢，然后告诉我啊，还在追杀陈州准帝。拜托呀，那就这个准帝那么久搞不定啊？哎，你们说这正常吗？迎着他那逼问的视线，众人老老实实的齐齐摇头，不正常，太不正常了。他叹了口气，又一次咬牙切齿的咆哮。最近总算听说他们要来了，我生怕他们找不着，还特意等在原地，结果又不来。我严重怀疑他们的业务能力和信誉水平，这搞什么呀？难不成还要我亲自接他们吗？架子那么大吗？本集第491集规则之门。陈哥恼火的好像自己是被渣男一次次放了鸽子似的，根本不像开玩笑。店内众人沉默了。大佬啊，人家是来杀你的，而且没有和你约好啊，你的怒火是不是用错了地方啊？不过呢，盛怒中的江掌门也没有人敢触他眉头，包括纪凌寒、林宁、印小雪这三女，此时也全都正襟危坐，不敢随便吭声。莫仙人弱弱的举了个手：“老师，不是那个掌门呐，要不我们去打探一下消息啊？”陈哥看了他一眼，这才挥了挥手：“都去打探，一有消息立即汇报，不得延误啊！”“哎，是，我们这就去。”所有飞仙门的人，包括元虚、萧坤、纪云等人族修士，全都飞驰的逃离现场了。仅仅几个时辰后，他们就带回了仙界那边的最新消息。如今仙魔两界正在界河一带鏖战，紫电仙帝被误当成是魔界那边所杀，所以雷吉和长云俩仙帝也赶去那边了。陈哥腾的站起来，这下是真的不能忍了。什么玩意儿？我这次排在魔界后面了？他们看不起人呐？那我灭了他们的门，他们居然一拖再拖，不管了，我得找他们要说法去。他提着剑就赶往仙魔两界的战斗前线。众人连忙纷纷来劝阻陈哥收了神通吧。哎呀，别呀，大帝，那边太危险了，那边肯定有许多仙帝魔帝，您一去会沦为众矢之的。你这个地和仙帝魔帝不一样啊！咱们留在这坐山观虎斗，看他们仙魔两界狗咬狗多好啊！对呀，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他们就有损伤，完美。完你个头！我这次一个人去，你们去好好修炼啊！暂时不要跟仙界交战了。言罢，他一个远程传送，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地部之主离开仙妖山，赶赴仙魔两界前线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了妖界后方。毕竟仙妖山是重地，天部和各大妖族都是有眼线的。得知他要去找无极洞天俩仙帝，妖帝们的感受是荒唐。这家伙疯了吗？他想干什么呀？送死吗？前段时间因为陈哥斩杀纯华仙帝而变得忌惮无比的两位麒麟大帝，现在觉得天又亮了。他这是找死。原本雷吉、长云两位仙帝没来，我还遗憾呢。这下好了，他自己送上门了。他真的飘了呀！杀了个纯华仙帝，就以为自己战无不胜，殊不知我们也可以轻松的斩杀纯华。外面目前还不知道紫电仙帝是被陈哥杀死的。可惜呀，紫电仙帝提前陨落的，要不然三大仙帝更稳，无妨。仙魔大战在场的可不止一两个仙帝，孔雀、白鹤、万世等妖王同样也是弹冠相庆，巴不得陈哥死在仙魔两界呢。飞仙门和苍龙谷怎么处置啊？只要苍城这个地步之主一死，就将他们逐出妖界。离开了妖界，他们岂不是无处可去了？就是要他们走投无路。而另一边，冰凤、鲲鹏、古元、耳鼠这几尊大帝得知消息后，也都无法理解，他究竟要干什么？这真是有些不自量力。在仙妖山作战，落败了还能撤回来，在仙魔两界，他是会受到沉重压制的。无论他做什么，都与我们无关了。没错，他上次已经拒绝了我们的好意，让他自生自灭吧。几位妖帝也是有脾气的，上次一众族内天才被赶回来，他们还记着呢。目前唯一一个没有立即唱衰陈哥的，就只有青龙大帝了。大帝，这苍龙大帝会不会有事啊？不会啊，您这么看好他呀？预言爱好者青龙大帝一脸的高深莫测。我观他不是短命之相。可是仙魔两界那么危险，怎么看他都是十死无生啊。你还真相信他是去和雷吉、长云决斗的吗？那小子肯定是故意放出风，实际上憋着其他的坏水。哦，原来是这样，还是大帝看得远呢。他那点小伎俩哪里逃得过我的龙眼呢？以他对陈哥的所谓的了解，这次一定是这样。那家伙每次都占尽便宜，不可能会做傻事的。只能说呀，大帝现在确实熟悉了陈哥的一部分风格，只可惜他不了解那个卦的牛皮程度呀。这次陈哥是真的去了仙魔两界的前线，宽广的界河将仙魔两界分割开来，延绵不知多长。河面常年笼罩着灰色的迷仙雾，风不能散。仙尊之下进入其中，轻则迷失方向，重则迷失心智，晚期就植物人。反正沿着这界河呢，陈哥一路飞行，时不时能看到下方河水中的血雾，显然那是仙魔大战时造成的。哎呀，这尸体都没留下来，太惨烈了，太可惜了呀！一直和他形影不离的苍灵好奇了。
你要不是师兄，要尸体干什么？我是打算帮他们收敛埋掩埋嘛。信你才怪呢。我真是一片好心。要是有尸体，成哥这会儿没准都下去搜刮一遍，看有没有储物戒呀、仙甲呀、仙器什么的。现在看这情况呢，显然这事早被别人做过了。飞着飞着，他还没看到邪魔大战战场呢，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门。那门不算太高，不过几米而已，这是凭空出现在半空，后方也不见房子，不见宫殿，显得极为诡异。这是什么呀？成哥没来得及发问呢，耳畔响起了苍灵急促的呼吸。快进去，这是规则之门。啊，什么规则之门呢？你快进去了就是。这应该是紫电仙帝死后，电之规则出现了新的仙帝，引起的一种异象。成哥却不怎么积极，甚至还有些抗拒。哎呀，正忙着去会雷吉长云呢，你不能耽误了。装叉才是正事，那更重要不是吗？会你个头！苍灵都快崩溃了呀！规则之门每次出现时，谁不会用平生最快的速度冲进去？如果周围有不止一个人，甚至会引起杀戮抢夺。原因很简单，一个规则之门只能进去一个生灵，进去之后这个门就会消失。这种机缘就算先帝也不会错过的。这个家伙运气好到爆炸，这门直接出现在他的眼前，跨一步就能进去了。结果呢，他居然在门口磨磨蹭蹭的，不想进去。苍灵都咆哮了呀！规则之门能提升规则融合度，你以为准帝是吃药就能升上去的吗？还有参悟规则提升融合度，这机缘能省去你无数年之功。听他这么一说，成哥终于意识到这机缘多难得了，而他也深切体会到上仙界的优越之处。光是这些莫名其妙的机缘出现，就把中仙界和下仙界的头都给比没了。本集第492集，速度之心的投影。那我进去你怎么办呢？不是只有待在苍龙谷或者我身边，你的残念才能维系吗？面对这么大的诱惑，江城还能想到自己，原本气得不行的苍灵莫名感动了一下，他的声音也柔和下来。我这残念已经不算生灵了，可以随你一起进去。哦，那行。当他一脚跨进去之后，这道门消失于无形，仿佛从没有出现过。而就在这么一会儿，整个6界一共出现了上百万个类似的门。这些规则之门的位置完全随机，有的在九霄云上，有的在山巅，有的在湖泊里，有的在沼泽，有的在住宅内的床下。这些门持续的时间不长，1刻钟没被发现就会消失。不过呢，规则之门本身就有着浓重的规则气息，几乎是出现的第一瞬间，就有一大半的门被人踏入而后消失了。无数的惊呼声在6界各地此起彼伏，有的人慢了一步，只能捶胸顿足，扼腕叹息。而有的人在冲进门内之前，甚至激动的浑身发抖，差点控制不好自己的行动。当然呢，也有像苍灵所说的，一群人同时发现了规则之门，而后一场场冲刺和围堵厮杀在那门外展开。这一刻，6界各地终于知道又有新的先帝上位的消息。多事之秋啊！短短几天不到，2个先帝之位易主了。是啊，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呀？你们感慨什么呢？这不是好事吗？就是啊，死一个先帝就意味着一次机缘出现，咱们这些底层金仙求之不得呀。在上仙界，金仙确实只能算是底层。一位白发苍苍的年迈仙尊，满脸褶皱，都写着忧虑。你们真是什么都不懂啊！他望着远处高天上的一朵朵白云，断然喝道：“这是大劫即将到来的预兆，大劫将至，你我随时都可能被碾碎。”四周仙人皆惊，旋即爆笑出声：“葛老头，你说的你好像经历过似的。”就是啊，你不过是长得老，你还没我修炼时间长呢。这老头隔三差五就来这么一句胸罩胸罩，哎呀妈呀，也不知道他一天都合计啥味儿。哎呀，算了吧。种种议论充斥在6界各处。不过呢，成哥听不到。进了规则之门后，他又一次看到了自己992个主规则代表的光团。不过这次不是在自己的仙国内，而是在一片光怪陆离的神秘空间。苍灵直接叫出声，他被吓到了。你居然有近1000个主规则！他总算明白这个家伙为什么能搞出49个规则烙印了。在这点规则烙印对他来说才哪到哪儿啊？成哥也没想到在这里能暴露这个秘密，不过无所谓了。他最根本的是系统，何况苍灵是能信任的。对呀，哥长得帅，主规则纷纷来投啊！信你才怪！苍灵忽然笑了。如果妙宇知道他忙了5次轮回，得到的主规则才是你的1/10，不知道会是什么感受。低调啊，低调。成哥也不想刺激妙仙女，人家那么美，你让人家一直美美的多好啊！接下来该怎么做啊？选一门规则进去吧。如果是其他准帝，那不会有这一步，直接就会从规则烙印进去了。那如果是仙王仙尊呢？
会随机被送入一项主规则之中。苍灵顿了顿，又说了：“出现这种由自己选择的情况，会议是第一次见。”他已经见怪不怪了，反正呢，这个人浑身上下到处都不正常。那我该选什么规则呢？成哥纯粹是个萌新没经验呢。苍灵毫不犹豫：“当然是速度规则。”成哥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毫不掩饰的窃喜，不由得狐疑了：“你没坑我吧？”“我坑你干什么？”“那行吧，反正呢，选什么都是选，好像都没差。”于是他最终真的选择了速度。眼前无数流光穿梭而过，仿佛跨越了时空的阻隔。下一瞬，他就出现在了一片神秘的空间中。还没等弄明白呢，他就被人围了起来。“欢迎欢迎，前辈竟然是准帝，太好了！哎呦，又有高手来了，希望再多点啊！”周围大部分都是仙魔两界的人族仙人，其他4界也有一小部分，粗略一看都500多人了。他的到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让江山们措手不及。在他的印象中，出门在外碰到其他陌生仙人多半都是相互警惕的，尤其这里6界都有，见面本该直接干起来的。然而这里的画风好像不太一样。成哥见惯大场面的人了，眨眼就适应，或许是因为自己太帅，人见人爱吧。好说大家好啊，本人江俊帅，来自仙瑶山，幸会呀。苍灵一看他这骚包的样子，就知道他自作多情了。你不会以为自己真的那么受欢迎吧？难道不是吗？听说他来自仙妖山前线，就连远处3名独自站在远处的仙人都不禁多看他2眼，而其他人更热情了。哇哦，竟然是来自战区的呀！那这实力应该是有保障了。江兄啊，待会儿可要养着你喽！众族人簇拥着成哥，都有些飘飘然了。成哥唯一的弱点就是受的夸，一夸呢就特好说话。虽然没弄明白什么情况，但已经忙不迭地拍着胸脯保证了：“没问题 ，no problem， 包在我身上了啊！这次你们跟我算是跟对人了，抱紧大腿，哥带你们飞呀！”远处那3人似乎觉得他飘过头了，冷哼一声：“哼，大言不惭。”另一人则是双眸紧闭，面带不屑：“区新晋准帝初期，听都没听说过你。”最后一人淡淡说：“还带我们的，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啊。”啥情况？成哥其实并没有看出他们3个的境界，这神秘的空间好像看不出境界。苍灵传音：“是不是很奇怪？他们怎么知道你是准帝初期的？”“对呀。”“那是因为这里只能用速度规则，看不出真实境界，只能通过头顶的印记来分辨规则融合度，从而判断境界。”经他提醒，成哥才发现这里每个人头顶都有一枚缩形的印记，代表着速度规则。只是那3人的印记颜色很深，完全是乳白色，其中1人的边缘还有金边，估计是准帝后期了。他自己头顶上的印记也是白色的，只是没那3名准帝深。这代表速度规则融合度没这3人深，所以被一眼认出是准帝初期了。至于其他仙人的印记则是比较淡，有的呢甚至近乎于透明。第493集，有您在，我们就放心了。成哥发现自己所处的空间有点类似于速度规则之心，不过呢，并不如真正的规则之心那么纯粹，看起来并不大，而外面则是雾茫茫的一片。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苍灵也知道他什么都不懂，于是传音解释了：“这是规则之心的投影，在这里面，所有人的速度规则融合度都会以极快的速度提升，而且人越多，效果就越好，所以这里大家才那么和睦。”原来这样啊！难怪仙魔2界明明正在大战，这里的仙人和魔修还相互一口一个道友。那在这里什么都不用做，就只要修炼就行了吗？可是我没感觉什么提升啊，难道我又得不到好处啊？苍灵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又，只是随口说了。那是因为真正的考验还没开始。还没开始？是的，1刻钟后面的规则之门就全部消失了，这里的规则投影就会开始移动，那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变化了。苍灵又说了，到时候这里还会有战斗，要不然你以为你这个准帝出现后，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还有战斗？没错，不同的规则投影随时都可能碰撞，到时候只有胜利的一方能继续存在。那败了呢？要么被杀，要么自己主动认输，离开这投影范围，那他们会回到外界，这次机缘就算结束了。那如果一直赢到最后会怎么样呢？那这门规则会成为所有的规则之中的王者。规则之王？哎呀，这一称呼一听就非常有牌面啊！苍灵解释了，规则之王对其他规则有一定的压制效果，今后所有修炼这门主规则的仙人都等同于实力全体变强了，这种效果会一直持续到下一层规则之门开启。还有这事儿呢？你以为呢？
这其实是规则与规则之间的角逐比拼，你们都是规则的代理人，替他去拼罢了。只有一个规则之王？只有一个。哎呀，我这次是真打算当成机缘，安安静静的好好修炼呢，这不是逼着我出手吗？你就装吧。我装什么呀？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我选速度？你这不是让那个裂空魔帝又变得更强了吗？他将来想要脱困，首先必须要将裂空魔帝拉下主宰之位。苍灵悠悠叹气，我毕竟是苍龙之主啊。成哥明白了，苍龙谷绝大部分都是主修速度规则的，把速度规则提升到规则之王之后，他们整体都能够提升战斗力。这女帝平时总嫌弃苍极、苍穹、一空他们不成器，看起来也不爱管事，但骨子里还是很在乎他们的。成哥忽然又想起了，那妙宇怎么办呢？他那轮回规则压根就没有其他人能修炼，里面都没有人吧？那岂不是碰到谁都得掰呀？没错，不过轮回本就是固定的上位规则，就算是在这罢了也没关系，只是成不了王而已。他俩传音的时候，陆陆续续又有其他修炼了速度规则的仙人进入了，无论境界高低，每个都能得到大家的欢迎。当然了，境界高的欢迎的场面会更加热烈。成哥随便观察了一下，在场已经有700多人了，金仙占了400多，仙尊200多，准帝目前就4个，其他的仙王、妖王、魔王。成哥很自来熟的来到人群中，和那些仙王、仙尊、魔尊攀谈了起来。哟，那个大家都来自哪儿啊？我去过的地方不多，你们给我讲讲呗。他是真的对6界各地挺好奇的。面对准帝的询问，其他人哪敢怠慢呢？啊，江前辈，我来自灵界，我来自死界，我们那儿虽然这里比较其乐融融吧，但这些仙人平时也没见过这么接地气的准帝，气氛莫名其妙就变得更加活跃起来。没多久，江掌门居然就成功当上了话题主持人，也是神奇。看到他和一群蝼蚁打成一片，那3名准帝越发的不屑了。要不是这里面人越多越好，他们压根就不会允许那么多的金仙仙尊站在自己的附近，身份在那摆着呢。就连苍灵都无语了呀，你还真走到哪儿都能成为焦点人物呀。随着时间流逝，3位准帝有些坐不住了。裂空魔帝看样子是来不了了。哎呦，没有他主持大局，这次咱们撑不了多久啊。没办法，规则之门数量极少，而且位置随机，他老人家不一定赶上。太可惜了，就剩1炷香的功夫啊。规则腾就要开始移动了，再来几个准帝吧。有了苍灵刚才的科普，成哥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期待高手了。片刻后，一头年迈的苍龙呼啸地闯了进来，一看到那背后的8道紫纹和头顶镶嵌着金边的规则印记，所有人惊喜万分。哎呦，苍极老前辈，居然是您呐！3名准帝欣喜若狂地迎了过去。相对于见到成哥时的淡定，这次他们的态度是180度大转弯，甚至都有些谄媚了。您来了真是太好了，这下我们就有底气了。我就说苍龙谷怎么可能会缺席呢？苍极是老牌准帝，从仙妖大战时期活到现在，论其实力，他是准帝中最顶尖的那批。修炼速度规则的就算没见过，多半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强者。有这老苍龙在，只要不碰到仙帝，问题都不大了。他有这么强吗？我听过苍极，不过他实力怎么样啊？你以为呢？苍龙族的皇族8纹血脉开玩笑了吗？有几个妖族更是得意洋洋的夸耀了。这位可是万妖大会前3名战斗力，寻常准帝几个一起上都不是他的对手啊！那得意的样子呀，不知道的还以为苍极是他们一族的准帝呢。其他人顿时欢呼雀跃，这真是一根大粗腿呀！有他在，就意味着这次不会那么快被淘汰，可以在里面多修炼一会儿的。眨眼间，刚才的话题主持人成哥身边没什么人了，大家都赶着跑去围观大粗腿老苍龙。这让成哥是又好气又好笑，真是没想到有一天还会被这头老龙给抢了风头了。不过呢，他能进来蹭蹭机缘也是好事。老苍龙可不像成哥那么小白呀，早就熟门熟路了。哎呦，诸位抬爱了，我会全力以赴的。3位准帝大喜赞同。好，有前辈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同舟共济吧。成哥还在那腹诽说啊，你说鸡不说八，文明你我他。苍极呢也终于看到他了，这一下呀，老苍龙立即跳了起来。我靠，自己没看错吧？大帝。本集第494集，这是开碰碰车呢？老苍龙一把推开那3位准帝，冲开簇拥着的人群，急忙的赶到了成哥面前。您怎么也在这儿啊？他想问，您不是去仙魔战场了吗？大家担心着呢。成哥正在不爽风头被抢呢，闻言撇嘴，路上碰到个门就进来了。怎么的？你能来我不能来呀？哎呦，没有。哎呀，您在真是太好了呀！苍龙搓着爪子，老脸都笑成菊花了。其他人看到这一幕都目瞪口呆了，3位准帝更是大眼瞪小眼，完全无法理解，这可是苍极准帝呀，速度规则方面的顶尖强者。别说1位准帝出击，就算裂空魔帝站在他面前，也别想让他另眼相看。
毕竟在苍龙族的眼里，能派得上速度主宰的，永远都只有他们那位逝去的女帝。更何况当年速度主宰的争夺其实是有内情的。老前辈，这位您认识啊？对啊，您怎么会对区区一个准帝初期这么尊敬呢？什么区区准帝初期？他可是……别大喊大叫的，这大帝，我叫将军帅啊！他话没说完呢，就听到了成哥的传音。成哥也是为了震惊之着想的，一旦喊出苍龙大帝，别人就知道自己载过纯化仙帝了，那对自己的期待值就变高了。到时就算是装叉成功，也不会有什么震惊值。苍吉自然不知道他的用意，只当他为了隐藏身份，方便后面去仙魔战场，于是心领神会，点点头。这位将军帅准帝是我极为崇拜的一位高人，谁若敢对他不敬，那就是对我不敬，也是对整个苍龙谷不敬。三位准帝横看竖看，也没从成哥身上看出什么特别来，除了帅，其他方面好像普普通通啊。一个准帝初期，就算高人，又能高到哪儿去呢？而且你这也上升的太高了吧？对他不敬，都等于对苍龙谷不敬了。一些仙人暗暗猜测，莫非苍吉欠了这将军帅很多债吗？苍吉才不管他们怎么想，接下来直接变成成哥的影子，形影不离了。无论如何，因为老苍龙这特殊的态度，其他准帝也终于正视起成哥了。难道此人真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而苍吉进来片刻后，规则之心投影也突然一个晃动，许多仙人立足不稳，差点栽倒。随后呢，众人就察觉到这片空间就像一艘巨大飞船，开始在未知之地穿梭。开始了！700多名仙人立即盘腿而坐，开始修炼规则。不到准帝的，虽然没有规则之心烙印，但在这里的感悟速度也是突飞猛进。事实上都不用修炼，成哥就感觉到自己和速度规则之心的距离变近了，这是融合度在逐渐提升的标志。整个人仿佛沐浴在了速度规则的海洋中，感悟突飞猛进了。他之前提升规则境界全靠在系统商店兑换规则碎片，但到规则大圆满之后，系统商店已经没有更高级的规则碎片了，想提升规则的融合度就只能靠自己感悟，对他来说呀太难了。这次的机缘倒是个节约时间的绝佳的机会。时间流逝，一些仙人本就遇到瓶颈了，相继突破了规则境界。我从大成突破到圆满了，这下晋升仙王有望了。我从精通突破到大成了，这次省去了无数年之功啊！真希望能一直修炼下去。咱们有5位准帝保驾护航，还有苍吉老前辈，绝对没问题了。不错，赶紧修炼吧。约莫半个时辰后，这规则投影陡然一震，仿佛撞到了什么，上面的仙人全都心惊了。小心，要开战了！众人纷纷拿起兵器飞了起来。成哥一边暗暗吐槽，这是开碰碰车呢，一边好奇地看着远处，就见到对面同样是一座巨大投影，上面有着影影绰绰的身影，稀稀落落，看起来就几十个人，并不多。而他们头顶上同样也有着一个个的标记，凑近之后就发现那是个迷你的斧子形状。斧之规则，这算是非常冷门的规则了，倒不是不强，而是仙魔2界大部分仙人用的是剑，剩下的多半呢也都是刀和枪。就算要修炼兵器类的主规则，一般也不会选斧子。而看他们的印记色泽，也就是1名准帝初期，其他人都在准帝之下。还好啊，只是一个冷门规则呀，稳了哦。众人纷纷松了口气，而对面则是唉声叹气。2大投影碰撞之后，迅速连接在一起，仿佛不分彼此。一边是斧制规则，一边是速度规则，泾渭分明。苍吉连忙询问成哥：“接下来该怎么做呀？”成哥心说：“你都活了几百亿年老前辈了，你问我，自己看着办呗，没什么难度，我就不出马了。”苍吉这才领命，与了3位准帝汇合到一处。看到这一幕呀，这边众仙人也是无力吐槽：“您老要不要这样啊？这苍吉一定是欠了太多的债，要不然绝不会这样的。出手前居然还要请示那将军帅。”4位准帝齐齐飞到对面，那仙人呢也都纷纷跟上了。对面修炼腐蚀规则的一众壮汉，大多来自满界，看到这一幕呢也无奈。从体型上看，他们一个打10个都没问题，但这是仙界，实力是由境界来决定的。对面那名肌肉囚禁的准帝苦笑一声：“真是倒霉啊！这么早就遇到你们这些热门上位规则的。”成哥这边一名准帝后期淡淡的问：“你们是要战斗啊，还是自己认输离开呀？”实力占据绝对优势，他底气强。那壮汉没好气的摇头：“打我傻呀，这打什么呀？”后方那些腐蚀规则的仙人也只能纷纷离开自己的投影，跳入雾气中，算是主动被淘汰了。当对面所有人都消失在投影上时，腐蚀规则的投影迅速暗淡，大部分都消融一散，还有一小部分则是被速度规则快速同化，变成了速度投影的一部分。那群腐蚀规则的仙人眼睁睁看着这一幕，也没得办法。当腐蚀投影彻底消失时，他们也消失在雾气中，回到外面的世界了。他们这次的机缘呢，算是结束了。而速度投影这边，成哥就发现规则之力比之前又浓郁了半分，看来赢一场是有好处的，他不禁期待了。投影继续前行，这次才过了1刻钟，又碰撞了，又一次遇到敌人，而这次只是粗略一看，对面人数数百，实力似乎不弱。本期
第495集，小喽啰就交给你们打发了。待看清对面的情况之后，所有人面色一凛，小心脏也都紧了紧。对面400多人，倒是没有这边多，每个人头顶都飘着一团雾气形状的标记，众人认出来了，这是物质规则。虽然对面人数差不多比这边少了1倍，但这对决主要看的还是准地。真要算起来，速度规则这边仙王比对面多了30多个，只可惜这种交锋仙王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于仙王之下，那就是呐喊助威的，真要冲上去，对面一个准地就全都秒了。而看对面的标记的色泽，准地之上5位，2名后期，1名中期，2名初期，而本方2名后期，2名中期，外加一个成哥，差距不大，速度规则这边稍占优势。这次呢，对面的人明显不打算就这样认输放弃，5名准地缓缓飘到2大规则投影的边界上，而本方3名准地也连忙迎了上去。老苍龙又一次看向成哥，请示他的意见。您要出手吗？成哥知道仓颉的实力，一脸无语。这也要我出手啊？你搞不定吗？5个打5个，赢了也毫无撞杀效果呀！而且最后大家没准还会把主要的功劳都记在仓颉和另外那名准地后期身上，何苦来呢？他甚至懒得多动一下。仓颉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闻言点头啊，应该可以。那还问呢？后面你能打赢的不用请示我了啊！好嘞。听他俩的对话呢，众人无语了，啥意思呀？你这不打算出战呢？不会吧？许多仙人看成哥的眼神都有些变化了，你也太没有集体精神了吧？那3位准地更是皱眉，什么意思？他凭什么不出战？这是要我们4打5吗？可恶！而对面那5名物质规则的准地则是喜出望外，他们也没想到还能遇到这种懒得出战的准地呢。上，趁这个机会干垮他们！5名准地才刚杀上来，仓颉就迎上，直接将1名准地后期和1名准地中期同时圈进自己的战圈。剩下的3名准地一看他这么强势，再次提心吊胆。很快呢，这9位准地打了起来。物质规则之下，那片战场很快变成了一片迷茫，只能时不时听到剧烈的轰鸣声。至于两边的仙王、仙尊、金仙，则全都留在后方呐喊助威。毕竟，就算冲上去全灭了对面的同阶仙王、仙尊，也没有什么意义。这场大战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有1名物质规则的准地中期飞了出来，重重的摔在地上，生死不知。众人一看，正是被仓颉圈进战圈那位，顿时是声威大振呐！苍前辈威武，厉害呀！片刻之后，又有1名准地后期被打得重伤吐血，雾气渐渐散去，对面剩下那3名准地全都主动退却。仓颉太强，继续打没什么意义了。最终呢，他们也只能默认了这场败局，选择认输退场。速度规则再胜一阵，众人欢呼雀跃，无不庆幸有仓颉的加入。只要不是傻子都看得出来，刚才内战之所以能结束那么快，全都是因为他。几位前辈辛苦了，多亏了你们的奋战，才能让我们继续享受着规则之力。多谢4位前辈！众人齐齐躬身，多谢4位前辈！本方另外那3名准地也不禁抬抬下巴，如同英雄凯旋。至于成哥呢，就那么被华丽的无视掉了。没办法，谁让他刚才没出战呢？那3位准地忍不住阴阳怪气起来。某些人一开始不是很能说大话吗？是啊，我还记得他说要带我们飞呢，到底谁带谁呀？仓颉眉头一皱，正要说什么，就被成哥拦住了。他笑眯眯地看向3名准地，谁家主角会用来打小喽啰？多掉身价，这你们都不懂吗？3位准地被他气得张口结舌，竟然不知该怎么还击了。众人无力吐槽，还主角小喽啰？要不是仓颉打完后又回到他的身边，恐怕现在他都要被当面指责了。没过多久，投影空间再次震动，又一次遇到敌人。而这次看清后，所有人不由哀叹了，强敌来了。对面人数足足1200多，比这边还要多呢。再看他们头顶都有着一个个火焰形的标记，火之规则，难怪这么多人，这可是个很热门的上位规则呀。从标记判断，1200人中有足足8位准地，其中有3位准地后期。这下呢，大家没什么底了，唯一值得安慰的恐怕就是对面也没有先帝坐镇了。没想到这么早就碰到上位规则了呀！对面为首1名准地后期朝这边长啸了一声：“对不住了，你们的机缘结束了。你们是自己下去啊，还是要大战一场啊？”来到这里的，就算实力再强，多半还是希望避免战斗的。要是在这硬碰硬大战一场有了损耗，后面碰到其他强力规则就不好过了。那些火之规则的仙王仙尊也纷纷朝这边叫嚷：“对面的认输吧！对呀，死扛没意义啊！我们8位准地，你们5个差距大呀！大家各自保存实力，日后见面还能做个朋友，好不好啊？”成哥听乐了，原来这规则之门内的交锋都是这种欢快画风吗？这边大家面色都挺难看的，还是那句话，这种交锋全看准地层面的胜负，剩下的人就是凑数增加规则修炼效果的。本方那3位准地则是把目光对准了仓颉，如果他没把握，那就只能认输了。反正呢，这种交锋就算战死不退也改变不了结果，更没什么意义。终于轮到哥出场了呀！成哥深吸一口气，紧了紧剑柄，正要上场装叉呢，
结果呢，就见到苍吉径直飞到了投影边界，一身龙威四散开来。交给我就行了。什么玩意儿？成哥差点吐血了。刚才不打算上的时候，苍吉跑来请示，现在想上了，结果人家不请示了。苍灵知道他的心态，不禁幸灾乐祸的笑了。真遗憾呀，苍吉能解决他们，用不着你。你没有表现的机会了，还是在后面给他呐喊助威吧。那3位准帝不放心呢。老苍龙，你真有把握吗？苍吉一看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没胜算的情况下，他们甚至都不想拼，于是长笑。那就让我先打个头阵好了。言罢呢，他独自直面对方几位准帝，他探了探爪，对面那3位，你们可以一起上了。他指着的赫然就是那3位准帝后期。本期第496集，这老苍龙还挺厉害。成哥差点一口水喷出来，这老苍龙原来也这么会装叉吗？他都这样的反应了，其他人自然更是惊讶呀。本方的3名准帝一脸错愕，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苍吉前辈啊，托大了吧？我们知道你能一个打3、4个，但那指的是准帝的初期中期，而不是3个同阶的准帝后期呀。老苍龙豪迈的很，你们在后列阵，看我如何破敌。这么狂吗？对面那些不断叫嚷着的火系仙人愣了，旋即呢纷纷骂了起来，那个骂的那个难听，那个埋汰呀。在他们的认知中，这都是准帝后期，实力应该差不多。然而那3名火系准帝后期却认出了苍吉，并不敢怠慢。3人缓缓飞出。原来是你，苍吉，我们知道你厉害，但你要1挑3，未免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吧？你何必负隅顽抗呢？老苍龙笑容收敛，浑身透着肃杀之气。哼，先打过再说。明明依旧是庞大的身形，给人的感觉却宛若一尊幽灵龙。对面的3位准帝才刚祭出仙气仙宝，他就消失在原地，无声无息，甚至连风声都微乎其微。一名火系准帝后期突然就飞了出去，接着重重的摔向地面。剧烈的响声这才爆发出来，与此同时还有漫天的鲜血。那名准帝后期倒在地上，生死不知，奄奄一息，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才1击而已，这怎么可能呢？成哥倒是看清楚了，刚刚苍吉利用速度的绝对优势，趁着对方尚未准备好，率先攻上，而后一记血脉秘术龙脊9闪，瞬间攻击了那名准帝9次，而且在血脉加持下，9次攻击一次比一次汹涌。对面那名准帝后期压根儿没有来得及调动规则烙印，直接被打崩，仙甲都差点打爆了。这老苍龙挺奸诈呀！暗处的苍灵没好气，你是哪一边的？怎么能这么说他？哎，我这不是夸他了吗？苍吉最擅长的本来就是这种利用速度的偷袭打法，极少和人正面硬碰硬的。3名准帝后期莫名其妙的被解决掉了一个，紧接着呢，剩下2名准帝立即嗷嗷叫着冲了上来，一龙2人打成一团，烈火焚天，只能看到一条虚淡的龙影飞快在火焰的缝隙中闪烁穿梭。一如苍灵所言，苍吉压根儿没有和那2位仙帝拼什么规则烙印，全程他都在避免规则层面上的交锋，毕竟同为准帝后期，这方面他的优势不大。一条条火焰的链条随着那虚影四散飞扬，凝聚不散，渐渐的竟形成了一个牢笼的雏形。那火焰一看就不是凡品，在火焰规则的烙印加持下，换成寻常仙王触碰一下，恐怕就要伤及性命。苍吉的闪转空间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小，一时间呢，这边所有人都捏了把汗，而对面则是气势高涨，呐喊声、助威声响成一片，直到某一刻突然停了下来，就见2道掩映在火光中的身影同时飞出，不受控制的飞出了火系投影的范围，最终落在外围浓雾中，脱离投影范围是回不来的。2名火系准帝后期被那最后一击伤到，但并不致命，2人面面相觑，随后破口大骂：苍吉，你太狡诈了吧，这样也算呐！老苍龙身上的龙鳞被烧伤几处，不过气色看起来还好。你们要是不服，可以再来打过呀。那俩准帝后期气的是憋闷无比，打你个头！要是能回去，我们会在这动嘴吗？全场一片哗然。随后呢，成哥这边所有仙人欢声雷动，居然赢了呀！哎呦，苍吉老前辈太厉害了，果然不愧为顶尖准帝呀！哎呦，1挑3居然能获胜，奇迹！这绝对是仅次于仙帝层次的战斗力了。想不到，我原本还以为这次肯定要被淘汰了的。本方的3名准帝是喜出望外的赢了上去。哎呦，苍吉前辈你真太厉害了，没说了，这次全靠您了。那个对面还打不打了？这下呢，轮到对面粘了。他们3名准帝后期被扫出了场，剩下的5名准帝，2个中期，3个初期。而苍吉这边也是5名准帝，2个后期，2个中期，外加1个成哥，这还打什么呀？该死他！这头老苍龙太可恶了！你们等着！火系规则那边的准帝和其他仙人只能不甘的选择了认输放弃了。他们那边可没有苍吉这种能1挑好几个的。火系投影消失之后，速度规则这边的修炼效果又提升一小部分，而苍吉的地位在这边已经无与伦比了。
3名准帝看他完全就是迷弟的眼神呢，一口一个前辈真厉害，那马屁拍了不断。不过可惜呢，这老苍龙一直紧紧的跟着陈哥，就没怎么搭理他们。这看得四周其他仙人暗暗摇头，到现在他们也没看出这将军帅有什么特别之处。您刚刚大展神威，连败3名同阶高手，何必对一个准帝出奇如此低声下气呢？就算欠了他很多债，你也用不着这样啊！而就在这时，空间投影又是一阵晃动，前方再次出现新的敌人。尚未看清对面的情况，众人已经在倒吸凉气了，因为人太多了呀，乌压压一片，宛若黑云压城，给人一种恐怖的压迫感。而在凑近之后，更是全都一颗心沉到谷底。好家伙呀，对面足足3万多人，是这边的40多倍。他们头顶标记简洁明了，就是一把剑。剑仙，难怪了。事实上，速度规则投影这边大部分仙魔呀，也都是用剑的。剑仙，它的数量在整个仙界极为庞大，高手如云，尤其是专门主修剑职规则烙印的准帝，往往也以战斗力强悍著称。此时呢，对面的准帝也纷纷站出。望着达到95名之多的准帝阵容，速度规则这边所有人的心都拔凉拔凉的，绝望啊！本方那3位准帝这次也不用再看苍喜了，他刚才的战斗力是强，能1挑3，但对面光准帝后期就19个呀，这实力对比太惨烈了。虽然剑职规则的仙帝也没在场，但他们这支队伍就算碰上其他仙帝，也怕只能斗上一斗，甚至斩杀仙帝也未可知。本集第497集，剑修宁折不弯。对面3万剑仙一言不发，只是冷漠地看着这边。为首一名中年准帝后期飞到前方，背后古剑缓缓出鞘，随后遥指这边。本方一名准帝后期连忙迎了上去。哎呦，玄狗准帝原来是您呐！哎呀，我们之前去长明殿见过您，别出手啊，这个有话好说呀。那玄狗准帝蓦然看了他一眼，淡淡开口：认输，或者死。本方这名准帝后期面色有些难看，这就是比试，用不着谈生死吧？话音未落，对面3万剑修的长剑齐齐出鞘。认输，或者死。本方所有人就像是同时迎面被击中了一般，许多仙人竟是连退数步，一脸惊恐。哎，我走，我认输啊！本方的准帝后期直接飞出投影范围，成个急了，我猜你说你逃什么呀？你没事呢，少一个人，这修炼规则的效果就差了1分呢。等等，没等他挽留呢，本方另外2名准帝也飞出投影，成个气的是捶胸顿足呀，一下少了仨呀。眼看那些仙王、金仙、仙尊有逃离的意思，他连忙朝着苍极下令：先用结界把他困住，这要是人都逃光了，那最后规则修炼的效果会一落千丈的。苍极连忙一言布下结界，这下呢，后方那些仙王、仙尊、金仙都慌了呀。苍极前辈这是干什么呀？让我们出去，不认输会死，你不要害我们呢！哎，那个将军帅，你要干什么呀？你快停下！有的人情急之下直接大喊了：对面的剑仙，我们认输呀！不过没啥用，这又不是比赛，光靠嘴喊认输是无效的。而对面那群剑仙依旧是一脸冷漠，除此之外还有那浓浓的潮意。骨头真软，若是我们剑修，自当宁折不弯。外面3位速度准帝并未消失，因为速度规则的投影还在。3人看着江城飞到前方，顿时一脸无语，这是要干什么呀？难不成你一个准帝初期要挑战95名剑仙吗？找死吗？全场的目光这一刻都集中在了江城的身上，有后方的愤懑、焦急和不解，也有对面的讥嘲、不屑和疑惑。在这万众瞩目之下，成哥的红绝仙剑出鞘，飞入手心，随后他缓缓扬起手中长剑，直指对面95名准帝和3万剑仙。认输，或者死。在场除了苍极，全场都愣了。随后对面那群剑仙之中发出了阵阵哄笑，而本方那些仙王仙尊则是以手掩面。这位将军帅准帝莫不是脑子瓦特掉了啊？你故意来搞笑的吧？一人直面3万剑仙，本该是极为悲壮的画面，但此时他们感觉不到悲壮，只能感觉到荒唐滑稽，因为压根儿没有人觉得这有的打。为首那玄狗准帝蓦然宣判：你难道不知剑修出手必见血吗？你的挑衅为你招来了死亡。他话音还未落，身旁一名老者就飞到陈哥面前：江掌门，老朽认输了，今后您可要去我们这边坐坐呀。说完呢，他直接飞出投影，也到了迷雾中了。玄狗准帝面色一变，后方3万剑仙更是哗然一片。归藏准帝，你干什么？打脸呢！刚刚还说剑修宁折不弯，这立马就投降的了，而且还是这位归藏准帝。他可是仙界剑修中出类拔萃的顶尖人物，一手创立了斩仙剑派，多次力挫强敌，以弱胜强，从未对任何人妥协过。再加上那准帝后期的实力，足以堪称剑仙中的标杆。玄狗准帝虽然出自长明殿这种顶尖仙门，但对他还是很看重的。做梦都没想到，这位居然会在稳操胜券时突然认输了。你这故意让我难堪吗？人群中，一名准帝面带鄙夷：归藏，看错你了，我想不到你竟然……
然后呢，又有一名准地后期和一名准地中期站了出来，二人飞到江掌门面前，长剑回鞘，双手抱拳：“我们也认输了，也认输了。悲哀，灵星，你们！”一些准地气急败坏：“我就知道你们展现剑派成不了气候。”这下呢，就连本方那些被圈在结界内无法逃离的仙王魔尊们也傻眼了，什么情况啊？然而这还没结束，这3位认输之后，又有一名面容古朴的中年男子飘然出阵：“吾不愿与汝死战。”言罢，他也提着古剑飞出投影。陈州准地，你都认输了？听到这个名字，人群一片哗然。后方的3万剑仙之中，有不少人甚至差点立足不稳，当场栽倒了。那可是陈州准地啊，最近一段时间仙界风头最强劲的剑仙，叛出无极洞天，面对3位仙帝追杀毫不畏惧，殊死抵抗。在死界，他在战斗中顿悟进入准地后期不说，还将极为罕见的生灭剑心修到了圆满层次，一剑生，一剑死，置之死地而后生。最终神奇的在3位仙帝的追杀下活了下来，这是何等的人物呀！毫不夸张的说呀，陈州准地是后方许多剑仙心目中的偶像和榜样，要天赋有天赋，要实力有实力，要傲骨有傲骨，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为剑而生的。据说这一任剑之主宰已经将他视为将来最大的挑战对手了。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认输呢？怎么可能会做出投降这种事呢？然而他就是做了。这不可能，我不相信呢，这是假的吧？许多剑修失魂落魄，就像心中的图腾崩塌一样，无法接受这事儿。玄沟准地的脸都被打肿了呀！气急败坏的他正要咆哮了，后方居然又有数位准地和数十位仙王魔王飞了出来。江掌门，老朽也认输了。江掌门，欢迎随时去魔界做客，我们翘首以盼。江掌门，我们在外面给您呐喊助威了。您老别给我面子，我跟他们不熟。哼！得了，这不光认输了，还直接转而支持对面的成哥了。一连14位准地和65位仙王魔王离开了投影，选择了认输。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包括苍吉。成哥厉害，他知道斩杀过2位仙帝，实力他是有信心的，但这一出场立马这么多剑仙准地主动认输，这着实是他没想到的。联想到万妖大会时那几个认输投降的，老苍龙不由得高山仰止，咱这大帝的人脉究竟有多广啊？怎么到处都有认识他的大人物呢？而且个个这么给他面子呢？这其他人已经傻眼了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之前速度规则那边逃走的3名准地目瞪口呆，隐隐感觉自己可能做错了什么。本集第498集，没有认输的，我可要开杀了。剩下的剑仙准地们完全无法接受这事儿，俺们都疯了吗？一个准地初期让俺们怕成这样，就算是俺们的国脚那也用不到这样子的吧？我看不起你们这些投降的啊！外面归藏准地、灵星准地、青云准地等人嘿嘿直乐。我们也用不着你们看得起啊，原本和你们就不是一路人，好好享受江掌门的招待吧。1亿年前发生过什么，他们至今都铭记着呢。为了封死下界飞升修士，为了断绝他们的活路，仙魔2界可是手段层出不穷啊。从来到仙界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没把上面的仙人当成同类，只是因为暂时无力和那么多仙帝魔帝对抗，这才一直隐忍不发的。成哥看了看对面也没有当年的过人了，于是手中的红绝仙剑渐渐亮了起来。那个没有别人要认输的了吧，对吧？没有的话我可要开杀了啊！之前面对物质规则和火之规则，虽然两边也打了起来，但他那时并没有任何的杀心，因为对面也没有杀心，只要分出胜负就行了。而这次不同，谁让对面一上来就喊着要么认输要么死呢？那就不好意思了，这是他老本行啊。玄沟准地一声令下，倒要看看你到底耍什么花招，杀了他！剩下81名准地杀气腾腾，剑之规则烙印交相回应，寒光凛冽。霎时间呢，3万剑仙的仙剑齐鸣，夺人心魄，甚至就连对面的剑之规则投影都跟着震颤了起来。紧接着，那81道规则烙印撞上了成哥的49道规则烙印，2大规则投影在这个剧烈的晃动，毁天灭地般的气息荡漾在交战的区域。后方剑仙和魔王、仙王们甚至不自觉地闭上双眼，仿佛只要多看一眼都会被夺取心魄。烙印交错，江城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这毕竟是81位准地齐出，而不是一个接一个上的。而且对面81人中有不少人还是准地后期呢，如果不是仙魔同体的顶尖体魄，外加始源龙骨造就的超长骨骼，在那一瞬间呢，他都会被碾碎了，根本都不用等什么仙剑之气临体，他就会死得渣都不剩。早就所有英魂全开的他，毫不犹豫地用出了自己的仙魂，这是他如今另一道杀手锏。在这一刻呀，对面的81名准地是心头狂震，联手一击竟没能将他轰成渣。他们这一击别说准地了，就算仙帝也要退避三舍。外面的3位准地下巴都快惊掉了。这一刻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仓颉会对这个将军帅如此的尊敬了，这哪里还是准地能有的战斗力？
如果不是裂空魔帝没有陨落，速度主宰没换人，他们都要直接将他当成先帝了。而紧接着他们就看到了一尊巨大的仙魂凌驾于全场上空。那仙魂是江城的面容，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右手，看起来就像是残缺的一样。最后呢，仙魂一巴掌向着下方81名准帝扇去。谁都清楚，这当然不会只是一巴掌那么简单，其中蕴藏了无数的仙魂功法秘术。81位准帝不约而同祭出自己的仙魂迎击而上，然而下一瞬呢，就有40多位准帝出击，直接当场跌退，差点昏厥了。他们的仙魂被那无形的巴掌扇中，就像是被狂风刮中的碎纸片一样，仙魂变得脆弱不堪，飘飘荡荡。虽然没有直接破灭，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重创。至于准帝后期，他们倒是没那么严重，但仙魂却同样受到不轻的打击。玄沟准帝面色一白，原本稳固的规则烙印竟然无法维系，溢散开来。成哥的49道规则烙印这一刻也尽数崩溃，不过下一瞬他就调动仙魂，再次催动49道规则烙印攻杀而去。这次对面80位准帝中，仅有寥寥10几人还能调动规则烙印与之对抗。仙魂再出，10几道规则烙印破灭，江城长驱直入，仙剑带着足以湮灭一切光芒的规则烙印重重劈在了首当其冲的玄沟准帝身上。8阶仙甲裂开，血洒当场，玄沟准帝陨落。红绝剑一个回旋，看似简洁，却同时划开了3名准帝的仙力屏障。3名准帝后期身首分离，而这场杀戮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如同虎入羊群，再也没有哪名准帝能挡得住他。一名又一名准帝陨落，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摧枯拉朽，仿佛那不是强大的准帝，而是待宰了羔羊。这一幕给周围其他人带来的视觉冲击是近乎毁灭性的。之前逃离的3名准帝已经从一开始的不以为然变成了震惊，直到现在慢慢浮现起了恐惧。这怎么可能是准帝出现呢？然而这又不是仙帝，那他究竟是谁呢？他们猜不到，只知道自己好像之前做错了事啊。后方那些被圈在结界内的仙王、仙尊、魔尊、金仙也都安静了下来，他们呆呆地望着那惊世骇俗的杀戮，心房早已被冲垮了，脑海里只剩下最后一个念头：原来他真的能带大家飞呀！就连因为当年交情而撤离的归藏、灵星、青云等人也是满眼的震撼。他们见过江掌门斩杀9焰仙帝，但那次的过程他们看不懂，玄乎呀。而这次他们看懂了一部分，所以他们越发的敬畏和庆幸。澶州准帝死死看着那道身影，许久后才极为罕见的笑了笑。原来江掌门真的一直走在自己的前面。81名准帝很快死得一干二净。此时成哥直面的变成了数百名仙王，他的剑停了那么一息，对面那些仙王却未退，依旧御着剑。有些人甚至在他停下了一息而趁机发动了攻击。他也是强弩之末，杀！江掌门轻笑，剑修宁折不弯嘛。旋即再度挥剑。那一息的空档是留给他们认输离开的，毕竟这规则之争一般也只是准帝层次的战斗，准帝一败，其他人都会识相的退走。他原本也打算遵照这个惯例，但对方既然不退，那他就只能再进了。他尊重这些剑修死战不退的精神，用手中的剑来尊重。红绝仙剑燃起了火光，映照着外面每一个人的脸，英魂宛若巨大的魔影在高空回荡。规则烙印吞噬了一个又一个生灵，依旧还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杀戮。屡次调动规则烙印，江城却是消耗极大，但那也不是仙王能抵挡的。当对面的仙王全灭之后，出现在他面前的已经是上万名仙尊。本第499集，你的仙魂怎么回事？成哥的剑又一次停了下来，而这次呢，对面终于有人开始主动向他投影之外逃离了。宛若一场瘟疫，有了第一个救了第10个，有了第10个救了第100个。片刻之后，对面剩下的剑仙退得一干二净。红绝剑飞回鞘中，发出清脆的声响，也震荡着外面每一个人的心神。所有人一脸漠然地看着剑之规则的投影慢慢的崩解，以至于都忽略了所有战利品正在自动朝着成哥飞去。成哥打赢了仗，从来都不会忘记正事，除了战利品，还有一位震惊带来的武艺功德值。这次收获大呀，他都恨不得引吭高歌一曲了。不过看着四周的气氛好像挺凝重的，于是只能默默地清点自己的收获。仓颉的结界早就撤去了，这次呢，再也没有哪个仙王魔尊喊着哎呀你要害死我们，现在赢了多香啊！他们又是庆幸又是喜悦。幸亏这个结界把自己挡住了，要不然像那3名准帝一样逃离了，就没法蹭机缘了。当然了，更多的还是震撼，对面强悍的剑之规则居然都赢不了，这也太强劲了吧！回想之前他说的带大家飞，本以为是玩笑，现在才发现居然是真的。这条大腿也太粗了吧，难怪能1挑3的仓颉面对他是那么的谦卑，根本这不是一个层次的。对面投影散去，归藏、青云等人消失在雾气中，回到了外界。速度规则投影再次壮大了些许，而后继续启程。
之前逃离的3名准帝眼巴巴看着投影从自己身边划过，他们已经回不来了，这就很尴尬了。尤其看着投影上欢呼雀跃的仙王、魔尊、金仙们，他们更是后悔不迭呀。老苍龙笑眯眯地朝他们挥了挥爪子，算是道别了。至于其他人，甚至都快忘记他们了。少了3个准帝又怎么样了？有了将军帅前辈在，压根儿就不用其他高手点缀了。回到了本镇，成哥就发现大家的眼神像在看怪物，气氛一时间竟然有些凝重。哥刚刚装了那么大的一个罗圈大呲花叉，吹捧呢？马屁呢？你这反应太冷淡了吧？你们不专业呀！他只能摊摊手。大家怎么了？这是该修炼修炼，该那啥啊！一名仙王左右看了看，随后主动上前躬了躬身。江前辈，惭愧，我们刚刚竟然不信你。什么话？你们不信我正常，对不对？我这头上也没写着我能打败一堆准帝呀。我要是你们呢，我也不信。为了镇江直，一开始咱故意低调的，你们要是那时候就信我了，那才见鬼了呢。听他这么一说，众人松了口气，也纷纷笑了起来，气氛呢也终于再度活跃了。没错，江前辈所言极是，前辈太强了，远超我等见识。岂止啊，前辈的胸怀也远非其他强者能比拟的。没错，明明实力通天，却一点没有看不起我们这些修为低的，这是仙界楷模。什么仙界楷模？前辈就不能是我们魔界的了？哼，能有这样一位前辈带着，看来我上辈子做了不少好事啊。可惜这次机缘结束，很难再与前辈在一起了呀。还有一个魔王搓手嘿嘿笑着。江前辈，我有一个妹妹是魔界极影天域有名的美女，天赋也极其出众，要给你介绍一下，撮合一下呀。滚！竟然还想和江前辈结亲，你妹配吗？就是你想屁直呢。成哥抽了抽嘴角，很想说，我其实挺感兴趣的，你别打岔呀，你们呢？一直到众人重新开始修炼了，暗处的苍灵才忍不住传音：你的仙魂是怎么回事？他何尝看不出，49道规则烙印是震古烁今，但还挡不住81名剑仙准帝的联手攻击。刚才内战，江城就赢在了仙魂上了。由于在仙魂层面击溃那群准帝，使得他们无法再顺利的调动剑之规则烙印，这才获得胜利。表面看内战后面是一面倒，其实呢，一开始江城差点输了。成哥得意的挑挑眉，上次装叉失手他还耿耿于怀呢。总算看出哥的仙魂与众不同了吧？上次你就看走眼了吧，你不就说嘛，对不对？哥怎么可能没有大道气息呢？谁说我看错了？你确实没有沾染到大道的气息啊！你确定？成哥难以置信呢。哥都当着你的面打出那种战绩了，这要是还不是大道气息，离谱了吧？苍灵也陷入疑惑。我当然确定，这方面整个仙界也没有几个人能有我看得准。你的仙魂不但没有任何的大道气息，给我的感觉甚至更加陌生了。你的右手很不正常，有可能会带来隐患。无所谓了，主角当然要与众不同，很符合牌面，不是吗？你还真是看得开啊。投影继续前行，江掌门很快进入了修炼参悟规则的状态。没办法，这个目前系统也没办法帮他取巧。想到自己足足49道规则烙印，这才只是个速度规则，他就一阵头大呀。哎呀，看来以后还得多杀点仙帝魔帝，多来几次呀。随着时间推移，他的速度规则烙印融合度不断的加深，终于突破到了准帝中期的水准。只要仙力和仙魂境界一到，就可以水到渠成的成为准帝中期了。为此呢，他将刚才内战的战利品全都转化成海量的功德值，而后兑换丹药继续提升。这如同吃饭一样的吃药速度，让一旁其他仙王魔尊也是瞠目结舌呀。尤其他拿出的全都是9品仙丹，这可是准帝很难享受到的。不过联想到他刚才的战绩，一切又仿佛变得合情合理了。最终呢，在功德值还剩10几亿时，他如愿的进入了准帝中期。一瞧见他的头顶印记颜色变深，众人连忙见缝插针拍马屁。恭喜江前辈，贺喜江前辈！江前辈突破到准帝中期，实力大进呢！攻无不胜，战无不克，一统仙界指日可待。成哥都被这彩虹屁给冲到了，一统仙界，你们真敢吹呀！欢声笑语中，这投影规则呢，又一次因为震动停了下来。成哥往前方一看，又看到影影绰绰的身影，又要开战了吗？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众人连忙纷纷看向他，这就是大粗腿的意义所在了。有了成哥之前的战绩，众人呢信心百倍，纷纷拍着胸脯表示这次绝不后退。然后他们的表情就呆滞了。本集第500集，3位帝境。就见对面人人头顶都是一个交错着的线条印记，这也就罢了，对面一共也就180多人，准帝就2个，仙王15名，剩下的都是魔尊金仙。这阵容一看就不咋地。问题是为首那名身披黑袍面色冷酷的黑须男子，头顶上的印记居然是金光闪闪的。分裂规则，那是离光魔帝。哎呦，竟然出现魔帝，这下麻烦了。离光魔帝是天霄阁太上长老之一，天霄阁是魔界排名前5的远古魔门，仙幽大战时他就已经是魔帝了，实力深不可测。是啊，能胜过他的魔帝屈指可数呀。
成哥也不用问了，光是后面这群人惊吓的讨论呢，他已经科普了对手有多强了。原来这家伙来头这么大吗？要不是上一场他惊世骇俗的战绩，恐怕都不用那离光魔帝出声，身后这帮人就要全部忙着冀州逃命。即便如此，他们也没什么信心，毕竟江城并不是速度先帝，一个准帝的杀伤力再强，和魔帝也还是有着阶层上的区别的。苍吉面色凝重，小声问：“您有把握吗？他的实力应该比紫电先帝更强。”江掌门面色一板：“你该问我多久能干掉他，而不是有没有把握。有系统瓜永远都这么自信呢。”老苍龙语塞，和成哥一样，对面分裂规则投影上那些魔王魔尊也很自信。对面还不投降，真是头铁。莫非要让魔帝大人亲自出手吗？识相点吧，看样子速度规则要少俩准帝喽。那位离光魔帝表情冷漠，看着大摇大摆飞来的成哥，就像看死人。来送死的。成哥提了剑，咧嘴一笑：“啊，来送你去死了。”老实说呀，离光魔帝究竟有什么能耐，他还不清楚呢。不过无所谓，先干吧。正要出手，速度规则的投影再次震荡两下，随后呢，居然又有2个规则投影撞了上来。什么情况呀？第一次经历了机缘的成哥有些懵逼，原来不一定只是2个投影之间的交锋吗？待看清这2个投影上的情形后，后方众人直接绝望了。这俩投影分别是阴之规则和恨之规则，倒不是什么上位规则，上面的准帝魔王也不多。问题是这俩规则投影上也分别都有一位金光闪闪的帝境。老苍龙都倒吸凉气了。天阴先帝、长恨先帝，这还打什么呀？3名帝境在眼前。当这2名帝境出现之后，原本胜券在握的离光魔帝也变得面色凝重。规则之门开启，仙帝、妖帝、魔帝能赶上的几率非常低。首先呢，这个层次的高手往往常年必死关，很少问世。另一方面，规则之门出现位置随机，数量很少。这3名帝境很可能就是这次规则之战的最后胜利者了。3人看到彼此后，也全都戒备起来。离光魔帝，想不到你也来了。天阴先帝，你不也在界河那边吗？前几日才交过手，早知道前几日就该和天意道兄一起联手，拼尽全力重创你。他们2个正是最近仙魔大战交战的双方高层，曾经还对战过，而离光魔帝的个人实力明显高于天阴先帝一筹。天阴老匹夫，你没机会了。这次你是自己认输退走，还是等我重创你啊？面对成哥，离光魔帝直接就用了找死2字，而面对天阴这个仙帝级的高手，他的措辞就只是重创了。毕竟这个层次的高手难杀呀。天阴仙帝摸了摸额下的一缕胡须，淡然说：“老朽并不打算认输，你若是愿意被人渔翁得利，尽可出手。”如果只是2人遭遇，他会毫不犹豫地认输的。但现在在场有3名帝境，这局势就微妙了。帝境作为规则化身，每次调动的规则之力太过磅礴，也因此呢，他们出手时对自身仙魂的消耗极大。离光魔帝是能击败他，但击败他之后，自身也会变得虚弱，那时呢，就会被一旁坐山观虎斗的长恨魔帝捡了便宜。这点离光魔帝自然能看得清楚。眼下下不走天阴仙帝，他只能转而劝说长恨魔帝。长恨，最近仙魔大战事关2界格局，你身为我魔界魔帝，想必不愿看到仙界做大吧？当然不愿。之前未发一言的长恨魔帝面无表情的点头。那好，你我先联手击溃这仙界敌人，之后再战一场如何？离光魔帝的提议并没有打动后者。若你答应击退天阴后立即退出，我就答应你。什么？你什么意思？我凭什么要退出成全你？让我的恨之规则成为规则之王，不也有利于魔界吗？我实力高过你，应该退出的人是你。既然如此，那你还用仙魔2界的大事来压我做什么？还不都是为了自己吗？你……离光魔帝差点被他对得哑口无言。一旁天阴仙帝抚掌大笑：“不错不错，都是为了自己，何必搬出那假惺惺的一套啊？”在这规则之战内，仙尊和魔王都能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本就没有什么仙魔灵妖的理念之分，有的只是规则阵营之分。同一个规则都是一伙的，不同规则都是敌人，没什么好说的。天阴仙帝提出自己的方案。长恨魔帝，离光的实力高于你我，不如我们先联手将他逐出，将他逐出后，你我再公平一战，怎么样啊？这个提议倒让长恨魔帝异动了。离光魔帝急了呀：“长恨，你疯了吗？就算我退出，你就一定有把握击败天阴吗？”长恨魔帝摇摇头，随后面无表情。
但至少他比你好对付得多。离光魔帝咬牙，要不这样，我先解决他，以保证不插手就行。只有一个规则之王，不存在什么第二名，而这两人都特别忌惮他，将他视为首要铲除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和他联手，所以呢，这也是他现在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了。一个一个解决，总比联手夹击要好。只是他的提议却没能打动长恨魔帝，相较于他，我更忌惮你。陈哥看不下去了，干哈呢？玩三足鼎立呢？你这么拖下去，半天没结果呀？是不是忘了还有一个阵营了呀？咱们可以玩四国军旗呀！玩的这么开心，好意思不带我一个吗？本集第501集，我看你是蠢到家了呀！长歌故意咳嗽2声，提醒了三人自己的存在。后方仓颉和众仙人一手掩面，一脸无语。老兄啊，难得那3个帝境忽视咱们了，就让他们先斗起来，咱们心安的先当个小透明不好吗？没准他们3方打得3败俱伤，最后咱们的机会就来了呢，你何必故意出声提醒呢？成哥这一咳呀，那3名帝境不约而同的看了过来。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没看到成哥，只是没当回事。哈，倒是忘了这里还有2个准帝呢，要不先把他们清除出去呀？天阴仙帝一笑，长恨魔帝点头，可以。离光魔帝瞪了成哥一眼，你居然还没认输，我看你是真想死了。成哥直接对了回去，我看你蠢到家了。你说什么？哎呀，现成的盟友你不用，你非要还玩什么以1敌2，你不有病吗？你什么意思？我可以帮你拖住一个，让你先解决另外一个，你这样岂不美哉呀？当然美哉了，也是离光魔帝最希望得到的结果。问题是你办得到吗？离光，你不会真的指望他吧？他不过区区准帝中期，想拖住我们中的一个，白日做梦。事实上，就连苍灵也不理解成哥的决定。你到底想干什么？这明显对你不利。这3个人互相忌惮，又是结盟又分化的，谁知道他们要拖到什么时候？我等不起，早点完事多好啊！规则投影碰撞停下之后就没有修炼效果了，这样拖延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你这样岂不是帮了离光魔帝？如果最后还能解决他呢？离光魔帝听不到成哥和苍罗女帝的传音，所以他对成哥并没有任何的信心。就凭你，能拖住谁？哎，你他妈还真是磨磨唧唧，跟个软蛋似的呢！成哥彻底不耐烦了，直接挥动仙剑，朝着长恨魔帝轰出了49道主规则。离光魔帝大怒呀！成哥3番2次把他当孙子一样骂，完全忘了他这个魔帝了。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婶不可忍，婶也……哎呀！然而紧接着他的眼睛瞪大了呀！就见那49道主规则烙印在对面恨之规则的投影里掀起了一场毁天灭地的风暴。长恨魔帝毫无准备，猝不及防，没有来得及催动规则化身护体，竟然被带得离地飞起，向着后方倒飞出去。第1击就受到重创。而当他调动恨之规则化身将那49道规则烙印挡在外面时，成哥毫不犹豫祭出了自己的仙魂。离光魔帝眼珠子瞪得像铜铃啊！这是何等强悍的实力啊！你个蠢货，抓住机会啊！成哥不忘朝他吼了一嗓子了。离光魔帝这才反应过来，他很乖巧地催动了规则化身，趁机向着天阴仙帝就攻杀而去。离光魔帝内心充斥着强烈的难以置信，这个人竟然真的能对仙帝形成威胁，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也难怪，明明只有2个准帝就能闯到这里，自己早该猜到他不简单。虽然成哥又一次把他当孙子一样骂，但他已经来不及生气了。此人已经将长恨魔帝成功拖住，甚至还能造成伤害，这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局面，必须抓住呀！在他朝着天阴仙帝狂攻时，在场所有人的内心都已然犹如被无数匹马践踏过一样，成了混乱而又荒唐的泥泞。刚刚究竟发生什么了啊？一个准帝中期将一个堂堂的魔帝训得像孙子，偏偏那个魔帝还真的按照他说的去做了，这简直比准帝击败了魔帝还要让人难以置信呢。就连那3方的一些准帝也对他报以敬仰之情了。老兄啊，你这准帝当到这个程度，这辈值了呀！一时间呢，正在战斗中的成哥居然喜获大量镇情值。而当他那仙魂攻杀出去之后，全场更是一片惊呼。但见那仙魂直接朝下方稳若磐石的长恨魔帝扇了过去，2道仙魂交锋，紧接着狂风刮过，长恨魔帝的仙魂竟然一阵颤动，变得不再稳定了。这不可能！长恨魔帝大惊失色，4个规则投影中的其他准帝、仙王、魔王、魔尊们都惊叫不已。那是什么玩意儿？这怎么可能呢？难道他的仙魂层次比长恨魔帝还要高吗？就算他的仙魂超出了万古，可他才准帝啊，那仙魂境界摆在那儿啊。除非他是魔帝冒充的，即便是魔帝，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击溃另一个魔帝的仙魂呢。没有人能理解这一幕，就连苍灵都不知道成哥是如何办到的。而对面的长恨魔帝自然也无法理解，他其实还能再战，
只需要像上次的纯华仙帝那样祭出自己的法境，那成哥其实很难赢过他的。在法则空间内，他完全可以禁用仙魂力量，只可惜长恨魔帝已经被打得没了战意了。一则不清楚成哥的底细，也怀疑他是个魔帝伪装的；二则呢，他已经受伤了，仙魂受到重创，就算击败了江城，后面面对离光魔帝，他也肯定不是对手，又不是深仇大恨，继续打没意义。于是他直接一个闪身，歘的一下飞出了投影范围，居然主动认输放弃了。这一幕再次让全场惊呼：我的天哪！一个魔帝居然被准帝打跑了，这是在做梦吧？对面恨之规则那些仙人如丧考妣，就像死了爹一样难过。原本一开始有魔帝带队，他们还以为能走到最后呢。一路上几次遭遇，其他投影也确实是轻松加快乐，全都是不战而胜。哪知道最后没输在先帝手上，反而被一个准帝掀翻了。长恨魔帝一走，他们也没了任何希望，也只能跟着认输退出。速度规则这边也是所有人大眼瞪小眼，不是吧？江天美竟如此厉害，连魔帝都挡不住他的仙魂，太不可思议了！这条大腿太粗了，这腿毛他妈赶我腰粗了。而在另一边，天阴仙帝本就落了下风了，一看长恨魔帝居然被成哥扫出去，这老头也知道自己没戏了，于是也干脆一个闪身退出投影。他这一退呢，后方阴之规则那些仙人也只能跟着退了。随着那两个投影渐渐消失，最终这里剩下的又变成了分裂规则和速度规则两大投影。再次看着对面的成哥，离光魔帝的心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开始他把成哥当成菜鸡，压根没放在眼里，之后那俩帝境过来，他以为这场争斗最后会是自己和那两人之间的角逐呢。本集第502集，你可以认输了。离光魔帝是做梦也没想到，那俩帝境只是过来打酱油的，最后站在自己面前的最终大战，居然还是这区区的准帝中期。他身后那些魔王魔尊现在也都闭上了嘴，再也不叫唤着要速度规则这边认输了。那个离光魔帝总算卸下了些许魔帝的身段，表情缓和了不少。你的帮助我会记得，现在你可以认输了吧？老兄啊，你是不是没睡醒呢？他的话音未落就被成哥打断了。你居然认为我是在帮你？那想那么美呢？他都被逗乐了。虽然你长得丑，但你想得美是吧？对，我确实是帮你赶走了长恨魔帝，然后我再认输，让你来当规则之王。哎，你怎么想的呢？你怎么能说的这么理所当然呢？离光魔帝面色一沉，难不成你还要和我争？那要不然呢？规则之王能有两个吗？离光魔帝的神情冷了下来，不自量力，区准帝居然还妄图夺到规则之王，你以为取巧吓退长恨就能击败我了？对啊，我就这么觉得的。我也要谢谢你帮我赶走了天阴仙帝呢。离光大怒，觉得自己魔帝的威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身帝境威压笼罩下来。执迷不悟，那我就终结了你。还不等江城借出那可怕的仙魂，他头顶的刀形的仙宝陡然飞临高空，无数道刀光劈落下来，纵横交错，数之不清。江城挥剑去挡，却是什么也没挡到。那刀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杀伤力，紧接着他就觉得自己像是与外界隔绝了一样，明明还能看到仓颉和其他仙人，却已经仿佛不在一个位面了。对面的离光魔帝心神大定，冷笑：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刚刚亮的底牌。我知道你的仙魂异常强大，就连长恨都着了道，但是在我这法境内只能比拼分裂规则，仙魂攻杀之术已经无效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刚才那战，他是绝不会相信有这种事的。法则空间对魔帝的消耗极大，需要燃烧他们的道行才能一直维持。如果不是对面旗鼓相当的敌人，仙帝魔帝们绝不会这么做的。你终归只是准帝，再强的准帝也不可能撼动魔帝。他已经胜券在握了，眼神又恢复成了看蝼蚁的居高临下模式。虽然隔了这法则空间，但里面的声音外面还是能听得到的。一时间呢，仓颉和后方诸多仙人惊慌不已，而对面分裂规则那边的魔修则是欢声雷动，仿佛已经提前获胜了。那就搞快点呐！江斩们其实很有自知之明的，自己现在的实力是杀不了魔帝的，这层次的差距没那么容易打破，所以赶紧的早点开系统复活挂就是了。看他这么镇定的，离光魔帝也认真了许多。难道此人还有什么底牌吗？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法境之上那把刀形的仙宝亮了一下，缥缈无形的分裂规则力量袭来，成哥现在仙魂仙法什么的都用不出来呀，不过呢也不能挡都不挡。在这里他唯一能用的也只有分裂规则，于是呢他也催动分裂规则迎了上去。就见那法则空间中一道道光芒凭空炸开，对面离光魔帝一愣，想不到你的主规则中还真有分裂规则，不过很遗憾，境界太低了。他提取力量催动仙宝，那刀形仙宝又接连劈斩出了3刀。这次呢成哥挡不住了，没办法，
分裂规则他只是提升到大圆满，都不在那49个烙印之内。而对方不光是这规则的化身，同时还有分裂规则的仙宝辅助，这原本就没法打，除非他也进入仙地，以自己的法则破开了空间。刀光袭来，他被毫无悬念地劈了开来，但却并没有死，而是分成了一个江城和一个白色的光球。分裂规则不是切割，也不是撕开，而是分开。此时被分裂的他感觉自己的仙力境界被凭空削弱了一半，而另一半他能有所感应，就在自己身边那一动不动的悬空漂浮着的光球里。这并不是消耗了他一半的仙力，而是修为境界被一分为二，砍掉一半。此时的他已然从准地中期跌回了准地初期，这要是在战斗中是很致命的。还以为你多强呢，你的死期到了。离光魔帝大笑，成功分裂了江城一次境界之后，他心里有底儿了。那柄刀形仙宝再亮，而后成哥再次被分裂，这次呢，他再次被削弱了一半，境界再降，已经降到了准地的临界点了。仙宝再次劈落，成哥又一次虚弱，这一次呢，终于跌落到9品仙王了。而离光魔帝压根没打算停下来呀，一次又一次，成哥很快被削弱了10几次。到了这一步，他每一个分身的境界都已经跌落到了仙尊层次。离光魔帝的呼吸渐渐变得粗重起来，表面看起来他并没有什么消耗，但实际上呢，过程没那么简单的。凭空将一个准地中期的境界拆分，本就需要调动极为浩瀚的规则力量，而在分裂之后，还要用规则阻隔那么多的境界分身。本质上而言，他其实没办法真的把江城的境界凭空打落，只是将他的境界暂时分成了许多份而已。这些境界分身是从江城的身上分出来的，本就属于他。如果不阻隔，他们立即就会回到江城身上，那就白忙了。对这离光魔帝而言，是一项很吃力的活，没办法呀，这里只能用分裂规则。他现在也没法挥出一道剑气刀芒，直接斩杀被削弱的仙尊版的成哥。后方呢，苍吉眼内露出止不住的担忧，他深知这其中的危险。表面看这样分裂下去，江城毫无损伤，只是被暂时削弱境界而已，并不致命。一旦法则空间消失，他的境界也会恢复如初，但实际上呢，内中却是无比凶险。境界被削得太低是会死人的，尤其江城这样仙魂过于强大的准地，如果将仙魂比作一条巨龙，那仙力境界就是一片海，巨龙可以搅动操控这片大海，没有这头龙，那这片海水就是死水一滩。这就是突破境界时需要仙魂和仙力齐头并进的原因。仙魂太弱的话，仙人根本控制不了那么多的仙力，极容易出现所谓的走火入魔，那更别提战斗了。那如果仙魂太强呢？想想那承载着巨龙的大海突然变成了一个小池塘会怎么样？到那时，肉身会被过于强大的仙魂直接承包。本集第503集，打落境界。当初墨尘的残魂藏在化学刃中，流落下界，被端木家无意间捡到。那么多年了，他也没想过要夺舍谁。原因就是周围那些修士的境界太低了，最高不过灵台境、天命境而已。这种低微的境界根本承载不了他的残魂，那还只是一个魔尊的一丝残魂而已。最后夺舍了圣阶的九彩鹿，他那一丝残魂才终于有了身体。现在离光魔帝只削弱江城的仙力境界，不削弱他的仙魂，正是出于这个歹毒的目的。全场所有人都知道江城的仙魂有多强悍，竟然连长恨魔帝都无法抵挡。这种层次的仙魂，准地中期能承载，在离光魔帝看来呀，已经是奇迹了。只要稍微再掉2、3个小境界，他必死。不过呢，让他意外的是，都已经分到了仙尊层次了，江城看起来没什么异常啊。你在强城，哼，你必死！他咬咬牙，继续分裂江城的境界。对面呢，成哥的武道知识还是很丰富的，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于是很配合的露出了痛苦的样子。啊！哎呀，好撑好撑啊！哎呀，我难过的快要爆炸了啊！外面其他人一脸无语，你这演技太假了吧，浮夸吧？你叫声倒是不小，你脸上压根没看出痛苦的表情啊！又是10几次分裂之后，他都跌到玄仙了，但是呢，还是没有爆开的迹象，只是在那叫唤呢。哦，我真的快不行了！你真是个小天才，居然能想出这样的杀人方法！哎呀，对了，我的仙魂真的要炸开了。对面离光魔帝头顶都在流汗嘞，接连分裂了几10次，对他的消耗越来越大，真是活见鬼了！那么强的仙魂，区区的玄仙能承载得住吗？我就不信我把你打到圣阶，你的身体还能承载。随后，他再次催动分裂规则，蛮干了起来。在他持续不懈的努力下，成哥的境界终于跌落到圣阶了，真是很遗憾，成哥依然活得好好的。离光魔帝都绝望了，这不能啊，不符合常理啊！他不是第一次用这种手段杀人了，上次他分裂一个准地后期，当时只将对方分到3品仙王，对方的仙体直接爆了，那还是个普通准地后期的仙魂呐。现在面前这小子的仙魂可比当初的准地后期强多了，按理来说他到9品仙王就该爆了呀。再加把劲啊！哎呦，疼，轻点儿！
成哥还在那笑眯眯的给他加油呢。哎呦，你再来一次，我就死定了！哎呦，真的要爆了，真的爆了，爆了！事实上，如果离光魔帝分裂将成其他方面，或许还真能一点点杀死他。可惜呀，他选错项目了。成哥的仙魂原本是正常的，但在吸收10万幽魂那次，他挂了一回之后呢，系统复活了他，10万幽魂超脱万古，这个品质高过头了。哪怕当时仙魂境界才道宫境，那时的成哥也是不可能承受的。就算复活也会被承包，然后再次死掉。所以为了让他活着，系统不得不做了一些微小的幕后工作，让当时才道宫境的成哥完美匹配了那超长的仙魂。也就是从那次开始，他的仙魂和其他人不一样了。说白了，并不需要修为境界承载，就算离光魔帝将他降到凡人，他还是能好好的活着，甚至还继续神奇的能用出这仙魂的威能。要真说出真相来，离光魔帝估计会被气得吐血了。他都忙活成这样了，结果呢，只是无用功吗？只可惜呀，他并不知道。他甚至怀疑江辰是故意的，故意给自己加油，嘲讽自己，这是在演戏，为了掩盖他的虚弱。能上当吗？他继续强撑着分裂成哥呀。没过多久呢，成哥又从圣阶掉落到了入圣。分裂规则投影上那些准地魔王已经看呆了呀。这规则多分一次，难度都是增倍的。他们通常能分个几次、10几次，就算拼尽全力了。而现在离光魔帝都已经分裂了差不多50次了吧，简直疯狂啊！莫说是个准地冲击，就算是先帝被这样分了50次，也该死透了呀！千万不要放弃啊！我真的快不行了！除了境界下降，成哥压根儿没什么感觉。不过现在他也干不了什么，只能动动嘴皮子，增加点战斗的参与感。围山9人，功亏一篑呀！你可千万不要做这种扼腕叹息的事情，没准下一次你成功杀了我了呢！这风凉话说的，两边的仙人们一脸无语。老兄啊，现在是你自己被分裂了，你能不能对自己好点啊？离光魔帝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但就像成哥说的，没准下次就成功了呢。他始终认为成哥是在强撑，是在掩饰，他的头顶甚至开始冒烟了。这对一位魔帝而言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这种卖力的精神让成哥都忍不住鼓起了掌。哎呀，可以啊，大家都学着点儿，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值得点个大大的赞呐！最后一次分裂，离光魔帝自己都已经头晕目眩了。他确实是这门规则的化身，但不代表他就能无休止无节制的使用。何况任何一门规则总归是有个极限摆在那儿。成哥这次被降到了道宫1层，只可惜他还是活得好好的。离光魔帝一口鲜血喷出，上空的仙宝再也无法维系，凭空掉落，一声轻响，这法则空间破裂了。成哥那些被分裂了几10次的境界分身顿时失去了束缚，又回到他的身上。他的气息一瞬间又从道宫1重变回了准地冲击，压根儿不需要任何的适应过程。毕竟这些仙力境界本来就是他自己修炼上来的。而对面的离光魔帝却是身形一晃，过度的调动规则让他受到了一定的反噬。这样的机会江澄怎么可能会不抓住呢？他立即祭出49道规则烙印，与此同时仙魂离体而出，离光魔帝再次强行调动分裂规则前来阻挡，只可惜刚才为了维系法则空间，同时还要不断分裂，他的仙魂早已透支了。这份分裂规则则仅仅破开了前10道规则烙印，旋即他那油尽灯枯的仙魂就被成哥一巴掌拍得奄奄一息。失去了仙魂的辅助，他再也挡不住规则烙印了。堂堂魔帝被当场轰杀成渣。直到战斗结束那一刻，成哥自己都觉得不太真实，这就赢了吗？他原本还以为要被杀死，然后系统开挂复活呢。结果呢，对方一顿操作猛如虎，没整死他，反而把自己整成了病猫了。本集第504集，一口大黑锅。老实说呀，如果不是离光魔帝分裂错了东西，成哥肯定不是他的对手。而就算不用法镜，两人纯以规则和仙魂对决，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江澄不可能赢得这么轻而易举。离光魔帝等于是自己把自己玩死了，成哥都惊讶了。这遑论其他人呢？一个魔帝就这样死了吗？而且还是天霄阁的老牌魔帝。在场所有人都有些难以消化这个消息。魔帝之死，无论在哪儿，那都是天大的事情，更何况杀死他的人只是准地冲击，还不是同阶高手。在场大部分人都看懂了成哥是怎么做的，无非就是离光魔帝分裂没分死他，反而自己消耗过大。问题是，那他为什么不死呢？这才是细想之后更加可怕的地方。于是呢，成哥再次喜获镇清池。只可惜这里准地不多，最终只搞了几千万的功德。哎呀，又胜了一阵，不愧是您呐！想不到一位魔帝居然会这样死掉，也只有您能办到了呀！仓颉第一个清醒过来，成哥含笑收了离光魔帝的9阶仙甲和仙宝，这才摆摆手淡定机操啊，你们也该习惯了吧？仓颉抽抽嘴角，确实呀，这都是最近第3位被你斩杀的帝境了。可问题是，谁能对这种事淡定啊？两边的仙人都快被吓拉了尿了呀！对面分裂规则投影上的准地魔王们迅速的离开，主动认输了。这谁还敢继续打呀？而速度规则这边则是欢声雷动。斩杀离光魔帝之后，成哥在速度规则这边的700多名仙人的心目中得到了神一般的地位。
一开始前辈说带我们飞，我现在终于理解意思了。是啊，就算裂空魔帝心里也没法做到江前辈这种战绩啊。这根大腿实在是太粗了呀！没说的，从今天起，我真是江前辈做速度主宰。你是这个屁用啊！在这一路笑闹中，速度规则的投影渐渐上升，直到某一刻突然冲出了迷雾，就见那上方金光照耀的整个投影都被镀上一层全新的色彩。与此同时，真正的速度规则之心也缓缓地降临，洒下一道又一道规则语录。6界之中，所有仙人都在这一刻得到了预示，新的规则之王出现了，是速度规则。裂空魔帝这么强吗？当然不能说他强吧，主要是这规则之门能恰好赶上的先帝也没几个，裂空魔帝根本没赶上。什么？那速度规则怎么称王的呀？修炼速度规则的今后爽了呀！仙妖山这边，苍龙谷所有龙族惊喜万分的飞上天空，他们的境界没变，但飞行速度却神奇的提升了。虽然提升幅度不大，但对战斗的意义却是极大的。而对于准帝而言，最大的意义就是今后速度烙印能压制其他同阶准帝了。属于我们苍龙一族的时代终于来临了，这其中应该有苍极老大一份功劳吧？那必须的嘛！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成哥也在场。6界各地议论纷纷，那些修炼了速度规则的修士，一个个都像是中了奖一样。但界河前线，天霄阁的几位魔帝却高兴不起来了。就在刚刚，他们感知到离光魔帝陨落了。谁干的？离光怎么会死？我听说他碰到了规则之门，应该正在里面赴机缘。谁杀了他？谁能杀死他呢？天霄阁阁主发出一声声怒吼，吼声震碎了无数空间中的小世界。一时间，界河的河水都因此而沸腾起来。四周准帝魔王们瑟瑟发抖，如同天威即将灭世一般。指引魔帝，发生什么了？你们天霄阁怎么了？作为同一个阵营的九星魔殿和森罗血殿的数位高层魔帝纷纷前来。离光魔帝陨落了。天霄阁阁主指引魔帝目光中满是仇恨的怒火。什么？离光陨落了？谁干的？这可是个天大的消息啊！最近仙魔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仙王魔王死了不少，准帝也有较大的损伤，但仙帝和魔帝却是完好无损。到了这个层次，除非是被好几名对面的仙帝围攻，要不然最多也就是受到了重创，伤了根基，一条命总归还是能保住的。暂时还不知，但迟早会知道，不出意外，仙界那边干的。突然死了个魔帝，魔界这边不可能等闲视之。没过片刻，圣宫诸大顶尖魔门就召集高层开会了。离光魔帝的死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一旦知道谁干的，天霄阁必定会追杀到底。那会是谁呢？众位魔帝毫无头绪。长恨魔帝忽然开口了：“我或许知道是谁。”什么？天霄阁几位魔帝的头影直接跳了起来。你知道？快说呀！长恨魔帝思索一下，缓缓说：“应该是天阴仙帝。当时我和天阴以及离光全都碰到了一起，为了魔界大业，我第一个退出离场，成全了离光道友。现在都已经出来了，这家伙当着圣宫高层的面，当然会说好听的。我离开之后，剩下的仙帝就只有天阴了，而当时他俩正在战斗。除此之外，速度规则这边也有个准帝比较诡异强悍。”他后面那句话直接被在场所有魔帝忽略了。一个比较诡异强悍的准帝，那不还是准帝吗？居然是天阴那个老匹夫！职业魔帝直接就锁定真凶了，他当场暴怒，立即决定杀到界河对面去找天阴仙帝算账。九星魔殿的无回魔帝比较沉稳，冷静地提出疑问：天阴仙帝的实力应该还不如离光魔帝吧？他怎么可能杀得死离光呢？长恨魔帝对这点也想不通啊！无论如何，离光也不可能死呀。也有可能是那个准帝帮着天阴偷袭了离光魔帝。职业魔帝厉声咆哮追问：是哪个杀仙道的准帝？这我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只知道他修炼速度规则。第505集，你果然被吓到了。长恨魔帝虽然和江城打了一场，但从头到尾他没问名字呀。如果是仙界无极洞天的雷极仙帝和长云仙帝看到陈哥，那自然一眼就认出来了。但魔界这边目前就算他看到了，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速度规则，刚刚成为规则之王的不就是速度规则吗？魔殿内一些魔帝推测，有可能是那准帝协助天阴老匹夫杀死了离光魔帝，而斩杀离光之后，天阴老匹夫自己也受了重创，最后反而被那准帝捡了便宜，让速度规则变成了规则之王，应该是这样。无论如何，天阴仙帝就是杀害离光魔帝的真凶。至于那诡异的准帝，等到速度规则那边的一些魔王和魔尊回来一问就是底细了。没错，先找天阴老匹夫算账，那个准帝也逃不掉。很快，
殿内众魔帝达成共识了。界河对面仙界阵营那边，天阴仙帝压根不知道自己平白无故被扣了一口黑锅，他正忙着生气呢。该死的，速度规则成王了，那准帝究竟是谁？以后别让我碰着他。他现在也恼火，恨不得把成哥碎尸万段，就因为此人，自己和长恨魔帝的2打1计划泡汤了。正恼火时，外面忽然传来隆隆的天鼓之声，这是魔界大举入侵，本方迅速集结的信号。作为仙盟一员，天阴仙帝自然不会怠慢，连忙飞了出去。隐隐间，他似乎听到有人在骂自己：天阴老狗，还不出来受死！依旧还在规则之门内的陈哥并不知道自己又一次莫名其妙的加深了仙魔两界的仇恨。速度规则成王之后，他们这些参战的都得到了规则的奖励。此时呢，700多名仙人的规则领悟程度全都在突飞猛进。原本领悟程度不久前才到大成的，现在竟然快要突破到圆满境界了。速度规则成王，他们算是功臣。虽然全程他们就没干什么事，也就是给成哥加油拍拍马屁。苍极本就已经是准帝后期的融合度，现在融合度再进一步。只可惜啊，想要撼动这门规则的先帝还是力有不逮的，毕竟啊，那已经有了质的区别。不过他现在已经稳稳的速度第1准帝了。至于江城呢，他的速度规则烙印则是在朝着准帝后期层次蜕变。当这次机缘结束那一刻，他的速度规则融合度正式达到了准帝后期水准。只要仙力和仙魂的境界跟上，他就能成为准帝后期了。机缘结束之后，他再次回到外界，依旧还是原来界河的位置。飞上高空，他就看到远处有2股冲天的阴云，一为仙气，一为魔气，互相纠缠，绵延不知几亿里。仙魔两界又打起来了吗？这个热闹自己可不能赶不上啊！他连忙点开了传送，直接跨越无数里，出现在双方对峙的区域。此时这里也是战云密布，数之不清的仙人和魔修隔河对峙，修为最低的都是仙尊魔尊。界河两岸布下了数之不清的仙阵，每一座都透着致命的威胁，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竟然数都数不清啊！这阵仗太大了呀！与之相比，之前他在仙妖山那些战斗确实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他的出现惊动了附近不少如临大敌的仙尊和仙王。是不是？小心！这些仙界出战的仙人来自隶属仙盟下辖的无数个中小宗门，但又有着统一的安排，在战场上各司其职，战前是不能随便乱跑的。众人正要出手，但一看陈哥那明显准帝的气息，都吓了一大跳。哎呦，前辈千万动手啊！是准帝，那没事的，您爱怎么晃怎么晃吧。为首一名仙王级的统领还很谨慎，小心问：哎呀，前辈眼生不知来自何门何派呀？陈哥那瞎话张口就来啊！我乃巨帅准帝，最近才刚出关的，听闻仙魔大战，就连忙赶过来看看。哎，原来是这样啊！那仙王统领恍然大悟。仙界大部分准帝和仙王其实是没有参与仙魔大战的，魔界那边也差不多。会参与到其中的多半都是隶属于仙盟的一些宗门，比如长明殿传承了数百亿年，开枝散叶不知多少代。其中有不少门人后来成了准帝甚至仙帝，之后又在外面创了新的宗门或者世家，再继续开枝散叶。光是一个长明殿派系，下面就有着数十万大大小小仙门，毕竟仙界太大了。虽然他们和长明殿隔了不知多少代，绝大部分人这辈子也没机会进一次长明殿，但因为挂着长明殿附属仙门这块招牌，平时周边其他仙门也不敢动他们，算是被罩着的。而长明殿出征，这些仙门也必须要抽调门人随军出征。除了这些被迫出征的，还有更多仙门并不属于仙盟派系，他们没有被仙盟罩着，所以出不出征全看自觉了。比如归藏、青云等准帝，如今呢就还在各自的宗门内，你们打你们的，不关我们屁事。仙人又不是职业军人，除非仙界要灭亡，否则呀，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不问。在这位仙王统领看来，俊帅准帝一定是心忧仙界、觉悟很高的热心准帝，特意前来出征，所以呢，他挺欢迎的呢。前辈能来，足可见一片拳拳之心。那些恶臭魔修，哎，行了，陈哥没空跟他科普仙魔理念之分呢。他看着远处的高空，有不少仙帝和魔帝的身影。我看他们好像在交涉呢，发生什么了呀？一提到这个，那仙王统领得意的扬脖，那是因为我方天阴仙帝立下大功一件，将那魔界的群口给气坏了。天阴，那不是之前在规则之战时见到过的吗？他立什么功了？我说出来，前辈可别吓到啊！陈哥撇嘴，什么事能吓到我呀？按说吧，我保证不会了。就在不久前的规则之战，天阴仙帝斩杀了对面的离光魔帝。什么玩意儿？离光天阴杀的？那我咋不知道呢？那仙王统领的情绪都亢奋了呀！离光魔帝可是对面的重要人物呀，天霄阁太上长老啊！天阴仙帝斩杀他，极大提升我方士气，同时也为我整个仙界扬了威风。
一雪上次紫电先帝被魔帝暗害的仇恨，此战足以被载入史册，万古流传呐。本集第506集，澄清真相。这先王统领巴拉巴拉一大堆呀，成哥差点咆哮了。什么情况？他斩杀离光魔帝，这怎么可能啊？自己不久前亲手杀的，什么时候变成天音的功劳了呢？能不能更扯一点啊？您看，前辈果然被吓到了吧？我就知道您都不敢相信这天大的事情是真的。不过呢，天音先帝他老人家实力通天，也非你我所能比的呀。成哥再也受不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先是紫电先帝，现在又是离光魔帝，这俩人明明是自己亲手干掉的呀，自己装的叉被别人冒领了，这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从这里去往仙魔战场的中心区域，中间呢还有一大堆的关卡，如果打过去，没准得死几次。他也懒得麻烦了，直接一个隐身朝那战场中心飞去，只留下了先王统领一脸懵逼。接近双方中心之后，他果然听到双方的嘴炮了。没错，紫电先帝就是我们杀的，怎么的？天阴老匹夫，还不快速速前来受死！阴鸷魔帝，你们魔界上次暗害我紫电道兄这笔账怎么算呢？我们如今只不过是一报还一报而已呀。天阴先帝一开始被扣上黑锅是反抗的，他确实和离光魔帝交手了，但当时他是被压着打的，而且长恨魔帝退离之后呢，他也很快跟着认输，退出了机缘了。他没发火就算了，还被问罪了，无妄之灾，冤枉啊！只可惜他竭力辩解，没人听得进去。仙盟这边自长明殿碧落星空以下，人人大喜，扬眉吐气呀。前段时间紫电先帝被魔界所杀，大家憋了一肚子火呢。现在天阴先帝斩杀了离光魔帝，以牙还牙。无极洞天雷极先帝和长云先帝甚至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表达了浓重的感激之情。道友啊，我谢谢你为我们出气报仇啊！至于离光魔帝是不是紫电先帝之死的凶手，那已经不重要了。九绝先帝一边护着他，一边向他投来赞赏的眼神。老兄干得好啊，你为我们仙界争光了呀！再加上对面那群魔帝的叫骂，尤其直野魔帝更是左一个滚出来，右一个偿命，泥人也有3分火气，何况高高在上的先帝呢？天阴先帝也被惹毛了。哼，没错，就是我干的，怎么地吧？就请你们杀紫电先帝，就不让我们杀魔帝了。此言一出呀，仙界这边纷纷喝彩，魔界那边更怒了。杀！干死他们！为离光魔帝报仇，为紫电先帝报仇！两边都觉得自己有理，剑拔弩张，眼见要干起来了。隐藏在暗处的陈哥实在看不下去了呀！天日昭昭啊！虽然紫电死的时候没有其他人看到，但不是你们魔界干的，你们心里没点 A 与 C 之间的数吗？你做人能这么无耻吗？而那离光死的时候，在场还有不少仙人看着呢，这功劳你们仙界都敢抢？他不得不站出来了。诸位，今天这话我必须说清楚了啊！双方目前隔河对峙，中间出现一个陌生的准帝，还是挺突然的。长明殿和九星魔殿都表示自己猝不及防。这谁呀？没看到先帝魔帝大佬们正在交谈吗？区区准帝中期也配往里面闯吗？话说呀，他是怎么进来的？是他！魔界阵中的长恨魔帝一眼认出了，他就那个异常的速度规则准帝。他这一叫唤呢，天霄阁这边炸了。什么玩意儿？他就那个杀死离光的帮凶之一？仙界还把他放出来挑衅我们？看他！与此同时，仙界这边同样炸了。这边呢，认识成哥的可就不止一个人了呀。是你！雷击长云两大仙帝眼珠子都红了，灭门仇敌呀！苍城，你竟敢出现在这儿，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呀闯进来呀！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长明殿和碧落星宫当日都有人看过无极洞天被灭后的回放画面，几位仙帝也立即施展威能，将成哥周围的空间都封锁了。什么玩意儿？苍城？他就是最近妖界大出风头斩杀纯化仙帝那个苍城吗？不光魔界，仙界那边也有不少不明真相的准帝仙王惊讶万分。最近整个6界最出名的就属那苍龙大帝了，毕竟斩杀了仙界那么多准帝，还杀了个仙帝，想不震撼都不行。苍城不是苍龙族吗？龙族幻化成人形潜到人类世界也不是什么难事。这倒也是。魔界那边原本喊打喊杀的直野魔帝等人都有些懵逼了，怎么着呀？这人不是仙界一伙的吗？反而还是他们的仇敌呀？按照魔界一贯的作风，凡是仙界反对的我们都得支持，那我们岂不是还要支持他呀？瞬间陷入天罗地网的陈哥表示很淡定，迎着怒不可遏的雷击长云还特意确认了一下身份呢。两位可是无极洞天的呀？不错。雷击长云一身仙帝威压早已散了出来，浩浩荡荡，风云色变。你居然敢主动出来，来了就别想走，你死1万次也偿还不了罪恶。
成哥喜出望外，都忍不住差点和他们握个手了呀！哎呀，我可算是找到你们了呀！这一路多少次跟你们失之交臂，真是不容易啊！俩先帝都懵了呀！如果不是成哥有斩杀纯华先帝的战绩在前，他们肯定二话不说直接杀上去。但有了这个战绩，他们其实也不敢小看这个准帝中期，仇是肯定要报的。但两人并没有卸下警惕。你什么意思？别耍花招！你现在是瓮中之鳖。俩人这烂大街的台词，成哥也听不进去了。哎，行了，我来这儿呢是要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消息。不光雷吉长云呢，周边双方那些先帝魔帝也都露出了在意的表情。毕竟这是一个斩杀过先帝的准帝，特殊呀。到现在他们也想不通他是怎么做到的。重要消息啊，没错。成哥抬手指了指河那边的魔界阵营。你们，其实啊，你们这次错怪魔界了啊！紫电先帝不是他们杀的，啥玩意儿？不是魔界干的？本第507集，全都是我干的。紫电死在大道仙音的机缘里，当时没有第三个人在场。魔界那么多的魔帝，谁知道是谁私下里悄悄干的？说实话，就连圣宫高层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从一开始，他们也没打算洗刷这冤屈。如今呢，成哥倒是好心跑来给他们沉冤昭雪了。你怎么知道不是他们干的？你以为我们会信你吗？雷吉长云感到很荒唐。他娘的，你自己就是我们的大仇敌，你跑来为另外一个仇敌澄清吗？我们只是想要你的命。至于你说的话，我们连一个标点符号都听不进去。因为我在场啊。眼见他们不信，成哥必须要找点证据了。什么？你在场？刚刚还连一个标点符号都听不下去的雷吉长云浑身一震，急忙追问：你看到当时紫电先帝被杀了？这事目前还属于无头悬案，他们自然在乎真相啊。没错，我看到了。成哥笑眯眯的点头。是谁杀了他？这个问题是九绝先帝亲自问的。不光仙盟这边，圣宫那边也好奇，一个先帝不明不白的死了，岂能不查清楚呀？迎着在场众多先帝和魔帝的目光，成哥很自豪的挺挺胸膛。我呀，似乎生怕众人不信，还绘声绘色的说了些细节呢。当时啊，我在里面碰到他时，他的仙魂是个电球的形状，许多电光环绕，滋啦滋啦滋啦的，那哎呀，然后我就上去了，他想杀我，你们懂吗？对不对？深仇大恨吗？可以理解。然后俺俩就干起来了。啊，对了，他那个仙魂还形成了一个叫雷电牢笼，哎呀，挺爆破的呀。还好，最后呢，我终于还是不负众望的干掉了他。迎着一脸呆滞的全场众人，他叹了口气。哎呀，我原本是打算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对不对？懒得对外宣传。但是我没想到啊，竟然造成了你们仙魔两界的误会。我当然不能再做事下去，我必须得出来说清楚呀。紫电先帝是我杀的，我对此事负责。全场所有仙魔都被他震傻了，紫电先帝竟然也是被他杀的，而他竟然还当面自爆了，还负责？你拿什么负责呀？一时间他们都不知道该吐哪个槽了。挺难抉择的样子，以至于好半晌都没见人吭声，直到无极洞天那两位反过来。你说什么？雷吉先帝一字一顿，怒发冲冠。界河之上阴云密布，雷光隐隐，几乎响彻六界各处。九绝先帝也感到极度不可思议啊！紫电先帝竟是被你烧死的啊！对呀，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冤枉了魔界那边啊！哈哈哈哈哈！九绝，你还有什么话说？魔界那边的无回魔帝笑了，其他魔帝也纷纷幸灾乐祸。明明不是我们干的，你还好意思兴师问罪吗？真是倒打一耙呀！你们仙界的仙帝自己死在外面，关我们魔界什么事？难道还要我们保护他不成吗？他们其实并不太在乎仙界的问罪，反正呢，仙魔本就不两立的，只是看到仙界吃瘪，跟着嘲讽几句。不过他们这一出声呢，倒提醒成哥了，还有件事呢。啊，对了，那个，你们也不要误会天阴仙帝了啊！无回魔帝愣，什么意思？就是说，离光魔帝不是被那个天阴仙帝杀的，他们俩是交过手，但天阴被干跑了。这件事不光是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仙人魔修在场旁观了呢。指引魔帝面色一变，冷冷追问：这么说，你知道谁是凶手了？当然，奥夫卡子。那是谁？我呀，你明知故问吗？速度规则都成了规则之王了，我没干掉离光魔帝，能拿到上位吗？对不对？这众人一听确实这么个道理啊，不过呢，总感觉哪儿不对。等等，离光魔帝也是被他杀的？这下全场再次变得哗然了，两边的仙帝魔帝震惊的是外焦里嫩。成哥趁着他们震惊这会儿，抽空检查了一下系统面板，好家伙呀，50多个亿呀！就这么一会儿啊，
原因很简单，在场全都是魔帝呀、仙帝呀，而且数量还不少。你要只是准帝，都不好意思出来打招呼，必须要靠后站好。这些人境界太高了，这震惊一下给的震惊值也是极高的。李光魔帝也是你杀的？魔界那边笑不出来了，职业魔帝眼珠子都红了呀，咬牙切齿，目子尽裂。就凭你区区准帝中期，凭什么杀死他？你也配？成哥一听这话不乐意了，不是什么叫就凭我？你要是不信打听去，反正当时看到的人也不少。哦，对了，上次大道仙阴时那15个魔王也是我干掉的，你们就别往仙界那边扣屎盆子了啊，人家挺不容易的，对不对？还不等魔界那边咆哮呢，他又转头看向一脸呆滞和震惊的仙盟，你们也是啊，除了那个紫电仙帝，白真那5名准帝也是我干的，与魔界根本就不相干啊！你们双方明明都没有认真调查过，就直接把罪名安在对方头上，还开战呢，你这把战争当儿戏吗？不是吗？疆场们为了世界和平也是操碎了心呢，他语重心长地教育着开战的双方，做事要细致要认真。你看你们现在弄的啊，找的开战的理由没有一个能站住脚啊，还搞得跟真的有深仇大恨一样，忙了大半天兴师动众，你尴尬不尴尬呀？真的我看不下去了。两边的仙帝魔帝们被他训得一愣一愣的，一时间甚至忘了愤怒了，满脑子除了震惊，剩下的都是问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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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最近干掉的3个仙帝全都是被他杀死的，这怎么可能呢？他就准帝中期啊！尽管成哥此时还没有当众出手，但在场所有人已经自动把他当成了帝境战斗力看待了。任何人能斩杀3位仙帝都不会被等闲视之。原本喊打喊杀的直野魔帝现在都安静了，目光中除了仇恨，更多的还是忌惮和审视。本集第508集仙界之王。高居仙车之上，犹如金色战神的九绝仙帝死死盯着江城。你是怎么做到的？实力呗。成哥一副你的问题真多余的表情。无悔魔帝冷冷说，你为什么当着我们的面说出来？仔细想啊，这些事如果江城不主动说出来，他们是很难知道真相的。在场许多仙帝魔帝得知真相之后，第一反应都是暗中有人捣鬼，故意图引起仙魔2界的战火。但问题是，真正的始作俑者自爆了，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挑拨了。为什么？哥高风亮节，同时爱好和平，不忍心看到2界因为一场误会而生灵涂炭呢？这个无厘头的原因自然没人会信，就你爱好和平啊？前段时间在仙妖山你杀了多少准帝仙王啊？你究竟想干什么？九绝仙帝发出了灵魂拷问。我想干什么？你们应该能猜到啊，毕竟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呀。老相识，九绝仙帝、无悔魔帝以及在场诸位顶尖高手全都是一头雾水。莫非你是哪位故人假扮的？金龙大帝、暗黄大帝、紫剑仙帝、百劫魔帝、万古魂祖，他们一连说出了好几个曾经响彻仙界的名字，这都是实力强悍却又与他们有过仇恨、早早亡故的死敌。难道你是苍龙之祖轮回转世？你猜，居然把自己当成苍龙女帝了。成哥一听他这猜的越来越离谱了，也看不下去了。行了，都猜错了，哥不是轮回转世的。1亿年前我刚到仙界斩杀了九焰仙帝，你们应该有印象吧？当九焰仙帝这4个字一出，全场哗的一下沸腾了。这是一段上亿年的公案了。掌控火之规则的九焰仙帝，论实力远非纯华、紫电、离光等人能比，但却死在中仙境。至于杀死他的人，你是江城。九绝仙帝和无悔魔帝同时怒喝出声。当年封锁下界就是仙盟和圣宫主导的，而他们作为这2大组织的领头人，当然是深度参与其中，熟知那段过往。江城这个名字对许多仙人来说很陌生，但他们却从没忘记过。这是一个足以让他们忌惮的妖孽人物，想不到啊，他就这样出现在自己面前了。没错，正是在下。成哥又点开面板看了看，不错呀，不枉自己一直瞒着身份，就是为了憋一波大的。在这些仙帝面前再揭开，才是利益最大化。这一次震惊足搞了200亿的功德值，毕竟九焰仙帝之死当年太深入人心，在场这些魔帝、准帝、仙王当年都曾热烈的讨论过，如今真凶就在眼前，而且再结合成哥如今的身份，就更加震惊了。仔细一算，此人前后已经斩杀了4位帝境，这等战绩都可以和仙妖大战时期的青龙、暗黄等远古妖帝媲美了。居然是你！你这些年都藏在了中仙界，你究竟干了什么？这一刻呀，仙魔2界还真的暂时放下仇恨，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敌。此人不可留啊！
无极洞天被灭之仇该报了，离光魔帝不能白死。眨眼间，成哥身边就出现了雷吉先帝、长云先帝、指引魔帝三尊帝境。这三位是最迫切想杀死他的。至于其他人呢，也没闲着。九绝先帝、无回魔帝同时出手，将成哥四周空间再次加固。长明殿、碧落星宫以及对面九星魔殿、森罗血殿诸位帝境齐齐发动法则，更是彻底将这里变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但见那一道道秩序锁链纵横交错，一张张散发着神秘金光的铭文熠熠生辉。从九重云霄到界河深处，全都充斥着浩荡的法则气息，再也没有丝毫的余地。尽管这个人表面看才准帝中期，但太危险了，双方都不敢想象这个人继续活下去还会造成多么大的可怕的后果。一挑三，成哥当然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就算单挑，他目前其实也不是任何一个先帝的对手，但是呢，他有系统。面对三位帝境的围剿，成哥祭出了红绝仙剑就赢了上去，他都懒得浪费力气施展规则烙印了。49套规则烙印对准帝来说那是无往不利的神器，但对于先帝魔帝那并没有什么威力，除非他的49的烙印全都达到准帝后期甚至更高的层次。他直接用出了仙魂攻击，那透明的右手一巴掌挥过去，风云变色，法则齐鸣，三大帝境齐齐一震，外面那些先帝魔帝更是惊呼出声：那是什么玩意儿啊，竟能让我感知到威胁，此人绝不可留啊！这一刻他们终于相信他能杀死那四位了。成哥这记仙魂攻击最终也只是让那三大帝境颤动了一瞬，没办法，他的仙魂只有右手成了透明的，并不是全部，这还不足以一下扇死先帝。而紧接着三大帝境同时祭出了法则空间，三人的法境重叠，渐渐变成一个更加稳固复杂的全新法境。在那法境中，雷之规则、云之规则、腐蚀规则同时攻杀而来，即便只是一道，江城也挡不住呀，更别提三道了。他已经在等死了。然后呢，系统就会响起美妙的提示音。然而下一瞬间，规则的洪流从他身上冲刷而过，却没能带起一丝一毫的涟漪。他依旧还在原地，看着那三大帝境，看着四周更多的魔帝、先帝、准帝，而他们却仿佛已经看不到他了。人呢？死了吗？他去哪儿了？定然是被轰杀成渣了吧？四周包括无回魔帝、九绝先帝在内，所有人都发出疑问。绝对死了，在那连手攻击之下，帝境也活不成啊！江城能听到他们的呼喊，然而他很清楚自己这次没像以前那样被杀死，自己其实还活着。系统提示音也没响，发生了什么了呢？是不是很意外？一道飘渺苍茫的女声响起在他的耳畔，并非苍龙女帝，而是另一道陌生的声音。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尊虚虚荡荡的人影在无数彩光的掩映下缓缓出现在他的眼前，宛若传说中不可触碰的神奇。成哥看不清她的容貌，只能看出应该是个女人，而外面那些先帝魔帝居然还一无所觉。雷吉、长云、指引三大帝境甚至都撤去了法境，以为战斗结束了。他和他们现在像是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本集第509集，你就是杰心。你是谁？我是这仙界之主，你可称我为仙母。什么？仙界还有主人？成哥惊讶无比，同时暗暗传音问苍灵：你知道这女人什么来头吗？她不会在骗哥吧？不过呢，这次苍灵没有回应，似乎并不在场。仙母缓缓说：仙界当然有主，若没有我的开辟，又哪会出现仙界呢？不是吧？成哥嘴角抽搐，大姐呀，你搁这儿玩洪荒唐盘古呢？我救下你，是因为你还不能死。自称仙母的女人如是说着，成哥一脸无语地看着她。大姐，我正要开挂装叉，你说你搞什么？你搞啊！咱俩不熟，你救我干啥呀？这一反应显然出乎了仙母的意料。按道理呢，被他救了一命，不应该感恩戴德吗？你是下一次大劫的劫星，现在还不能死。什么大劫啊？成哥愣了愣。经仙界破裂，秩序尽失，仙魔作乱，为祸苍生，气数已尽。仙母口诵神谕，有点答非所问。一卷书册外形的仙宝熠熠生辉，划着九彩光芒飞入到成哥的手中。此宝乃诛邪册，持有此宝，百无禁忌，一切法境皆为虚妄。成哥的表情变得极为精彩，这好像是对症下药啊！自己目前最怕的就是法境。大姐，你是系统请来的逗逼吗？不是，你是系统请来的救兵吗？难道你就是这次的解决方案吗？可问题是我这次没死呀，系统也没提示呀。那你这大劫是怎么回事呢？又需要我做什么呢？你好歹告诉我，这究竟是个什么大劫呀？要是让我玩封神榜，还是要让我玩西游记呀？那至少得有个路数吧。顺应大势，
诛仙荡魔。飘飘荡荡的声音渐渐远去，成哥再次回到外界。此时的外界，那些仙帝魔帝还以为他死了呢，纷纷对此表示很意外。这样一个人真就这么死了吗？这也太离谱了吧！我总觉得他没那么容易死掉。不错，不能掉以轻心。雷吉、长云指引这3位帝境也并未彻底放松警惕，而就在此时，成哥重新出现在外界，他果然还活着。全场皆惊，之前那么强的攻击居然都没能杀死他，简直太不可思议了。3大帝境反应极快，再次撑开自己的法境，雷霆、狂风以及无所不在的腐蚀效果充斥在那复杂的法境之内。莫说只是个准帝中期，即便是仙帝、魔帝，直面3位帝境的法则攻击也很难幸免的。而迎着这攻击，成哥只是抬手祭出了那刚刚得到的诛邪册，霎时间呢，9彩光芒一道道从头顶泼洒而下，宛若水波一般荡漾在身周，仿若解除了某些束缚。成哥抬手就是49道规则烙印，如同洪流，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法境内是不可能用得出其他规则的。如今这个复杂的法境是3大帝境重合，最多也只能用风、雷、腐蚀这3大规则，但现在呢，江城却把能用的规则都用了出来。这一手瞬间打了对面3大帝境一个措手不及，轰隆隆的雷霆被10几道烙印扑的是渐渐沉积，呼啸狂风被10几道烙印扯得七零八落，无处不在的腐蚀也被最后10几道烙印尽数阻断。3大帝境大惊，而紧接着江城的仙魂就杀了过来。正常在外面面对成哥的仙魂攻击，3人是可以用自己那仙帝层次的仙魂来抵挡的，3人联手，成哥其实还是杀不了他们的。然而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因为目前还在法境内，按照法则谁都用不了仙魂攻击，包括他们自己。等他们想要撤去法境，取消这法则，再去调动仙魂去抵抗时，已经来不及了。突如其来的仙魂攻击压根没遇到任何抵抗，直接杀入他们的识海深处。一阵剧烈的风暴从识海刮过，3人的仙魂就像摇摇欲坠的油灯一般尽数熄灭，旋即呢，就将那3人眼神齐齐变得暗淡，再也没了一丝光泽。他们就这样死了，死得轻而易举，悄无声息。成哥反应极快，迅速将3人仙器、仙甲、仙宝都夺了下来，这可都是9阶的呀，非常的值钱呐。雷击仙帝，长云仙帝，哎呀，指引魔帝！外面已经炸开锅了，3位帝境联手围杀区区一名准帝中期，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吗？更何况外面还有一大群仙帝魔帝略阵以防不测呢，这完全就是飞龙骑脸，不可能输呀，胜券在握的好吗？然而这种情况，3大帝境居然转眼间就死了，救都来不及呀，这怎么可能呢？哪怕发生在眼皮底下，他们也不敢相信。魔界天霄阁那边众魔凄厉呼号，仙界这边也有不少仙帝祭出了仙器仙宝。一击杀，此人诡异不能留，诛杀此了，一绝后患。与此同时，在那诛邪册的帮助下，江城也直接跨出了诸位仙帝魔帝们的法则封禁。在他看来，接下来自己又要经历一场恶战，没准呢还要死几次呢。别看刚刚斩杀3位帝境，但那是取了巧的，对方开着法境，并且还不知道自己有诛邪册，这种事不会次次有。然而呢，他才刚摆开阵势，两边就自己打起来了。就见了9绝仙帝一身浩荡仙力，在规则的加持之下，几乎将界河一面都阻隔起来。一道延绵无边的无形之墙，将原本还冲向江城的仙人们都阻拦下来。一些混乱的攻击打在上面，如同泥牛入海。都住手！长明殿和碧落星宫、天剑宫等仙门的首脑纷纷飞了出来，每个人都显得很焦急。全都住手，不得进攻！另外一边呢，魔界的9星魔殿、森罗血殿也都做了类似的事情，阻挡本方魔修出手，限制他们的行为。这不光让两边那些仙人魔修极度不解，成哥都懵逼了呀。他身边那些法则禁锢已经尽数撤去了。9绝仙帝和无回魔帝这2位不约而同地盯着成哥头顶那书册型的仙宝，目光中满是忌惮和惊惧。诛邪册竟落在你的手里，原来你就是这次的劫心呐！他们居然一眼就认出来了，这让成哥措手不及呀。他原本还以为这宝贝才刚问世，只有自己知道呢，那他们是不是也就知道了什么大劫要来了呀？你们不打算杀我了吗？哎呀，什么话？你这说的什么话？9绝仙帝眉头一皱，面色不愉。我们仙盟任何时候都没想过要杀你呀。本集第510集，避之不及。对面无回魔帝也不甘示弱。没错，我们魔界圣宫才刚认识你，怎么可能要杀你呢？你这话说的。这俩人的表态把成哥彻底整懵了呀。你们欺负我老年人健忘吗？啊！之前你们分明是磨刀霍霍，恨不得亲手对我出手，将我挫骨扬灰，抹除祸患的好吗？不是，几个意思你们呢？没几个意思。哦，没什么意思呀。
九绝仙帝和无悔魔帝齐齐摊了摊手，而后方那些仙帝魔帝也纷纷明白了，全都摇头笑着。啊，我们何时想杀你们了？哎呦，你可不要含血喷人呐！我们就是路过。陈哥彻底懵逼了，干哈呀？啊！他甚至怀疑这些人是不是有病。我刚杀了你们好几个仙帝魔帝，你们不来杀我，我甚至感觉不到一丁点敌意了，那我还怎么靠着系统复活挂呢？啊！哎呀，没事没事，他们死得其所，对他们死得好，死就死了呗，人哪有不死的呀？嘿，你这明明这是个好结果，但陈哥却觉得有些萧瑟了，仿佛自己现在被人无视了。你们就不想给他们报仇吗？不想，完全不想。九绝仙帝一边随口敷衍着，一边朝仙界大军下令：全体开拔，退回仙气，各回各宗。而对面无悔魔帝也同样下令，让魔界大军全部退回了魔界。即日起，圣公所属各宗门禁戒封闭山门，断绝与外界往来，任何人不得有违。伴随着他的命令，两边的密密麻麻的战阵纷纷被收起，数之不清的仙人魔修掉头，原路返回各自御界的宗门。他们整齐而又有序，宛若一片片铺天盖地的乌云划过天空，明明都能看到陈哥的存在，却全都故意当成没看到。这场仙魔两界大战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结束了。不是，这算什么呀？这呀！许久之后，陈哥望着界河两岸一片狼藉的空营，哭笑不得呀。他之前是说过什么希望仙魔两界和平，但那纯粹是装叉说着玩的，内心并没有真的那么想啊。哪知道那一语成谶了。想不到你竟然成了杰西。苍岭久违的声音响起，带着浓重的不可思议。陈哥迫不及待：哎我操，姐你可算出现了，我有太多问题想问你了。苍岭没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一句：你见到仙母了？陈哥一听这个意思，原来他也知道这个人呢。啊对啊，他还说他是仙界之主呢。苍岭嗤笑：仙界什么时候轮得到他来当主人？不过他辈分高倒是真的，和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那他究竟是谁啊？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根底来路，只知道他差不多上百亿年就会出来兴风作浪一次。苍岭悠悠地说着：那次他找上了仙界的万古魂族，交给了他一件仙宝诛邪册，说是妖族气数已尽，让他带天行珠以一场大劫来打压我们妖族。他成功了吗？成了呀，在那之前妖族是整个仙界的霸主，之后你也看到了，沦落成现在这个样子。那这大劫是真的确有其事吗？没错，不过大家也都习惯了。啥意思啊？苍灵叹息：几乎每隔100亿年左右，仙母都会挑选一个劫星，赐给他诛邪册，让他带天行珠掀起大劫。仙妖大战100多亿年以后，他就曾说人族气数已尽，选了个灵族的劫星，再次掀起大劫。哦，那结果呢？结果那次人族是分裂成了仙魔两派，互相攻伐，毕竟死的比仙妖大战时还多。那他这大劫不是挺准的吗？是很准，但可惜仙魔两界发展的实在太快了，那气数根本不是1、2次大劫就能毁掉的。苍灵淡淡说：而且随着后面第2次、第3次的大劫，大家慢慢也都摸出他这大劫的规律了。什么规律啊？远离劫心，封闭山门，与世隔绝，尽量不出手，大劫就很难波及到自己。啊，陈哥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刚才仙魔两界那些大能看自己就像看到瘟神一样，忙不迭退走。他们只是不想被什么大劫卷入呀。那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这个劫心呢？诛邪册也只能无视法则之力。那些仙帝魔帝如果不用法则，直接以规则和他对战，还是能杀死他的。苍灵的声音再次传来：那样是没用的，杀死劫心会被恐怖的业力缠身，自身被反噬，仙帝也会当场殒命。而劫星死后，大劫并不会结束，下一个劫星很快就会出现。那这要等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快得很，每次大劫也就100万年不到，撑过这段时间也就没有事了。在苍灵的科普下，陈哥总算明白了这大劫了。对这所谓的大劫，他并没有什么排斥的，反正呢，他本来的目的也就是要杀一杀那些仙帝魔帝。一路赶回仙妖山，他就发现这里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战区，仙妖山沿线左中右3大战场是有无数仙人驻扎的，而现在这些战场全都人去楼空，仙人不见踪影。一夜之间，仙界仿佛直接放弃了这条防线。而在对面妖界那边，万妖宫天部也已经下令了，所有妖族撤离边境，避免因为战斗而被卷入大劫。与此同时呢，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大劫将至，苍龙一族的苍城就是此次大劫的劫心。1年前的九叶仙帝就被他杀了呀。最近陨落的纯华、紫电、离光这3大帝境全是死于他的手。界河之上，他又斩杀了雷吉、长云2位仙帝和指引魔帝，从此无极洞天彻底成为历史。此人前后斩杀7位帝境，着实可怕。不愧为劫心呐，走到哪儿都会带来劫难呐！哎呀，可怕呀！看来最近我们也要封闭山门了呀！种种议论甚嚣尘上。成哥听到之后，那得意的尾巴都翘了起来呀！哎呀，想不到这劫心的身份这么有牌面的，莫名其妙的，切，又成了整个仙界的焦点呢！本集第511集，江掌门好久不见。这一系列消息传回妖界之后，可把一众妖帝们震得不轻啊！他竟然是劫心，这怎么可能啊？这次呢，麒麟族2个大帝也是真的担忧了。之前江城斩杀纯华仙帝，他们只是稍微有些忌惮，毕竟这种事他们也能做到。而江城前往仙魔战场，更是被他们视为找死。而现在，江城又斩杀3位帝境，同时还爆出了个劫心的身份，不好办了呀！劫心不能杀，不能招惹，否则麒麟族也会卷入大劫。哎呀，该死，他何德何能啊！这种事可不是开玩笑的。想到和江城之间的关系，2位麒麟大帝最终只能被迫做出决定，封闭玄灵山，召回所有麒麟族，避开大劫的波及。同一时间，孔雀、狐族、鹤族、鹿族等族群也纷纷封闭山门洞府，打算进入与世隔绝的状态。而鲲鹏、凤族、虎族等族群也不敢怠慢。尽管还没有彻底封山，但也将散落在外的族人都召了回来，严令他们接下来要低调行事。想想不久之前，他们还都一致认为江城去仙魔战场是愚蠢之举，肯定会被围攻绞杀。而现在呢，人家不光活着回来了，还斩杀了几位帝境之后，大摇大摆的回来了。仙魔2界甚至都不敢多吭一声啊。而回到仙妖山的江掌门，不出意外的受到热烈的欢迎。苍龙谷这边，苍极、苍穹、异空等龙族喜气洋洋，恭喜大帝再斩4位帝境，大帝威武！之前谁说大帝此去凶多吉少来了？飞仙门那边，单太、魏苗等人也是马屁不断。掌门的战绩真的是震古烁今，堪称万古第一人。想不到掌门您成了劫心，这下6界都没人敢惹了呀！2人这一开口，才发现之前的严法咒术已经解除了。之前成哥为了防止身份暴露，给门人下了咒术，无论喊江掌门还是江城，都会自动替换为大帝苍龙大帝，直到他自己主动公开身份为止。这次呢，他在界河呢公开了自己是江城，所以咒术失灵了。什么掌门？林宁故意瞪了单太、魏淼一眼，这位分明是苍龙大帝，不要乱叫。2人心说，你到现在你也没看出来吗？苍龙大帝就是江掌门，你居然还被蒙在鼓里啊！飞仙门之前被成哥复活的800多名弟子也早都知道真相了，于是全都乐不可支的笑了起来。哎呀，这段时间可憋死我了。是啊，江掌门就在眼前，就不能相认。现在可好了，不用隐瞒了。话说啊，你这个季师姐、罗师兄、林宁他们几个被蒙在鼓里吧？一旁的罗远摇头苦笑，心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江掌门，你可真是瞒得我们好苦啊！哎呀，我不得已。成哥自己也觉得没必要再隐瞒了，一笑，正要把他扶起来，就听纪凌寒淡淡的说：“你们都在说什么疯话呢？中邪了吗？这位分明就是苍龙大帝，不是真的江掌门。”一旁林宁也帮腔：“没错，他是苍龙大帝变成的江掌门，希望你们不要乱喊。”他巴不得成哥一直以苍龙大帝的身份和他亲热呢。单太一脸不可思议：“哦，你们2个不会到现在还没反过来吧？他就是江掌门，一直都是啊。”没反应过来的是你自己。纪凌寒深深看了他一眼，他就是苍龙大帝，至于江掌门，至今还在失踪中。希望你们都能明白这一点，不要过度亲近，以免给他造成困扰，对吗，苍龙大帝？迎着他和林宁的期待的眼神，成哥啼笑皆非：“干啥呢你俩呀？我真是江城江掌门，你们不会是装傻吧？”江掌门，纪凌寒黛眉一凝，幽深的眼眸中划过一缕不悦。你的意思是，你以前一直都在故意骗我，你没有拿我当自己人？成哥还是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么有压迫力的表情，难得的有点压力了。这也不算骗呢。既然没骗，那你就是苍城大帝了。你这逻辑不对呀。那个好了，他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苍城大帝，不是江掌门。纪凌寒没等他说完，直接当场宣布结论了。成哥一脸懵逼，不是韩妹子，你是指鹿为马呀？你想干啥呀你呀？其他弟子噤若寒蝉，就连墨尘墨仙人也是眼观鼻，鼻观心，当做什么都没听到。好了，苍城大帝，我正好有点事儿要向您请教，可以去一边说吗？
纪凌寒很自然挽起了他的臂弯，陈哥哪会拒绝呢？只能点头，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了什么药。两人进了行宫之后，纪凌寒突然回身紧紧地搂住他。家长们，好久不见。陈哥很想说，原来你认出来了呀，那你刚才你说那些干什么呀？但感受着他颤抖的身躯以及那渐渐被泪水打湿的肩头，最终又哪里问得出来呢？只能伸手轻轻抚摸他柔软的后背，难得的道了个歉。都怪我出现的太晚了。缩在他怀里的纪凌寒微微摇头。不晚，只要还能见到你，无论怎样都可以。话说你刚刚为什么要故意隐瞒您的身份？啊？对啊，您之前隐藏身份，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计划吧？我不想破坏您的计划。我没什么计划呀。那您之前为什么要刻意隐藏身份呢？难道您不想和我相认？那当然没有。这问题把陈哥问住了。难道我说我是为了牌面吗？最终他只能顺着纪凌寒的话编下去了。你说的没错，我确实有计划。纪凌寒心满意足地蹭蹭他的胸膛，发丝触碰到陈哥的下巴，一阵痒痒的。今后我会约束他们的，不让他们和您过分的亲近，尤其是应小雪和林宁，我不会让他们胡闹，打乱您的计划。陈哥嘴角抽搐，想说不用的，我压根没什么计划，而且呢，我很欢迎他们到来。但是当着纪凌寒的面，这话说不出口啊。本集第512集，意境雨幕。自从大劫的消息传出，仙妖山前线已经找不到一个敌人了。为了避免被大劫卷入，仙盟和圣宫以及一些大派全都约束门人，封闭山门。6界的气氛居然都因此变得祥和了许多，即便还有一些争斗，也只是发生在那些小宗门或者是仙尊金仙之间。这倒是给了飞仙门和苍龙谷难得的发展时间，毕竟前段时间众人得了许多修炼资源，却一直没有静下来修炼消化的机会。但对陈哥来说呀，这样没茶可装的日子枯燥的快长蘑菇了。这段时间因为离光、指引、雷吉、长云这4位地境的死，又有4个规则主宰换人了。每次新的地境上位，照例有大道相贺。望着天空飘飘荡荡的雪花，江掌门一脸无语。这算什么呀？苍灵笑吟吟的。天花乱坠也是机缘的一种。雪花飘落在身上，陈哥能感觉到修为有了一丝丝的增长，但也只是一丝丝。以他的境界底蕴，怕是呀要这样来个几十万次才能提升一个小境界。不过对于6界各地其他的仙人来说，这天花乱坠就是极其宝贵的机缘。比如那些金仙和仙尊，运气好的话，没准一次能提升一个小境界了。哎呀，杯水车薪呐！最近他将几百亿的功德都换成丹药，修为倒是突飞猛进，但距离准帝后期还有距离。而除了速度因为规则之门达到准帝后期的融合度之外，其他规则呢依旧都在准帝初期。这算是仙帝上位时最普遍的一种意象了。类似大道仙音和规则之门那种，本就极为罕见。接连3次天花乱坠之后，天上不下雪，改成下雨了。意境雨幕，这是专属于准帝和仙帝的一次机缘。苍灵的话语中带着一丝喜悦，陈哥的反应则很快。那么请问这机缘有什么好处呢？苍灵再次科普。除了规则本身提炼出的法则之外，独特的意境也能形成一种特殊的法则。意境的层次越高，法则的威能也就越强。一些强大的仙帝也因此能拥有2道以上的法则。原来是这样啊！陈哥表示开了眼了呀。将来成了仙帝，可以多个特殊法则，这种好事他没有理由做过。那要怎么进入那个意境呢？打坐静气，用念头进入其中。苍灵说到这儿又不由偷笑。不过你也别抱太大期望，在这方面你的收获恐怕不会太多。为什么？哥这么优秀的人。意境感悟这要看心境，需要有足够的精力感悟，你这种就免了吧，进去也就是走个过场而已。苍灵可是目光如炬的，虽然不知道陈哥有系统挂，但一看也知道他明显靠着一次次机缘迅速提升起来的。相对那些花费几十上百亿年一步步修炼上来的仙人，这种速成的战斗力倒也不弱，武道经验也全有。但是呢，总归有些地方是欠缺的，那就是自己的精力太少了，除了装叉屁的感悟和心境都没有。打坐之后，苍灵特意问了一句：你的意境种子到什么阶段了？啊？什么叫意境种子？你居然连这都不知道，看来我还是高看了你。后方其他人听闻此言，全都惊愕无比。不会吧，大帝居然还没有意境种子？不是已经准帝中期了吗？可能是大帝突破速度太快，忘了这茬吧。苍吉、苍穹等龙忙着找理由帮陈哥挽尊。啊，一定是以大帝的天赋，意境什么的轻而易举。没错呀，这次他应该就能够到3业阶段了。
在他们七嘴八舌的科普之下，成哥总算明白了意境种子是什么。通常来说呢，仙王的心境感悟就会在规则的帮助下形成一颗意境种子，只是那时候规则力量太弱，种子始终只是种子。突破到准地初期，规则烙印出现，这颗意境种子就会在规则烙印的灌溉下慢慢的成长起来，经历萌芽、抽枝、散叶、开花、结果等数个阶段，最终呢会变成一道属于自己的意境法则。如果意境种子没有结果成熟的话，那到了先帝阶段，能用的也就是规则本身代表的那些固定法则了，比如离光魔帝的分裂法则、雷吉先帝的雷霆空间，这都是分裂和雷系规则本身就自带的法则，先帝只是水到渠成的拥有而已，并不算特殊的意境法则。啊，他们说的没错，哥以前只是没朝这个方向发力而已。苍灵揶揄：“你就吹吧。”紧接着，成哥闭上双眼，打坐静气凝神。天人合一这种状态对他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于是很快呢，他的念头就透过了雨幕，进入一片神秘的空间。这空间上不接天，下不连地，四周左右空无一物。极目望去，除了淅淅沥沥的意境雨幕，其他尽皆虚无。这什么鬼地方？哥的意境呢？难道就是这么一片不毛之地吗？称呼这里为不毛之地都算抬举了，毕竟什么都没有。没办法，他压根儿没有意境种子。这次机缘对他来说似乎真的没意义。在这意境空间内四处走走停停，从头到尾只是一成不变的虚无，让人险些迷失其中。飞着飞着，他忽然感知到一股熟悉的气息，朝着那个方向飞去。前方的景物陡然一变，出现了一个巨大花园。在那花园中，一头苍龙正在呵护着一棵结满了累累硕果的蓝色小树，继续成长呢。你是苍灵？成哥的突然闯入让那苍龙一怔，停下了原本浇水的动作，旋即他不可思议地惊呼起来：“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每个人的意境都是独属于自己的，你怎么可能会闯入我的意境内？”可能因为我们两个绑在一起了吧？成哥也没法解释，他都是误打误撞进来的。原来你的残念也能参与这次意境机缘呢？苍灵好一阵惊讶之后才点头：“没错，参加这机缘只需要准地之上的念头就可以，会正好符合。但我实在没想到，你竟然能闯进我的意境里。”本集第513集，庄波一的种子。在苍灵看来，这又是一件打破了常规的不可思议的事。对于他们这个层次来说呀，闯进一个人的梦中都不奇怪，但闯进一个人的意境之中，还真的是闻所未闻。你自己的意境呢？哎呀，别提了，什么都没有。你没有意境种子，当然是什么都没有啊。成哥搓搓手，嘿嘿笑着：“哎呀，嘿嘿，别的先不说了啊，难得有这次见面的机会，你先变个人形看看呗。”在此之前呢，苍灵的存在感就是声音，这次难得见到了形象，听到他的要求，对面的苍龙女帝无奈的翻了个白眼。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脑回路正常一次呢？他难道不应该惊讶于两人同处一个意境吗？难道不该询问怎么样得到意境种子吗？等姐姐我有了真正的身体再说吧。别这样嘛，你先变一个看看嘛。言谈。陈哥眼看他捂得紧，便不再坚持了，只能退而求其次了。那好吧，那就你先借个意境种子给我吧。什么？苍灵差点怀疑自己听错了。你刚说借什么？意境种子呀。你烧糊涂了吧？意境种子是自己凭借着规律一点点感悟出来的，怎么可能借得到？这要是换个人呢，女帝都要给他一耳光，让他别说梦话了。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意境感悟，这东西说白了就是虚无缥缈的，只能靠自己，哪有问人借的呢？成哥指了指他那个结满了果子的意境小树，一脸期待：“你看，你这么多果子，你借给我一个当种子用不也行吗？”苍灵差点被他的异想天开给逗乐了。这果子本身是并不存在的，只是我的意境成熟状态后，一种虚幻画面显化而已。你居然还想从这不存在的果子上得到属于自己的种子？你要是能摘到，尽管摘，我也没有意见。听他这么一说，成哥才知道自己想多了。不过呢，面上挂不住，于是真的探手摘了过去。这一摘呀，还真摘了一枚蓝色的果子下来。你这是怎么办到的？苍灵差点跳了起来。这不可能啊！他自己伸手触摸自己的意境果树，龙爪直接穿透过去，根本无法触碰，说明那果树是真的不存在的，只是因为意境达到了某个阶段，显化出果实成熟的虚幻画面而已。而刚刚呢，江城却是实实在在的从那棵果树上摘了个果子。我哪知道啊？似乎是生怕他问自己要回去，成哥连忙捧着果子逃之夭夭了。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怎么触碰到的，
飞快回到自己那空无一物的异境空间之后，手中的蓝色果子迅速腐烂了，随后呢变成了一颗果核。捧着这颗果核，他开始按照之前苍灵等人所说的步骤，将这东西当成异境种子来培养。然而还是那句话，他这一路走来，除了装叉，其他毛的新进感悟都没有。最终呢，他只能不断朝这种子灌输自己装叉的经验和理念。一开始呢，这种子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像是死物一样。但在意境雨幕的不断滋润下，原本干涸的种子居然真的散发出了一丝生机。按照步骤，接下来就是用主规则温养意境种子。这个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如果没有主规则作为基础，那意境就只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形成战斗手段的。当那种子成活之时，将成强大的底蕴在这一刻显露无遗。992道主规则化为土壤，瞬间将那颗装插意境的种子包裹了起来，随后呢，向它灌输着一道又一道的养分。修炼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颗意境种子能得到如此之高的待遇，因为换成其他准地仙地，最多也就20-30道主规则而已。即便轮回了几次的庙宇，也才100来道，而主规则越多，意味着能提供给意境种子的养分就越多。于是呢，紧接着那颗原本灰扑扑的种子就从黑色变成了灰色，随后变成了橙色、银色、金色、紫色，品质一路飙升，最终变得洁白无瑕，宛若至高无上的神物，散发着熠熠的神光，令人无法直视。这已经是意境种子最高级的品质，璀璨无瑕。这样的一颗意境种子，将来若是能够成熟结果，形成法则的话，那很可能会成为整个仙界最强的一道法则。尽管它的核心是装波一。江城这意境空间总算不是空无一物了，而是有了土壤，有了种子。当这次意境雨幕结束时，那颗洁白的种子已经发出嫩芽，点点新绿探出泥土。这看得陈哥如同欣慰的老农民一样，擦了擦自己并不存在的辛勤汗水。哎呀，期待呀！将来我的装叉法则一出，不知道能不能碾压那些仙帝呀。随后呢，这次意境机缘之旅结束了。在场准地还是有不少的，纪凌寒、莫尘、苍吉、敖阳、罗元等人刚才都进入了意境雨幕内修炼。此时他们似乎都有所收获，一个个喜不自胜。我的意境种子已经抽枝了。我的也抽枝了，我的都开花了。都开花了吗？那距离结果不远了呀。哎，什么品质的意境种子呀？白银品质。哎呦，厉害厉害。成哥清清嗓子，吸引了众人的注意之后，才悠悠说了：“你们这品质也不行啊，就没有一个璀璨无瑕的吗？”大帝说笑了，璀璨无瑕那只是存在于传说中的品质，怎么可能真的存在呢？啊，是啊，那种品质不存在。众人只当他说笑呢，却见成哥双手负后，仰望上空，淡淡的说：“哎呀，谁说不存在呢？本地就是啊。”什么？你是璀璨无瑕的意境种子吗？不会吧，真有这种级别的意境种子吗？换成别人我不信，但换成大帝，我有几分信了。单太、魏苗等人又开始无脑吹捧江掌门了。苍灵忍不住传音嘲讽：“你真是不要脸啊！这是看出了意境看不到摸不着，所以大家没法揭穿你吗？难道你不知道，将来成帝之后，法则一出就会显出品质？”本期第514集，这不是俊朗老弟吗？翻译成东北话就是：哎，这不是俊朗老弟吗？我的意境种子真的是璀璨无瑕品质了。成哥很无奈，这一次装叉他没有夸大，也没有造假，苍灵哪会信他呀？尤其是联想到他闯入自己的意境乱搞，更是气得不打一处来。你就编吧，如果是其他方面，我还信你能创造奇迹，但意境方面，你就是根小木，等你将来法则成型的时候，看你怎么在这么多人面前圆过去。那如果我真的是呢？到时候会扇你摆布。你说的啊，不能反悔啊。如果你到时候不是璀璨无瑕品质，那你也要任我摆布。成哥一愣，仔细想了一下，才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你想到哪儿去了？女帝满头黑线。这次意境雨幕的机缘结束后，成哥的日子变得枯燥无味起来。其他人都在忙着修炼提升，就连雀妖们也都不例外了。哎呀，没叉可装，还不如去死呢。成哥自然是没那么勤奋的。哎呀，能不能来点人让咱装装叉呢？你说这个大劫真害人不浅呢。原本一堆人想杀我，现在他们一个都不来了。暗处的苍灵无语至极，第一次看到这种迫切希望别人来杀自己的人。为了避开大劫，各大仙门魔门自然会蛰伏起来。等到100万年后大劫过去，到时候
他们会全杀过来。那时候你有几条命都不够死的。那次在界河上，江澄说了那么多的真相，可以说呀，把仙魔两界都得罪死了。仙盟和圣宫现在全都恨透了他，欲除之而后快，就连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那时候的局面。也就江澄啊，一天到晚还无所谓了。哎呀，这样不行啊！他们不来找我，我可以找他们去啊！苍灵有些崩溃。你又想干什么？程哥摸着下巴思索了一下，露出了愉快的笑容。哼，他们不是都把我这个劫心当成瘟神一样逼着吗？哎，我忽然发现我这个身份有搞头哎！敌人越不想看到什么，自己就越要让他们看到什么。想到这里，他离开了仙妖山前线，正式进入了仙界腹地。仙界南部天域某地，李俊朗和祝青莲以及另外3名师弟正在一片广阔的沼泽中心地带守卫着一株通体碧蓝、无根无须的仙药。这是李俊朗这位四海宗大弟子第一次出门历练，得益于上次成歌带飞，他的仙魂突飞猛进，达到了1品仙王的地步。这也让长海仙王深切的反省起来，莫非自己以前太保守，困住了一头可以翱翔于9天的真龙吗？于是这一次总算是把他放出门一次。他们这次的任务也简单，玉荒沼泽中的那株海幽水叶快要成熟了，将它成功采摘回四海宗即可。这是一株水系的仙药，能用来炼制8品仙丹，对他们而言呢，算是极为宝贵的天材地宝。但成熟之前采摘的话，此仙药会立即化为仙液，功效大提。为了守候着仙药长大，四海宗最近几十万年都暗中照看过无数次了。而这次呢，仙药成熟之日总算到来。师弟师妹，再过1炷香它就要发光了，到时候你们千万要听我的号令啊！旁边祝青莲一脸无语。李师兄，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仙药有灵，成熟那一刻会散发出强烈的波动，到时方圆数千万里内的修士都会有所感应。什么叫做发光呢？啊！1炷香时间很快过去，但见的仙药飘飘荡荡，通体蓝光越发明亮，宛如真正的生灵一般。众人准备好承载的仙气，小心翼翼地将它收起。就听远处风声乍起：“二当亲们，谁敢抢俺的宝贝？”李俊朗一惊，连忙回头一看，待发现赶来的是10几个人，也是仙尊后期，顿时松懈下来了。他和祝青莲如今仙魂都到了仙王层次，10几个仙尊也不在话下。于是呢，面容一肃，摆手说了：“诸位道友，这仙药是我们四海宗率先发现的，可不要乱说呀。”那为首银冠锦袍的青年双眉一竖，祭出了仙剑。原来是7四海宗啊！这仙药分明是我们西陵世家栽种的，什么叫做是你们先发现的？他这一开口呢，后方众人纷纷祭出了仙气仙宝。对呀，没错，这是我们的30万年栽种的，本就是我们的东西，交出来，放下仙药，滚！一听他们是西陵世家的，祝青莲和那3名师弟面色一变。这灵溪世家乃是长河府排名前列的修仙势力，族内虽无准帝，却有数位仙王坐镇，远非四海宗可比，惹不起呀！4人连忙上前抱拳：“诸位，我们这就退走，这仙药是你们的了。”他们也是无奈，明知道对方这是拦路打劫，但形势比人强，不得不低头。而李俊朗呢，却不一样了。师弟师妹，瞎说什么呢你们？30万年前，这仙药早就已经存在了，好不好啊？他迎着那西陵世家一众仙尊，得意洋洋地说：“而且，你们说这是你们的，那我问你们，这是什么仙药？”对面的银冠青年一愣，他做这打劫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头铁的，不由得恼羞成怒：“我管你什么仙药，快交出来！”哼，答不上来了吧？看来你们想动手。李俊朗哈哈一笑，仙剑祭出，1品仙王境界的仙魂镇压威慑全场。对面的10几个人一惊，为首青年面色阴沉，冷笑不止：“好，哼，很好，我们西陵世家记住了，仙药你们拿着吧，我看你们四海宗还能有几日好过。”这毫不掩饰的威胁让祝青莲和那3名师弟面色一变，几人连忙劝说李俊朗：“师兄，西陵世家我们得罪不起，这次被他们盯上，算我们倒霉，放弃吧，要不然会招来祸患的。”李俊朗第一次出门历练，哪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啊？尤其是望着对面几人那嘲弄戏谑的眼神，更是恨不得立即提剑杀上去。然而就算能在这里灭口，对方迟早也能通过各种手段查出来。也就在此时呀，上方突然传来一声长啸：“哎嘿嘿哎啊！”翻译一下就是：“哟，这不是俊朗老弟吗？啊，是江前辈。”本集第515集，那就付账吧。如果不是刚才仙药散发出的波动太强烈，陈哥估计一眨眼就飞过去了。他原本正打算去仙界南部天域扛把子碧落星宫坐坐呢，没想到呢，一眼看到李俊朗了，这才飞下来打招呼来：“江前辈，
李俊朗一看是他，连忙喜出望外的迎了上来，而那祝青莲也是吓得花容失色，连忙问好。参见前辈。另外3名弟子不明所以，还想着这谁呀？祝青莲连忙暗中传了个音，这位就是那将军帅前辈，还不快见礼？他们其实还不知道，这就是最近名扬6界的捷心江城，毕竟他们知道的名字是将军帅。得知这位就是上次戴飞、李柱2人的热心好前辈，那3名弟子眼前一亮，也是连忙上前行礼。啊，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可以啊。难得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看到了俩熟人，陈哥心情不错。干啥呢？发现宝贝了？哦，对呀，前辈，这是我们四海宗守了45万年才成熟的海油水液。在他面前，李俊朗呢更是毫无保留。啊，不错不错呀。陈哥嘴里说着不错，心里却是暗暗吐槽，这玩意儿也就是一颗炼丹的普通材料而已，需要守几10万年那么夸张吗？这时呢，对面的银冠青年不爽了，咋回事？突然就进入了酗酒模式，你无视我们呢？这新来的哪个从什么来头呢？他看不出境界，猜测最多也就是长海仙王那样的2品仙王，而西陵世家显然不会怕他。看来你们是不打算交出来了。行啊。他指着李俊朗和祝青莲几人，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过几天，你们会求着我们收下的。他也不傻，知道现在对方实力在自己之上，明抢是打不过的，准备回去搬救兵了。我们走。江掌门原本还以为这几人也是李俊朗的朋友，听这语气不像啊。哎，咋事啊？不等李俊朗开口呢，祝青莲就立即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末了还满怀期待的提了个小请求。前辈，你能否帮我们和西陵世家交涉一下？带回那仙药很简单，关键是被西陵世家盯上了，他们怕的是事后被报复呀。这位江前辈能击杀数位准帝，实力极有可能是先帝内劫的，有他出面震慑西陵世家，能免去后顾之忧。陈哥一听笑，哎呀，乐于助人是我的优良品质吗？ No problem 吗？啊 ，No 啊！李俊朗喜出望外，虽然他听不懂，江前辈古道热肠，我被楷模呀！祝青莲和那几名弟子也都吃了定心丸了。西陵世家在哪儿来着？之前那位银冠青年早已不见了，不过祝青莲知道位置。陈哥懒得浪费时间，带着几个人一个闪身，直接出现在了长河府的西陵世家，对着门口的几名护卫仙人就说了：“告诉你们家主，我给他送宝来了。”李俊朗和祝青莲面面相觑，送宝？不对呀，咱们不是来说清楚的吗？门口护卫仙人一看来人修为深不可测，至少仙王之上，也不敢怠慢，连忙进去喊人了。片刻之后呢，好几名仙王赶了出来。西陵世家的家主是8品仙王，他一探查陈哥的境界，差点吓尿了呀！自己居然都看不穿对方的深浅，这只有2个可能：要么对方是准帝，要么对方用了隐藏修为的仙宝。阁下是？江城这个名字是6界闻名了，但他的长相呢，还没有到人尽皆知的地步，他们也没认出来。陈哥笑眯眯的将那仙药摆了出来：“我是将军帅，你儿子刚才在我那儿买了一颗海油水液，这不我赶路快，提前给你送来了。”儿子望着仙药的西陵世家家主两眼放光，但内心泛起了一丝狐疑。他就一个儿子，就是那个银冠青年。按照他对这儿子的栽培和了解，这种宝物要么巧取豪夺，要么坑蒙拐骗，不存在买呀。不过呢，宝物都送到家门口了，没有不收的道理。这可是能炼制8品仙丹的仙药，非常罕见了。一旁几名长老眼内都浮起了贪婪之色，捧着那仙药赞叹不已。李俊朗和那几名弟子却急了，什么情况啊？指望前辈您帮忙交涉一下呢，结果你把药送给别人了。前辈，这却见陈哥摆摆手，随后笑眯眯的对那西陵世家的家主搓搓手指。这仙药品质很不错吧？啊，不错不错，价值连城吧？啊，确实，那就付款吧。西陵世家的家主和一众长老笑容都凝固了，他们一脸错愕的望着陈哥，差点没反应过来呀。付款啊？对呀，你儿子是赊账没付款的。对面的家主面色变得难看。阁下要价多少啊？如果陈哥不是准帝，他们直接都骂出声来。也不多。这个仙药是无价之宝，我原本不想卖的，但是你儿子呢太喜欢了，看在他苦苦哀求的份上，我就破例降个价。那就以你们西陵世家全部的家产和所有的资源为价，咱们成交啊！咱还是很好说话的，也不用你们再额外多付什么了。一旁李俊朗和那3名弟子嘴都合不拢了，原本他们还以为这位江前辈真的要白送呢，现在一听，这简直比强盗还要强盗啊！确实，
这株仙药很值钱，但算起来也就和3枚7品仙丹相仿，远远比不上一件7阶仙器。而整个西陵世家所有资产和资源全部折算成7阶仙器的话，那少说呀也得几十件了。倒是祝青莲现在比较淡定，他知道这位江前辈上次干掉过多少人，也算是了解他的风格。尽管成哥是准帝，西陵世家的家主面子还是迅速沉了下来。阁下是来消遣我们的吗？你这是不想付账了？付什么账？什么付账？阁下什么都没给我们，我们付什么账？西陵世家的家主好整以暇的摊摊手。至于刚才传到那几名长老手中的仙药已经不见了。什么仙药啊？就是啊，我们压根不知道阁下在说什么。那几名长老也都面色冷漠，摆出了逐客之意。本集第516集，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吗？在场众人最低都是仙尊，自然也不傻，哪怕李俊朗都看出来了，对方这是故意将那仙药藏进了储物戒内。你们也太无耻了吧！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拿的仙药竟然不认！西陵世家家主淡淡反问：谁拿来？根本不知道你们说什么。那几名长老也是假装一脸的义愤填膺：你们说的仙药在哪儿啊？谁作证啊？光天化日讹人呢是吗？岂不知我们西陵世家上代老祖是无想剑派的内门长老啊？无想剑派。李俊朗、祝青莲等人面色顿时一白，再也不敢多说什么了。西陵世家只是长河府一个上档次的家族势力，还排不进前5，而无想剑派则是在10方道都能排得进前3的大宗门，宗内有数位准帝坐镇，对于四海宗而言那就是巨无霸。不过江掌门看起来似乎并不怎么相信。无想剑派和你们有关系？西陵家的家主冷冷一笑：怎么的，不信呢？啊，对啊，不信，要不你证明一下给我看看？你那家主长老咬咬牙，如果不是因为此人是准帝，他们也不用抬出无想剑派出来震慑他了。西陵家那位老祖确实是无想剑派的内门长老，不过境界还是9品仙王，并不是准帝。几人暗中传音，和老祖说一说，看那边能不能出头个准帝级的巨头，震慑一下此人。没错，就这么办了。很快，西陵家的家主立即传讯无想剑派。很快，那位西陵家老祖不怒自威的影像就出现在众人面前。发生什么了？参见老祖，我们这儿来了个准帝，他想讹我们。几个添油加醋的把事情一说，对面的西陵家的老祖一听，直接开骂了。这逼，那骂的那个埋汰呀！总结一下就是：哪来的贱人，竟敢讹诈我们西陵世家？也不打听打听无想剑派是你能惹的吗？识相的赶紧滚，否则我派6位准帝一出，整个长河府都要变天。他的话音没落，对面西陵世家的家主和长老们就全都倒了下去，一个不剩，死得透透的，身上没一点伤口，但仙魂全都陨灭了。没办法，成哥的仙魂可是连先帝都焦头烂额的，这几人才是仙王，压根都不用他仙魂离体，直接一个仙魂威压冲击就全都搞定了。干完之后呢，他很熟练地收下了这几人的仙器、仙甲、储物器。传影仙器内，那位西陵家的老祖脸上血色瞬间褪尽，差点心痛的当场昏过去啊！你干了什么？你逼竟然杀了他！他凄厉的咆哮声回荡在现场。刚刚那几位仙王都是他的后辈，就那样死在他的眼前了。然而他却什么都阻止不了。你这魔头敢杀我西陵家那么多人！江掌门挥挥手，里面冲出的西陵家其他族人也尽皆倒下。他这才笑吟吟的回过头，看了眼那传影仙器内的西陵家老祖。我这不是想看看你们那6位准帝是怎么让长河府变天的吗？放心吧，我在这等你们啊，快点啊！说完，他也不顾对面老祖疯狂的反应，直接关了传影仙器，开始认真的打扫起战场。除了一些慌乱中向外逃窜的仆役、丫鬟之外，其他剩下的西陵家骨干成员一个没放过。毕竟成哥的老本行那就是灭派小达人，这种事得心应手，早就干出经验了。跟在后面的李俊朗等人只觉得一阵口干舌燥，脑瓜子嗡嗡的呀。他们一开始是指望这位江前辈帮忙出头，但原本也就指望他帮忙镇镇场子，出面和西陵世家交涉一下，只要后者将来不找四海宗的麻烦就行了。哪知道灭团了呀！这江前辈，您把他们都杀了啊？咋的了？不是你让我帮忙灭掉他们的吗？我没有，我也没说，是你说的。我就是希望你。行，你看我这，理解错小老弟的意思了。那人都杀了，这可咋整啊？你李俊朗张张嘴，居然只是因为领会错的意思吗？一时间呢，他也懵了。
成哥拍拍他的肩膀：“哎呀，那就只能将错就错了。”祝青莲嘴角抽搐：“装你就装吧，杀过15个魔王和5个仙盟准帝。要说这不是故意杀的，我今后把名字倒着念，倒着念怎么念呢？连青柱。这几人中呢，也就他觉得现在很正常了。毕竟上次聆听仙音时，他已经受过太多的惊吓，有了充足的心理准备。这位江前辈是能带飞全场，但论起残暴程度，西陵世家在他面前那都算是小绵羊啊。这次让他帮忙出头，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李俊朗信了成哥的邪，还真以为他是失误杀人呢。那要不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他倒也不迂腐，知道36计走为上。再不走，西陵家老祖就会带着无想剑派来复仇了呀。可是我们刚刚都已经在传影仙气上露过脸了呀。我是能一走了之，你们几个长河府的人一查就能找到四海宗啊。这李俊朗和那3名弟子如同五雷轰顶，祝青莲一脸呆滞。他是彻底看出来了，这位江前辈就是故意让西陵世家联络无想剑派那边的。他的杀心太重了，从一开始他就打算把西陵世家的靠山也拔掉，所以才一边开着传影仙气一边杀人。果然呢，这个疯子一如既往的残暴，太可怕了。上了他这趟疯狂的快车，全程刺激的心脏都受不了了。大哥哥，我现在想下车还来得及吗？放心吧，无想剑派那边肯定要比西陵世家讲道理的多。成哥看李俊朗很是担忧，于是再次拍拍他的肩膀：“小老弟儿，放心啊，我这次一定和他们好好的讲道理，争取大事化小。”第517集，人家一番盛情，你都把人家的家族给灭了，还怎么大事化小啊？祝青莲无力吐槽，他现在已经转变成上次那种放弃治疗的心态了。罢了，反正呢，自己这次的命又一次不受自己掌控了。之后，李俊朗和那3位师弟还好心的把西陵家的尸身给掩埋了一下。成哥在旁看着也没有阻止，等他们忙完了，这才将那仙药还给了李俊朗。随后呢，还一人赏了一件7阶仙甲，那穿着吧，反正都是出自刚才西陵家那几位长老的，这东西啊，成哥现在看不上。啊，这是送给我们了吗？李俊朗和几名弟子被冲昏了头啊，说话结结巴巴的，都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哎呦，这我们哪敢收啊！7阶仙甲，他们四海宗也就掌门长海仙王目前有1件，拿着吧啊！出门在外有个仙甲防身也多点安全感。谢前辈，太感谢了。这几人一方面担忧着即将到来的无想剑派，一方面又欣喜若狂的换上了新的仙甲。那3名师弟现在是彻底相信李俊朗、祝青莲被带飞的经历。这位江前辈又慷慨又好心，放在仙界实属罕见的，堪称仙界的异类，仙界的楷模。片刻之后，无想剑派的人终于到了，首当其冲的正是西陵家那位9品仙王老祖，而他的身后，无想剑派足足出动了4名准帝，除了2名正在闭关的太上长老之外，可谓是高手尽出。他们这宗门最近其实得到上面的指示，尽量封闭山门，不要过问世事。但西陵世家是无想剑派安插在长河府的一个重要棋子，突然被人毁得一干二净，宗门上下震怒无比，他们根本就坐不住。魔头何在？出来受死！一到场呢，西陵家那位老祖就凄厉嘶吼，杀气腾腾啊，震得方圆万里都嗡嗡作响，无数仙人纷纷侧目。搁在这儿呢，成哥不紧不慢地飞到了半空，眼见对面的西陵家老祖还探出神识四处感知，他笑眯眯地摆手：“行了，别找了啊！我做事你放心，绝不会留下什么后患的。”那西陵家老祖差点气吐血了呀，而对面的4位准帝则是怒气冲冲打量江城。魔头，你是何人？竟敢犯下如此滔天罪孽！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卖了一株仙药给他们，他们不但不付款，还想巧取豪夺，贪墨下来。你们无想剑派一定是来主持公道的，对吧？我替你们清除了蜀地内7行霸士的害群之马，你们是不是应该表彰我呀？李俊朗一听，连连点头。看来江前辈果然是讲道理呀，并没有一见面喊打喊杀，是真的打算大事化小。但祝青莲却是一脸无奈，这种事怎么可能说得通呢？还主持公道？对面明摆着就是西陵世家的背后靠山，肯定站在那边。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如今人都被你杀了，口说无凭，你残害那么多无辜族人却是证据确凿。我有人证。有人证？对面几名准帝差点无语了。我们是来报复的，管你有没有人证，都不会放过你好吗？你真当我们来主持公道啊？为首那名准帝看了眼下方李俊朗、祝青莲等人，不耐烦地说了：“你说的不会是那几个蝼蚁吧？他们也配？哎呀，
这不是还有你们西陵世家的人吗？西陵家老祖一愣，还有人活着吗？那几名准帝也意外呀。来，跟我来吧。成哥一个闪身，将几人带到了西陵家后方的一片荒岭。人在何处？就在地下，你们下去和他们对峙不就知道了吗？几人神念一摊，顿时怒发冲冠呢。这地下正是刚才被杀的西陵家众人。成哥收完战利品，李俊朗等人还贴心的给埋了，让他们去地下对峙。你在消遣我们！几人立即祭出了仙气仙宝，4位准帝的仙国和规则烙印也是风云激荡，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对呀，我就是在消遣你们呢。成哥忽然收起笑容，49道规则烙印突然轰杀而出，宛若惊涛拍岸，整个天幕突然就被映照成了五颜六色。西陵家的老祖才9品仙王，而且首当其冲，吭都没有来得及吭一声，死了。随后4位准帝的规则烙印被冲垮了，成哥还特意祭出了仙魂，将他们的最后一丝逃生希望也给掐灭了。一个眨眼，4位准帝一个不剩。事实上，即便换成仙帝来对阵准帝，也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只能说呀，江城在准帝这个阶段早已成了彻头彻尾的怪胎呀。仙帝能做到的规则化身和法则空间，他做不到；但他现在能做到的绝对碾压，仙帝也做不到。干掉这5人，又收了几件8阶的仙气仙宝，成哥这才回到前面。前辈，他们人呢？刚刚是不是发生战斗了呀？几人挺担忧的。不会有什么大事吧？后方呢？祝青莲啥也没问，他是唯一一个熟知成哥风格的人，不用猜也知道那4名准帝不会再出现了。这件事从这位江前辈插手之后就已经失控了。成哥摇头笑着，当然不会有什么事，我刚才是晓之以理，他们被我感动了，还邀请我去这个无想剑派做客呢，以感谢我们的义举。李俊朗觉得不可思议，那他们先回去了，咱们这就去无想剑派吧。他也没办法，自己拍拍屁股就能走，也不怕后续报复，但四海宗是本地的，这件事想解决的不留后患，无想剑派那边必须得去一趟。李俊朗没听出背后的意思，倒是难得的有些怯场了。这无想剑派，我们几个怕是没资格进去啊。哎呀，人家一番盛情，咱不去不给面子呀。你不是出来历练了吗？也算是长长见识，多点经验嘛。本期第518集，还有你这漏网之鱼。李俊朗一想也是，这才和3位师弟兴高采烈的再次上了成哥的车。至于祝青莲呢，他看成哥的眼神都带着哀求了。大佬啊，你再这样下去，天都捅破了呀！刚才几个准帝出手造成的声势太大，他们离开之后呢，附近的一些仙人渐渐赶来了。一开始还只是在西陵世家外围徘徊，很快就发现这里没活人了。陆续又有一些从西陵家逃出去的仆役丫鬟被发现，于是西陵家被灭的消息就传开了，整个长河府的轰动。西陵家5位仙王在当地算的是数得着的势力，就这么的没了。无数仙人纷纷赶来看热闹，这可是大事啊！少主啊，这次回去之后，定要让加入带人平淡的四海宗。对，绝不能让他们好过。真他妈给脸不要脸，要个仙药还个推三阻四的。被一众跟班簇拥着的西陵伟面色也很不好看，以至于头顶的银冠仙宝都晃了晃。之前让四海宗那几人交出仙药，他们竟敢抗命，这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呀。尤其后面成哥出场，他被迫离开，更是视为奇耻大辱。该死的七四海宗，敢落小爷的面子！他眼内闪动着残忍狠毒的色彩。这波不整死他们，我从此不用在长河府混了。他们这一路速度当然没有成哥快，以至于成哥此时都到了无想剑派了，他们才刚刚赶回西陵世家。远远一看，就看到自家被围了里3层外3层，咋的了？滚开！干什么呢你们？造反吗？西陵伟带着一众护卫撞开人群冲了进去，就看到许多仙人正在自家搬东西，那更是气得面色铁青。放了！爹，你在哪儿呢？2说3说5说你们人呢？他的怒吼和呼喊并没有得到回应，附近那些仙人看他的眼神也都有些古怪。而当他挥剑阻挡那些搬东西的仙人时，更是被人直接围了起来。你们要干什么？我警告你们啊，我西陵家不是好惹了。外围那些仙人平日见惯了他嚣张跋扈的，此时哪有同情，只觉得无比的畅快，全都冷笑不止。什么西陵家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倒是忘了，还有你这漏网之鱼啊！干他！对，杀了他！众仙人一鼓噪，西陵伟和那群护卫面色大变。你们说什么？西陵家不存在了？谁说的？我们说的。外围那些仙人以前怕了西陵家，现在那高层死了一个不剩，哪还会有顾忌呀？南爹和南家那些长老师孙都搁这儿了啊！横瞎霸道这么些年，这是踢铁板了吧？该呀！大哪怎么叫啊？该呀！
看着那些被扒出的尸身呢，西陵伟脸上血色瞬间褪尽，他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可能，不可能！他猛烈地摇着头，而身边那些护卫同样是方寸大乱。没什么不可能的，我可是亲眼看到大战波动，死那可惨了呀！大战？西陵伟瞬间想到了之前四海宗那几人，就凭那几个，不可能啊！难道是？他想到了江城，这是当时唯一一个看不穿境界了。四周那些仙人也不知道凶手的身份，不过无所谓了，反正西陵家没了，他们也不全是为了什么主持正义。比如西陵伟一身的仙宝仙气，可是比绝大部分仙尊还要高阶呀，许多人的眼珠子都亮了。面对众人的步步紧逼，面色苍白无法接受的西陵伟慌了，他忽然嘶吼：我太爷爷是无想剑派的长老，你们敢动我和西陵家，来日必遭横祸！你说的太爷爷是这位吗？有人笑嘻嘻的用剑指了指地上那位西陵家老祖残缺的尸身。什么？西陵伟眼前一黑，瞬间垮了。这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没想到也指望不上了。没了西陵世家和那位老祖这两位靠山，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仙尊而已。你们想干什么？啊，没什么，我就看你这是挺亮眼的，你穿着不太合适。对啊，你要是主动脱了，我们心情一好啊，没准给你留个全尸。自己向来都是抢别人的，西陵伟此时才终于知道被抢是多么的憋屈愤怒呀！他接受不了这种转变。大胆，你们胆敢动我！一道剑芒从后直接击中他。呸！都他妈沦落到这地步了还摆谱！西陵伟和那10几名跟班很快就被淹没在了攻击的海洋中。而另一边呢，成哥早把西陵伟忘了，他已经带着李俊郎等人赶到了无想剑派。你们几个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我进去和他们联络一下感情，熟悉一下，等会儿喊你们进去。哦，好。李俊郎望着无想剑派那气势恢宏的秘境，眼内有着止不住的震撼和敬仰。和这里一比，四海宗那就是鸡棚啊！这种地方真的会让自己进去做客吗？江掌门一个闪身进了无想剑派的山门，神念一探，这宗门基本上一览无余，他也不停留，直奔着宗门的藏宝阁。外围的禁制阵法拦不住他，49道规则烙印一出，差点将整个藏宝阁都炸上天呢。随后如同长鲸吸水一般，将宝阁内的宝物都收入自己囊中。这举动自然惊动了无想剑派那些长老和门人。什么人？何方贼子，胆敢闯我宗门？住手！将他拿下！成哥都不带回头的，一边收着宝物，一边挥挥手，几道规则烙印将扑过来的那些仙尊仙王全都轰了回去。无想剑派上下一片哗然，这是一尊准地之上的强敌，他们根本挡不住。长老弟子乱作一团，快去上报掌门！掌门不在，那去请太上长老啊！他们忙碌的时候，成哥已经收完了藏宝阁了。随后他又转战丹堂、气堂等宗门重地，这些地方有仙丹仙气，他来这里总不能白跑一趟。至于外面那些如临大敌的长老弟子，他都懒得搭理。本集第519集，他们太好客了。西陵世家的巧取豪夺的熟练风格，一看就不是好东西，所以成哥灭了他们。至于无想剑派，这里的高层是西陵世家的幕后靠山，这一点是板上钉钉的。要不然之前灭了西陵世家，为什么会有4个准地去报复呢？你们要是没插手就算了，既然要插手，那就要付出代价。至于那些普通门人弟子，成哥暂时倒是没有列为必杀的敌人，只要他们不来送死，他也没有斩尽杀绝的心思。何方魔头竟敢闯入我无想剑派放肆，大胆！伴随着2道响彻全场的怒吼，2名准地中期太上长老冲了出来。还没等他们出手呢，成哥直接规则烙印加仙魂伺候，2人直接从虚空被击落下来，再也没有半点声息了。那些门人原本还等着看2位太上长老扬威避敌，结果呢，就看到这一幕，霎时间呢，举派上下呆若木鸡。2位准地中期太上长老就这样嘎了，这可是他们的图腾啊，都屹立上百亿年了，你今天突然嘎了，这带来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里被我占领了，你们已经被我自己包围了，都给我滚！江掌门的声音在仙力的加持下带着隆隆威压，一些弟子甚至差点从高空跌落下来。紧接着呢，所有门人就像疯了一样向外逃窜。没过多久，宗门就只剩下成哥一人了。这里对他来说到处都是宝，一个宗门秘境内可不光是仙气、仙宝、仙精、仙丹这些物资，还有许多天材地宝。除此之外呢，漫山遍野还有各种品阶的仙药仙矿，这些东西将来炼气炼丹都能用得上。成哥是里3圈外3圈的忙得昏天黑地的，最后才想起外面还有几个人在等着呢。此时呢，李俊朗、祝青兰等人都有些不安了呀。江前辈都进去几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回应啊？不会是被扣在里边了吧？应该不至于吧？刚才好多人从里面飞出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是啊，你不像是来搜捕我们的呀。
祝青莲担心江城在里面遭遇不测，此时已经想打退堂鼓逃离这里了。你们真的觉得无想剑派会邀请我们来做客吗？哼，江前辈当然不会骗我们的。你也太相信他了，难道你就没有想过，无想剑派非亲非故的，凭什么这么热情呢？这有什么怀疑的？江前辈交友广阔，面子大呗。你还真是。这是什么呀？江城终于从里面出来了，祝青莲连忙摆手，没什么。另外3名弟子有些不安。那个前辈，里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是啊，刚看到好多人飞出来，如果无想剑派不欢迎的话，那咱们就回去吧。想哪儿去了你们？他们当然欢迎我们，刚刚我在里面和他们的太上长老相谈甚欢呢。只是因为他们宗门突然遇到了急事，所以都忙着处理去了。哦，原来是这样啊！李俊郎恍然大悟，祝青莲却没法相信这是真的。行了，现在都跟我进来吧。陈哥将几人全都接了进去，一进秘境，几人都惊呼了。哎呦哇，这里就是洞天福地吗？这仙元之气的浓度比我们四海宗高了不知多少倍啊！规则之力的气息也高了这么多。哎呦哇，要是能在这里修炼，那该多好啊！除了一些宝物资源被江掌门收走之外，无想剑派其他地方倒是没被毁掉，里面的建筑、阵法、禁制、仙脉以及各种修炼设施一应俱全，依旧还是个完整的宗门。成哥带他们一路飞到宗门核心地带，到了这里呢，几人再次被那巍峨浩荡的正殿所震慑了，如同乡下人进了皇宫，都有些浑身不自在，内心越发觉得和这里一比，四海宗破落的实在是没眼看。为什么一个人都不见了呀？是啊，都到这儿了，居然还是一个人都看不到啊！那3名弟子挺疑惑的。李俊朗倒是一笑，哼，刚刚江前辈不是说了吗？他们有急事出门了。祝青莲无力吐槽，内心暗暗腹诽：你还真是头脑简单，烦恼少啊！哪个宗门遇到急事会走得一个人不剩啊？就算是遇到灭派级的大战，里面也会留几个弟子看门吧？他不用猜也明白，刚才那些人哪是遇到急事，分明是被这江前辈强行赶走的，太强势了。果然呢，跟他一起全程都在冲击认知极限。他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前辈，这样做真的没关系吗？将这无想剑派站下来是一回事，后面会发生什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么强大的一个宗门就这样占据，周边其他宗门不可能没反应，到那时事情会越闹越大。江掌门看了他一眼，也知道这妹子比较清醒，想得很远。放心吧，哥开车带飞向来稳得很，你只需要抓紧了就行了。祝青莲迷迷糊糊的点头，但内心怎么可能安稳得下来呢？好了，你们可以在四处走走了，要修炼也行，这里东西啊都随便用。成哥丢下这句话，李俊朗倒是兴致高涨。前辈，我想去道藏阁看看，可以吗？这相当于修炼典籍的藏书阁了。一个拥有准地中期的宗门，论底蕴那自然是远超四海宗的。成哥耸肩，当然可以啊，随便翻阅，记不下来的可以带回去慢慢看。无论李俊朗还是那3名弟子，听到这句话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啊，带回去？这不太好吧？没事，他们宗门很好客，而且这都是淘汰下的道藏，想拿多少都行。几人这才兴高采烈地冲向了道藏阁那边。你到底想干什么？一直跟着成哥的苍灵终于忍不住问出来。无聊呗，顺便带几个小朋友。我不是说这个，我是发现你好像是故意在把事情闹得更大。没错，我就是故意把事情闹大的。本期第520集，不愧是先帝呀！无想剑派几位准帝全部被杀，宗门的长老弟子全部被驱逐出来，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一时间呢，整个十方道乃至整个南部天域都为之哗然。无想剑派实力可是很强的，6位准帝坐镇，能做到这种事的应该只有先帝了吧？可问题是哪个先帝会做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传承了上百亿年的宗门，关系可以说是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南部天域和十方道都是有明确势力范围的，大家相互默认的。占了别人的宗门，打破了周边的势力格局，肯定会遭到反噬。据说目前就连碧落星宫都被惊动了，许多人仿佛已经看到了江掌门的末路。无想剑派，碧落星宫的高层确实被惊动了。怎么会这样？谁干的？能做到这种事的只有地境，莫非是魔界入侵了吗？相对于外界的风起云涌、群情激愤，碧落星宫这边倒是要沉稳得多。掌教玉心仙帝作为经历过仙妖大战的老牌强者，眉宇间藏着化不开的担忧。大劫即将到来，各大仙门都在尽量封闭山门，以避免被波及。如今出现如此大事，很可能就是结束到来的征兆。我们现在若是插手，
就怕会卷入无穷的是非中。但新宫内许多长老却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碧落新宫执掌南部天域之牛耳，各大宗门下来听从我们的号令。如果这次不管不顾，怕是会严重损害我派声威呀。是啊，我们制定了南部天域的秩序，如果对此视而不见，秩序将荡然无存，这也会影响到仙宫的气数。气数这东西虚无缥缈，但对修仙的来说呢，又极为重要。尤其是他们这种远古的超级仙门，能一直保持强盛，少不了气运之功。南部天域算是碧落新宫的1亩3分地，有人未经允许就在他们的地盘搞风搞雨，换做平时他们早就去制裁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仙宫的气数不衰，一直都如日中天。依我看，不如派2位顶尖地境前去，以雷霆之势火速剿灭此魔，如此方可将苗头彻底掐灭。玉心仙帝最终呢点了点头。玉树仙帝、玉晴仙帝，劳烦2位亲自出手一次吧。以往南部天域有什么大事，他们只需要出动地境的分身，甚至投影就差不多能摆平了。而这次呢，显然是要动真格的了。务必雷厉风行，不留后患，扬我新宫之威，震慑一切邪魔。远处洞府内，2位仙帝携着九霄云霞出关，领下法旨。临行前呢，玉心仙帝又说了：此战结束后，统领南部天域所有宗门世家，全数封闭山门，一笔劫难，不得外出结交，终止一切恩怨。违令者，100万年后永久莫出。2位仙帝领命而去。外面那些宗门本就一直在等着碧落新宫的决定，一听说2位仙帝出战，顿时都沸腾了。居然是玉晴、玉树2位仙帝亲自出战！我的天哪，这2位可是数百亿年的老牌仙帝，实力深不可测。不错，这2位在地境之中也是顶尖那一批。本以为会派其他仙帝的，真是想不到，这次碧落新宫动真格的了呀！那占据了无想剑派的邪魔何德何能，竟能得到这样的待遇？他再也无幸免的机会了呀！无数仙人闻风而动，纷纷前往无想剑派，想要亲眼见证成哥被灭的那一幕盛况。毕竟仙帝可不是想看就能看得到的。3日之后，2位仙帝乘着仙兽正式驾临无想剑派。在这里早有里3层外3层的准帝仙王仙尊候着呢。参见2位大帝！仙尊们纷纷跪拜，仙王们也是深深弯下腰。在南部天域，碧落新宫那就是天哪，仙帝就是活在人间的神，而那些来自各大宗门的准帝也纷纷上前见礼。见过2位大帝，若有裁选，但请吩咐。他们倒不是真那么热心，只是看到2位仙帝出动，稳赢不输了，卖个好也不付出什么代价。玉树仙帝眉心微皱，这里围这么多人，让他有些不愉快。大劫将至，你们还不回归各自山门好好闭关，聚到这里干什么呀？我们想要瞻仰前辈您的风采呀！那些准帝闻言笑了，有碧落新宫的领导，再大的劫难也能轻松度过。不错，我等只需要追随新宫脚步即可。胡闹，荒唐！玉树仙帝正要发怒了，玉晴仙帝却劝住了他：无妨，无妨。趁着这次剿灭邪魔的机会，再次在南部天域立一次威，也是很不错的。尔等可一道进入，观看吾等诛魔。玉树仙帝挥手，法则之力发动，无想剑派入口的禁制顷刻间冰消瓦解，里面的建筑已然暴露在外面。一个宗门最重要的禁制和大阵，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似的。这一手顿时让全场再次沸腾，马屁如潮水呀，那夸的呀，仙帝厉害呀，怎么样，就这意思吧。2位仙帝飘然踏入无想剑派内部，一众准帝亦步亦趋的紧随其后，而那些仙王仙尊更是成群结队，声势浩大。如此之大的声势，里面的人自然察觉到了。李君朗、祝青莲等人这段时间忙着在这里修炼，都快乐不思蜀了。条件太好了，尤其规则之力太浓郁了，以至于几人的境界都有了突破的迹象。这会儿呢，突然发现外面来了数不清的仙人，尤其为首2位那更是神威浩荡，不敢直视。再看其他人，全都是杀气腾腾。几人吓得魂不附体，李俊朗也没了平日里的镇定自若，慌忙赶到成哥身旁求助保护。前辈，他们是不是来杀我们的呀？那2位好像是仙帝啊！完了！成哥双手负后，淡淡的望着对面的阵仗，丝毫没有惊慌，反而笑着安慰2人几句了。放心吧，他们都很好客热情的，怎么会杀我们呢？本集第521集，你这个瘟神。
虽然早就听说了占据无想剑派的只有一个人，但现在真正看到陈哥之后，后方那一大群仙人还是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真的就这么一个人呢？那么大的一个宗门，这也太离谱了吧？好吧，李俊朗、祝青莲这几位都被他直接忽略了，还不等玉晴仙帝和玉树仙帝发话呢，其他人就率先跳出来狐假虎威了。来，魔头，你的末日到了！胆敢侵犯我南部天域，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两位碧落星宫仙帝在此，还不快束手就擒！那剧烈的轰鸣声响起呀，人群前方一道遮天蔽日的长袖在规则的金光之中骤然回落，蚌仙一大群准帝被轰落下去，后方那些仙王和仙尊更是猝不及防，差点当场被杀死。而此时对面陈哥还一动未动，乐呵呵的看着呢。出手的不是他，而是玉树仙帝。就见这位碧落星宫元老巨头气急败坏，跳着脚，咆哮声响彻全场。什么魔头啊？什么玩意就束手就擒呐？谁告诉你们这是敌人了？谁告诉你们我们要和他战斗了？啊！无论刚刚被轰落变得灰头土脸的准帝们，还是后方那些混乱的仙王仙尊，都懵了。什么情况啊？刚刚在外边您还不是还说的好好的吗？让我们进来观看您是如何诛杀魔头的啊！现在魔头在眼前了，突然又说这不是敌人。这群人中有不少仙王就是上次从无想剑派逃出去的，就指望着他们帮忙夺回宗门呢。连忙提醒两位大帝，他就是上次闯入我派的魔头。对呀，我们不会认错了。还请两位大帝速速降下雷霆之怒。闭嘴！玉晴仙帝也恼了，脸色铁青，狠狠地说：我们碧落星宫如何行事，轮到你们来教了吗？此人不是敌人啊，这就是一场误会。他直接宣布结论了，误会。众人内心疯狂腹诽，左右那么一看，无想剑派都被人搬空了，只剩个空架子了。而且呢，这里面的门人都被赶出去了，何况之前无想剑派的6位准帝也都被杀了。这要不是敌人，那谁是敌人呢？事儿都板上钉钉了，还能有啥误会？众人一头雾水的目光注视下，玉晴仙帝咬咬牙，一脸恼火地瞪着对面的陈哥。你不在仙妖山待着，你跑我南部天域来干什么呀？玉树仙帝也厉声呵斥，还不快速速退出我仙界！说实话，他们目前最想杀的人就是陈哥。这个人当年屡次破坏封锁下界的计划，斩杀九焰仙帝，绝对是心腹大患，又有飞仙门与仙魔2界的仇恨，根本不能留着。何况他最近又连杀数位仙帝，假以时日会给仙界造成更大的损失。哪怕没有无想剑派这事，陈哥也是他们必杀的目标。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义务的、免费的、积极的干掉江掌门，但现在没法下手啊！这家伙竟然神奇的成了大劫的劫心，这个身份太要命了。谁杀劫心，就会被恐怖的业力缠身，等于是必死无疑。劫心死后，大劫并不会消失，而且任何对劫心动手的人，身后势力也会被卷入大劫之中，到时候想避都避不开呀。只要他们对江掌门出手，冥冥中的大事会有1万种方式让碧落星宫应劫。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只能一边恨着江掌门，一边收起了仙器仙宝，对他干瞪眼。怎么的？我去哪儿还得经过你们同意啊？陈哥好整以暇的耸耸肩，对他们的态度一清二楚。我这次出来有力，看到你们南部天域不太平，好心的帮忙惩治几个毛贼，维护了你们南部天域的治安，你们得谢谢我呀。这话说的对面那群仙人无力吐槽，你跑来我们南部天域杀了几个准帝，抢了一堆东西，我们还得谢谢你？2位仙帝更是气得暴跳如雷，四周规则差点一阵混乱，指着江城破口大骂：你这个瘟神，滚出南部天域，滚出仙界！瘟神？我操！这个称呼陈哥不爱听啊！你说啥？你什么态度啊？他祭出了红绝仙剑，朝着2名仙帝当头就是一剑。就见那虚空中火光漫天，49道规则烙印如同5颜6色的巨龙，在火光之中吞吐着凶焰。霎时间呢，天地变色。2位仙帝连忙施展规则化身，将这击挡了下来。四周仙人纷纷退避，李俊朗、祝青莲等人更是吓得直接栽倒在地。大佬，你竟然对仙帝出手，太疯狂了吧！而对面那群准帝则是震撼的下巴都摔碎了的要啊！这真的是准帝中期能施展出的威能吗？这是仙帝吧？2位仙帝大怒，本能的想反击，但又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杀心，强行按捺下来。没办法，一反击的话，没准就会被劫心卷入大劫之中。这次就算不死，将来肯定会出大事。陈哥得理不饶人，再次挥剑，同时仙魂也祭出，主动向前攻杀。2位仙帝只能是再次祭出规则化身和法则，同时仙魂勉力之对抗。
三人一时间打的是天昏地暗，好不热闹。事实上，交战双方都无奈呀。成哥想干掉对方，这可都是当年害过自己那群幕后的黑手啊。问题是呢，他办不到。这两位先帝光是法则就不止一门，与规则的融合度也高得离谱，仙魂更是稳固的不可思议，他撼动不了。论实力，远强于之前被他杀死的几个先帝。越级挑战也有极限，以目前成哥准地充气的实力，还真的办不到。除非他被这俩人杀死，然后系统开挂复活，那样才能创造奇迹。可问题是，现在人家不敢杀他呀，死不掉怎么开挂呢？对面俩先帝更是憋屈啊！明明实力更强，却只能被动防御，不光不能痛下杀手，连主动进攻都不行。想控制对方吧，问题是成哥也不弱，速度规则烙印到了准地后期，加上有朱邪策在手，无视法则空间，谁能治得住呀？本集第522集，他是无赖吗？两位先帝一直挨打，这一辈子没这么憋屈过。虽然因为实力强，毫发无伤，但实在受不了了。尤其还当着后面那么多仙人粉丝的面。停手，快停手！你到底想干什么？两人一边防守一边怒吼：瘟神，你全家都瘟神！成哥虽然伤不了他们，但好歹是主动进攻。两位先帝又招架了一阵，最后无奈只能改口了。哎，行，我们说错了，江道友你不是瘟神了。成哥可不会就此满意了。不是还要让我滚吗？没，你不用滚了，我们欢迎你都来不及了。当真？必须的嘛。成哥这才停手。这场谁也奈何不了谁的战斗才终于告一段落了。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你这俩先帝服软了？他们也不知道结心，还以为是被打服的呢。顿时呢，对成哥高山仰止了，太强悍了吧！无形中，成哥血获一批镇清池。而后方李俊朗和三位师弟已经像看神一样的表情，眼里冒起了崇拜的小星星，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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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这可是碧落星宫的先帝呀！碧落星宫南部天云那片天呐，有木有啊？啊！居然被江前辈给打得认怂了。这位江前辈究竟有多强？这条大腿也粗得过头了吧？这祝青莲呢？傻了。成哥一路强势装叉，他一路提心吊胆，因为就算你再强，有个极限，你把天捅破了，会招来雷霆的洗礼。他之前最担心的就是碧落星宫介入，而现在谁能告诉他发生什么了呀？收起剑的成哥轻吁了一口气，这才笑眯眯地说：你们刚刚说了欢迎我，对吧？两位先帝正恼火呢，闻言悻悻说：是又如何？那只是随口一句话，为了让你住手罢了。只可惜成哥当真了。啊，那既然你们这么欢迎我，那我不能让你们失望了。这样吧，那接下来我就去你们碧落星宫住一段时间吧。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啊？两位先帝差点当场跳起来了。不行，你做梦！这可是结心呐，说是升级版的瘟神一点不为过，走到哪儿都可能带来特别大的大劫。要不然他们之前怎么会叫他滚出仙界呢？还想进碧落星宫？你疯了还差不多吧？不行，原来你们刚才所说的欢迎是骗我呀！他再次亮出了红绝剑和仙宝，49道规则烙印再次蓄势待发。两位先帝气得差点心梗脑出血，气得快尿血了呀！愤怒咆哮起来：该死的，你不要得寸进尺呀！我敬你好，哎呀！我重说吧，我警告你好自为之啊！我真是被你都气懵了，你不要以为我们真怕了你了。成哥笑眯眯点头：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呀！那以后我有事没事就去你们碧落星宫溜达啊！我看你们那禁制能不能拦得住啊？这他娘就是毫不掩饰的威胁呀！你两位先帝急了，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你卑鄙无耻，你下九流行径，臭不要脸！这大劫起码上百万年才能过去，日子长着，防不胜防啊！说不定哪天真被此人混进了碧落星宫，而后暗中在里面搞风搞雨。他可是结心，没准碧落星宫可就毁于一旦了。行了，你们当初毒死下界，围攻飞仙门，屡次拉下脸对一群弱小的后辈下手，这卑鄙无耻下九流，你们还是自己留着吧。哥要去碧落星宫，那是去度化你们，这是你们的荣幸，蓬荜生辉的好吗？俩先帝是一阵闷气呀，偏偏拿他没办法。你到底想怎么样？直接画下道来！我没想怎么样啊，就是去做做，这你们都不敢，还名门大派呢。你欲擒欲束，两位先帝互望了一眼，随后悄悄传音：咋整啊？该死的，要是有人能杀掉他就好了，我宁愿换个人当结心。那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应付他？还能怎么应付？不答应的话，他绝对说得出做得到啊！成哥可是宰掉了好几个先帝的，他要说混入碧落星宫，那绝不可能只是说说。想到那一幕，两人脑瓜子都要炸了呀！最终呢，两人只能联络碧落星宫总部那边的掌教和其他长老。什么？你们说什么？
占据无想剑派的是江城、杰心，他还要来碧落新宫。得知这个消息，碧落新宫内差点变得鸡飞狗跳，一众先帝准帝们面色大变，仿佛被不祥之物给粘上。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被卷入大劫，结果呢，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让杰心住进碧落新宫，那不是要他们的命吗？开什么玩笑啊！绝不能答应，他得找死吗？你们为什么不杀了他们？玉树先帝听到这次质问呢，也恼火了。你来啥呀？这总部那边长老们顿时一脸便秘，那谁敢下手啊？那就拒绝让他入内。不错呀，凭什么答应他？当他不存在就行了呗。玉清先帝又说，他说了，要是不答应让他做客，以后会想尽办法潜入我们行宫的。这一下呢，就连原本渊庭月志一脸深沉派头的掌教玉心先帝也绷不住了，直接破口大骂：他是无赖吗？这天道怎么没直接劈死他？这该死的东西，这臭不要脸的！骂完了之后，冷静冷静，最后发现呢，好像还只能捏着鼻子答应让江城进来。毕竟主动答应的话，一切还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要是将来偷偷潜入，那局面可就控制不住了。一番商议之后，玉树长老这才重新回到陈哥面前。我们可以邀请你去碧落新宫做客，但有条件。我派禁地，你不得擅闯。另外，你不能对我派弟子下杀手，否则凭着业力缠身，我们也会斩杀你。陈哥心头暗笑，就你的死亡威胁对我呀，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不过表面上呢，还是点头啊，可以。本集第523集，被幸福砸晕的李俊朗。随后江城转头看向身后几人，啊，我就说了吧，他们很热情好客的。李俊朗连连点头，是啊，前辈说的还真没错。祝青莲已经不知该说什么了，你这也叫热情好客？分明是你逼迫的呀。不过能逼着碧落新宫被迫答应，好像更加不可思议。后方其他仙人已经全体陷入到呆滞状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来捉摸的吗？怎么搞到最后变成邀请做客了呢？尤其是无想剑派那群仙王更是一脸如丧考妣，这指望着新宫的仙帝来帮忙出头，结果倒好，这到底是要闹哪出呢？望着他们那满是疑问的目光，两位仙帝的心头也是郁闷的。难道要说碧落新宫怕了他吗？大劫将至，接下来你们都回去闭关，封闭山门，不得外出结交。至于此人，他就是那劫心江城。什么？他就是劫心？之前那些赶来看热闹，一路喊打喊杀的准帝仙王瞬间面如土色，忙不迭向后飞退逃窜，再也不敢在这里停留了。开玩笑，劫心呐，谁敢招惹呀？更何况江掌门之前那些恐怖的战绩摆在那儿，无论先帝准帝，说杀就杀，堪称数百亿年来整个6界杀戮最盛之人。原本对他还极为痛恨的无想剑派众长老门人，此时只觉得自己能活下来真的是个奇迹呀。后方的李俊朗、祝青莲等人也是呆若木鸡。江前辈，您就是那江城？李俊朗就算以前没出来历练，也听过这个名字，连斩数位先帝，如雷贯耳啊。江城含笑点头，啊，没错呀。那您也是那苍龙族的苍龙那个苍龙大帝苍城？玉树先帝本以为这几人是陈哥的后辈弟子呢，现在看这表现，貌似是浑然不知情啊，不由恼火了。你们几个糊涂虫，除了他还能有谁？先帝亲自认证身份，几人差点吓晕了。尤其祝青莲总算明白上次金翼准帝为何说自己把路给走窄了。仙妖山那苍龙大帝是能指小儿液体的恐怖存在呀。当然嘞，他现在另一个名字更吓人，难怪2次见面他从头杀到尾。这对别人来说不可思议，对他来说太正常了啊！不应该说他变仁慈了吧？好像比自己想象中的形象要和蔼了几万倍呢。李俊朗表情呆滞，那前辈，您当的那个上千人的宗派掌门是传说中的飞仙门啊？没错呀。小老弟，激不激动？兴不兴奋？意不意外呀？李俊朗的嘴张半天合不拢，许久之后才忽然喜出望外，大吼了一声：太激动，太兴奋了！您竟然是他！哎呦，我这我也太荣幸了呀！他又狂热又崇拜的冲到陈哥面前，恨不得一把抓住他要签名啊！这一出可把陈哥整懵了。他原本以为真实身份暴露之后，李俊朗会吓得再也不敢和自己亲近了，毕竟又是恶妖，又是魔头，又是劫心的。看看祝青莲和另外3名师弟就知道，他们现在脸上除了恐惧和退避，再无其他了。
这才是仙界普通仙人见到他之后的正常反应吧。他实在没想到李俊朗会是这么一个迷弟的反应。玉清仙帝忍不住冷哼：“真是个不怕死的蠢货呀，蠢你大爷！”江掌门心情莫名变得极好，他笑吟吟地拍拍李俊朗的肩膀：“咱们俩，一个俊帅，一个俊朗，惺惺相惜的情谊，岂是他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他这句话也算是警告了。没办法，李俊朗不想和他划清界限，以免以后遭到报复，他只能够暗示自己会罩着这个小弟。玉树仙帝不屑地撇撇嘴，嘲讽说了：“和小小仙尊称兄道弟，魔头的眼界真是低劣的惹人发笑啊！”他堂堂仙帝还不至于去报复李俊朗和四海宗，对那碧落星宫而言，那只是蝼蚁，犯不着。何况呢，这几人都和极心深度接触过了，谁知道杀了他们会不会沟通冥冥中的大事，招来连锁反应呢？这几人他现在避都来不及呢。成哥笑眯眯地揽着李俊朗的肩膀，对两位仙帝说了：“既然你们觉得他身份太低，那就给他增加点牌面呗。”“你什么意思？我警告你，不要得寸进尺。”两位仙帝都差点气消了。你别忘了，你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呐！他们是你们南部天域的后辈，结果居然一直是我这个外来的魔头在提携帮衬。哎呀，这要是传出去，得被人笑话死呀！还南部天域扛把子呢，就这。两位仙帝咬牙，最终玉树仙帝掏出了一块蕴藏着法则之力的金色玉牌，扔给李俊朗：“此乃本地信物，坚持逐渐本地，里面还封了一道法则，可以不断财物。不过我看你这一辈子呀，也悟不出什么。”玉清仙帝也扔了一个玉瓶过去：“这里是太乙生元丹，别把自己吃爆了。以后别忘了，你也是我们碧落星宫栽培起来的。”虽然俩仙帝说话不好听，但这宝物是实实在在的。多谢前辈。李俊朗嘴都笑得合不拢了，而后方祝青莲和那3名师弟眼珠子都绿了。哎呦我去，仙帝的信物啊！那今后李师兄可以横着在南部天域走了呀，别说西陵世家那样了，就算准帝也不敢再招惹他了呀，没准还得把他奉为座上宾呢。看来今后历练每次都得让李师兄来带路开队了，不用什么历练经验，只要他举着牌子，走到哪儿那都是百无禁忌呀。还有那太乙生元丹，那他娘的可是传说中的9品仙丹，4人肠子都会清嘞。他们也不傻，何尝看不出这宝物表面虽是两位仙帝送的，但实际呢是江城帮他争来的。那江城为什么对他那么特别呢？几人心知肚明，可惜明白的太晚，错过了。什么小气呢？就一瓶啊！成哥耸耸肩，这才和李俊朗挥手道别：“小老弟啊，今后有缘再见啊！”随后呢，与那2位仙帝一道化作红光，消失在了这里。本集第524集，不能白来一趟。碧落星宫与其说是一个宗门，倒不如说是一个镶嵌在仙界里的另类世界。庞大的世界内，山川平原、江河湖海，奇诡秘境、奇珍异兽，应有尽有。这洞天福地的修炼效果要远超仙妖山顶部，无想剑派更是被秒得渣都不剩了。来到这里后，江城并没有被带到星宫核心区域，而是直接被2位仙帝带到了一座岛上，这让成哥不满呐！你们居然没给我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太敷衍了吧！听他这理所当然的语气，俩仙帝差点气消了。拜托呀，咱们是敌人呐！啊，要不是因为那结心的敏感身份，我早就刀剑招呼你了，我还欢迎仪式呢。没有，本门其他长老都在闭关。那你安排些弟子加到欢迎也行啊，我不介意。成哥这么骚包的人，来之前还幻想过自己驾临新宫后，两旁几十万男女弟子举着鲜花迎接自己的场面。结果呢，这一路跟着俩仙帝七拐八拐的，人毛都没看到一根，这让他内心相当失望。玉树仙帝额角血管跳了跳，艰难压住想骂人的冲动。没有，本门弟子也都在闭关呢，而且他们也并不想见你这个外人。你既然做客，那就住在这里好了。成哥看了看，这岛屿本身倒是不小，风景如画，仙力充足，毕竟是碧落星宫内部。岛上群山间也点缀着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唯一缺憾呢，就是没有其他人。你们就让我住这儿？我可是你们的贵宾，都不安排几个美貌的弟子服侍一下起居吗？就你还贵宾，还要美貌的弟子服侍，你怎么不上天呢？玉清仙帝一脸恼火的挥挥手，足足上百名傀儡从宫殿中走出，这些傀儡表面和真人一般无二，而且也有金仙级别的实力，算是非常难得的。你的任何需求他们都能满足。成哥被搞败了，过分了吧？人毛都不见一个，这算什么做客呀？难得看他吃瘪，俩仙帝异常的解气。你做你的客，
怎么招待是我们的事，难道要你来教吗？何况这林仙岛本就是我派招待外宾的地方，规格并不低，希望你有客人的样子，不要挑三拣四。这也是高层商议后的解决方案了，让他进来，但不让他和任何长老弟子接触，这样呢就能将他的危险性降到最低了。玉晴仙帝还补充一句，林仙岛周围还有千重禁制，任何人离开这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得知。这是警告，不要在这搞风搞雨，你在我们的监视下。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哥坐牢是吗？哪有，我们这是为了贵客的安危着想，那些禁制早就有了，又不是特意为你准备的。你要是住不惯呢，大可离去，我们一定热烈欢送，给你一个盛大的送别仪式。你们可真会玩啊！这个呀，成哥竖了个大拇指，然后悻悻地进了岛上宫殿。而那群傀儡也跟在他的身后鱼贯而入，简直就是寸步不离的节奏。只要他一离开，这些傀儡同样会发出预警。俩先帝互望一眼，齐齐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一下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他们离开之后，苍灵终于忍不住开口了，真是想不到啊，你竟然能这样正大光明的进入秘鲁星宫啊，这很难吗？成哥望着那群死物傀儡就来气，这也完全不是他想要的画面呢。苍灵一笑，当然很难了，你要知道，这是以前金龙大哥和暗皇大帝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啊。碧落星宫是人类仙人最早建立的几个宗门之一，传承极为久远。仙妖大战时期，他们就曾是主力。这里至于人类的意义与圣地无异，妖族想进来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打进来，要么沦为对方的坐骑。哦，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也算是完成了一件壮举了。没错，作为地部之主，你也算是为妖界争光了。苍灵的心情颇好，毕竟碧落星宫是他当年的老对手，江城能这样恶心对方，让他非常的爽。哎，这碧落星宫有没有什么宝物值得搞一搞啊？你想干嘛？不会还想再折捞一笔吧？啊，对啊，要不然不白来一趟吗？成哥好不容易来了这里，可不会写个到此一游就那么算了，这可是敌人大本营，入宝山岂能空手而归？碧落星宫那些仙器仙丹和奇珍异宝，你就别想了。啊？为啥？这种顶尖仙门，你以为会像无想剑派那样放在什么藏宝阁吗？肯定是保存在特定的小世界内，坏人根本找不到。这样啊？哎呀，那就只能搞点仙药仙草了。碧落星宫总部本身就是个超级的洞天福地，这种地方极其容易出现仙药仙草，何况任何宗门都会专门去培育种植。类似李俊朗他们好不容易找到那种能炼制8阶仙丹的海幽水叶，在这不说漫山遍野吧，起码呢也有个成百上千株了。别忘了，这里有千重禁制。这难不住我。成哥可是有乱阵令的人，禁制本身也是阵法的一个分类，对他来说那就是个摆设。他目前要做的只是摆脱这群傀儡。找了一间净室，宣布了一下自己要闭关，他就轻松地将傀儡们全部打发在了外面透着了。而后一个隐身出来，再封闭净室。傀儡终归只是傀儡，得到闭关的命令之后，不到他出来都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来到岛边，掏出乱阵令，眼前的千重禁制在他眼中已经形同虚设。禁制将他错误地当成了自己人，压根儿没对他的闯入做出任何的反应。就这样，他轻而易举地渡过这片海，来到了碧落星宫的一片大陆上。本集第525集仙之源。神念一开，成哥四处搜寻着仙草仙药，整得跟雷达探测似的。不过呢，这过程并没有那么简单。碧落星宫内部有着太多地方的神念隔绝了，而且一不小心也很容易被其他准帝甚至仙帝察觉。好在呢，一个宗门再大也是大的有限，最终还是被他找到了这里的仙药种植基地仙之源。园外的禁制对他来说依旧形同虚设。进去之后，成哥表示自己被惊呆了，这哪是什么园子呀，这简直就是布满了仙药仙草的世界呀！就见那五颜六色，姹紫嫣红，一株株仙草散发着神妙的光芒，一朵朵仙药散发着令人神往的清香。神念一探，差点没能探到边儿。而且这里的种植相当专业，有的生在雪山，有的生在沼泽，有的生在丛林，所有仙药全都有着相应的完美的成长环境。美中不足呢，就是几乎每一片都有星宫弟子专门负责看守。成哥也不好对这些弟子出手啊，不是不忍心，而是这在对方的宗门内，对任何一名弟子出手都绝对会触动某些手段，很快招来先帝，到时候呢，那就真的什么也捞不着了。哎呀，只能小心一点啊！以他的实力，避开那些仙尊级的弟子非常简单。不过呢，仙药的采摘并不容易，并不是随手拔了往戒指一扔就完事了，很多都需要专门的手诀的，否则一出土就会立即死亡。
也就成哥是准帝中期了，仙魂和规则都极为强大，换成天仙、玄仙什么的，忙一天他也采不了个几百株。就这样，他欢乐的在群山之间忙碌着。没过片刻，他身后就留下了一座荒山。不过呢，相对于这整个仙之园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这些仙草仙药全被他转移到了自己的异空间内，将来只要扔给系统，点开炼丹术，就直接批量生产出成品仙丹，简直美滋滋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收获越来越多。不过呢，问题也渐渐出来了。就算他伪装的再好，越来越多的荒山摆在那儿，里面的弟子终于发现异样，顿时惊呼了：怎么回事？这片1年的紫红花怎么一株都不见了呀？还有这菩提香果，我昨天才刚刚数过的，现在全都被摘了。完了，难道进了贼人吗？快上报长老管事儿！附近几十名弟子一片慌乱，自然也惊动了暗处忙碌的成哥呀。一般呢，管理这种仙药园的长老多半是杂役长老，在这顶多呢，也就是仙王或者是准帝初期，这点实力依旧发现不了他。但那样的话，管事长老到时候会继续上报，一级一级的报到准帝、仙帝，他肯定是会被找出来的。不行啊，得阻止他们。想到这儿，成哥主动现身：“你们且慢！”啊！众弟子一愣，连忙忙不迭的磕头下拜：“参见大长老，参见仙帝。”成哥也是一肚子坏水，居然变成了玉树仙帝了。这些弟子只是底层的外门弟子，他们入门至今，亲眼见到的最高级别也只是准帝，仙帝只存在于影像，在他们心目中和神无异。一看到这位仙帝，那真的是又紧张又激动，浑身都在发抖。那个啥，你们去把这里的管事长老全都叫过来。是。弟子们飞奔而去。没多久呢，仙之园12位管事长老就屁滚尿流的赶过来参见仙帝。为首那名准帝初期弯腰俯首，小心翼翼陪罪。不真是您法驾亲临，有失远迎，万望恕罪呀。没办法，成哥的变化之处能直接获得对方一模一样的气息，除非是对他出手，否则谁也看不出破绽。而在这碧落星空内，看到本门的仙帝大长老，谁会吃了雄心豹子的去对他出手测试呢？不知者无罪。最近大劫将至，本门需要及早做充足的准备。这里的仙药仙草全都摘下来，而后由我亲自带去炼丹。全部？12名长老惊愕无比。这仙之园内可是有10万座山头啊！碧落星宫创立至今，还没有哪次会将全部的仙药仙草都采摘一空，大手笔呀！怎么着？你们想抗命吗？没。12位管事长老连忙再次赔罪。清空仙之园所有仙药，这么大的决定本该有长老会的命令，而他们呢也会向上核实才对。不过成哥变化的是玉树这个老牌仙帝，在宗门地位仅次于掌门玉心仙帝，太崇高太超然了。他本人亲至，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把这里所有弟子都集中起来采药，采完之后再交给我。成哥眼看这身份这么好用，那自然是乐得偷懒呢。12名长老忙不迭点头：是，我们这就去办。于是紧接着，仙之园内3000名弟子全都被发动起来，所有弟子如同勤劳的小蜜蜂一样，一座山一座山的平推，忙的是热火朝天。他们本就是管理的仙之园的，采药本就是专业的。成哥飞在高空，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欣慰的点头：不错呀，很有精神呐。你也太坏了吧，偷药也就算了，竟然还要看守帮你偷。苍灵都忍不住吐槽了：什么叫偷啊？别忘了碧落星光是咱们的敌人，以前是，以后也是。这些仙药我不收，将来他们自己也是会用的，然后吃了仙丹提升修为，来和飞仙门苍龙谷战斗。话是这样没错，但你的手段也太无耻了。回想起之前麒麟族被珍珠坑死那么多的妖元精，再看看这次碧落星宫的遭遇，苍龙女帝表示自己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极品的人，谁被他盯上，那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呀！谢谢了，我会把这当成褒奖，然后继续努力了。2天后，仙之园彻底光溜溜一片，12名长老饱含着丰收的喜悦，激动地将12枚盛满了仙药的仙宝容器交到成哥手里。干得不错啊！成哥勉励了一句，于是呢，长老们更激动了，还小心翼翼地提出请求呢。您可以为我们讲一次道吗？本集第526集，得意洋洋的仙帝们。讲道，这种顶尖宗门确实是由准帝和仙帝出来讲道的传统，一般呢都是讲一讲某些规则治理，对金仙、仙尊、仙王这些级别的修士而言还是很有启发的。但江掌门才没这个耐心，飞仙门弟子都没享受过他讲道的待遇，何况这还是敌人大本营。他正要拒绝呢，忽然又冒出了新的想法，随后一脸威严的点点头。可众弟子长老大喜呀，江掌门又说了：
你们去通知一下其他山头，就说本长老讲道，所有准地之下弟子都可来听。是。虽然觉得其他山头这种词很古怪，不过众人沉浸在喜悦里，也没有多想。短短2个时辰后，就陆续有数万名弟子从各处飞来。玉树先帝讲道，这可是极其罕见的事情啊，怕是上百亿年都轮不到一次。成哥登上一座云海高台，望着下方众人的期待的眼神，心头一阵暗笑。你又想干什么？就连苍灵都好奇了。成哥传音，那人家帮我采药，我传他们道法，这不是很正常的回报吗？你会那么好心？当然，咱就爱提携后辈。随后呢，他还真的开讲了：万物皆化赌，赌之道，天地之偏，慎易行之。苍灵差点当场笑出声，而下方一些准弟则是一脸作恶，这是在讲什么呀？赌之规则吗？玉树先帝不是精通算制规则的先帝吗？大家还期待着他讲一讲算制规则呢，结果他居然讲什么赌之规则。虽说所有规则都可成道，修到了顶都不会弱到哪儿去，但终归还是有强弱之分的。赌这种冷门规则极少会有人设立，原因很简单，前期战力非常弱，见效慢。除此之外，修炼这门规则特别容易走入歧途，能选的规则那么多，犯不着选它。尤其上仙界这些天骄之子，压根儿就没经历过下界的市井红尘，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赌为何物。一开始众弟子还听得茫然，但成哥这门规则毕竟大圆满，确实称得上是研究高深。渐渐的呢，许多人还真就听入味了，甚至开始摇头晃脑的若有所思起来。至于那些仙王，虽然隐隐觉得不对，但当着玉树先帝的面，谁敢提出质疑呀？甚至慢慢的，他们自己也开始思考起那赌之精髓了。讲了快1天了，成哥这变身的时间也快到了，而此时呢，下方已经有10几万仙人，大家听得如痴如醉，有些人甚至醍醐灌顶，仿佛找到了新的方向。赌之道博大精深，尔等日后需要时常修习，不得懈怠。万物皆可成道，赌之道今后会成为本门重点研习科目。若有修炼出众者，本地会考虑收为亲传弟子，传授上等仙法。此言一出呀，原本那些对赌道还有些排斥的弟子都差点窒息了。什么？玉树先帝的亲传弟子？没听错吧？像他们这些弟子入门后多半是拜入某个仙尊或者仙王的门下，唯有天赋极为出众者才有机会得到准地初期的垂青。至于仙帝，那基本上也没有谁能入他们的眼，哪怕绝世天才也不例外。你再天才，能有先帝本人天才吗？玉树先帝的最后一个徒弟是500亿年前收的，如今早已是准地后期了，在碧落星宫地位举足轻重，仅次于诸位先帝。那一旦自己成为玉树先帝的亲传弟子，那么想到这儿，在场那些仙王长老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都这样式的。就算是对赌再不感兴趣，为了成为先帝的徒弟，他们也决定好好钻研。望着一张张斗志昂扬的脸，成哥那个欣慰呀，将碧落星宫变成碧落赌宫可还行呢？想想将来这宗门内的弟子逢人叫赌一赌那样的场面，他都忍不住要笑出猪叫了。尔等散去吧，本地去也。离开这里之后，变化冷却时间到了，他再次隐身回到之前的临仙岛，这才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让那些傀儡联络上面，告诉那些先帝，哥要离开星宫了。这3天呢，高层那些先帝和准帝后期其实是密切关注着临仙岛这边的。开玩笑啊，那结心呢，谁敢不重视呢？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反而忽略掉了其他地方。毕竟碧落星宫这个世界太大了，一群弟子去听道，压根引不起高层的注意。得知成哥主动要离开，众先帝你看我我看你，随后放声大笑。当时高看了他，才3天，此子就被消磨得毫无耐性。哎，晾着他，隔绝他，果然是有效的。居期又如何？他想来兴风作浪，结果还不是被吾等自的无可奈何呀！必须在这临仙岛，他如同在狱中苦不堪言呢。走，得去看看去。众先帝和准帝后期们乐得自是白须乱颤呢。对，同谢。哎呀，看看他那沮丧的模样，他不是要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吗？干脆把全派弟子都召集起来，一同观看怎么样啊？妙啊！前几天呢，他们被成哥气坏了，现在就等着出气了。掌教玉心先帝当场下令，全派弟子到主峰集结。没多久，成哥就被引到了这里。一见面，众位先帝和准帝后期就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笑容。玉清先帝揶揄：“乡长们，不多住一段时间呢？”玉心先帝则是故意皱眉，假装不语：“我们一番盛情，你这么快就离开，莫非是看不起我们？”
成哥哪里看不出这些老阴币的心思呀？你们想文明关猴，殊不知在哥的眼里，你们才是被耍的猴啊！他故意失望且沮丧的叹了口气。得了吧，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啊。玉树先帝还装糊涂呢。乡长们这是何意？莫非是我们招待不周吗？切，这鬼地方！老子一天不想待了，赶紧的！乡长们莫急呀，我们还给你准备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呢。不用了吧？杀人诛心呐！他越是这样气急败坏，星空高层就越得意。你看看这结金被我们玩成什么样了？哈哈，乡长们此言差矣。我们碧落星宫待客礼数向来周到，务必要让来宾宾至如归吧。本集第527集，居然被当成了骗子。下方乌泱泱一大片星空弟子，其实大部分人成哥早就见过了，毕竟他不久前还给他们传道呢。此时这些人望着他，许多准帝仙王面色大变，认了出来。而仙尊弟子们还是一脸迷惑，心说这谁呀？这么大的面子，居然能让本门所有高层同时出面。这位就是结金江城，他在我派逗留几天，现在留不下去了。哼，我碧落星宫可没那么容易被卷进大劫。长老们得意洋洋，大家可以嘲笑他们，然而呢，效果却和他们预想的有点不一样了。话音一落，全场一片哗然。那什么，他就是江城那个魔头吗？这可是大劫的源头啊，写到这上呢，怎么能让他活了呀？废话，结心不能杀！台下议论声沸腾不休，大部分都是震惊和担忧。这魔头都斩杀过7位帝京了，谁敢笑话他呀？成哥居然意外得到了一笔震惊值，尽管弟子们境界不太高，转换的功德不多，但也算意外收获了。哈哈，哎呀，大家好啊！陈哥飞到高空，笑容可掬的挥手。这个，你们的掌教和长老们知道大家因为崇拜而迫切的想要见到我的心情，我呢也不忍心让你们失望，对不对呀？他很骚包的甩了甩自己的秀发，吹了一下头帘。你们心心念念的仙界第一帅哥，就长这样的。男弟子不用嫉妒，女弟子也请好好的把持住啊！我走之后，你们可以把思念放在心里。原本沸腾的全场安静，众人表情有些呆滞。这就是苍龙恶妖仙界第一魔头吗？画风严重不符呀！啊，我们啥时候崇拜你了？什么时候嫉妒你了？还要把持住啊！乡长们还想多讲几句呢，星宫一众高层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不是他们期待的反应。怎么着？你还想在我们碧落星宫培养一批崇拜者吗？玉心仙帝一脸便秘。乡长们，时候也不早了，可以出发了。他挥了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直接做了个请的姿势。你可以收了神通去祸害别人，可别留在我们这儿了呀。成哥这才依依不舍地朝着下方的女弟子们飞了个吻，而后在数位仙帝的护卫下飘然离开了碧落星宫。出了星宫呢，仙帝还是不放心，一路上头影相随，一直目送着他彻底离开南部天域的范围，这才松了口气，可算是走了呀。而此时的成哥已经进入了中部天域，这一次在碧落星宫，他得到海量的仙草仙药，这些材料想炼成仙丹还需要一些辅材，虽然系统商城也有出售，但价格死贵，成哥才不想被系统坑一笔呢。他首先就找到了天书阁的分部，亮出了1等贵宾的信物，这身份买东西能打8折。看到1等贵宾的信物，分部的会长坐不住了，连忙亲自来迎。哎，您是长明殿的前辈？不是。那您是从魔界九星魔殿过来的？也不是。分会长愣了，在他的认知中，天书阁就2个1等贵宾，一个长明殿，一个九星魔殿，其他哪怕天霄阁、碧落星宫这样的庞然大物，也只是2等贵宾。没办法，妙宇做主将苍龙谷提升到1等贵宾，还是不久前的事。虽然通报了总部另外2位仙帝，但消息并没有传下来，这也是无奈呀。陈哥最近做的事情太出格了，天书阁也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尽量低调隐瞒着。要是被外面知道天书阁对那结心如此看重，没准会惹来一身骚啊。于是呢，在他分会长的眼里，他就成了骗子了。仔仔细细检查一下信物，又是真的，而且对方修为深不可测，自己这个8品仙王都看不穿，那这就蹊跷了。兹事体大，可否容我请示一下总部呀？成哥也没多想，反正也不急。分会长一离开，立刻就向上面报告，有人偷了长明殿的贵宾信物来行骗，而且来人境界极高，这还了得呀！得知了这个消息，天书阁总部那边很快有了回应。成哥在这等了3天，都快不耐烦了，就发现分部外面莫名其妙多了很多强大的气息，有准帝，甚至还有仙帝。这什么情况？他正要将那分会长叫过来问一问呢，对方却直接开了阵法，将他困在房内。你这骗子，竟然想用偷来的信物骗我们！那分会长早不像3天前那样热情了，而是祭出仙剑对着他。成哥被逗乐了，
不是老兄啊，我这贵宾身份可是你们总会长亲自认证的。哼，如此拙劣的骗术，未免将我天书阁看得太简单了吧？他话音一落，整个天书阁分部就跟那机关城似的，突然变成了一座堡垒，四周都涌动着阵法和禁制的光芒。看那等级，估摸着一轮齐射下来，准地之下都很难活着了。外面响起了威严的喝声：“还不快束手就擒！将你如何盗取信物的经过从实招来！”外面的先帝和准帝们也纷纷现身，完全就是天罗地网的节奏。然而呢，这一切在双方正式见面之后戛然而止了。天书阁这次出动的是龙鳞和绛寒两位先帝，除此之外呢，还有10余位准帝。上次见面的墨风准帝赫然在列。刚内分会长不认识成哥，这些高层怎么可能不认识？天书阁本身就消息灵通，江城长什么样做过什么一清二楚。一看到是他，原本还打算出手的龙鳞先帝面色大变。停手！测试大阵，快点！他现在恨不得把那分会长拉过来狂扁一顿。他娘的，你惹谁不好，你惹杰西干什么玩意儿啊？莫名其妙被冤枉成骗子，成哥的心情不爽。看到这一幕呢，不由揶揄：别的呀，哥是骗子，你们千万不要放过我呀！我还想尝尝你们的大阵的滋味呢，没准一下就真的成功把我干掉了呢。龙鳞和绛寒两位先帝一脸的无语，当我傻呢？杰西能杀吗？本期第528集，你能炼9品仙丹？那个我们不知是江掌门您驾到啊。龙鳞先帝也看出他生气了，只能好言安抚：手下人不知道您也是我们的一等贵宾，这是误会啊。绛寒先帝也笑了：是啊，小小误会，也没有真的打起来，无伤大雅嘛。那分会长目瞪口呆，其他不明真相的天书阁仙王也都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这位还真的是天书阁一等贵宾吗？准帝们倒是认得他，此时也都是如避蛇蝎的表情。此人不光有个杰心的身份，而且干掉了好几个帝境，那些传说中大魔头在他面前都会瞬间变得清秀起来。不敢，你们天书阁这一等贵宾我可当不起啊！成哥连连摆手，又坐了回去。两位先帝还想说点什么，结果呢，人家直接一道结界布下来，隔绝了双方了。小小误会，其实成哥并不介意。看在妙宇的面上呢，他对天书阁一直挺有好感的。这次真正恼火的是自己的一等贵宾的身份，你们天书阁居然藏着掖着，怎么的呀？啊，跟我结交丢了你们天书阁的脸了？不好意思对外说出口吗？我这么没牌面吗？反观长明殿，你们就那么重视？人家的牌子被偷了，你们需要这么积极的帮忙夺回去吗？眼看他大有在天书阁住下的意思，众人面面相觑，这可咋整啊？杰心天天住在这儿，天书阁还中立个屁呀！这样下去，没准很快就要被卷入大劫，成为仙界的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了。只能请轮回仙帝出面了。墨风准帝最终还是想起了妙语。轮回仙帝，龙鳞和绛寒两位仙帝还不知道他和成哥的关系呢。他尚未恢复修为，恐怕镇不住这戒心呢。墨风准帝悄悄传音：师尊和绛寒前辈有所不知，轮回仙帝和江城有栖身的交情。哦，还有这事呢？两位仙帝惊讶。我只知道他们在中仙界有过仙元令的交易，但还谈不上交情深厚吧。他们好奇呀。作为整个6界当之无愧的明星人物，江掌门来自下界，这点所有人都知道，也知道他干掉了7位仙帝，是飞仙门掌门苍龙族的新任大帝。但是他怎么做到这些的呢？他经历过什么呢？这其实是个谜，无论长明殿还是九星魔殿都曾经研究过，然而他们只能查到此人上百年前才在中仙界出现。这人就像突然横空出世，然后做了一系列大的事情，除了飞仙门弟子也没人跟他相熟。现在突然听说妙宇竟然是他的熟人，还不吝于一个重磅新闻呢！这要传出去，没准长明殿和九星魔殿都得找上门来询问。其实啊，墨风准帝清了清嗓子，神秘地说：他俩有一腿。有一腿？什么意思？这个词儿啊，墨风准帝还是上次从成哥那儿学来的，两位仙帝没听过。就是相当于道理的关系。什么玩意儿？龙鳞和绛寒两位仙帝差点当场跳起来。2天后，妙宇匆匆赶来，一到这里，还不等龙鳞、绛寒两位仙帝上去寒暄，他就直奔成哥房间的结界，想都不想就强行暴力出手破开。外面2位仙帝和一众准帝心惊肉跳，悠着点啊，这位不好惹呀，而且是结心呐！你在搞什么？竟然跑我这儿来生事儿了！一见到成哥，妙仙女就柳眉倒竖，如同发怒的火凤。哎呀，我这不是来照顾熟人的生意吗？有你这么照顾的吗？妙语气道：你能不能别每次都给我出难题？
事实上，这段时间他也被江掌门震惊的不轻。原来此人就是1亿年前那个江澄，再加上他又斩了几个地精，还成了劫心，弄得妙仙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毕竟他的印象中，这个人该讲道义上还是很讲道义的。成哥故意逗他：“我这不是还想着给你当贴身护卫吗？”妙语俏脸，神色一变，连忙摆手拒绝：“免了免了，我现在可不敢再请你了。”哎，你这话生分了啊！咱俩那么熟，你能不能有点自觉啊？我找杰心当护卫，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他现在在成哥面前也是有什么说什么，根本不藏着掖着，这让成哥还真有些遗憾了。他是很想和妙仙女谈谈感情的，这妹子漂亮的惨绝人寰，看着就赏心悦目。哎呀，那还是谈生意吧。后方呢，龙鳞、降寒2位仙帝一脸呆滞，这感情是真的啊？听他们这说话的口吻，明显是有一腿呀！我的天哪！想不到轮回大帝竟然和这6界第一魔头有如此深的纠葛呀！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一时间他们自己也分不清了。你又要谈什么生意啊？提到生意，妙语认真了。成哥立即列出了一份清单，清单并不长，也就100来种材料，天书阁全都有收。但在场众人看清之后，都忍不住瞪大眼睛，因为要的数量太多了。你要这么多材料干什么？这你就别管了，反正不是用来谋害你们天书阁的。妙语盯着那材料清单，眯了眯眼，渐渐看出些眉目了。这些材料全都是用来炼丹的，你又要开炉炼丹了？当初在悟道仙术，他见过江城炼丹，倒是能理解啊。当然了，这10几种材料是炼9品仙丹的，难道你……妙语不禁惊呼：“你能炼9品仙丹？”虽然成哥对震惊已经习以为常，但妙语的震惊还是很少见的，不由得嘴角一翘，嘚瑟地说：“啊，这很难吗？”房内众人全都在倒吸凉气呀！哎呀，6界第一魔头居然还是个炼丹大师，而且还是能炼9品仙丹那种顶尖仙丹师吗？太不可思议了呀！要知道，即便上仙界能做到这种事的也是凤毛麟角，整个天书阁目前还没有一个9品仙丹师呢。那种顶尖仙丹师也就长明殿、九星魔殿、地丹阁等寥寥几个势力能找得到。第529集，劫心这么老实好骗吗？当初在悟道仙术时，妙语其实就怀疑过他是不是能炼出9品仙丹，现在算是证实了。你会炼哪几种9品仙丹？你这个问题问的没有技术含量。那当然是所有9品仙丹我都会。什么玩意儿啊？所有切！房内其他仙帝准帝都觉得他在吹牛，这怎么可能呢？9品仙丹有很多种，能炼出其中一种就可以被称之为9品仙丹师了，全都会，根本就不可能。妙语却是大喜过望，又问了：“那你的9品仙丹成丹率，大概有多高呢？”成哥本想说，在哥这儿不存在成丹率这个名词好吗？直接把材料放进系统，然后点下开始炼制的按钮，之后呢，丹药就是100%保质保量的出来。不过看到众人那关切无比的目光，他忽然意识到什么，于是呢，说了个很保守的数字，5成吧。什么？妙语坐不住了，直接腾地站起，而房内另外2位仙帝忍不住发出了叫声：“5成？怎么可能这么高啊？9品仙丹成丹率一般不都只有1、2成吗？能达到3成都是奇迹了。哎，这不会是骗人的吧？”成哥笑而不语，妙语的眼神彻底变了。换成别人，他可能也会认为是吹牛的。但换成江城，他相信他能做到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你能不能帮我们也练一练9品仙丹？可以啊，反正帮他们炼丹，材料他们出，自己只需要点点系统按钮就行了。真的？妙语喜出望外，这家伙向来都很难缠，难得这次居然这么干脆。但是我出了力，你们总得给点报酬吧？妙语不动声色的试探。你要什么报酬？这次我采购的材料全都免费，怎么样？妙语和另外2位仙帝交换了个眼神，彼此都看到对方眼内那抹狂喜。这个条件太便宜了，9品仙丹师出手一次，按照炼丹界的行规，要收走1半的成丹的。那如果江城只有5成的成丹率，那按照规矩，他最后能收走2成5的成品丹药。9品仙丹那是价值连城啊，而相对于成品仙丹，仙药、仙草以及其他辅材加在一起的价值要低了至少20-30倍以上。他们只要免费给他一些辅材，就能够避免交出那2成5的丹药。在妙语等人看来，自己这赚大了。我事先说明啊，我们天书阁本身的材料是很多的，你可能要练很长一段时间。没问题。那如果你最后成丹到不了5成的话，那我赔给你呗。
听到成哥这句保证，房内众人都有些不忍心了，心说轮回仙帝你太能欺负人了呀！九品仙丹师出手炼丹，如果炼废了一炉，那都是出材料的人自己负担损失的，还赔给你，压根儿没这说法呀！什么？你说的不公平？九品仙丹师就那么几个，是你求人，不是人家求你，请都请不动的好吗？这传说中的结亲也太老实，太好骗了吧？他真的是6界第一魔头吗？妙语难得占了他一回便宜，心情大好。不错不错，你这才真是爽快。江掌门习惯性的刷着好感，为了博美人一笑，我愿意干到徒弟。哼，你就吹吧你。妙仙女可不会因为这一次就觉得她是个沉迷女色、走不动道、忙着当舔狗献殷勤的人。以前那几次交易时的狡猾难缠，她可是历历在目。这家伙向来是无利不起早，不是无利不起早啊！在好处面前，美女只是浮云呢。只是呢，这次无论他怎么想，也想不出成哥能占到什么便宜。哎呀，我本将心向明月呀，其他人都无语了，你俩能不能含蓄一点，注意点影响啊？成哥所需的材料，短短3天后就备齐了，而天书阁那边要炼制9品仙丹所需的材料，也在从各个分部往这边调集。妙仙女觉得这次利用了他对丹界行规的不了解，坑了他一次，所以呢，对他有点弥补的心态。成哥对此心知肚明，本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念头，他这段时间整天和这绝世美女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完全就是约会的节奏。当初石室院旅时，两人什么都经历过，彼此了解得很，熟练的不能再熟练了。暗中观察龙鳞仙帝和绛寒仙帝等人，越发确定这俩人要是没有一腿，那都怪了。一直到了10天之后，天书阁各分部的材料调集完毕，他才不得不在妙语的催促下，在天书阁安排的丹堂开炉炼丹。进了里面，妙语、龙鳞、绛寒很自然的跟了进来，一众准帝还有天书阁的2位8品仙丹师和数位7品仙丹师也都跟了进来。大家都想借着观看偷学点技术呢。成哥这次炼丹要用的是系统炼丹术，这玩意儿没有任何过程，压根儿不用什么丹炉，岂能让人旁观呢？我炼丹有个规矩，旁边不能有任何外人。妙仙女怎么可能相信他的鬼话呀？我怎么记得上次炼丹时，你就是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炼的呀？他指的是悟道仙术那次。成哥心说呀，那次用丹炉正常炼制，当然不介意让你们瞻仰哥的英姿，那这次不行。上次是上次，这次9品仙丹难度不一样。行了，给我出去。被他往外赶的妙语还想争取呢。哎，我们天书阁的仙丹师可以留下来帮你啊。我的大梦炼丹法是不需要帮手的。大梦炼丹法？众人一脸懵逼。将他们赶出去之后，成哥布下数道禁制和结界，彻底将其他人隔绝在外，这才将第一批材料从异空间射了出来。这次天书阁调集了总部和几乎所有分部的9品仙药辅材，比他在碧落星空那边坑来的还要多，完全就是海量。这一摆出来，纵横数十里的丹堂内部都快飘满了。成哥点开系统炼丹面板，然后把所有材料都勾选了一遍，再把能出产的9品仙丹全都勾了进去，然后呢，又把店内的炼丹炉打开，做了做样子。本集第530集，幸不辱命。你这样不能炼丹啊？暗处的苍灵看到他这正经的架势，感觉不可思议。我原本还以为你是要骗了他的材料，然后潜逃呢。这次江城答应的那么干脆，他以为这家伙的风格又会是憋了什么坏水要坑人呢？成哥一脸无语。老左，我在你心目中是那么没有下限的人吗？难道不是吗？那你对我的误会太深了呀。对于麒麟族、碧落洞天那样的敌对势力，他自然是连坑带抢，完全不择手段。但妙语那不是敌人呢，偶尔据理力争，占点便宜就行了，不能把事情做绝呀。谁知道你啊？苍龙女帝的话音才刚落下，就发现那些飘着的材料自动消失了。在这个过程中，江掌门已经变出一张大床，安逸的躺了上去。你在干什么？炼丹呢。成哥已经闭上眼睛开始迷糊了，这么多的材料一天炼不完呢。他可不会像个木头一样呆呆坐在那儿，那睡一觉不香吗？我怎么没看到你做一丁点和炼丹相关的事情？苍灵曾经也是见过人类仙人炼丹的，很清楚那是一个多么复杂而又艰难的过程，称之为苦力活也不为过。你忘了我刚才说的吗？大梦炼丹法当然要在睡梦中炼呢。你玩真的？哪怕是见证过他创造的多次奇迹，苍灵依旧产生一种这家伙在耍老娘的荒唐感受。此时呢，留在外面的天书阁一众先帝准帝很不安心，丹堂被江城隔绝了，他们感知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我总觉得他答应太干脆了，会不会有诈呀？墨风准帝忧心忡忡。是啊，这么苛刻的条件都能答应，太蹊跷了。他会不会带着所有的仙药仙草暗中逃之夭夭呢？苍灵的猜测也是他们的担忧。
这些能炼制九品仙丹的海量珍贵材料，可是天书阁多年来的积累，要是一朝丧尽，那就真的损失的要吐血了。有人突然一拍大腿，惊呼：仔细想想，我们也没见过他炼一次九品仙丹呢。对呀，他是不是九品仙丹师都不好说呢。这下龙鳞、降寒两位仙帝坐不住了，不行，必须要在这丹堂外布下大阵和阵法空间，防止他逃跑。我看还是闯进去看看情况再说。千万不可！妙语连忙挡住他们。一旦我们做出这种事，那将来再无与他合作的可能了。这些人中最了解成哥的人就是他了。他很清楚，这家伙虽然总是不按套路出牌，但该讲原则的时候会比任何人都讲原则。若是不信任他，那结局就是一拍两散。可是这件事实在太不靠谱了。我相信他。尽管妙语目前只是准帝初期，但他的话语权是最高的。原因很简单，天书阁呢一直屹立不倒，不是因为有他们3位先帝，而是因为妙语是能与九绝仙帝和无回魔帝平起平坐的轮回仙帝。龙鳞和降寒在数百亿年前只是追随他左右的后辈，因为他这一力坚持，众人只能在焦急不安中继续等待。事实上呢，这次妙语也没什么底儿啊，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江城不会毁约做那种带着材料潜逃的事情，但他的炼丹技术究竟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强，还要打问号。时间就在这焦灼的等待中一点点流逝着。对这群活了几十上百亿年的仙人来说，10几天时间原本连弹指一挥间都算不上，但现在呢，每个人都是度日如年的感觉，仿佛每一秒的等待都是煎熬，都会出现无穷的变数。耐心点儿，炼丹本就是一件漫长的事情。龙鳞仙帝苦笑，这几十万年可不好等啊。降寒仙帝也叹了，毕竟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材料，就那样交到一个不清楚底细的人手里了，由不得我们不着急啊。妙语回想了一下当年悟道仙术内的炼丹情形，不禁笑了。放心吧，如果不出我的意料，他用不了几十万年，最多1万年应该就能出关了。这么快？2位仙帝和一众准帝惊讶万分，这一次的材料解多足足要开上万次炉吧？1万年就能出关，1年就能炼一炉吗？妙语点头，没错，我记得当初他炼一炉8品的太魂回尘丹，只用了64天。什么玩意儿？这句话让天书阁2位8品仙丹师都震惊了。只用64天？太魂回尘丹可不容易炼制啊！换成他俩出手，没个3、5年是完不成的。会长，您不会是在骗我们吧？夸张了吧？妙语黛眉微蹙，我亲眼所见的。他的话音才刚落下，里面的陈哥撤去结界和禁制，打开了丹堂门。众人一惊，这才过了半个月呀，这怎么就出来了呢？将掌门，发生什么了？龙鳞仙帝非常在乎那批材料，第一个迎了上去。难道炼制失败了？那些材料可还在呀？这么短时间失败一次没事，一炉用不了多少材料，只要其他材料还完好就行。陈哥摊手，材料用光了。什么？2位仙帝和其他准帝急得跳起来。你疯了吗？你怎么能这样糟蹋材料呢？才10几天，就算失败，怎么能用得了那么多材料啊？你是故意毁我们仙草仙药，过分了吧？如果不是陈哥有结仙的身份呢，他们都要气得当场对他出手了。就连妙语都要崩溃了。难道自己这次真的过分相信他的人品了吗？他鲜艳的红唇微微动了动，忽然发现自己竟说不出责怪的话，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失望袭上心头，自己的信任错付了。炼不了没事，你为什么故意毁掉我那么多宝贵的材料呢？谁告诉你我毁掉仙草材料了？陈哥微微一笑，不等其他人说什么，直接挥了挥手，顿时12000个不同的药瓶整整齐齐飘在空中。幸不辱命，炼制完成。本期第531集，为何如此拼命？炼制完成了。说实话呀，听到这话，众人只觉得像是听到最荒诞的笑话。10几天炼制1万多瓶9品仙丹，傻子才信呢！你还要继续耍我们吗？盛怒未消的龙鳞仙帝狠狠打开了其中的一个药瓶，而后他整个人差点石化了。怎么了？降寒仙帝一愣，也连忙打开一瓶，紧接着就叫了出来。这不可能！他接连打开更多瓶，于是呢，他的表情变得越来越精彩，简直就像是被人狠狠地打了几百拳，那张俏脸简直就是五味杂陈呢。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打开其中一些瓶子检查，然后此起彼伏的惊呼声就没再断过。九转月之丹，太清入息丹，天人血煞丹，真的是9品仙丹呐！我的天呐！而且品质好像全都是无瑕疵的极品，全都是啊！
12000瓶全都是九品仙丹，无一例外。每瓶仙丹数量在20克到50克不等，至于种类，足足60多种。无论成丹的数量还是品质，都足以让在场所有仙帝和准帝窒息了。仔细想想，他们那些材料如果拿给其他九品仙丹师去炼制，再让对方拿走一半的报酬，那现在能拿到手的恐怕最多也就3000瓶吧。这巨大的惊喜几乎将所有人都打懵了，尤其2名8品仙丹师更是失魂落魄，怀疑人生。之前被召来这里时，他们内心还有些不以为然呢。9品仙丹师，切，你当这大白菜啊，随便能冒出来一个吗？他们和炼丹打了几十亿年的交道，何尝不知这其中的难度呀？不光是要经年累月的专注和经验，还需要绝佳的特殊天赋。即便先帝想要进入这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极有可能是个招摇撞骗的。只是先帝在前，加上成哥本身威慑力很强，他们也不敢当面说什么。而现在呢，再也忍不住了。这不可能啊！这是假的吧？怎么可能做到这种事啊？10几天出产上万瓶仙丹，别说9品了，哪怕连1品也不可能办到啊！当这炼丹是批量复制吗？何况品质清一色，全是罕见的无瑕疵极品，意味着这里每颗9品仙丹的效果和价值都远超市面上其他同等仙丹数倍。这种匪夷所思到荒唐的事情已经彻底击碎了他们之前的炼丹经验，将他们所知道的常识打的是七零八落，甚至让他们自我怀疑了。你是一开始就准备好了这么多9品仙丹吧？一定是的，你不可能炼制出这么多9品仙丹，就是故意拿出这些准备好的仙丹来哗众取宠。龙鳞和韩将先帝以及其他准帝并没有附和他们，反而一脸同情地看着这2位。可怜呐，这俩大师受到的冲击太大，短时间内恐怕神智都无法恢复正常了，因为正常人说不出这话来。拜托呀，你们俩想过这么多9品仙丹的价值有多高吗？还一口气拿出来，你拿一个我看看呢？而且图啥呀？这可是要交给我们的，就为了显摆一下付出这么大代价，脑子坏了呀！何况这60种仙丹，仔细一盘点，确实恰好就是之前他们提供的那些材料所能炼制的种类。也就是说，这真的是刚才炼出来的。哪怕这件事再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这是个事实。龙鳞先帝深吸一口气，随后下令送2位大师去休息。他可不希望这俩家伙胡言乱语，万一激怒了江大师怎么办呢？现在在他眼中，江澄这个结心已经是仙界最宝贵的人了。妙宇也被如此多的仙丹惊得花容失色，许久过后才回过神来。他一把抓住成哥的胳膊，连连追问：你怎么做到的？这也太快了吧！而且品质居然全都是极品的。他刚还预测江澄炼丹比别人快，估计只要1万年就差不多可以了。结果呢，人家只用了半个月，用奇迹都没法解释，这让他无论如何都没法理解。其他人纷纷点头，这也是他们强烈想问的。而这种怀疑人生式的震惊，让成哥的装叉之心得到极大满足。闻着他身上的馨香，更是心旷神怡。我说了，我用的是大梦炼丹术，这是我的不传之秘。所有人都挺无奈的。想，我们知道你的大梦炼丹术很神奇，但太神奇了吧，过头了吧？妙宇实在好奇。我不是要打听你的机密手法，只是你这才10几天，怎么可能那么快？完全不合常理啊！我记得你上一次炼1炉8品仙丹，好歹也要数10天啊，这还是9品仙丹，10几天上万炉。成哥也知道这确实反常，也不能告诉你进度条刷的一下就1炉呀，那咋说呀？这一次可不光是炼完了天书阁那份，从碧落星宫那边骗来的仙药仙草也全都变成仙丹。哥这次炼完的材料比你们想的要多好几倍呀！而且炼完之后还特意多磨蹭2天。只是呢，哥宅心仁厚，不想说出来刺激你们的脆弱的小心脏，于是他故意把自己的面色调成苍白，一副虚弱憔悴、元气大伤的样子，紧接着顺势倒在妙仙女软软的怀里。妙宇美眸一眯，这家伙靠在他身上也就算了，竟然还把他的玉峰当成了枕头，在那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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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蹭。他有点怀疑这是不是故意占自己便宜。其实大梦炼丹术是一种禁术，这种炼丹速度是燃烧我的精血和生命力来的。原本还想把他推开的妙宇瞬间再次震惊，难怪他这么虚弱，原来竟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其他人也是悚然动容啊。到了准帝这个层次，稍微损失一点精血那都是巨大的损耗，更何况还是燃烧生命力，这可是毁伤修炼根基的事情。妙仙女原本古井不波的心湖再也无法平静，她颤抖着洁白玉手轻轻抚了抚怀里虚弱的江掌门，语气似责怪又似心疼。你为何要这样拼命？我们也不是等不起那几10万年。
江澄艰难地扯动失去血色的嘴角，深情地望着他的美眸。早点成功，你就能早点安心。我不想你在外面焦急不安。妙语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情绪了，抱起他飞向了远处。本集第532集，唯一的盟友。我决定了，从今往后，江澄就是天书阁唯一的盟友。将来若有需要，我会秘密支持他。妙语此言一出，殿内天书阁众高层面色齐齐一凛。要知道，天书阁最大的特点就是中立，不介入任何的恩怨。中立者如果有盟友，那就不叫中立了。更何况这个盟友还是江澄，劫心6界第一魔头，仙魔2界最大的敌人，妖界地补之主，一系列头衔称得上是漩涡的中心。然而在经历一段漫长的沉默后，龙鳞仙帝却是面色凝重点头。我没意见。绛寒仙帝也缓缓说了，他确实值得我们这么做。他们表态之后，殿内包括墨风准帝在内的其他高层也都纷纷表达了赞同之意。没问题，唯一一个盟友，也只有他能配得上了。我很欢迎这个盟友。这段时间，他们已经彻底被江掌门打动了。那神乎其技的炼丹术，堪称上仙界丹道第一人，而且还是将第2甩的连灰尘都吃不到那种。光是这炼丹方面的价值，就值得天书阁倾尽全力去结交。毕竟天书阁本身没有9阶仙丹师，江澄的出现能打断某些顶尖宗门的垄断，让他们在这方面从此不再受制于人。更何况成哥为了炼丹呕心沥血，付出沉重的代价，着实让他们感动了一把。而最后呢，他和轮回仙帝有一腿呀！哎呀，在天书阁这群眼里，其实呢，成哥已经算是半个自己人了。于是这个匪夷所思的决定就这么轻易的被一致通过了。而在远处的一间寝宫里，暗处的苍灵都忍不住在吐槽江掌门了。你真是刷新了我对无耻这个词的认知。此时妙语在外开会，房间只剩成哥一人。我咋就无耻了？还不够无耻吗？明明是你占了他们的便宜，到头来他们还对你感激涕零。苍灵虽然看不到系统炼丹进度条，但看到了成品。这家伙炼丹居然没有失败率，也就是说他出产的丹药是10成的量，而最终他只是按照约定给了天书阁那5成。至于剩下那5成呢，当然进了自己囊中了。谁说他不懂丹界的规矩？分明就是懂得不能再懂了呀！明明他拿了那半了，还要了个采购材料免费的条件，这是把好处都占完了呀！成哥对此倒是没有任何的惭愧。如果他们和其他的9品炼丹社合作，现在连2成的仙丹都得不到，但跟我合作呢，他们得到5成，有什么不满的？这一点苍灵还真的没法反驳。那你是故意虚说，欺骗宁宇呢？他要是知道你什么代价都没付出，不知道还能不能这么感动。这段时间呢，妙语一直在衣不解带的照料江掌门，两人耳鬓厮磨，成哥不知道或主动或被动的占了多少便宜了。除了最后一步，几乎把一切能做的都做了。而苍灵很清楚，这家伙炼丹过程啊，全都是在睡觉中度过的。醒来后神清气爽，比谁状态都好，什么燃烧的精血、生命力都是狗屁。哎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追妹子本就需要讲究点手段，完全可以理解，对不对？苍灵彻底被他搞败了。几天后，成哥提出了告别。尽管他也很想一直陪伴着妙仙女，但成哥是做大事的人，躁动的装叉之心不允许他沉浸在温柔乡中不思进取。逼格还需要到处淬炼精进，不能懈怠呀。你千万要小心，不能仗着劫心的身份，就真以为走到哪儿都没危险了。当着其他人的面，妙语现在也毫不避讳地挽着他的手。长明殿和九星魔殿那种地方，有许多你想不到的手段。要不，你还是回妖界吧，那边至少有青龙大帝坐镇。换做以前呢，他肯定不会在乎成哥的安危的，但这次的事件之后，两人之间确实有了羁绊。放心吧，我自有分寸啊！成哥摸着仙女柔弱无骨的小手，脸上写满了深情。我还要活着见着你重回仙帝那天呢。四目相对，中间的空气仿佛都要被视线融化。暗处的苍灵实在忍不住了，你俩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啊？旁边有人呢。走了走了，你们俩秀够了没有？妙语轻笑一声，暗中传音给他。这段时间心里很不好受吧？你选中的苍龙大帝，迟早会成为我的人。当年我没输，而这次我更是赢定了。苍灵差点被他逗乐了，小老妹儿啊，你都被骗惨了，你还在姐着得意呢？行行，你赢了。
两位天书阁八品仙丹师也颤颤巍巍地迎了上来。江掌门，之前是我们失态了。这么多天过去了，丹道之心受到沉重暴击的两人总算恢复了状态。您的大梦炼丹术可否当面展露一次呀？朝闻道夕死可以，我们只想亲眼旁观一次就行，实在不行我们愿意追随您的左右。陈哥就说免了，就说让你们看，你们也看不出个毛来，何况那不是暴露自己根本没虚弱吗？不必了啊，炼丹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是用来表演给别人看的。无畏炼丹是为了探索了丹道的深奥之理。他双手负后，抬头望天，而不是为了炫技。若执着于所谓的炼丹速度和成功率，那就流于表面，落于下乘。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一点。这说的是什么毫无营养的屁话，他自己都不知道。两位八品炼丹师却是若有所思，最终心悦诚服，齐齐躬身。僵尸，吾等受教了。僵尸，你才僵尸呢！陈哥心说这什么个称呼呀？在天书阁一众先帝和准帝的欢送下，陈哥离开这里，找了个僻静之地。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吃药升级，他可不会留着资源不用。这次从天书阁那边得到了5成，也有12000瓶的9品仙丹，而碧落星宫那边的仙药仙草炼出来的仙丹品阶不一。本集第533集，准帝后期。从碧落星宫那边得到材料，最终炼出的9品仙丹也有上万瓶，而剩下6品到8品之间足足有50余万瓶。9品仙丹陈哥自然是留着自己用了，剩下的呢则是打算回去之后提升一下飞仙门弟子，毕竟他们中很多人之前阵亡，耽误了几千万年，修为至今没跟上来呢。3天之后，所有的9品仙丹吃光，他的修为境界终于来到了准帝后期，就连苍灵也是感慨无比啊。碧落星宫和天书阁2大势力多年的积累，竟然只能提升你一个小境界，真是个怪物。如此之多的9品仙丹，原本都可以堆起来几十个准帝了。或许也只有江城这种擅长坑蒙拐骗的，才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弄到这么多的资源，换成其他人怕是几百亿年都没法更进一步了。仙力和仙魂修为达到准帝后期，而速度规则在上次规则之门的机缘中也达到准帝后期的融合度，所以呢，他现在算是一名真正的准帝后期了。无论在纪凌寒还是苍极面前都不至于丢了牌面。不过呢，也只是速度这一门规则，剩下的其他48个规则烙印目前还是准帝初期的状态。如果你能将所有的规格烙印全部提升到准帝后期，那你将可以直接凭规则压制先帝。作为曾经的顶尖强者，苍灵的判断向来很准。那时候先帝的规则化身也无法抵挡你49道规格烙印冲击。程哥很无奈，摊摊手，哎呀，一道速度规则就这么难了，另外48个得猴年马月呀，除非再来48次规则之门，这大概要斩杀多少先帝和魔帝呀？新的先帝上位不一定就是规则之门的机缘，更大可能出现的只是对他没什么卵用的天花乱坠。这么一算呢，怕是要斩杀几百个帝境，甚至可能还不够。看到的居然真的在思考，分析着疯狂之举的可操作性，暗处的苍灵表示自己的心脏快承受不住了。你能不能正常一点？用规则之门来提升规格融合度本就不是常态，没有人会把希望寄托在那虚无缥缈的机缘上，好吗？那我总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修炼感悟上吧？程哥说的理直气壮，好像他认知中的仙人是不需要修炼似的，多修炼一会儿都是一种罪过似的。苍灵差点被他噎死呀！提升规则融合度倒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哎呀，我的亲姐，你说你有捷径，你咋不早说呀？你也没问啊。苍灵没好气地说了。而且也算不上什么捷径，类似长明殿、天剑宫那样的顶尖仙门，当然有辅助修炼规则的地方，只不过那是人家的地盘，不可能对外人开放。他说到这里突然停了，仔细想想，这一条能限制住江掌门吗？碧落星宫也不欢迎外人进入呀，还不是被这家伙禁了？几天之后，程哥来到天剑宫的外围，与其他顶尖仙门一样，天剑宫为了避劫也封闭了山门。不过呢，外面的地剑山却还是人声鼎沸，络绎不绝。来自仙界甚至魔界、灵界各地，天南海北的剑修们汇聚在此，许多人的表情像是朝圣一般。天剑山和地剑山是天地大道自然生成的剑修秘境，剑修有5类，共15门，每一门修到极致，都可以剑通神，直指剑之规则的核心。其中天剑山蕴藏着长明、永夜、大日、祭月、明星这5门高级剑心的奥妙，而地剑山则拥有着狂暴、悲哀、寂灭、极乐、金木水火土等9门低阶剑心的奥妙。
成哥虽从没研究过剑心，但在这方面也不算小白了，毕竟他的剑制规则都有了规则烙印。只不过呢，因为他一直是开挂提升，所以并没有领悟到什么剑心。剑心算是剑意的进阶版，属于一种意境 buff， 能极大增幅剑法的威能。这些剑心自然不是只有在天地2座剑山才能得到，否则呀，没到上仙界的那些剑修也就不用练剑了。事实上呢，天才横溢的剑修往往都有机会领悟到剑心，就像当年下界剑域那批剑修，灵星剑圣就是因为领悟到了灵星剑心，所以才有了这个封号。而悲哀剑圣也类似，他得到了悲哀剑心，只不过呢，剑心的境界威能也有等级之分，那时候他们的剑心多半都只是入门1阶剑心，而在上仙界，剑心达到4阶、5阶的剑仙并不在少数。这2座山加起来只有14种，传说中最强的生灭剑心呢？成哥数学挺好啊。苍灵答得很干脆，没有，生灭剑心哪有那么容易得到？成哥只能看向远处那些前赴后继进入地剑山的剑修们。为什么天剑宫没把地剑山给占起来，反而开放给各地的剑修呢？因为他们站不住。苍灵淡淡的说着，他们占据天剑山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如果再将剑山据为己有，那他们将会成为所有剑修的公敌。毕竟这2座山在许多剑修的心目中等同于圣山。原来是这样啊！成哥恍然大悟，领悟剑心对于规则的修炼是有极大帮助的。于是呢，他决定先到地剑山试一试，试完这里之后再去天剑宫试试天剑山。这时正好有一名仙王从地剑山出来，紧接着就听到人群中掀起了一阵议论：白罗仙王的木之剑心达到5阶了。虽然从外面看不到山中的历练和参悟情形，但地剑山本身会因为剑心等阶的突破而产生一些异象，所以呢，他一出来，众人就知道发生什么了。不愧是东部天域有名的剑仙呐，不错，5阶剑心在仙王之中算是顶尖水准了，厉害呀！那位白罗仙王也是一脸喜色，掩饰不住的得意。然而他才刚刚高兴了没10几秒，人群中突然爆发出更加猛烈的惊呼：哎，方宇剑仙的剑心竟然突破到6阶了，还是金之剑心呢！哎呦我去，6阶均是天才呀，不得了，准地之子呀！成哥看了一眼，那位方宇剑仙只是6品仙尊而已，但此时外面几乎所有的剑修都向他投去了炙热的目光，许多人纷纷迎了上去，簇拥着他。而刚刚那位白罗仙王已然无人问津。本期第534集，剑修中的背叛者。立血剑派这下赚大了，收到这么一位绝世天才，宗门复兴有望啊！在方宇剑仙的身上，老朽仿佛看到当年斩仙剑派灵星悲哀那几位的影子。谬赞谬赞！带着那位方宇剑仙出来的立血剑派仙王长辈，此时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当年那几位天骄以仙王境界初次闯这地剑山，都突破了7阶剑心，如此天纵奇才，举世罕有。我这列徒还相差甚远，不敢与之相比呀。他嘴里这么说着，眼内的得意之情却怎么都藏不住。其他人呢也很给面子，恭维不断。方宇剑仙目前还是仙尊境界，当年那几位仙尊时也是6阶啊，不错。方宇剑仙将来仙王之时，剑心也一定能突破到7阶。那位方宇剑仙面对众人的恭维，并没有露出什么狂喜之情，而是显得很冷傲淡漠。哪怕这些人大部分修为比他高吧，旁观这些的成哥啧啧称奇。剑修的世界画风真不一样。这方宇剑仙其实是个魔修，但在这里仙界腹地，却没有哪个仙修对他喊打喊杀的。而他和他的师门掌门也完全不担心没法活着回魔界。至于外界那种修为越高地位越高的惯例，在这里似乎不存在，所有人在乎的只是剑心的层次。之前那位白罗仙王因为被比下去了，此时居然一脸的羞愧和羡慕。一个仙王羡慕一个仙尊，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有点意思呀。成哥看着那方宇剑仙如此受追捧，再想想灵星悲哀那几位居然能留名到现在，顿时也按捺不住自己蠢蠢欲动的装叉之心了。归藏灵星悲哀看到自己还得恭恭敬敬的行个礼呢，自己必须要装个比他们更大更圆的叉，让名字在这流传的更久远。于是呢，他提着红血剑飞到高空。地剑山，哥来了，哥即将征服你！众人一愣，谁这么大的口气啊？还征服？一看到他的模样，大部分人是不认识的，但有一部分仙尊和金仙却是面色大变。江城，他是江城！上次规则之门，有些仙尊和金仙在剑制规则的投影上与他照过面，当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那么多消息传出，自然是如雷贯耳。江城？哪个江城啊？决心江城，那个斩杀了81位剑修准地的魔头江城啊！对他们来说，斩杀81位准地级剑修，似乎比斩杀7位地境的战绩还要有分量。什么？竟然是他！
这一刻，所有人都疯狂退避，哪怕刚才还得意的方宇剑仙也忙不迭地逃到了远处。成哥四周瞬间出现一大片真空区域，没办法，人的名，树的影，就算你这有不看重境界只看重剑心的特殊习俗，但总没几个人不看重性命吧。江掌门的威慑力早已打破了一切常理了，他如今留在外界的形象是喜怒无常、不讲规矩、见谁灭谁的6界第一魔头。这些剑修可不想莫名其妙被干掉啊！你天赋就算再高，那死了有什么用呢？看到自己一出场大家这么大的反应，成哥很满意。各位记得给我欢呼呀！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丢下了这句话，提着红绝仙剑就冲进了地界山，留下了一地懵逼的众人。为你欢呼？开什么玩笑！你上次斩杀那么多的剑修，以为我们会对你有什么好印象吗？这疯子怎么也来了？难道他也是剑修吗？应该是吧，我看他的兵器是剑。可是他不是速度规则的准帝吗？对呀，上次还将速度规则带到了规则之王的地步呢，估计这玩一玩的吧。现在陈哥进去了，许多人的表情松懈下来，甚至有些人还表达了不屑。每位准帝只有一门规则烙印，既然他是速度准帝，那说明他没有选择剑指规则烙印，那么他就不配被称为一个纯粹的剑修。这个结论立即得到大部分人的赞同。没错，所有没选剑指规则的准帝都是背叛了剑的。一个逃避者还来闯什么地界山呢？他的实力就算再强，也无法得到老夫的尊重。他的剑道已经不可能达到顶峰了。剑修中确实有这说法，身为一个纯粹的剑修，必须忠于剑，急于剑，相信手中的剑。而进入准帝时没有选择剑之规则，就意味着逃避，意味着不再相信自己的剑道。这在剑修圈子里是会被看不起的，哪怕你已经贵为准帝了。而在片刻之后，众人更是惊讶不断。哎，他进去后怎么地界山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奇怪，就算只是1阶剑心，那地界山该亮一下吧？虽然看不到里面的情形，但任何一个有剑心的剑修进去之后，都会让地界山产生异象。剑心等级越高，异象越大。毫无异象，那只能有一个可能了。难道他没剑心？众人一愣，难以置信。虽然刚刚他们都说成哥是剑修界的逃避者，但内心也承认他实力强的离谱。这么厉害的人，又是用剑的，真的没想过他会没有剑心呢？离了个大谱呀！没剑心他是怎么修炼的呢？看来我们高看他了呀，难怪他不敢选剑指规则烙印，闹半天，这剑道天赋太差了呀！堂堂劫心就这么。一时间呢，众人居然有了优越感。你实力再强怎么样？剑道上你不如我啊！幸亏成哥已经进去了，看不到外面的情形，要不然呢，估计要被这帮人气得逼格剧烈震荡。此时已经进入地剑山的江掌门发现自己又一次用不出仙骨力量，也用不出其他规则了，甚至就连手中的红绝仙剑都挥不出本该有的那些强大的威能。在这里，他能用出的只有剑指规则以及其他与剑道相关的能力。这一切都是因为地剑山天然的压制，而他也闯进了一片由剑组成的森林。本集第535集9阶剑心。地剑山里面是什么情况？数百亿年来早已被无数人验证过，哪里是悲哀剑心，哪里是金枝剑心，这些大家都知道。所以换成其他剑修进来前是会选择不同方向，然后再入山的。毕竟每个人所擅长的剑心不一样，唯独江掌门啥都不懂，很随便的踏入其中一门。而这里是木质剑心的区域，眼前长剑、断剑、重剑、细剑、巨剑几乎无所不包。而这些剑同样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强烈的木质气息。这是木质剑心的试炼。苍灵的残念也跟他一起来到这里。木质剑心当然不会是木头的剑那么粗浅，只是呢，地剑山将这剑心更加具体化了而已。事实上，这些木剑本身就是天地规则所化。那我该怎么操作呢？成哥才刚问出这句，就迎来了这些木剑的攻击，于是他只能挥剑迎击而上。然后呢，他就感觉很吃力。地剑山很神奇，你进来的时候什么境界，那你碰到的攻击就是什么境界了。成哥是准帝后期，所以现在他遭到的是准帝后期级别的攻击。另一方面，他现在只能用剑指规则，而他的剑指规则烙印只是准帝初期级别的。准帝的战斗力大部分就来自规则烙印，准帝后期的境界加上准帝初期的规则烙印，让他目前的战斗力只能相当于一个破产版的普通准帝中期，压根儿挡不住准帝后期的攻击呀。这种实力不对等的对决，在天地大道主宰的地剑山本不该出现了，换成其他准帝也绝不会碰到这种事。其他准帝的剑指规则烙印都是和修为境界同步的，而没选择剑指规则烙印的剑修，起码呢也会有个对应的剑心，还是能够挡一挡的。江掌门也算是很卖力了，这次他是很想好好领悟一下剑心，剑指规则烙印都用到极致了，然而很无奈，实力差距太大了。他所学的那些大圆满剑术甚至都无法施展，就已经快要被打崩了。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领悟剑心呢？就连性命都有危险了。
苍灵显然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儿啊。快退出去！你的情况太特殊，这机缘不适合你，不要逞能。只是成哥怎么可能推呢？进来之前大话都说出去了，就这样灰溜溜退出，脸倒丢光了呀。自己现在这么出名，用不了多久，整个6界都会传开的。劫心江城在地剑山才待了1分钟，然后被打出来，创下最短记录。江城是史上剑术天赋最差的准地，哎呀，朽木一根呐！想到那一幕，成哥这么要脸的人恨不得去死，于是呢，他如愿以偿的死了。或许他是这地剑山内第一个在感悟修炼的时候被杀死的人吧。毕竟其他人就算顶不住，也知道在适当的时候选择退出去。系统提示音也毫不意外的响起了。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成哥期待了，自己是因为剑指规则烙印跟不上修为境界，所以才被杀的。系统会不会把自己的规则烙印直接提升到准地后期呢？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他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提前达到了。不过呢，他的期待并没有如愿。宿主获得木之剑心，宿主复活。系统这次的解决方案也算是对症下药了。这里考验的就是木之剑心，所以呢，就给你木之剑心。当成哥活过来之后，就发现自己的剑指规则烙印也有了一定提升了。虽然还不到准地中期的水准，但已经算是突飞猛进了。除此之外，最大的改变就是脑袋里凭空多出了一堆有关木之剑心的感悟。外面那些木剑在他活过来之后，又一次展开了攻击。成哥挥动长剑还击，木之意境环绕四周，随心所欲，居然比那些木剑本身还要纯粹。原本是木剑主宰节奏，现在居然变成了他的剑带动那些木剑，仿佛他的剑已经成了他们的首领了。短短片刻，数之不清的木剑就已溃不成军。因为他这变化，所有木剑之上的木之剑心也是等阶陡然提升，想再次压着他。两者相互争锋，木之剑心的气息几乎将这片空间都淹没了，整个地剑山甚至都因此而震颤起来。明明剑之规则境界还是被碾压，但现在他却再也感知不到一丝一毫的危险。那木之意境的海洋是如此的汹涌澎湃，然而呢，引领浪潮的却是他自己。当他一套大圆满剑法舞完之时，四周木剑突然齐齐化作木屑粉末，所有木剑尽数消失。随后这片山谷变得平平无奇，他的前方已然再无任何的阻碍，通关了。外面那些等着看笑话的剑修们还在嘻嘻哈哈讨论呢。没剑心，又没有剑之规则烙印，哎，他不会被杀了吧？那倒不会，撑不住他得出来呀，那这乐子就大了呀。成哥的猜测也没错，如果他刚才退出来，确实会丢个大脸。这些人不敢当面说他，但事后绝对会传遍6界。就在众人翘首以盼，等着江掌门灰溜溜出来时，地剑山中属于木之剑心那片区域突然爆发出直冲九霄的九彩光芒，光芒交相辉映，蕴含着无尽的木之意境奥妙，每一道都代表着一层意境。仅只是看了一眼，就让所有剑修心神动摇，那是直指剑之规则核心的剑心层次。所有人面色巨变，仿佛看到了神迹。一些剑修甚至因为太过震惊，差点从半空掉落下来。9阶剑心的异象，这是9阶木之剑心呐！剑心的至高层次竟然在我的见证下出现了。每一门剑心的层阶都有9阶，达到9阶，剑法的意境威能就将达到极致。然而仙界剑修如恒河沙数，能将剑心领悟到这个层次的却是寥寥无几。即便零星悲哀那样的绝世剑道天才，剑心也还是7阶。这东西是不会随着修为境界和剑之规则而提升的，只和剑道理解相关。感悟达不到，一辈子也别想提升。本期第536集，木之剑主。谁成了木之剑主呀？这门剑心修到9阶，将会被全体剑修尊之为这门剑心的剑主。虽然这称号没什么实质加成，但从今往后，所有修炼这门剑心的剑修将会以他为首，将他视作指路明灯。目前15门剑心之中，唯有金、火、狂暴、寂灭、大日、长明、永夜这7门出现了剑主，而这7位剑主无不受到各门剑修的尊敬。我们木之剑心也有剑主了，包括白罗仙王在内，那些同样领悟了木之剑心的剑修一脸喜色，仿佛多了个剑主，木之剑心都有逼格了很多呀。只是他们的喜悦没持续多久。所以那个人是谁呢？他怎么还没出来？对呀，怎么还不出来呀？众人脖子都伸长了，翘首以盼，等着瞻仰这位新的剑主。甚至许多人都已经准备好了，给自己宗门内的亲朋好友传讯，报告这一剑修界的爆炸消息。然而等了许久，也没能等到来人。有人忽然想起了什么，刚才在木之剑心区域好像只有江城吧？是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上次成哥在规则之门斩杀那么多准帝和仙王级的剑修，还逼得剩下的仙尊金仙主动退缩认输，这严重打了所有剑修的脸面。所以呢，他在剑修圈子里根本就不受欢迎。何况刚才他还被一致认定是剑修中的逃避者。
这木质剑主无论是谁，众人都能接受，唯独江掌门不行。他剑心都没有，还9阶呢，开什么玩笑啊？木之剑心那边肯定有其他人。远处木之剑心的区域冉冉升起了一颗刺目的太阳，太阳中心有一道人影，周身沐浴了同样9彩的光环，浓重的木质气息更是能清晰地感知到，看上去神圣无比。地剑山算是天地大道自然生成的一种秘境，达到9阶剑心那就算通关了。而通关成为剑主之后是有特效光环的，这点在场所有剑修都一清二楚，毕竟也不是第一次有人成为剑主了，只是他们现在却是极度不想承认这个规律，因为光环中的人影赫然是俊帅的江掌门。成哥也不知道大家对自己不爽，升到半空看到那么多人朝自己仰望，还习惯性的挥手致意呢，那架势好像是明星亮相一样。众人只觉得自己的脸都被打肿了呀，竟然真的是他，怎么会是他呢？为什么会是他呢？他明明没有剑心，就进去这么一会儿成剑主了，开玩笑啊！何况刚刚大家不都达成一致，认定了他剑道天赋很渣，是一根朽木吗？9阶剑心的剑主是朽木，那他们自己是什么呀？高空特效持续几秒，随后成哥消失在原地，众人以为他离去了，这才再次议论起来。这个他其实应该早就已经是8阶剑心了，对吧？说话的人不久前还跟着一起嘲讽了，现在呢不免有些尴尬。没错，他肯定早就是8阶的木质剑心了。唯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今天为何能成为木质剑主啊！对，不存在有人能在1刻钟内从没有剑心直接成为剑主，荒诞嘛！他本就是准帝了，之前用8阶木质剑心很正常。好吧，其实一点不正常。8阶剑心的拥有者也是寥寥无几，斩仙剑派的3位天才之中，目前呢也就归藏准帝是8阶剑心，可想而知有多难。不过也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让众人稍稍能接受一点。此时大家的情绪都不怎么高涨了，之前备受追捧的方羽剑仙也早就无人问津，没办法，6阶剑心和9阶剑心一比，连普普通通都算不上。而白罗剑王等人的表情更是如同便秘一样，那剑修中的背叛者竟成了木质剑心的指路明灯。身为纯粹的剑修，竟然要将一个选了速度规则烙印的人当成榜样标杆，这让他们的心情很复杂。其他剑心的剑修纷纷向他投去同情的目光。哎呀，白罗老兄啊，节哀呀！反正这剑主也没什么实际约束力，无所谓。只不过今后大家一提到木质剑心，第一个就想到他嘛。而在另一边呢，成哥已经朝着火之剑心的区域前行了，他可不打算就这样结束。你竟然能直接领悟9阶的木质剑心，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暗处的苍灵也就是没有实体，要不然呢，现在下巴都得掉地下摔碎了。相对于外面那些剑修，他是明确知道江城一开始没剑心，他甚至看到了江城被杀那一幕，只是那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只是他的错觉。你怎么做到的？难道是生死间的顿悟？可是这顿悟提升的也太多了点吧？成哥心说，这你得问系统啊。系统估摸着也是料到他不通关不会离开，所以解决方案为了一劳永逸，直接给了9阶剑心，就这么豪横。暗地里江掌门也不禁向系统挑了个大拇指，老兄啊，够意思呀。苍灵可是见过大风大浪，看他的反应就知道这次的叉装的差不多了。哎呀，早就跟你说了嘛，哥天赋异禀，气质与众不同啊。行，那你这是打算继续啊？不然呢？见好就收吧。虽然你的木质剑心达到了9阶，但前方是火之剑心的区域。苍灵很冷静，你刚得到了剑心，在这个区域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考验火之剑心的地方用木质剑心的意境完全不对口，但成哥可不想那么多。哥掐指一算，今天状态正佳，感悟一堆接一堆的往外冒，挡都挡不住呀！不趁这个机会继续突破，后悔一辈子。更何况这剑之规则烙印不是还没有准帝后期吗？这也就他了，换成别人说这种疯话，苍龙女帝怕是会当成放屁。你还真指望着来一次地剑山就直接把一门的规则融合度提升到准帝后期？这融合度的提升动不动就是要几亿年几十亿年的好吗？本集第537集，让他自己克自己吗？刚才木之剑心提升到9阶之后，江城剑之规则的融合度也得到提升了，但依旧还是准帝初期的层次。没办法，这两者虽然都和剑道有关，但分属不同的体系。剑之规则是剑道势力，而剑心是剑道延伸出的一个分支项目，两者相辅相成，关联性并不大。成哥估摸着呀，自己还得多搞几个9阶剑心，才能将剑之规则的融合度提升到准帝后期。这话要说出去，怕是要气死一群人。多搞几个9阶剑心，这是人话吗？闯入火之剑心的范围，他迎来无数火箭的攻击，四周弥漫着火之意境。然而和真正的火焰又不一样，大部分火箭并没有什么灼烧滚烫之感，毕竟这并不是火之规则。成哥抵挡了一会儿，然后理所当然的挡不住了。对此呢，他已经习惯了。
怀着抵抗不了就享受的咸鱼心态，他华丽的再次挂掉了。而后系统提示音响起，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火之剑心，宿主复活。没错吧？系统给了火之剑心了，而且呢，又是豪横的直接从0堆满到9阶，一劳永逸的方案。得到9阶火之剑心后，面前的火之已经对他再无半点威胁，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境界已经超出了考验的极限，通关顺理成章。而他的剑之规则融合度再次得到提升，距离准地中期不远了。外面那群剑修并未离去，此时因为对江掌门的印象不太好，加上脸被打了，大家都在刻意的回避谈论他呢。你成为剑主又怎么样啊？哎，我们不追捧你，你还是剑修中的逃避者、叛徒，我们不会认可你的。这也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出现一位新的剑主是一件足以让剑修圈子石破惊天的大事，换成其他人绝对会被热议很久，但亲眼见证的这群人却极为反常的快速平静下来。当然了呀，只是表面平静，内心想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听说星象斋的落星准帝年前得到了8阶剑心呢。有人故意岔开话题缓解尴尬，于是其他人立刻附和了。啊，对，哎，确有此事。落星准帝厉害呀，不愧为灵星剑心的代表人物之一啊。据说斩仙剑派的灵星准帝距离8阶剑心不远了呀。哎呀，厉害呀！众人嘴上说的厉害，内心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刚刚出现的9阶剑心。与9阶相比，8阶黯然失色，拿来转移话题分量不够啊。而在此时呢，地剑山再次发出了轰隆隆的声响，紧接着又是道道九彩光芒直冲云霄。火之剑心，哎，9阶以下啊，火之剑心出现新的剑主了！有人惊叫，在场所有剑修全都飞上高空，只可惜并不能看到里面发生了什么，也不知是谁。这是发生什么了呀？刚才木之剑心那边出现了一个剑主，现在火之剑心又出现了一个剑主，一天之内出现2位剑主，天降神迹啊！是谁呢？是谁成为火之剑心的剑主呢？火之剑心原本是有一位剑主的，现在出现第2位了。那些修炼火之剑心的修士们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我火系当兴啊！一门双剑主独领风骚，不知是哪位剑道天骄修炼火之剑心并达到8阶剑心就那几位，可他们今天都没来呀。难道是隐世剑修今日方才出山吗？那必须是的，3年不飞，一飞冲天了。为了抵消刚才陈哥造成的震撼，众人现在异常的提神，极力吹捧这位新的火之剑主，恨不得把他夸得天上有地上无。有些人甚至开始捧一踩一。哎呀，火乃木之克星，这是天意啊！对，刚出了个木，现在出火了。哎呀，天佑王他呀！当将一起来见证这位隐世剑修前辈的亮相吧。不错，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时刻呀！一群人围在地剑山外，表情全都如同迷弟迷妹，带着强烈的期待和崇拜。然后又是一颗小太阳冉冉升起，火之意境扑面而来，9道光环之中，一道人影若隐若现。众人努力的去看，但看清之后，差点当场晕过去。光环之中，赫然又是江城。看到大家那期待的表情，陈哥理所当然的以为是为自己欢呼呢，于是呢，又一次连连挥手致意。一直到他再次消失，全场鸦雀无声，寂静的可怕。那群火之剑心的剑修更是一脸的尴尬呀！刚刚还说什么天意火克木，你让人家自己克自己吗？而其他人更多的是强烈的震惊。一个人拥有2种剑心倒不算太罕见，像龟藏岛剑圣当初之所以有这个封号，就是因为他一个人拥有4门剑心，也因此他成了剑域当之无愧的首领。但一个人把2门剑心修到9阶，开天辟地头一遭啊！毕竟任何一门剑心练到9阶都是天赋、机遇、境界、气运缺一不可，极其的艰难，要不然整个6界在此之前也不会只有7个人了。怎么会呢？有人又忍不住了。这就像是打开一道闸门，所有人迫不及待地表达着内心的震撼和荒唐的情绪。他一个人成了木系、火系2门剑心的剑主，假的吧？哦不，这意象再真实不过了。可是这太难以置信了，做到这种事需要何等剑道天赋呀！举世无双吧。拥有如此剑道天赋，那他为什么选择速度龟子烙印？这不是暴殄天物吗？哪怕他们再不想追捧江城，现在也无法避而不谈了。一人双剑主，这是足以让整个剑修世界发生剧烈地震的泼天大事。别说是载入剑修史册了，今后有人提到剑修，甚至不会先提到剑之先帝，而是会第一个提到他。这就是双剑主的牌面。本集第538集更有动力了。外面那群人被震得快要发疯了，里面的苍灵也表示自己开眼了。你竟然又成了火之剑心的剑主，你怎么做到的？不要告诉老娘这是因为什么气质。他狠狠地说，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掌握了什么诀窍？他现在都在怀疑这地剑山是不是有什么漏洞可以钻，要不然没道理啊。这家伙明明没有剑心，论这方面的基础他是最差的一个。
平时也没见他提到过什么和剑道有关的话题，很明显他以前对这个没多大兴趣。这种人能将2门剑心直接修到顶，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我不是说了吗？今天状态极佳，感悟如井喷，一堆接一堆往外冒。苍灵差点被他气死。什么感悟能一次将剑心从0推到9千？你告诉我。这个嘛，那感悟都是无法言传，只能会意会的吗？咱其实都在你眼皮底下死2次了，可惜呢，你当成置之死地而后生，哪有什么办法呢？你还要继续？苍灵眼见他压根没有离开的意思，此时又在朝着水之剑心的区域前行啊！当然了，陈哥心说，我这剑之规则烙印连准地中期都没到呢。虽说现在剑术威能大了好几倍，但主要目的没达到啊。你那所谓的一堆堆感悟还没有结束？好像是吧？难道你还要再当第3个剑心的剑主？剑主是什么呀？成哥居然还不知道剑主这个称呼呢。他没混过剑修圈子，只知道剑心有9阶，9阶有牌面，仅此而已。你还真是又妖孽又无知啊！苍灵都快无语了呀，内心荒唐之余，不由得泛起一股无力感。能让自己这个仙界初开就诞生的生灵一次次震惊的，也就只有他了吧。在他解释了一下剑主的象征意义之后，向来骚包爱场面的成哥顿时来了劲儿了。你咋不早说呢？原来不知不觉间哥已经混成了2门剑心的指路明灯，无数剑修的旗帜标杆。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啊！我更有动力了啊！原本他还想着剑之规则烙印弄到准地后期就算了，毕竟呢每次被杀，结果虽然美妙，但过程并不舒服。但现在他开始盘算了，如果自己把地剑山9门剑心全都修到顶，成为9门剑心的剑主，然后再把天剑山5门剑心的剑主之位也占住，那要是说出去得有多吓人呢？很快他迫不及待进入了水之剑心的试炼中，依旧又是一面倒的战斗。他以前根本没修炼过水之剑心，自然是被碾压了，然后再次理所当然的被杀了。换成其他剑修，在这战斗过程中是会有一些剑心方面的感悟的，而他呢，毛感悟没有。不过没关系，系统的美妙的声音再次响起：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水之剑心，宿主复活。活过来之后，脑袋里瞬间多了一堆有关水之剑心的感悟。这门剑心不出意外的直接达到9阶了。外面那群剑修还在讨论着1人双剑主呢，太震撼了，简直突破了常理，由不得他们不讨论呢。而此时呢，地剑山再次发出隆隆声响，9彩光芒又冲天而起。水之剑心，众人表情崩溃了。这个人都没有选择剑之规则烙印，不忠于剑，他何德何能啊？老实说呀，成哥是有剑之规则烙印的，不过要说他不忠于剑，这倒是没错。给成哥一把刀或者枪，他一样用了溜的，甚至呢变成苍龙真身时，挥爪也挥得很熟练自然。江掌门不挑食，压根没剑修那种完全执着于剑的心态。刚刚他成为双剑主，甚至都被外面这群剑仙当成了剑修界最黑暗的一天了。被一个速度规则的准地当了2门剑主，屈辱呀！这要是还有第3门，那还让不让活嘞？然而呢，他们的念头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又一颗小太阳光环冉冉升起，水之剑心的气息荡漾在整座地剑山的周边地界，带着无比玄奥的韵味。成哥呢，又一次在光环的笼罩下朝众人挥手致敬。我操，还是他疯了吧？1人3剑主的剑才，我不信，这绝对不可能。就算是选了剑之规则烙印的绝世剑道天才，也不可能3门剑心全部到顶啊！没错，每种剑心互不相通，不可能有人同时全部的感悟到9阶呀。说这话的人很多，但是沉默的人更多。毕竟事实摆在眼前了，你不信有什么用呢？1人3剑主，此人剑道天赋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了，可惜了呀。他若选择剑之规则烙印，那剑之先帝的位置注定是他的。剑之先帝的位置更换得很频繁，以至于大家平时很少会提到当前那个剑之先帝的大名，因为几乎可以预料他迟早会被推翻的。而这次呢，许多人达成一种共识：如果江城选了剑之规则，并且成为剑之先帝，那位置很可能再也无法被撼动了。确实啊，如今的剑之先帝本人也只是金之剑心这1门剑主，拥有3门剑心，那底蕴太强了。众人的心态悄然发生变化，尽管还是很排斥成哥这个不忠于剑的怪胎，但又忍不住替他感到遗憾。而就在他们继续议论时，成哥也进入了金之剑心的区域，新一轮试炼开始了，一如既往的被碾压被杀死，然后顺理成章的系统给了他顶级的金之剑心。片刻后又通关了，9彩光芒又冲天而起，江掌门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第4门剑心的剑主。全场所有修士呆呆的望着那熟悉的光环，表情都崩坏了，小心脏被按着摩擦了4次，他们麻木了，呆滞的眼神如同看烟花一样平静而又无奈。本集
第539集，九门剑心的建筑。当江城之后又通关土之剑心成为第5门剑心的建筑后，他的剑之规则融合度终于达到了准地中期的水准。从初期到中期，整个过程就那么1个时辰，这种飞速提升规则烙印的方式也只有他玩的转了。5大剑心呢，5大剑心全都成为剑主了。此人的壮举空前绝后，虽然不想承认，但他确实成了剑修界史无前例的第一人呐。之前那些大肆嘲讽过陈哥，觉得他剑道天赋还不如自己的剑修们，那脸都肿了呀，也很不甘心的，就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来反驳了。人家都当了5个剑主了，自己一门剑心还在4阶5阶徘徊，连放一起比较的资格都没有。剑修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啊，今后要被其他规则的仙人笑话了，丢脸呐！剑修向来以纯粹为尊，越纯粹就越强，这是大家的共识。那些不纯粹的剑修早就被大家开除出剑修圈子了。天剑宫的掌教太霄仙帝是一位实力极强的老牌仙帝，用的也是剑，但就因为成帝时选的不是剑之规则，而是阳之规则，所以呢，他也不够纯粹。即便他的大日剑心都8阶了，也还是不被剑修圈子认可。平时大家甚至会说，你看，这就是不忠于剑的下场，明明成帝几百亿年了，剑心还8阶呢。堂堂天剑宫掌教，连剑主都当不了。而现在陈哥这么一搞，乐子大了。今后其他仙人见到剑修，可能就会说啊，原来你们引以为傲的剑心不过如此吗？都被一个速度准地占了5门剑主了，你说你找谁说理去？在场一些剑修甚至都被江城打脸打得开始自我怀疑了，难道自己一直的坚持是错的吗？莫非剑修并不需要纯粹吗？糊涂，不要被那妖孽乱了本心呐！他只是个例，诸位千万要谨守本心，不要被他动摇了。还好只是5行剑心，虽说任何剑心都可成道，但不同的剑心也是有等阶之分的。生灭剑心为至高，其次长明、永业难度要比其他剑心高了不知多少倍。至于金木水火土这5行剑心，算是最容易领悟的。没错，幸亏只是5行剑心，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5行类的至宝，所以投机取巧了呢？一定是这样的，要不然没法解释呀。4行剑心和5行完全不相干，他绝对领悟不了。无论如何，总算结束了。如果陈哥听到他们的议论，可能会说一句：骚年呐，那么太年轻了。看到他前往极乐剑心方向，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苍灵也很崩溃。你还要继续？啊，是啊。你那所谓的灵感还没结束吗？不对啊，不是说了吗？感悟如井喷一样，没喷完呢。你这也喷太久了吧？苍灵心说：老娘信你个鬼呀！而且极乐剑心属4行之一，你的感悟还带跨界的，都属于剑心嘛，可以理解啊。很快呢，陈哥踏入了极乐剑心的范围，再次迎来攻击。大道依旧还是按照他准地后期的境界安排强度，不过这次进度没之前那么顺利了。没办法，他的实力提升了，剑之规则烙印刚才达到准地中期，现在他能用出来的实力比之前强了许多了，从破产版的准地中期提升到了破产版的准地后期了。这带来的后果就是想死也变得难了不少，足足花了比之前多10倍的时间，他才终于如愿被杀。而后系统提示也响起了，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极乐剑心，宿主复活。活过来的陈哥很自然得到9阶极乐剑心，而后如同摧枯拉朽般的打穿了这场试炼，成功再次通关。哎呀，这次真不容易啊，好久没修炼这么辛苦了。擦了擦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水，他感慨良多。花了这么久才终于感悟到这极乐剑心，果然不愧是高难度呀。苍灵听到这非人类的发言，升起一股强烈想暴揍他的冲动。那你哪辛苦了啊？获得9阶极乐剑心之后，大道理所当然的再次升起了特效光环。成哥第5次冉冉升起，隆重的在众人面前亮相了。这下呢，外面那群剑修彻底崩溃了，没完了是吧？极乐剑心，4行剑心之一啊，他成极乐剑主了，怎么做到的？不是说5行和4行并不相同吗？刚谁他妈说的5行类的至宝投机取巧了？你有本事把4行剑心全都修到9阶！我现在觉得吧，这对他好像不是什么难事了。哪怕再不爽，也只能用服气了。再这样下去，地剑山要被他彻底征服了呀，还让不让活了呀？难道最后地剑山9大剑心的剑主都要归他一个人了吗？想想的结果，众人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了。有不少剑修暗自怀疑是不是地剑山出了问题，也纷纷跟着进了里面。不过结局自然很真实，地剑山一切正常，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升。当时间来到第2天，4行剑心后面3大剑心也分别被陈哥修炼到了9阶。至此呢，他真的成了9大剑心的剑主了。面对着成就，在场所有剑修都被震起了麻木了。服了，彻底服了。可能这个人前世就是一把剑转世的，太贱了。或许是传说中的至高剑体吧，俗称剑人。要陈哥听到这些猜测，一定会怒骂：那么你在骂啊？
当第9门寂灭剑心被打通之后，整座地剑山再次产生巨大变化，剧烈的光芒从群山的每个角落射出，而后传遍各地。阵阵飘渺的仙音让无数仙人在这刻得到明悟，有人成了9门剑心的剑主了。这个消息让6界各地的仙人们震惊无比，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谁能成为9门剑心的剑主呢？无论长明殿的仙界大佬，还是9星魔殿的魔界巨头，无论斩仙剑派的归藏灵星，还是在灵界某地历练的陈州准帝，在这一刻全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啊！本集第540集，接连2山。当6界各地都得知出现一位9门剑主时，附近的天剑宫自然毫不例外的收到消息了。转眼呢，整个天剑宫内部也高度重视。9门剑心，这怎么可能？一个人就算领悟9种剑心都不可能办到，还全都成为剑主了？这是大道传音，错不了。那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是谁呀？无论是谁，反正不是天剑宫的人。天剑宫掌教太霄仙帝面沉如水，周围一众天剑宫的高层也觉得相当没面子。作为仙界最著名的剑修宗门，光看名字也知道这个宗门和剑的关系了。事实上，天剑宫第一任掌教确实是剑之仙帝，只可惜后来被人挑落了，最终降回了准帝。为此还不得已换了个掌教。剑之主宰的竞争太激烈，而这个位置之所以如此的换人频繁，除了剑修太多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当一位拥有剑之规则烙印的准帝挑战剑之仙帝时，规则之心不会特别照顾仙帝，这与其他规则主宰能够凭借规则化身碾压准帝的情况大不相同。天剑宫也算尽力了，史上出现了6位剑之仙帝，虽然全都被干下去了，但已经是最多的那个宗门了。只可惜呀，外面数之不清的剑修们才不管你这些呢。你取名天剑宫，结果现在剑之仙帝都不是你们宗门的，你们的掌教修炼的都不是剑之规则的，还有啥资格叫这名字呢？尤其你们还霸占天剑山这个剑修心目中的圣地。目前天剑宫在剑修界最大的招牌就是拥有一位9阶永夜剑心的准帝后期。永夜剑心与长明剑心并列，仅次于生灭剑心，能成为永夜剑主，说出去还是很有面子的。只是现在成哥这9门剑心的剑主一出位，任何其他剑主都黯然失色了。谁成了9门剑主？快去查！此人应该就在地剑山，开最好的条件招揽他加入天剑宫。若他不愿意呢，那就不能留了。太霄仙帝眼内杀气一闪而过，他可不是什么正道的光。9门剑心的剑主，剑道天赋震古烁今，一旦他将来成了剑之仙帝，那和历届的剑之仙帝可就不一样了呀。他阴沉着脸扫视全场，到时剑之仙帝的位置，我们天剑宫再也不可能夺回来。在他眼中，剑之仙帝必须属于天剑宫。查到之后将他带进来，就说我们邀请他。请进来之后怎么处置就他们说了算了。最近呢，天剑宫也是封闭了山门的，之前外面那么热闹，他们还是一无所知的。不过毕竟离得近，几息之后就有消息传来了。那个人怎么这么快？那个人呢？太霄仙帝眼神一冷，莫非他敢看不起我天剑宫，不愿进来吗？那倒不是。打听消息的长老一脸苦意，只是那个人他不好招惹呀。其他仙帝冷笑，怎么着？还有我们天剑宫招惹不起的人？他是长明殿殿主呀，还是9星魔殿魔帝呀？那长老苦涩摊摊手，表情比哭都难看。都不是，他是江城。江城？哪个江城？就是极心江城啊！什么玩意儿？他！天剑宫所有仙帝准帝顿时鸡飞狗跳，乱成一团。怎么会是他呀？这风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是盯上我们天剑宫了吗？这瘟神去哪儿不好啊？刚刚还说谁都敢招惹，现在所有人立马改口了。结心呐，谁敢惹呀？他不是速度准帝吗？他怎么成了9门剑主了呀？鬼知道呀，这家伙邪门啊！继续封山，坚决将他挡在外面。没错，千万不能让他和天剑宫产生联系，就当他不存在。他们很快做了和当初碧落星宫类似的决定，只可惜呀，人算不如天算。此时地剑山9彩光芒最终化作一道长虹，通向了天剑山，宛若一座沟通天堑的天桥，横亘虚空。而天剑山正在天剑宫内。这一幕，外面那些剑修看得啧啧称奇。原来打通地剑山之后会出现这种异象吗？看来天剑山和地剑山果然是一体的呀。以前只是没有人能做到这种事吧？哎，这彩虹直通天剑山，那我们岂不是也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地剑山对所有剑修开放，天剑山不同，那俨然已经成了天剑宫的私产了。外人想进去可以，成为天剑宫的门人就行了。绝大部分剑修要么已经有了宗门，要么独来独往，要么不愿意弯腰低头。
所以一直以来呢，天剑山的长明、永业、大日、霁月、凌星5大高阶剑心，外界剑修是没法沾光进去参悟的，只能依靠自身天赋。尤其最近天剑攻封山，更是没有一丁点机会了。而这一次呢，那道从地剑山直通天剑山的长虹，直接无视了天剑宫的封山禁制和法则，强行在2座山之间开辟一条通路。也就是说，只要踏上了彩虹，我们也能去天剑山了。不错。我的天哪！我修炼的正是长明剑心，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就是能进一次天剑山。我虽然没有修炼5大剑心，但我也想进去参悟一下。对呀，要是能再多一门剑心，那我的实力又能增强了许多呀。想到这儿，众人眼珠子都绿了，心脏砰砰狂飙，恨不得下一刻就直接进入天剑山。然而，这一切似乎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因为这突然出现的天桥是有主人的。江掌门打通地剑山9关，这座天桥自然是因为他出现的。原来还会有这么一座桥啊！暗处的苍灵也是啧啧称奇。这座桥完全受你控制吗？成哥一脸得意啊，没错，只要我在地剑山，这桥吧就会一直存在。如果你离开呢？那他就会消失啊，这就是主角的牌面。他的话音一落，以白罗仙王为首的一群剑修都凑了上来。第541集，夸一句就行。那个江掌门，白罗仙王搓着手，表情相当尴尬。陈哥其实猜到他们想干什么了，故意笑眯眯的：“怎么着，想进去啊？”“是啊。”白罗仙王老脸谄媚，都笑成菊花了。江掌门这种胸怀天下的人，又是我们木之剑心的剑主，不知可否行个方便呢？其实啊，刚才他也跟他嘲讽过陈哥，只是陈哥没听到。而现在有求于人，他倒很会识时务。后方不少剑修露出鄙夷之色，一些脾气火爆的甚至当场怒骂了：“白罗，你傲骨呢？你真是剑修之耻啊！如此低声下气，你不配做剑修。就算想进去，又何必如此谄媚？呸，脸都丢光了！”听到他们的指责，白罗仙王面露尴尬和恼怒之色，而江掌门没管那些人，只是对他挥手：“啊，可以啊，你进去吧。”白罗仙王大喜，没想到传说中6界第一魔头居然这么好说话呀！好言求一下，真就放行了，连忙道了声谢，随后踏上天桥。众人看着他的身影，转瞬间穿越了天剑宫的禁制，消失在视线里。不用猜呀，成功进了天剑山了。一时间，其他人连忙纷纷跟上，就连刚才那些骂了白罗仙王的剑修们也不例外。然而呢，成哥这次却伸手把他们挡了下来。我刚只答应他一个人进去的，没说让所有人都进去。众人一愣：“江掌门，你这是何意啊？”“没什么意思，只是觉得你们长得不美，但想的挺美。知道什么叫做有求于人的态度吗？我看你们好像不懂这最基本的做人道理，一边拽得跟他们258万似的，挺着你们的所谓的傲骨，一边还要我行个方便，脸好大呀！咋的呀？想昂首挺胸就把好处挣到手啊？”他这一席话就像一颗颗钢钉钉在了众人的心头。在场所有剑修表情都变得难看起来。“那你想怎样？是要先清趟入场费吗？我们可以给，你开价。”“你们说的啊，那就每人交100亿上品现金。”“什么100亿？你咋不去抢呢？绿玉、利玉、熏心，你疯了吧？这个价码你在做梦！”所有人都无法接受，100亿上品现金那是天价，他们谁也拿不出来。何况就算能拿得出来，也不值啊！哎呀，听到你们要我开价，还以为你们多豪气呢。不过如此嘛，没那魄力就别把话说太满。白罗仙王不也什么都没付出吗？他怎么就能进呢？”“谁说他没付出嘞？哼，他的话说得很得体，很动听，我心情愉快，不行吗？啊，还能这样式的吗？白罗仙王能进去，就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吗？”为首几名剑修咬牙：“那我们……”望着他们询问的眼神，成哥略带鼓励点头：“啊，只要你们能说出动听的话，可以放行啊。”在场众人懵逼了呀，就连苍灵也颇为意外，不禁传音：“你居然没在这件事情上趁机捞好处，还真是意外，这不是你的风格呀。”成哥也传音：“哎呀，有些东西比好处重要。”“比如马屁？”“我这也是造福所有的剑修嘛，夸一句怎么了？要他们命吗？”嘴上这么说，但实际上成哥最好的不就这口吗？以他如今的实力，这些剑修也给不了他什么亮眼的好处，不如让他们吹捧一下算了。人活一口气，你们不是很拽吗？哎，我偏要你们弯腰低头，而这要求还真就正好卡在剑修们最难受的地方。要他们掏个10万8万现金，他们可以接受；要他们被迫夸人，尤其夸的还是之前嘲讽过的江城，强人所难呐。成哥的天赋是让他们服气，但他之前在规则之门斩杀那么多剑修，还选了速度规则，这让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从内心认可。夸一个剑修中的背叛者，可想而知有多难。后方立刻人大喊了：“你的实力就算再强，也别向我们屈服！”
陈歌心说：“我也没拿实力压你们呢，你不愿意你离开呀，你情我愿呢。”其他人还纷纷附和，群情激昂。不错，我就算一辈子进不去，也不会做这种吹捧之事的。你在做梦，别以为区区一个机会就会让我们剑修折腰。吾等剑修行事向来不媚不取。他们这话音没落，离陈歌最近那名金仙就叛变了。家长们，您真的是我见过天赋最高、举世无双的剑修啊！哎，行，可以了，你能进去了。那金仙兴奋的一蹦3尺高，没想到这一句话的事儿，连忙屁颠的踏上彩虹，消失在众人眼前了。原本还振振有词的剑修们，就像突然被人掐住了脖子，打脸太快了。许多剑修羡慕地看着那名金仙消失的背影，心思活泛了。那里面可是天剑山呐，拥有5大上位剑心的天剑山，自己只需要一句好话，又不是要认他为主，又不是要加入他的宗门，那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夸人也不算屈服吧。于是呢，又有一名仙王满脸堆笑：“哎，那个江掌门，您不愧是史上最慷慨之人，世人对您的误解太深了啊！可以进。”仿佛突然开了个口子，许多人再也忍不住了：“江掌门呐，您是仙界第一剑仙！进！江掌门，您是仙界最俊帅之人！哎，有眼光啊！嘿嘿，你最有眼光了！江掌门，您独一无二的剑道天赋，为整个仙界增添了一抹新的光彩。不错，有角度，进吧。”那什么，江掌门不愧为仙界第一剑仙。小老弟儿，这有人夸过了，有点新意行不行啊？听了一句又一句的吹捧，陈哥都快升华了呀。后面那些固执的剑修们却是又羡慕又拉不下脸，很气，怎么办呢？而另一边呢，天剑宫得知这边的情况，也都坐不住了。本期第542集，机不可失，速来。从地剑山进入天剑山，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事？太霄仙帝和一众天剑宫高层第一反应是不信。无数年来，天地大道在仙界自然生成了许多特殊的秘境，比如长明殿的仙光崖是仙界初开始第一道光照耀的地方，光明规则在那里几乎形成实质。九星魔殿的观星岛则拥有着第一次大劫时陨落的9颗原初死星，星力的浓郁程度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这些天生的无主宝地，随着时间推移，渐渐被各大势力占据，成为了他们的洞天福地。老实说呀，这种行为很霸道，但没办法，拳头大呀。天剑山最早也是无主的，毕竟它出现时，人类修士甚至还没有进入仙界，而龙凤麒麟这些妖族又不修炼剑术。古早时期的剑修想进入天剑山是完全自由的，想进就进。但天剑宫后来崛起并占据之后，这地方呢就只有他们的人能进了。一开始他们甚至将地剑山也圈在范围内，这是仙魔两界许多顶尖宗门本身也有大批剑修，在经过无数次的争斗和谈判后，才终于互退一步，达成协议。从此地剑山对外开放，属于全体剑修，而天剑山只属于天剑宫，这里早已被当成他们自己的后花园了，外人不得染指，否则天剑宫上下共诛之。即便天剑宫本门弟子想进天剑山，也要经过严格的考验。数百亿年来，不知有多少外界剑修试图进入天剑山，他们中有金仙、仙尊，也有准帝、仙帝。他们用过强闯、挑战、冒充、伪装等无数办法，然而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天剑宫自身拥有8位仙帝坐镇，何况这里还是别人的主场，有各种大阵和禁制，称之龙潭虎穴也不为过。除非6界所有剑修联手攻打，可问题天剑宫还是仙盟的核心宗门，背后还有仙盟其他宗门作为盟友呢。目前已经有535名外界剑修进入天剑山，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中。什么？怎么办到的？他们也配？自家后花园被人染指的天剑宫高层们暴跳如雷，完全无法接受。对他们来说呀，这好像是自己承包的鱼塘被人偷掉了。虽然这鱼塘并不用付出什么代价，而他们更没交什么承包费。此时的他们恨不得把里面的人全都干掉。但进入天剑山，每个人所在空间都是隔绝的，他们也干预不了里面剑修的参悟。是因为江城？他干了什么呀？得知地剑山因为9门剑主的出现架起了一座长虹天桥，并且这座天桥还由江城控制之后，天剑宫的高层们气急败坏，立即就成群结队，浩浩荡荡的杀出。江城，你好大的胆子，你要干什么？看到外面还有10几万的剑修，并且这人数还在变得越多，他们都快发疯了呀！都给我停下！谁再敢进就灭谁！竟敢擅闯我们天剑宫！他们的到来着实吓住在场那些剑修了。毕竟这突然出现8位仙帝和上百位准帝，光是气势威压就足以令人窒息了。地剑山周边庞大地域的气氛都变得凝视下来。太霄仙帝目光森冷，扫视众人，几乎无人敢与他对视，除了成哥。闯你的天剑宫有吗？我们进的是天剑山而已啊！太霄仙帝闻言怒道：天剑山在我们天剑宫中，自然就属于我们天剑宫。
你现在让人进山，就是在侵犯我天剑宫。不错，你此举等同宣战。按照当年协议，天剑山本就已经判给了我们天剑宫，这是得到了6界公认的。擅自闯入一宗腹地，此举人神共愤，天人共诛之。魔头，你还有何话可说？成哥差点被逗乐了，他很老实的摇了摇头，我没说话呀。这一反应倒是让对面的天霄仙帝颇为意外，原本还以为他要据理力争，以至于后面准备的一堆台词都没用上。那你还不快停下这卑劣的行径，关掉通向天剑山的通路？你这是在命令我？江掌门摇头，笑容收起。我就算入侵你们天剑宫，又能怎么样？当年对付飞仙门的宗门中，又不是没有天剑宫的身影。这句话让全场一片哗然。天剑宫啊，仙界排名前3的顶尖宗门之一，仙妖大战之后确立了统治地位，谁敢公然与他为敌？即便数次仙魔大战，魔界那边也没放过这样的狠话。天霄仙帝和其他高层反应过来，顿时勃然大怒。9阶仙剑当空祭出，规则的洪流和法则空间交相回应，将这片天地都换了个模样。你说什么？好大的胆，岂有此理！成哥顿时提神了，连忙也祭出了红绝仙剑。是要和我大战吗？来啊，来啊！对面一众气势汹汹、滔天威势的仙帝们顿时迟疑了。太霄仙帝气得面色铁青，哼，你以为我们会上当吗？你没多少年可嚣张的了。成哥有点失望，他巴不得对方杀了自己呢，然后系统开挂，一举反杀，顺便将整个天剑宫都平了。只可惜这一群人和碧落星宫一样，忌惮他极心的身份，只敢动嘴，压根儿不敢下手。哎呀，真是空欢喜一场啊！然后呢，他掏出传讯仙器，朝着仙妖山那边传讯。喂，是那个墨尘吗？啊，没错，是我啊，我很好，风采依旧啊。我目前在地剑山这边啊。是，对，你没猜错，那个9门剑主就是巨帅的我呀！啊，是这样的啊，我打开了地剑山到这个天剑山的通路啊，你把弟子们都安排一下，赶紧组个队来这个天剑山历练啊！没错，所有用剑的都可以来啊！对了，顺便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就说6界之内其他剑修也都可以随便进，我就等1个月啊，机不可失。对着那边的飞仙门下完命令之后，他挂掉了电话，随后呢，对那表情快要扭曲的太霄仙帝咧嘴一笑，你咬我呀！本集第543集，自寻死路吗？太霄仙帝当然不敢咬江城，你会后悔的，100万年后我看你怎么死！除了在一旁跳脚怒骂，天剑宫上下什么都不敢做。这一幕呢，让旁边那群剑修惊为天人。大佬啊，你太猛了，你这爷呀！都说剑修是最狂的那类人，但是和您一比呢，还是差了好几个位面呢。虽然大家也明白这是因为杰心的敏感身份，但当着天剑宫的面这么狂，还屁事没有，真的可以吹一辈子了。有他在这撑腰，众剑仙又有胆子了。将长们，您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勇武之人。哎，进吧。将长们，此举造福所有剑修，将会被史册铭记。哎呀，可以啊，江掌门威武！哎，老弟你敷衍了啊！为了能进了天剑山，众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老实说呀，到了这步，有些人还真的是真心实意的佩服他了。毕竟成哥剑道天赋那是真的没得说呀，而他开了这条路，也确实是帮了其他的剑修。随着进去的人越来越多，拍马屁的也越来越多，成哥回应不过来了，他累了，只能变出一张躺椅和一把遮阳伞，躺在彩虹的入口，听着一声声的彩虹屁。暗处的苍龙女帝表示自己真的是逼了狗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骚包的人呢。你不嫌烦吗？不烦呢，这种事情一辈子不会烦的好吗？你听听这声音多么的悦耳啊！你还真是个极品。这句话成哥也自动过滤成夸奖了。而当这里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整个6界都沸腾了。好吧，主要还是仙魔2界，蛮界和妖界几乎不存在剑修，灵界和死界的剑修数量也不多。听说9门剑主就是江城，所有剑修震撼无比。而听说他打开了天剑山的通路，所有剑修直接疯狂了，无数人连夜启程，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向着地剑山赶去，完全就是一场剑修界的大迁徙呀！天剑山的5大顶尖剑心，那可是剑修们梦寐以求的，根本无法拒绝。最先赶来的还是他的自己人，以纪凌寒为首，飞仙门弟子尽数到来，一个不落，这让成哥也很无语。纪凌寒、林宁、罗元等人也就算了，确实都是用剑的，但还有300多名弟子压根不用剑，你跑来干啥呀？而除了他们呢，萧坤、纪云等人麾下也有不少后辈是不用剑的。不是你们来凑什么热闹啊？哎呀，这不是紧跟您的步伐吗？咱们进不去没事，对吧？能常伴您左右也好啊。哦，那既然这样，那就交给你们一个光荣的任务，
随后呢，这几千人就成了彩虹桥的守卫了，务必要保证每个进入的人都拍了江掌门一句马屁，否则不得放行。对这个任务，众人一脸无语，还以为是多么艰巨的重担呢，闹了半天就这个呀。飞仙门众人进去之后，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推移，各地的剑修也纷纷赶来。斩仙剑派的归藏、灵星、悲哀等人都来了，纪云的师兄青云、流云也都来了。不光仙界，魔界那边用剑的魔修也来了一大片。这些人境界上至准帝，下至金仙，人人喜气洋洋，就像过节一样。最后甚至仙帝、魔帝也都来了。没办法呀，不是仙盟的仙帝，以前也一样进不了天剑山的。1个月后，进入天剑山的修士已经无法计数了。而到了这天呢，成哥也终于起身，亲自进了天剑山。当他进入那一刻，彩虹桥也紧跟着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里面的天剑宫表示压力山大，不光是江城这个结心，还因为进来的人实在太多了呀。准帝足有上千位，还有数位仙帝、魔帝，整体实力已然超越了天剑宫本身了。也幸亏成哥只等1个月，大部分剑修来不及赶过来，要不然呢更加恐怖。而天剑山位于天剑宫的中心腹地，这些人等于是直接进了宗门的核心区域，一个不好，很可能会给天剑宫带来灭顶之灾。为此，天剑宫上下如临大敌，将整座山都用禁制和法则隔绝了起来。而这一切就不在成哥的考虑范围了。此时的他已经进了大日剑心的区域，新的试炼来了。然而，成哥才经历了一会儿，就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不是呀！”这天剑山的试炼和地剑山似乎不太一样。此时的他站在一片虚空中，前方是一轮巨大无比的圆日，这圆日不断发生着变化，时而朝阳，时而烈日，时而夕阳，变幻莫测的剑心意蕴荡漾在整个空间，玄妙无比。不是，他咋不攻击我呢？苍灵也有些诧异。不攻击你不是挺好的吗？你可以安心参悟其中的剑心。好个毛呀！成哥心说，那我这样还怎么死呀？不死我怎么得到大日剑心呢？天剑山和地剑山确实不一样，这里呢压根都没封住其他方面的实力。坐在原地对着那轮圆日，他参悟了大半天，确实能感悟到无穷的剑意在四周回荡。可问题是，他连大日剑心都没有，这样下去几乎是不可能成为大日剑主的。这样不行啊，得想个办法早点死掉。望着那轮不断变换的圆日，成哥缓缓拔出了红绝仙剑。你要干什么？苍灵急了，老子看他不爽！你疯了！话音未落，江掌门一剑劈了上去，霎时间呢，那轮圆日爆发出了比之前强烈了不知几万倍的光芒。这一剑就仿佛捅了马蜂窝一样，整个试炼空间剧烈震荡。紧接着，之前还润物细无声的剑心意境，此时如同海啸一般呼啸而来，汹涌澎湃，黑云压城，而江城就是那唯一的目标。他瞬间被吞没其中。当此时啊，整个天剑山也同样发生了巨响，弄得天剑宫的一众高层也是惊叫了起来。哎，怎么的了？天剑山怎么了？疯了吗？他们经营天剑山那么多年，虽然无法干预里面参悟的人，却能看到许多外人看不到的情况。这段时间呢，江掌门本就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中，于是也有人看到了他的举动。这自寻死路嘛，自作孽，可怪不得我们了。哼，他死定了。他们的预料并没有错，江掌门很干脆的嘎了。本集第544集，企业级的结论。被大日剑心吞噬的成哥死的是渣都没剩的，整个人灰飞烟灭，仿佛根本不曾在这个世上存在过。哎，死了啊！哎，真的死了！天剑宫高层集体爆发出了欢呼，仿佛一块顽固的磐石终于被移开，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他也太蠢了吧，居然去攻击天剑山！他们在外面倒是看不到里面的元日，也感悟不到任何的剑心意境，但从江城刚才的举动也猜到他在干什么了。这种事情想想也不能做呀，难道他什么都不懂吗？众人甚至觉得一阵不真实呢。杰心居然这样死了，哎呦，真是高看他了啊！那这大劫算过去了吧？大劫并没有过去，很快会有下一个人成为劫心呢。但无论如何，江城再无任何威胁了。知道清楚，既然他死了，那群赶过来的飞仙们余孽不用留了，出去干他们！很可惜，他们听不到系统的提示音，要不然就会知道自己高兴太早了。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大日剑心，宿主复活。一活过来，成哥毫不意外地获得了9阶的大日剑心。哎呀，嘿，没想到管用啊！这么一看，天剑山比地剑山还要简单吗？无数的感悟充斥在脑海，他的剑之规则融合度再不进了一步。只是轻轻挥了挥剑，面前那轮巨大的元日就随着他的剑动了起来。剑势一起，元日节节攀升，如日中天；剑势一落，元日缓缓熄灭，宛若迟暮，完全被他所影响，受他掌控。天剑山中也爆发出了冲天的9彩光芒，成哥成为了第10门剑心的剑主。被光环笼罩的他挥手致意，很可惜这一次没有观众。
毕竟其他剑修现在全在天剑山内苦苦的参悟，而天剑宫的人自然不会傻乎乎的围在外围瞻仰他，这让江掌门不免有些遗憾的。特效结束之后，只能叹了口气，又进了祭月剑心的区域。而外面呢，天剑宫那群高层的眼珠子差点掉下来呀！什么情况呀？他不是死了吗？可能我们刚刚看错了吧？问题是他怎么就成了大日剑心的剑主呢？离了个大谱呀！还带这样的吗？掌教太霄仙帝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失望而又恼火的心情。我可以确定，他原本连1阶的大日剑心都没有。殿内其他仙帝也纷纷点头。不错，确实啊。他们虽然不是剑之仙帝，但曾经全都是剑修，也都拥有着7阶8阶的剑心，算是这方面的专家了，眼光还是非常毒辣的。成哥刚进入大日剑心区域时，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迷茫和外行。压根没有大日剑心的人，怎么就成了大日剑心的剑主呢？这种事情怎么看都太过反常了。难道是因为他刚刚主动攻击了大日剑心？可是这明明就是搅屎的情境啊！天剑宫占据天剑山数百亿年，无论高层还是弟子都曾无数次的进入，其中呢自然也发生了一些意外，比如有弟子不慎攻击了剑心，而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被剑心反噬。不过他们和成哥还是不同的呀，那就是成哥的攻击力更强，造成的反噬也极强。难道我们错过了一条捷径吗？莫非是物极必反？只要全力攻击了剑心，非但不会被反噬，反而能得到剑心的全部感悟吗？这个企业级的结论一出，在座的高层全都无法淡定了。仔细一想，好像是啊。江城刚刚莫名其妙得到9阶剑心，而他唯一做的不同的事情就是全力的攻击了剑心。太霄仙帝狠狠一拍桌案：“哼，我算是明白了，他是怎么成为地剑山的9门剑主的了。感情他真的全都是投机取巧。我就说，世上怎么可能会有剑道天赋高到那般离谱之人呢？原来是这个原因。这个诀窍既然被我们发现了，那么诸位，我们也不能错过呀。”他们这些人全都用剑，而且每个人都有剑心，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的正是这天剑山的5大剑心，只不过多半都是6阶7阶8阶了，想全都升到9阶，那岂不是战斗力突飞猛进呢？要是再像成哥那样一个人成为好几门剑心的剑主，那更是美得不敢想象啊。那么多拥有好几门9阶剑心的仙帝、准帝、仙王，到时候天剑宫直接称霸整个仙界，有没有啊？殿内所有仙帝、准帝都坐不住了，纷纷飞出大殿，冲进了天剑山。如果成哥知道他们这想法和举动，那得笑死，不得哭死。哎呀，哭笑不得呀！大佬们呐，你们猜的没错，我是因为全力攻击了剑心，才得到了9阶剑心的。可其中的问题最关键的一步是，那系统复活开挂呀，没了这一步，那真是死呀！进入了祭月剑心区域的他也懒得墨迹，直接拔剑朝着身边12轮状态不一样的月亮就开干。一阵猛如虎的操作之后，他死了。之后系统提示音响起，他也如愿获得了9阶的祭月剑心，成为第11门剑心的剑主。而另一边呢，太霄仙帝也刚刚进入了江城刚进过的大日剑心区域，这门剑心他已经8阶了。此时望着那轮熟悉的元日，他只觉得自己真的是虚度了光阴呢。以前的修炼都修到狗身上去了，怎么就那么傻呢？明明几十秒就能满级的事，你自己参悟了无数次，耗费了漫长的时光。真是可笑，没想到竟这么简单，大道误我呀！感慨2句，他拔剑，8阶剑心祭出，一身老牌仙帝的修为尽数调动，规则、化身、法则之力、英魂等各种 buff 也全都叠上来。太霄仙帝成帝之后，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全力以赴了。这次是担心攻击力不够高，效果不明显，而当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用了最强的一击，朝着那轮元日就轰了上去。本期加更1集，打个广告，海洋又上新书了，参与新书活动，本书可加更。爆笑、灵异、恐怖、抓鬼小说《精神病面前鬼东西算个球》上架了。老规矩，投月票、订阅、5星好评走起来，本书可加更。同时呢，可抽喜马拉雅年卡、季卡、月卡，详见评论区置顶评论。第545集，荒诞赴死。大日剑心这片秘境再次剧烈震荡，爆发出了轰然声响。这次的声势比成哥那次还要汹涌了数倍，毕竟老牌的太霄仙帝，论硬实力那是比江城强得多了。剑心的意蕴岂止是风暴，那完全就是天翻地覆。迎着那剑心的反噬之力，太霄仙帝手持仙剑，不闪不避，豪迈而又威猛。来吧，9阶剑心，老夫来！然后呢？没了，没有然后了。他被那席卷而来的反噬之力迅速吞没，仙体第一时间崩解溃散，还没等他反过来呢，仙魂也是撕扯一空，紧接着最后一丝意念荡然无存。天剑宫掌教就此陨落，死的是干干净净，一点痕迹不剩啊！
与此同时，分布在长明、永日、大业、济约、灵星5大区域的天剑宫其他高层也做出了相同的举动。这真的是仙界有史以来最荒诞的事情了，一个宗门所有高层集体自杀。事实上呢，进来之前，太霄仙帝还打算留几个仙帝和准帝在外面坐镇的，但提升剑心的诱惑太大，谁也不甘心落后于他人。而因为每个人进来后空间都是独立隔绝的，所以太霄仙帝的死其他高层看不着，谁也没法提前得到警示。这场集体赴死的行动开始时，程哥那边也顺利的死了第2次，得到了满级的祭月剑心。随后呢，他毫不停留的去了下一个剑心修炼区域。就这样，短短1刻钟后，他就成功获得了天剑山5大剑心的剑主之位，成为了14门剑心的剑主。做到这一步时，天剑山和地剑山同时轰响，2座剑山沟通天地，降下一黑一白光芒，最终汇聚在了江城身上。沐浴其中啊，程哥的脑海里突然多了一些似真似幻的全新感悟。悬于半空的他挥了挥剑，明明没有任何的先例和法则，前方那片虚空却仿佛忽然死寂了下来。而当他再次挥剑时，虚空再次鲜活。生灭剑心，这是生灭剑心！暗处的苍龙女帝忍不住再次惊呼，语气中带着强烈的震撼。获得大日剑心之后，他已经能预料到江城会成为14门剑心的剑主了，但他着实没想到，这最后一步竟然还有这样的馈赠。生灭剑心是极其难以获得的，整个仙界至今为止那么多天才剑修，也仅有2人获得过，其中最近的一个就是陈州准帝，一剑生一剑灭，已然超脱了剑道的范畴，根本就不是靠感悟能得到的。这一刻呀，女帝是真的激怒了，这个人的气运太深厚了吧？嘿呦，哎，想不到最后还有个惊喜大礼包呢！程哥的剑之规则融合度也终于到了准帝后期，恨不得马上在大家面前显摆显摆。可惜呢，现在其他人都还在天剑山内参悟修炼呢，他只能飞出天剑山去找太霄仙帝等天剑宫的高层嘚瑟。尽管知道对方肯定对自己没一点好印象，巴不得自己马上死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主动凑上去显摆。程哥是很自来熟的。然而当他绕着天剑宫的核心区域飞了好几圈，却是一个准帝没见着。咋事？都躲起来了？他放出神念四处打探搜寻，天剑宫仙王之下的弟子倒是发现一大堆，但高手是一个不见了。奇了怪了呀，他发现有个地方弟子最多都围满了，而且众人的表情似乎都有些夸张崩坏，便飞了下去。哎，干啥呢？开派对了吗？他很自来熟的招招手，加我一个呀！看到他出现，那些弟子的表情有些古怪。作为天剑宫的门人，早早就收到了辟邪的命令，所以他们自然能认出江城的。那些仙王级长老和仙尊级的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为首那名9品仙王已经是目前天剑宫地位最高的人了。就见他冷着脸缓缓飞到江城面前，那表情就像看杀父仇人一样。魔头，你干的好事！莫名其妙吗？这话呀。不过程哥也知道，这些大宗门的门人对自己不会有好感的，他也懒得多想。那个，你们掌门和其他长老呢？哥们儿刚打通了天剑山，快让他们出来看看啊！来看看。你还有脸提他们？那长老咬牙切齿呀，声音完全是从牙缝里面挤出来的。本门掌教和所有准帝之上长老刚刚都被你杀了，你居然还丧心病狂来我们面前炫耀啊！啥玩意儿？你们天剑宫高层死光了？别说他了，暗处的苍灵也惊呼了。这怎么可能？整个6界不可能有人做到这种事啊！想要攻陷天剑宫，起码要3、5个类似实力的顶尖实力联手。其次呢，就算能杀死一批准帝和个别的仙帝，其他人见势不妙也能跑啊，怎么可能高层全军覆没呢？何况这些门人全都好好的，看起来并不像经历大战嘞。你还装？我宗所有高层命牌已经全部破碎。那长老冷冷一笑，满眼的仇恨和愤怒。做下如此滔天罪行，你故意装作不知，还来我们面前装无辜，呸！可耻！此时呢，天剑宫其他人的怒火也都被点燃了，纷纷开始怒喷程哥。啊，原来你这次占据天剑山就是为了实行如此惊天阴谋啊！颠覆我派，用心险恶！魔头，你的罪行罄竹难书！哎，等，一顿骂呀！转瞬间呢，程哥身边围满了人了，这让程哥无比的懵逼，莫名其妙。哥们儿刚刚打通天剑山，打算出来炫耀一下，这有什么大错吗？无妄之灾呀，冤枉啊！不是，哎，就你们高层死绝了，跟我有屁的关系啊？你们亲眼看到是我干的了吗？自然没人看到太霄仙帝等人找死的一幕，知道真相的人都去天剑山陪他一起赴死了，所以呢，这已经是无头绪案。这些人也只能是从命牌碎裂才知道本门高层都死了。本期，哎呀嗨，海洋又突然的悄没声的库嚓一下加更了一集，干啥呢？本书要加更，新书数据凑。
推荐一本海洋入行以来觉得最好的、笑点反转最多的一本爆笑灵异抓鬼类新书《精神病面前鬼东西算个球》。记得一定是海洋的多播版本，不好听海洋道理挨打。还能抽年卡、季卡、月卡，未完结的书呢还可以参与加更。新书的订阅、5星好评、月票量、播放量达到一定的数量，本书都可以加更，详见评论区置顶评论。赶紧来听吧。第546集，真的全死了。在天剑宫这群人眼里，凶手肯定就是江澄。首先呢，他之前就干掉过7个贤弟了，6届第1魔头的名号如雷贯耳，这种事别人做不到，他一定做得到。其次呢，他的飞仙门以前和天剑宫有仇，做这事有动机。最后，这次地剑山、天剑山的风波是他一手促成的，现在自然成了江澄刻意为之类，为的就是打入天剑宫内部，然后阴谋诛杀高层，没准他还有帮凶呢。魔头，你是如何杀死我派掌教和长老们的？还不快从实招来！你将他们的尸身藏于何处了？陈哥一脸无语，不是这回真不是我干的。他也挺好奇，难道这仙界幕后还有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吗？一举干掉8名仙帝，还有上百位准帝，大手笔呀，都超过他的。而且对方没用多长时间，短短的1刻钟，这是何等手段？他甚至都开始胡思乱想，难道这仙界还有其他人拥有系统吗？而且比自己的系统还要碉堡吗？哎呀，这可是个危险信号啊！对面那群人也不知道他正在思考着如何与空气斗智斗勇，只当他这是在推卸，于是呢骂声更激烈了。哎呀，做了还不承认，无耻！除了你还能有谁呀？就是啊，就你干的，除了你不会有别人了。此仇必报，来日必灭飞仙门。不错，灭了飞仙门，还有苍龙谷。这些大宗门弟子忠诚度挺高，高层被杀，大部分人都是同仇敌忾。望着他们眼内的仇恨的怒火，成哥也眯了眯眼睛。你们还真是不知死活呀！这勇于复仇的精神很感人，但就是脑子不太好用啊。既然你们认定了是我干掉你们的高层，那是谁给你们的胆子来向我问罪呢？难道你们自认为比先帝准帝更强吗？一个个给我扣罪名，扣挺欢呢。既然你们强烈的要求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望着缓缓飞临半空的红绝仙剑，所有人面色大变。魔头，你要干什么？你要灭口吗？你以为今天的事情灭了口就不会传出去吗？啪，又是一顿骂。直到这一刻，他们才终于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向江澄扣罪名的资格。江掌门深吸了一口气，懒得再说什么。灭派对成哥来说，老本行，习惯了。正要出手呢，外面突然传来了呼喊声：“太霄贤弟何在？碧落星宫御心御书，欲请登门求见。”听说碧落星宫高手魂来了，天剑宫内部这群人不禁反喜，仿佛突然找到了主心骨呀，顿时疯狂地朝着殿前涌去。那名九品仙王更是迫不及待打开了宗门的禁制和大阵，将碧落星宫一行人全都放了进来。人未知，声先到。太小道友，听闻那魔头江澄正在你天剑山，他可曾走脱了呀？玉心仙帝、玉树仙帝的人着急上火呀！这么多天了，他们终于发现了仙之源被清空的事情，海量的仙药仙草不翼而飞，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碧落星宫一众高层得知仙药被盗之后，差点一口气直接背过去。随后呢，内部第一时间彻查，仙之源所有长老弟子被盘问之后，回答都是一样的，玉树仙帝自己下令干的。这让玉树仙帝莫名其妙的被扣了一身的锅的，在长老会被怀疑、被指责、被攻击，真的是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最终呢，还是回想起那天江澄也来了碧落星宫，再想到他匆匆离去，众人这才恍然大悟，于是心急火燎的就赶来天剑宫，要找成哥算账。天剑宫这边长老弟子们还没来得及开口呢，江澄已经出现在碧落星宫的众位仙帝面前。这一见面啊，玉心仙帝怒不可遏：“好你个贼子江澄，竟敢盗我仙之源的仙药！你这魔头，还不快将仙药还回来！如若不还，休怪我等降下雷霆震怒，拼了你飞仙门！”听说江澄也将碧落星宫得罪死了，一旁天剑宫众人那心底更有底了。玉心仙帝，你来的正好，快请诛杀这魔头啊！是啊，此人扫地这样人神共愤呐！一群弟子群情激昂，大声的叫嚣：“不光他，还有他背后的飞仙门、苍龙谷，也请诸位仙帝一并剿灭，必须剿灭，不留余孽！”还挺押韵的，这让对面碧落星宫几位仙帝有些懵了呀。这是在指挥我们出手吗？啊，区区仙王仙尊，你们指挥我们仙帝？天剑宫没点规矩吗？门风这么差吗？玉心仙帝脸色微沉：“你们掌教和长老们呢？怎么不出来说话呀？”他们来这里并没有打算独自出手，还指望着与天剑宫高层联手，毕竟这里是对方的主场。而他们这一问，对面天剑宫众人顿时如丧考妣，嚎哭起来。
玉心贤弟，你不知道啊，我派掌教和一众贤弟准帝长老都死了。什么玩意儿？如同天空响起了一道炸雷，玉心、玉树、玉晴等碧落星宫的仙帝们差点当空跌落。你说什么？太霄仙帝死了，其他7位仙帝也都是陨落了？这怎么可能啊？乱传这种消息可是要遭天谴的。那8位仙帝论实力可是完全不次于他们，连当年的仙妖大战都挺过来，怎么可能莫名其妙的陨落呢？是真的，他们刚才就陨落了，名牌都碎了。玉心、玉晴、玉树等仙帝早就已经探出神念四处搜寻了，确实这里没了天剑宫高层的气息，而他们的命牌也确实全都碎了。既然还是不敢相信，又联络仙盟总部那边，这一打探呢，那边也赫然发现天剑宫准地之上所有高层留下的仙纹也全都碎裂，这正是已经陨落的特征。本集第547集，这可是你们逼的。他们是怎么陨落的？谁干的？问出这问题时，玉心仙帝本人都第一次产生了恐惧的情绪了。能一举干掉天剑宫8位仙帝，那意味着也同样的一举干掉他呀。这个觉悟让他这位老牌仙帝第一次感觉到极度的不安。而对面那群天剑宫门人还一无所觉的告状了，就是他！众人一致指向江掌门，义愤填膺。这魔头江城残害了我们的掌教和诸位长老，那手段极其残忍，说的像他们亲眼见的一样的。他还想要灭掉我们整个天剑宫，还请诸位碧落星宫的前辈为天剑宫做主啊！还请诸位前辈为我们报仇，诛杀此魔，碎尸万段呐！成哥都看乐了，也不说话。他巴不得碧落星宫帮忙把自己干掉了，那样系统复活卦就能触发了。当系统解决方案一出，到时候玉心玉树这帮人一个也逃不掉。对面碧落星宫一行人却是面色巨变，再看江城的眼神，那已经不是看瘟神了，而是看一尊远古杀神。他们的第一反应并不是义愤填膺，而是惊吓。干掉天剑宫8位仙帝，这是何等实力啊！此人不是区区准帝吗？不过想想上次他还是准帝初期，这次居然就准帝后期了，这本就很离谱。难道他隐藏了实力吗？仔细想想，他都连斩了7位仙帝。玉心仙帝只觉得嗓子变得干涩，他一脸木木地问陈哥：“那个，这是你干的啊？”之前陈哥解释过了，奈何天剑宫这帮人不听啊，非要把罪名安在他的头上，弄得他也烦了。而且呢，他也期待着碧落星空出手，于是微笑点头：“啊，是啊，要报仇吗？”碧落星宫一众高层倒吸凉气，真的是从脚底板一直凉到后脑门了呀。天剑宫一众门人倒是激动起来，跳着脚指着陈哥：“哎，成印了！这魔头成印了！就是他！玉心贤弟，还请您降下雷霆激怒，剑下驱魔呀！”玉心贤弟恨不得给他一耳光啊！那你们脑子烧坏了呀！他能干掉你们高层，那干掉我不也是易如反掌吗？你们还指望我们和大魔头大战呢？你想害死我们吗？玉树贤弟面色也有些不太自然，咳了一声。来之前呢，因为仙药被盗的事情，他们甚至都已经准备跟陈哥决一死战了。什么结不结心的呀，不管他了。碧落星宫都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已经算是劫难了，不能忍了。然而此刻呢，他们想撤了。要我说呀，这事不能就这么定了，还有太多的疑点，对不对？要不等查明以后再说吧。不错，此事还是从长计议吧。听到这堆说辞呀，天剑宫众人完全无法接受。不是他这也能承认了？程哥一急了，连忙拍着胸脯帮忙作证：“啊，没错，是我干的，千真万确。”天剑宫众人越发确定。你听，这还能是假的吗？这魔头气焰嚣张，你们难道不管吗？同样想撤的玉心仙帝恼火的咬牙：“哼，我们行事还轮不到你们这群后辈来教。”为什么呀？天剑宫所有门人脸都垮了。他们满怀着希望等着碧落星空帮忙主持公道的，结果竟然等来了这个无动于衷的结果。他们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了。为什么你们要放过这个魔头啊？就因为他是劫仙，你们就不敢动手了吗？咱们天剑宫和你们碧落星宫都是仙盟创始的盟友啊，大家不是约好了同气连枝，共同诛魔的吗？你们起了如此的冷漠。是什么仙盟创始仙门是乱七八糟的。恼羞成怒的玉晴仙帝打断他们：“一个连准帝都没有的宗门，根本没资格进入仙盟。此事到此为止了，走！”说完，他们嗖的消失，那架势就跟逃命似的。程哥还想挽留呢，结果人家影都摸不着，就很失落。而天剑宫那群门人崩溃了。到了这一刻，他们才终于从狂热仇恨中清醒了过来。
江城，你要干什么呀？干什么？成哥可不会留他们了。天剑宫当年就和飞仙门有仇，现在这群人左一个灭掉飞仙门余孽，右一个灭掉苍龙谷，怀着浓重的仇恨之心。这不都是你们逼的吗？红绝仙剑再次祭出，漫天的火光席卷而出，15门剑心的意蕴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将那剑术的威能加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地步。规则之心烙印和英魂都还未出，前排仙王的仙国就直接被湮灭，就连苍灵都惊呼了。这是何等剑道伟力！这股力量已然超越了仙国的层次。当成哥再祭出49道规则烙印，战斗很快结束了。天剑宫那群恨他们入骨的门人尽数被灭，这个排名仙界前3的宗门就这样被除名了。既然都灭了派了，那成哥也不客气，开始搜战利品。天剑宫实在太庞大了，这是他灭掉的底蕴最深的一个宗门，那收藏简直骇人。也幸亏江掌门经验丰富，足足忙了10天10夜，才终于将这个宗门基本搬空。看看那天剑山里面参悟的剑修以及他的自己人都还没出来，等将来这批人出来之后，怕是要惊呆了呀。从此天剑宫不存在了，这天剑山以后想进就进，再也没什么阻隔了。成哥又等了几天，最终第一个等到的是墨尘出来。得知他将天剑宫灭掉之后，墨仙人表示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好半天都缓不过这口气来。成哥懒得解释太多，直接丢给他一堆戒指，这里面有一些丹药和其他资源，还有天剑宫的道藏，大家出来后你帮着分一下啊。另外在没我带队时，让大家全都隐藏在暗处，不要在仙妖山待着了。碧落星宫和仙盟那边肯定撼透自己了，万一不敢找自己报复，专找飞仙门和苍龙谷呢？涉及到正事，墨尘神色一凛，连忙一一应下。那您呢，还打算回仙妖山吗？我再去其他宗门转转，难得出来一趟，对吧？随后呢，他在墨尘看神人一样的眼神注视下，飞向了远处。本集第548集，开启虚洞。天剑宫覆灭的消息很快传开，6界上下一片哗然，所有人都表示被吓到了。毕竟天剑宫都算是仙界图腾一级的远古宗门，就这样突然没了，委实是措手不及。8位仙帝的陨落更是让人惊呼，上仙界真的要变天了。江掌门的战绩莫名其妙就多了8颗星，明明还是准帝，却已经被当成了仙界第一战神了。不过呢，这和绝大部分底层仙人关系似乎并不大。天剑宫的覆灭甚至还引起了剑修们的欢呼，从此以后大家能随意的进出天剑山修炼了。但对于统治仙界的仙盟来说，这就是劫难到来呀，天快塌了的节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江城不除6界不宁，然而他是劫心又不能动，除了杀死他并不是没有其他办法，宁愿换个劫心，不能让他活下去了。不错，此人太危险了，即便没有劫心的身份也不能留，联络其他5界吧。远在万妖宫的天部之主9尾妖帝接到消息，随后迅速通知2位麒麟大帝和孔雀、万世、白鹤、鼠耳等一众麒麟阵营的妖帝。仙盟那边要开虚洞，需要我们配合。什么玩意儿？他们疯了吗？这会毁掉仙界了。也不怪他们反那么大呀，主要还是虚洞确实事关整个6界的命运。当年仙界虽然也分为仙、魔、灵、妖、死、蛮这6部，但各部之间呢还是有来往的。因为那时候整个仙界是一个整体，各族相互串门交流很正常。之后仙魔2界导演了一场仙魔大战，将混乱虚地打落下去，变成了封堵下界、破坏飞升规则的虚仙界。自此呢，整个仙界4分5裂，再加上那帮仙帝魔帝大能出手，人为刻意划分，最终形成了如今的仙界格局。完整的仙界分成了上中下3个仙界，上仙界的6界又被分割开来，泾渭分明。所谓的仙妖山防线也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出现的。然而这一系列猛如虎的操作之后也带来了恶果了。作为仙界最核心的混乱虚地被打落，6界中心出现了一个空虚地带。一开始还没什么，不过就是被当成了一个深坑而已，但渐渐的就有一些仙人莫名其妙掉落其中，而且再也没回来过。除此之外，这虚空地带还在极快的速度向周围蔓延，很快就长到了1域方圆，假以时日，整个仙界都可能被它吞没掉。为此呢，6界都有帝境前去打探，而最终这些帝境同样也没有能回来，这才终于让各界高层彻底重视起来。最终6界顶尖高手联手施展规则之力，耗时数10万年，合力在虚洞周围布下大阵和无数的禁制，暂时将它封印起来。不过呢，这并不代表一劳永逸。为了防止酿成大祸，虚洞封印大阵，任何一界都无法单独破开。仙盟那边想开虚洞，那就需要征得妖界等其他各界的同意。他们要开虚洞干什么？为了干掉江城。9尾妖帝一字一顿，目光悠悠。
江城不是结心吗？谁敢杀他？莫林大帝面无表情。仙盟并不打算杀他，只是要将他放逐到虚洞内。进了虚洞，任他有天大本领，也无法重见天日。而且结心未死，却又不在仙界，甚至有可能会将大劫也一起带走。你答应这个提议了？妖界这边的大阵开启信物，历来都是由天部之主掌管的。这届天部之主是9位妖帝，信物自然在他手里。暂时没有。陆泽妖帝深吸一口气，语气凝重。江城可是我们妖界的地部之主。现在大家都知道苍城就是江城了，但他的苍龙血脉那是真的，而他的龙骨也是龙族的，青龙大帝都认证过了，所以妖界这边倒没把他当什么人族来看。问题是，江城可不是我们一伙的呀，他是来与我们为敌的。舒尔大帝一双精明的三角眼，金光内蕴，不露锋芒。他想保住江城，毕竟牙鼠王还在他那边效力，但又不能说得太直接，只能缓缓地说了。江城最近沉重打击了仙魔两界，也缓解了我们妖界的压力，他的存在有意义呀。熊皮妖帝点头，是啊，最近因为他成了结心，仙妖山彻底太平，这是好事，我觉得留下他也未尝不可。陆泽妖帝也说了，有他在前面搅局，让仙魔两界焦头烂额，形势确实不错。如今那两界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我们难得松口气。糊涂！玉林大帝厉声打断他们：“你们是站在了江城那边吗？”他毫不掩饰地露出仇视的目光，阴冷扫视在场每一位妖帝。别忘了，他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与他之间迟早会有一战。万世妖帝立即附和：“没错，此次可不算我们妖界力量，而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万妖大会，虫族的金线虫被杀之仇，他可是一直记得的。而因为与暗黄一族的历史恩怨，孔雀妖帝将来与林宁之间也肯定会有一场争斗，所以呢，他也盼着江城去死。此子现在风头正劲，但盛极必衰，他的杀戮过度也会为我们整个妖界招来大祸。没错，仙魔两界的底蕴没那么简单，他一个人再强，强得过整个仙界和魔界吗？要不是结心的身份，他早就死了。而且谁知道他的结心身份会不会给我们妖界带来劫难呢？必须早点除掉这变数，免得引来引火烧身呢。他们做出决定后，耳鼠大帝很清楚自己的意见不重要了，毕竟呢，信物在9位妖帝手上，而他本就是麒麟族的忠实盟友。这场会议之所以瞒着青龙、白虎、冰凤等几位，也是防止他们反对。最终呢，9位莫林、玉林、孔雀、万世等5位妖帝作为妖界代表前往了虚洞边缘大阵，同时向仙界那边发出消息，妖界答应他们的提议了。本集第549集，愤怒的苍灵。什么？他们竟要开虚洞除掉江城？这手笔太大了吧？疯了吗？而且最荒唐的是，天部之主还答应了。除了参与密会的几位妖帝，青龙大帝是第一个得知消息的，因为耳鼠大帝暗中投影通知了他。老青龙，这件事你我都阻止不了了。耳鼠大帝很冷静，他的思路很清晰。在除掉江城这件事上，仙盟和圣宫那两边肯定是意见一致的。那两界兴盛了数百亿年，正是由盛转衰的阶段，他们应该是预感到这次大劫会应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的避劫。胡闹，荒唐！青龙大帝唾沫星子都快喷出来了，他们是不是傻啊？不杀死结心，但又将他放除掉，以为这样就能避开大劫吗？真是异想天开。大劫是不会因为结心的离开而消失，这帮蠢货！他们这样千方百计的对结心下手，反而会让大劫成倍的爆发，变得更加猛烈。尤其这次6界联手对付他，会让整个6界都被大劫波及到。什么？竟然会这样？耳鼠大帝面色大变，他相信青龙大帝的判断。别看老青龙这个预言爱好者在陈哥身上出了好几次错，那只是因为系统超出了一切的算计。真要论及眼光和经验，这位从仙界初开就存在的青龙大帝，比谁都看得要准。那我们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只能通知那小子，让他避开这次阴谋。一旦这次被仙盟圣宫得逞，6界的大劫就真的要来了。想到这里，青龙大帝也不得不亲自出动一次，前往仙妖山那边寻找苍极苍穹。那边苍极苍穹这次没去地界山，此时正在拔营启程呢。你们要去哪里啊？一看青龙大帝降临了，众妖连忙下拜。启禀青龙大帝，我族大帝命我等回返苍龙谷，以免被仙魔两界报复。那小子居然还能想到这一节，
他还以为成哥只是个只知道横冲直撞的愣头青呢。不过呢，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这个。苍吉，你速速通知你族大帝，就说仙盟和圣宫那边要联手谋害他。听闻此言，老苍龙哈哈一笑，青龙大帝多虑了，我族大帝刚刚覆灭天剑宫，何惧他们呢？其他群妖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仙魔两界的本就是敌人，仙盟和圣宫对付成哥是理所当然的，他不是一直都这样过来了吗？现在大家对成哥的信心空前高涨，只觉得整个仙界都没有人能搞死他了。你以为这次还和以往一样吗？实话告诉你，他们要联手其他各界开虚洞。什么虚洞？苍劫、苍穹、异空、敖阳等妖族面色巨变。远在仙界这边的成哥正打算前往下站长命殿呢，然后呢就接到了苍劫的传讯。苍劫啊，啥事啊？难道是思念郡帅的本地了吗？不过本地不搞基呀！老苍龙差点被他噎死。大帝的风格还是那么的活泼奔放，说明目前还没出事。他稍稍放下了心，然后迅速将仙盟要开虚洞的惊天秘密说了一遍，末了还叮嘱呢：大帝呀，您尽快回来吧，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那虚洞谁也抵挡不了，但凡掉落其中，无论实力多强，都再也回不来呀。挂掉传讯仙界后，成哥摸着下巴思考了，虚洞这个阴谋有点大呀。暗处的苍龙女帝已经忍不住破口大骂了。魔力、玉灵这两个蠢货，他们是要背叛妖界吗？还有九尾和孔雀，他们居然配合着仙界来谋害妖界的功臣，真是岂有此理！他还是第一次被气成这样，显然这次的事情突破了某些底线，闹得成哥都有些措手不及了。这位姐姐除了被自己震惊时会稍稍失态之外，其他时都是云淡风轻的，一副姐什么都经历过的样子。这次居然发火了，姐，消消气儿。怎么消气？他们太过分了，这是背叛，和当年仙妖大战如出一辙。苍灵正在盛怒中，不，这个比仙妖大战时还要过分。这已经不只是见死不救，也不只是出卖队友了，这是亲手加害。哎呀，反正他们本来就是敌人嘛，干出什么也不奇怪，看开点啊！这怎么看得开？苍灵女帝怒吼：内部怎么斗，那都是一回事，勾结外面的敌人，那是另一回事。啊，是。为什么你看起来都不怎么愤怒？苍灵忽然疑惑了，真要算起来，江城才是被加害的那个当事人呢。啊，我愤怒了，我老愤怒了，嗷愤怒！这让苍灵越发的疑惑了。难道你有了计划？结合他对这家伙无利不起早的风格了解，他直觉感到江城一定是憋了坏水了。难道是将计就计，又或者别的什么阴谋吗？只可惜他并不知道，成哥这次还是没什么计划。听说对方憋了大招在等自己，他的第一反应是兴奋。6界高层集体密谋，只为针对自己一个人，这是何等台面呢？甩爆了有没有啊？这虚洞什么的压根没放在心上，有系统哥怕毛啊！这个虚洞计划有点搞头，他们应该很盼着我一脚踏进去，不知道他们会怎么骗我过去呢？他并没有改变方向，而是继续直线朝着长明殿那边飞去。飞着飞着呀，就见到迎面出现了一大群仙人，有仙尊，有仙王，每个人都是一脸的急切之色。哎，快，来了，慢了就来不及了！等等我，谨慎，一宝出世，千万不可泄露啊！不错。陈哥一愣，一宝，他拦下一人，哎，哥们儿，发现什么宝贝了？那人先是不耐，随后一看他的境界深不可测，连忙陪笑，哎呀，前辈，是虚洞那边有大量的紫阴血魄喷涌而出，大家都赶着去抢呢。本集第550集，做戏也要有诚意呀。紫阴血魄确实是至宝，极为罕见，而它的功用就是将某些特定的极品仙宝淬炼成至尊仙宝，那可是仙帝才能用得上的至宝啊。虚洞那边，如果苍劫没有提前通知，那江城可能不明白，到了现在一听虚洞俩字，他也知道这是假的了。感情这就是仙盟那边的计策呀，故意派一帮人在自己面前演戏，想把自己骗到虚洞那儿去。哎呦，好呀，快来带路呀！他显得迫不及待的样子，这让暗处的苍灵差点吐血了。你傻了吗？这明显是要骗你过去，这些人肯定都是仙盟成员，你怎么能上当？成哥已经掉头，忙着赶上大部队了。哎呀，人家那么多的群众演员来演我，那我一点都不配合的话，那不是冷场了吗？对不对？苍灵差点崩溃了。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一行人就这么浩浩荡荡往着虚洞的方向飞去，路上气氛挺热烈的。大家为了让成哥安心的跟着，还前辈长前辈短，好话恭维个不停，这让成哥颇为满意。这上当的服务是真周到啊！而一直藏在暗处盯着他的那帮仙帝魔帝也很满意。想不到他这么容易就中计了。就是啊，原本还准备其他后续计划，结果用不上了。等他进了大阵范围，立即发动。这个祸害早该放逐了，放逐到虚洞算便宜他了。如果不是因为劫心身份，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他们在这讨论时，灵界、蛮界、死界那边的高层也做好准备了。
灵界以执掌空间规则的玄极大帝和执掌幻之规则的混天大帝为首，这次一共出现了6位大帝。但见那虚洞边缘的大阵旁，6位大帝若隐若现，空间一阵阵不稳定，如梦似幻，仿佛这里根本不是真实的世界。任何人踏入这里都会很快的迷失其中的。真的要除掉那江城吗？他的存在对我们似乎没什么影响。我也觉得没什么必要。江城目前是仙魔两界最大的敌人，我们隔岸观火岂不美哉呀？执掌影之规则和梦之规则的2位大帝对这次的行动有些不以为然。仙魔两界太强，单独拎一个出来都比其他4界加起来更强。如果不是仙魔两界天生敌对，相互算计，其他4界早就不存在了。算起来呢，灵界和妖界的处境差不多，都面临着仙魔两界的威胁。但玄极大帝和混天大帝却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天剑宫覆灭这事儿，我会和你们看法一致。江城牵制仙魔两界，它的存在对我们有益无害。但天剑宫8位先帝的死太过骇人听闻了呀！隐藏在一片氤氲幻境中的混天先帝的声音，仿佛从任何一个方向传来，透着无尽沧桑的意味。他是怎么做到的，至今没人知道。这样的手段已经成了所有地境头顶的威胁。一个能在短时间内同时斩杀8位地境的生灵，谁敢让他继续存在下去？其他几位灵界大帝渐渐的沉默了。是啊，一个能轻松斩杀天剑宫8位先帝的人太危险了。先帝本也是仙界天花板，现在突然出现一个能够轻松灭杀他们的人，他们怎么能接受呢？江城的存在让他们如芒刺在背，哪怕他目前没对灵界露出任何的敌意，也让他们很不安。而另一边呢，死界的鬼帝、尸帝、冥帝一言不发，宛若死寂的雕塑。他们也答应了仙魔两界的提议，看法和灵界这边一致，不敢让江城继续活了。而蛮界这边呢，几位身躯高大如山峦的赤膊壮汉也是面色凝重。只是那位曾经名噪一时的励志大帝芒野却并未出现。真的要瞒着芒野大哥吗？只能瞒他了。若他知道世间出了这么一尊强者，那他不但会阻止我们覆灭他，还会迫不及待的出关向他发起挑战。那个江城太邪了。6界这边准备就绪时，成哥也终于跟着那群演员来到了仙界虚洞封印大阵的附近。前面就是宝物出世之地了，我们快进去吧。对呀，要是晚了就被别人抢了。陈哥专门，你们做戏能不能用点心呢？道具你准备一下呀，你要不你怎么指望我上当啊？你们说的宝物呢？没看着啊？众人面色一致。前辈说笑了，这要是直接用眼睛能看到，那紫阴血魄那不是泛滥了吗？还能算宝物吗？啊，对呀，咱们得进前面找啊。然后陈哥点头，还拍了拍身边那位仙王的肩膀。那你们加油啊，争取多弄点那个什么紫阴血魄回家。说完呢，他直接变出躺椅躺了下来。这可把那群演员给整晕了呀！这是什么反应呢？完全不符合剧本发展的趋势啊！正常情况下，一个准帝得知有至宝出世，难道不是使出吃奶的力气去寻宝吗？你要是有吃奶那么大的劲儿，估计也寻不着啥啊！不对，他甚至可能会为了减少竞争对手，避免消息扩散，而把在场的人都给灭口了。紫阴血魄这种能提升仙宝等阶的珍稀材料，对任何一个准帝都有极大的吸引力，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呢？前辈，您不去吗？众人忍不住问出来。这次上面交代的任务就是把江城骗到大阵里面，谁能做到就立下大功一件，后面的赏赐简直就是逆天改命的级别呀！江城现在不进去，那就没法发动，等于是功亏一篑，可把他们急坏了。我不去，成哥拒绝的很干脆。这前辈，你连紫阴血魄都看不上吗？啊，看不上？不会吧？还有人看不上这宝贝呢？那仙王还想激将呢，成哥直接拍出了3件至尊仙宝。这都是之前斩杀先帝时得到的，有纯华先帝的，有雷吉先帝的，只是因为属性不太匹配，成哥战斗时也没怎么用过。他拍了拍那仙王，你看至尊仙宝我早就有了呀。紫阴血魄要是摆在我面前，我还有点兴趣，漫无目标的找，何必呢？我又不是来做苦力的，对不对？本第551集，你倒是快上当啊！他怎么还没上当啊？这一刻呢，不知多少暗中注视着成哥的先帝魔帝发出了失望的叹息。该死的，这家伙居然连宝物都不动心呐！我早就说了，要更耀眼的宝物，你们就不听。现在好了，现在补救也来不及了，总不能告诉他大阵里边还有其他的宝物吧？太假了吧？要不放个真的紫阴血魄进去引诱他一下？好提，那就由你们邪盟来提供吧。凭什么？你们圣公也要出力啊！一番扯皮之后，最终仙盟还真的是忍痛割肉，悄悄投了一枚至宝紫阴血魄进了大阵范围内。早就暗中得到通知的那群仙王仙尊连忙飞来上报：前辈快看，紫阴血魄呀，真的有至宝，我们快去取吧！成哥翻翻眼皮，看了前方大阵内的宝物一眼，心说：你们真的把我当幼儿园小朋友来哄骗呢？太假了吧？啊，离谱了吧？
宝贝在前，你们不取去，你特意来通知我啊？仙界的民风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谦让有爱了呀？那既然那样，成哥也不能落后啊！啊，算了，我就不去取了啊！众人一脸无语，宝物就在眼前，挪屁股往前走一段就能拿到手了，你居然不要？为啥呀，前辈？你们也说了嘛，我是前辈，像我这样德高望重的仙界前辈，总不能见到什么宝物都要抢一下，多丢份啊！也要把机会留给你们这样的后辈嘛，你们快去吧。那仙王一脸便秘，只能憋出一句：前辈，哎呀，真是高风亮节呀！嘿，我应该做的啊，不用客气。说完呢，陈哥继续闭眼假寐，留下了一地风中凌乱的演员们。暗处那群盯着这里的仙帝魔帝真的要崩溃了呀，就差这最后临门一脚，结果人家就在门口蹭蹭，死活不进去，急死个人呐！他是不是看出了我们的计划？应该不会吧？妖界那边是瞒着龙族的，他不可能提前得知消息啊。对呀，真要提前得知的计划，他也不会来了。那他为什么不去报呢？鬼知道啊，这人从来没正常过。那我们怎么办呢？九绝仙帝、无回魔帝大眼瞪小眼，仙界、魔界两界的大佬都没主意了。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来了，干脆出手将他打进大阵范围。有道理，早该这么办了。其他仙帝魔帝纷纷附和，没错，早看他不顺眼了，大家一起出手，一定没问题的。他逃不掉，必定会跳进去。出手啊！对，我为魔兄列阵，不，还是我为道兄列阵吧。这样扯了半天的皮，也没有一个人真的站出去和成哥出手了。你开玩笑，目前成哥还是结心，谁知道这节骨眼对他出手，会不会在事后被大姐反噬呢？何况呀，成哥灭掉了天剑宫8位仙帝，在座的诸位表示自己没这个能力，真要出手，谁死还不一定呢。哎呀，这样下去不行啊！我看该加注了，往那大阵范围内投放更多宝物。就算你看出有诈，就算你小心翼翼，等宝物多到一定程度，江城迟早会忍不住踏入大阵的。到时候呢，大阵一发动，他会直接被送进虚洞。没错，加注吧，我就不信他能一直不动心。这个神一般的提议一出，仙魔两界众位帝竟觉得太他妈荒唐了。拜托呀，那是死敌呀，你用宝物来投喂他？但仔细想想，只要能把江城这个危险因子抹除了，付出点代价也可以接受。舍不得狼，他不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当第一件宝物被投下来时，那片隐藏着的大阵空间都被照亮了。望着那漫天红霞中的一点金芒，再让所有仙人都惊呼了：噬元火拳石，淬炼9阶火系仙器最关键的至宝材料啊！我的天哪，价值连城！哎，刀海长泪剑8阶仙器，竟然出现8阶仙器了！尽管他们都是安排好的演员，提前被告知了这些宝物是为了引诱江城入阵，自己不能下场抢，但现在看到这些宝物还是差点疯狂了，再也无法淡定了。无论8阶仙器还是打造9阶仙器的天才地宝，那都是他们这辈子无法企及的宝物。前辈，又出现异宝了！几名仙王仙尊几乎是声嘶力竭的跑来跟陈哥汇报。然而呢，陈哥依旧只是抬抬眼皮，挥了挥手。就这也想让哥亲自动手啊？9阶仙器哥都有好几件，好吧？打发叫花子呢？这话说的呀，藏在暗处那帮仙帝魔帝火了。该死，居然被他看清了！继续，就不信他能一直淡定。于是接下来下面那群仙人的惊叫声就没停过呀！天泉元真丹9阶仙丹呢！我的天，上百克！要是我能得到，哎呀妈呀！夺心梦月环！哎呀，2天弥月藤啊！阴阳同心丹呐！然而陈哥依旧淡定，甚至都没有起来一下的意思。到了这一步，傻子都知道有问题了。但就算能看出有问题，那么多宝物摆在眼前，谁忍得住呀？搞到最后呢，仙魔两界大佬上头了呀，开始了攀比。你投9品仙丹，我放几品仙宝；你投9品仙符，我放8品仙器。俨然将这里当成了一场斗宝大会，各种稀世珍宝夸就往下投。那大阵内珠光宝气熠熠生辉，宝物散发着毫不掩饰的神妙气息，令人心驰神往。有些东西陈哥是用不上，但大部分他还是有需求的。何况用不上的也能拿去天书阁换呢，更不济呢，也能和系统兑换功德值。当那些宝物快堆积如山时，上面那群仙魔两界大佬自己都无法淡定了，甚至生出了想要下去抢掠一空，然后逃之夭夭的念头。宝物动人心呐！这么多势力，这么多的仙帝魔帝共同出资，那已经是海量了。本集第552集，大劫来临。他们真是疯了！暗处的苍龙女帝都要崩溃了。只是为了让你中计，用不用这样啊？他活了这么多年，这种奇葩事还是第一次遇到。成哥表示不满，怎么的？我不值这个价吗？见他跃跃欲试，苍灵忽然狐疑了。你不会真的打算中计吧？我劝你忍住，
不要被那些宝物晃花了眼。要进虚洞，那就真的彻底毁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就算有再多宝物，也没有了意义。陈哥想说，姐呀，你真想多了，咱有系统，走到哪儿都不怕。其实啊，我本来就打算将来去虚洞一趟，只不过这天来的早了一些罢了。啊，你疯了吗？没疯啊。没疯，你去虚洞干什么？去找个人。陈哥要找的是兰姨，尽管陈哥心怀世纪，但对自己人他从来都是很关心的。来到上仙界，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纪凌寒这群弟子。现在弟子都找到了，唯一没消息的那个人就是兰姨了。在中仙界，他其实就已经派人打探过了，然而一无所获。而现在呢，陈哥之名已经传遍整个上仙界，兰姨也没有出现来见他，所以呢，他应该已经不在仙界了。那现在剩下唯一的地方，那就是虚洞。虽说虚洞在兰姨来到仙界之前就被封印大阵封住了，他的封印大阵也是有破绽的，仅仅只是阻止了虚洞的扩张，并没有堵住所有漏洞。他如果出了事，为了避难逃进那里并不奇怪。得知他的目的之后，苍灵沉默了许久后，才莫名其妙来了一句：“你到底和几个女人有一腿？”对这个问题，陈哥表示很无辜。而得知他的目的后，苍灵也不再劝了。宝物越来越多，渐渐都超越他在天剑宫和碧落星宫得到的总数了。到了这步呢，暗处仙魔两界大佬们也渐渐头脑冷却下来。再投下去，就算把江城清除了，好像也亏了呀。而一旁的那群演员早就眼睛绿的绿，发黄的黄啊，恨不得自己扑上去抢一番。你还不打算去举吗？为首的几位仙王仙尊哭丧着脸，快受不了了呀！为了送走这尊大神，仙魔两界下了血本，现在大家心照不宣，这就是个圈套。问题是那么多宝物，您老现在究竟是什么打算呢？成哥也懒得戳穿他们。哎呀，大家都挺不容易的。看着上面有一阵没往下投保了，他也知道到了极限了。反正呢，自己本来就要下去了，白得一批宝物，算是意外之喜。于是这才施施然的从躺椅上起来，在众人近乎欢庆的目光注视下，飞进了封印大阵。仅仅一瞬间，所有宝物全都被他席卷一空。而在这一刻里，封印大阵立即发动。与此同时，等了许久的魔界、灵界、妖界、死界、蛮界那边也得到了信号，6座封印大阵轰然停滞。被封印了上亿年的虚洞又一次显出全貌，如同一只来自深渊的巨兽，缓缓张开它那深不见底的血盆大口。几乎是封印大阵关闭的第一瞬间，他就重新开始了扩张。身处大阵中的江城并没打算反抗，而以他的实力，原本没有先帝出手都不可能撼动得了。但这一刻呢，他感受到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吸扯之力从虚洞方向传来，让他泥足深陷，身不由己，几乎是被一双无形巨手拖着向那虚洞内拽。藏在暗处的先帝魔帝纷纷露面，一直到亲眼看着他彻底消失在虚洞中，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才终于放心大胆的仰面大笑。成了，心腹大患就此消失，我等无忧矣。他这一期大劫也消失了，菊君明明没死，但又不在此界，那应该会把大劫带到虚洞内吧？但愿如此吧。不光仙界这边，另外5界那边收到成功的消息，也同样升起了一股庆幸之情。哎呦，可算送走了呀！是啊，这人留在仙界让人不安呢。没了他的存在，顿时感觉头顶恢复了清明啊！地境从此又是仙界天花板，基本杀不死那种，这让他们如何能不高兴？然而他们高兴没多久呢，很快仙界大能们就发现虚洞边缘有3、3两两的黑影在往外艰难的爬行。哎，那是什么呀？怎么回事？虚洞内还有生灵吗？一开始呢，众人没把那些刚刚冒头的生灵当回事。几位仙帝飞过去，规则化身和法则之力倾泻而下，无边伟力照亮那片天地，一道道规则洪流纵横交错，散发着毁天灭地的气息。下方的虚洞生灵就像是遇到烈日的冰雪，眨眼不见了。然而紧接着，高空几名仙帝齐齐巨震，而后摇摇欲坠。规则化身和法则空间突然就尽数熄灭，就见几道黑影突然出现在那几人附近，形如鬼魅，手段怪异，和那几位仙帝打的是难解难分。仅仅一个眨眼，居然就一名来自长明殿的仙帝荡空坠落下来，旋即一阵蠕动，竟然变成了那名仙帝的模样。这一幕呀，让在场的诸位仙帝大惊失色呀！快打住他们，重新开启封印大阵！不光仙界那边，另外5界的封印大阵附近同样出现了类似的虚洞生灵。众人终于明白这次短暂的关闭大阵酿成什么后果了。当6座大阵重新开启，将虚洞再次镇压之时，那些爬出的生灵终于全部被制住了。然而呢，在场没有一个人面色能轻松下来，他们消灭了仅仅只是封印大阵附近爬出的。刚刚那么短一会儿，其他边缘地带不用说，也有更多类似的虚洞生灵爬上来，他们没有被阻止，而是顺利的进入到了6界各地。他们中有没有实力更强的，谁也不知道。
以他们刚刚展露出的手段和实力，必将为整个上仙界带来滔天灾祸。死界、蛮界、灵界的诸位大帝面色灰白，就在刚刚，他们中也有人受到重创。难道这才是此次大劫的真面目吗？这一刻呀，他们忽然再次想起了江城，这个怪胎会有办法对付虚洞生灵吗？第565集，绝世天才何在？成哥原本还想数一数的，毕竟还是有个赌约要超过1600嘛，但仅仅过了2秒，他就放弃了。因为早就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无数的玄灵如同漫天的雪花被狂风席卷，飞快投进了死之灵的花纹中，根本无法计数。整个降灵台内掀起了一场汹涌澎湃的风暴，处在风暴中心的成哥只觉得自己的死之灵在飞速成长，层次节节攀升。此时他的玄力境界已经退凡，跨入了极玄境，而那死之玄文的层次在海量玄灵的灌注下，也飞快从枯木接连突破磐石、凡铁、黄铜、白银、黄金等数个等级。等级越高，意味着玄文的品质越高，这种力量将来就越精纯，修炼的速度也就越快。要知道，刚才鹤林的玄文才黄铜层次就已经得到一大票的夸赞了，大部分人能得到的也只是磐石凡铁层次罢了。而现在成哥那灰色玄文周边金光闪烁，早都已经是黄金层次了。外面原本杀气腾腾的木灵店主愣了，那些严阵以待的执事和护卫长也都愣了，鹤林以及其他修士更是瞪大了眼睛，一脸难以置信。他们看不到成哥的玄文，也看不到他修炼过程，但他们能看到那被疯狂席卷而下的漫天玄灵。有一名执事甚至忘了店主在身边，忍不住喃喃出声：这发生什么了呀？很多人都想问这事发生什么了，哪怕那些值守降灵大殿的护卫也很想问。他们见过无数次复灵场面，但从没有哪次过程如这般激烈狂暴。玄灵原本都是高高挂在上空，很难被沟通，下面得到玄文的修士都是拼了命才能摘下一些，天赋强一点的能得到少许玄灵缓缓飘落来投，但现在呢，这还算飘落吗？倾泻了吧。整个降灵台内玄灵没人数过，但至少上千万。现在里面的人吸收了多少了？还真的是在里面吸收玄灵吗？一个玄文怎么可能吸收这么多玄灵啊？出错了吧？许多人忍不住开口了，他们觉得这场面太荒唐了，荒唐的他们都忘了之前雷豪被打的事情。场中唯有木灵店主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降灵大殿是不会出错的。出现这种情况就一个可能，里面那个人的玄魄品质太高，天赋太强，这种玄魄形成的玄文吸引力极大，所以引得更多的玄灵主动来投。就像他自己当初是超过了甲级的地级中等玄魄，第一次来复灵时也曾引得全场轰动。那次他的木之玄文足足得到7万多玄灵，直接跨入了白银层次。从那之后，他的木之力也修炼得无比顺利，最后还当上了木灵店主了。然而现在里面的人吸收的玄灵有多少了？至少上百万了吧。木灵店主唯一听说吸收超过100万级玄灵的人是白玄族第3任大店主，此人天级上品玄魄，当时玄文达到了黄金层次，最后仅仅用了10万年就飞升到了上层了。据说他现在已经是地玄境的超级强者，也是白玄族的最强之人。里面那人的天赋能比得上第3任大店主吗？这怎么可能呢？而且他的吸收过程居然没有结束。事实上，仙界那些仙王准帝只要入了门，哪怕玄魄品质低，在玄文成型复灵这步也都能吸收到大量的玄灵。原因很简单，虽然规则之力和玄之力有区别，但很多地方还是互通的。他们修炼对应规则几亿甚至几十亿年，在这一步就跟重练小号似的轻松。何况成哥还是天级上品玄魄，同时还修炼了至尊级的功法，他在这一步呀，等于是开了3个挂。那灰色玄文周边的金光最后都变成了紫色，这已经是白玄族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玄文品质，因为没有人能做到，所以呢压根没有记载过。而里面的玄灵也渐渐变得稀疏起来，最后上千万的玄灵居然全都被他的玄文吸收一空。直到此时，他的降灵仪式才终于结束了。降灵台并未立即开启，而是自主发出了一道道的清明之声，这是出现了绝世天才降灵台自主发出的征兆。外面许多人呆立当场，望着半空，一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只觉得那清明之声透着玄之又玄的韵味，让人不自觉地沉迷其中。降灵台光芒散去，后面的人也不用再进了，所有的玄灵全都被成哥吸收了，再进别说吸收玄灵了呀，就连获得属性之力都办不到了。他们只能等下次降灵台补充完毕才能得到机会。江城的身影也终于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表面看他并没什么变化，仔细感知呢，也只能察觉到他的境界突破到了极玄境，看起来似乎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但那若隐若现的死气却是昭然若揭，给人一种深深的压迫感。哪怕那些达到了明玄境的护卫长都感受到一丝丝威胁。一时间全场寂静，贺林等人面色变得极度不自然，
他们也不傻，就算内心不相信会有人能吸收上千万的玄灵，但也看得出他不可能不超过1600。再想想刚刚的赌约，而木灵店主的眼神则是阴晴不定。此人的天赋绝对不亚于第3任店主，他若是能活下去，将会极大增强白玄族的实力，成为整个族群之福。但他刚刚打伤了自己的孙子，双方结仇了。这种人要是留着，那……你好大的胆子！不光伤我孙儿，还敢破坏降灵台！为了正大光明的杀死江城，他不惜扭曲真相，罗织罪名。反正其他人也看不出刚刚发生了什么。然而他那身强大的木质玄力才刚刚提起，话音就被打断了。木质店主且住，所有人不得对此人出手。吸收了千万玄灵的绝世天才在何处？众人循声望去，随后吓得当场跪倒。就见远处匆匆飞来一大群老者，有的都已经是白发苍苍，有的则是面色焦急。为首那名中年美妇头戴一顶白色华冠，气质雍容华贵，浑身缭绕着比木灵店主更加强大的气息。不是那白玄族的大店主又是谁？本集第566集，玄文居然都有卖。一眨眼，成哥被包围了。白玄殿神殿的大店主以及另外7位店主联袂而来，每个人表情都是那般的急切和激动啊！你就是刚刚吸收了千万玄灵的绝世天才吗？是他没错了，我感知到他那超乎寻常的玄文之力。太匪夷所思了，这天赋几乎超越了当年那位大店主啊！他们看着成哥的眼神完全就像看稀世珍宝一样。大店主朝成哥伸了伸手，竟有些颤抖。这么大的反应，成哥懵了。系统面板里倒是得到了一些震惊值，但是你们这反应是不是太过了呀？啊，没错，正是本帅哥，你们要干啥呀？这样和大店主及其他店主说话是极大的冒犯。远处那些执事护卫长刚要上前呵斥，店主们却是相顾一眼，旋即呢全都大笑。他竟然问我们要干啥？哈哈哈，这个小辈还真是可爱呀！你说我们要干什么？当然是亲自招你进神殿呢。此言一出呀，外面那些护卫长和护卫一脸的不可思议，而那几位参加复灵的修士就更是羡慕嫉妒恨了。玄族人没有国度和宗门，对他们来说，神殿是至高无上、崇高无比的。想成为神殿护卫，最低要成为洞玄境，然后经过3000年一度的神殿考核才有机会进入。而这考核呢是极其严苛的，每次白玄族数以百万计的洞玄境的修士竞争，经历战斗力、资质、悟性各方面的试炼，最后能进入的不超过100人，通过率1/1000。现在江城才刚刚到极玄境，压根没参加考核呢，就这么直接被选中了吗？而且还是大店主和其他几位店主亲自选中的，这也太荣耀了吧！换成他们呢，哪怕前一刻被选中，后一刻死掉都值了。只可惜呀，成哥不是他们，没兴趣。复灵仪式已经过了，在他看来，神殿对自己没什么作用了，没必要加入的。什么玩意儿啊？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成为神殿护卫这么光荣的机会，他拒绝了。一名执事忍不住大喝：“你大胆，竟敢藐视！”闭嘴！大店主立即喝止他。随后，这位中年美妇笑吟吟看向江掌门，眼内竟是浮起了一缕宠溺之色。你为什么要拒绝我们呢？难道加入神殿不好吗？以本帅哥的巨帅和天赋，压根没那个必要啊！你们觉得我修炼需要依靠神殿吗？他是要功法有功法，要资源可以去系统商城，何必加入神殿呢？听到这句话，其他人差点昏过去啊！你竟然在大店主面前自称哥！木灵店主倒是暗喜过望，如果此人不加入神殿，那将来要制造个意外让他死掉倒是容易了。他可不想看到成哥活下去，于是他立即站起来，高声说了：“既然他不愿意，那就算了吧。”不，大店主重重摇头，在他眼里，成哥的天赋都超越当年第3任大店主了。这么一个白玄族历史上第一天才，怎么可能失之交臂呢？这个人值得任何程度的招揽，不是他想进神殿，而是神殿想得到他。他饶有兴味的看着成哥：“真的？你确定不需要神殿的帮助？”当然，冰灵店主劝了：“神殿可以为你提供绝佳的修炼条件。”用不着。火灵店主叹道：“但你现在实力弱，不加入神殿，在外容易遇害呀。”哼，我倒是很期待有人来谋害我呀。这家伙口气这么大吗？诸位店主和其他人嘴角直扯。这家伙要不是绝世天才，他们都恨不得一巴掌下去了。不过没办法，绝世天才有任性的资格，他们只能想办法求着他加入，毕竟强扭的瓜不甜，总不能把他抓捕进去吧。有神殿撑腰，你在白玄族行事方便得多。神殿的功法典籍是白玄族最高的，你以后能少走很多弯路。你若加入，我们以后会亲自指点你。
一条又一条让那些护卫执事们心脏狂跳、完全无法淡定的好处抛了出来。这他娘的哪里还是招收护卫呀，这是招祖宗吧？成哥都不惜的回应他们，这些条件对他毫无吸引力。他已经点开系统，忙着看商城里的玄力修炼宝物了。各种品级的玄元果、密空圣沙那是最基本的，最高级别的价格和九品仙丹类似，而玄器玄甲也是一应俱全。只不过呢，以他的实力，暂时好像用不着。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功法、玄技、秘法。他盘算着是不是要学几门冲出门面，突然就看到了一个玄文这个分类。点开之后，成哥的嘴都合不拢了。刚刚他一次试炼，领悟了一个死之玄文，得到了死之力。而现在商城内竟然足足有1000种玄文，什么力之玄文、水之玄文、毁灭玄文、空间玄文，一应俱全。只不过呢，价格有点贵，从2000万功德到几亿功德不等。这难道意味着只要自己买下来，将来就能像992道规则之心那样拥有1000种玄文吗？想想当初992主规则带来的战斗力，1品仙王秒1群仙王，再想想49门规则烙印带来的战斗力，准地初期干1群准地。这种别人只有几个或者只有一个，但自己却有一堆的东西，那就是在不讲道理的欺负人呐。这种事儿，成哥最喜欢了。他正要考虑着离开这里，找地方悄悄兑换，一个新的问题浮上脑海：这玄文得复灵，而复灵还真得指望神殿的降灵仪式。想到这儿呢，他终于改口了：加入神殿也不是不行。看他油盐不进，大店主等人原本都快觉得没希望了，甚至开始想着是不是干脆先把他绑进去，以后慢慢感化呢？只是那样最有风险，万一感化不成，弄出了仇恨就悲剧了。突然听到他松口了，众人大喜过望。你答应了？太好了！神殿欢迎你的加入呀！本集第567集，大贤者。来，等一下，我话没说完呢。江掌门怎么可能这样加入神殿，当什么护卫？成哥出道至今，从没有区区人下过，护卫这个身份会将他的逼格降低到深渊。当护卫我是不可能当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众位店主纷纷笑了。哎，我们也没打算把你当普通护卫呀。就是，以你的天赋，当护卫岂不是太浪费了吗？光明店主更当场宣布：我决定了，收你为徒，从此你就是我光明店的少店主。什么？水灵店主立即跳了起来。凭什么你收？要当也是当我的徒弟。占灵店主傲然说：你们省省吧，我的实力比你们都强，要跟他也跟着我。一旁其他人都瞠目结舌。神殿那些店主向来不收徒，护卫和护卫长都是自己想办法修炼的，偶尔能得到上级执事和护法指点一下，那就很不错了。现在发生什么了呀？店主居然开始收徒了，而且还是7位店主抢着收，甚至呢，最后就连大店主都忍不住了。我看要不还是当我的徒弟吧。全场掀起了一片嬉气声。白玄族地位最高的大店主都亲自下场了，这是何等待遇啊！那些护卫长和执事看成哥的眼神，那叫一个眼红羡慕，这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当事人呢？啥玩意儿？你们居然想收我为徒啊？成哥倒是知道有些宗门有天才进入后会有一帮长老抢着收徒，比如自己的飞仙门，当初林宁入门时就曾被争抢过，但他做梦都没想到这种待遇有天会落到自己头上，开什么玩笑啊！哥，堂堂准帝后期，飞仙门那边飞仙门祖师苍龙大帝、地部之主、14门剑主、劫心6界第一魔头、开挂惯犯、首席逼王这一系列称号的拥有者，那谁能当我的师傅呀？占便宜啊你们呢？面对众位店主收徒的热情，成哥面色一板，严肃的摆手：请容我拒绝，我不会给任何人当徒弟。周围其他人不知该说什么了，这种别人做梦都求不来的好事居然被拒绝了，故意欺我们吗？一定是吧。店主们也都懵了，显然没想到他竟然不想当自己的徒弟，一时间呢，差点有些下不来台，不给面子呀。大店主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努力告诉自己他是玄族第一天才，有这个任性的资格。随后呢，挤出笑容：那你想要什么身份？得让他自己挑。成哥看了他和其他店主一圈，寻思了一下，要取而代之当最大的大店主肯定不现实。这群人虽然看上去有些疯狂，但没傻。要当他们的老祖，哎呀，那可能就当场开战了。这样吧，我就当你们这神殿的大贤者好了。大贤者？那是什么？诸位店主护法执事一脸懵逼，没听过呀。大店主迷惑：我们的神殿里没有这个职位啊。其他店主也纷纷投来询问之意。没有可以创造一个吗？所谓大贤者呀，就是指引族群方向的智者，这身份自然是超然的，谁都无法凌驾于我之上，更无法干预我。一旁其他人差点昏过去。
不经考核当个护卫都算是极度破格了，你倒好还要当什么大贤者，谁都无法凌驾于你之上。你这意思是要和大店主平起平坐吗？想屁是吧？沉默了许久，一直想弄死他的木灵店主忍不住了。太过分了，你居然还想和大店主平起平坐，我看你在消遣我们。不用再浪费时间了，这人根本不愿加入白玄族神殿，不如趁他还弱小。慢！大店主缓缓抬手，再次挡住他，一脸苦笑，朝陈哥摇头。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啊！不答应就算了呗。陈哥摊摊手，说完转身就走。确实，他需要神殿的降临仪式，但就算不加入神殿，以他的实力，将来要蹭几次也不难。何况呢，这玄族一共4大神殿呢，今后我就到处蹭就是了，只是麻烦一点吗？大店主的声音传来。等一等，容我们商量一下。随后呢，8大店主私下传言商议，木灵店主自然强烈反对。什么大贤者，他区极玄境也配？答应了他，我们神殿的威严和颜面何在？这会成为神殿的耻辱，其他3族都会笑话我们。他这话倒是让好几位店主不自禁的点头。一个极玄境就要和大店主平起平坐，未免太荒诞了吧？但是呢，大店主和水灵店主却有不同的看法。你们不要忘了，他那可怕的玄文等阶，不出意外，他已经超越了黄金层次。这是超越了第3任店主的天赋。第3任大店主如今在上层，已经是白玄族第1高手。类似这种绝世天才，怎么能继续将他当后辈看待？他超越我们是迟早的事情，将来我们是没法和他相提并论的。说实话，他若能加入白玄族神殿，将会是整个神殿的幸运啊！他们这话又让那几位店主不得不承认有道理。想想，要是年轻时代的第3任大店主站在自己面前，自己等人恐怕都要跪下去了吧？这么一想，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那个大贤者的身份。除了木灵店主，其他店主的态度终于有所动摇。火灵店主皱眉，但他这么年轻就给这么大的权力。光明店主说了，是啊，万一他乱来，神殿事务岂不是要紊乱了呀？大店主摆手笑了，无妨无妨，还有我看着呢。战灵店主忍不住叹着，哎呀，您呐，对他也太宠爱了。大店主微微一笑，我有一种直觉，留下他将会成为改变整个白玄族命运的关键。诸位店主顿时都动容了。大店主执掌神殿，他的直觉向来非常准。您早说呀！就是嘛，你早说，我们还犹豫个什么呀？本期第568集，这身份好用啊！我们答应你了，从现在起，你就是神殿的第1任大贤者。从今往后，没有人能够凌驾于你之上。希望你以后真的能指引白玄族。当大店主亲口宣布这个消息后，全场安静的落针可闻，外面所有人都一脸难以置信，真的答应了？一个极玄境加入神殿第1天就和大店主平起平坐，这不是做梦吗？在江城提出这条件时，他们还以为诸位店主会怒斥，然后镇压甚至斩杀。然而现在，这大贤者居然成了真的了。从今以后，至少名义上白玄族神殿有了2位至高首脑，这简直就是变天了呀！成哥的脸上压根看不到什么欣喜若狂，这对成哥来说呢，白玄族的大贤者只是他诸多称号里最普通的一个罢了，勉强能匹配他的身份吗？行吧。还有第2个条件。什么？你还有条件？木灵店主直接跳起，怒不可遏的祭出了玄气。他是真想弄死这小子呀，只可惜现在大店主和其他店主那么护着，他办不到而已。内心忍了很久了。我警告你不要太过分，大店主，你还没看出来吗？他就是在消遣我们呢。大店主和其他店主也是不禁暗皱眉，一个大贤者的位置已经够让他们头痛了，又来其他要求，他们确实不悦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大店主耐着性子问。复灵仪式，我以后还需要有很多次。啊！众位店主心头微微一松，这个要求相对于刚才的大贤者，只能算是细枝末节了。他们的复灵仪式本来就一直都开着，毕竟白玄族那么多人，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这里复灵。这东西给凡玄境9重即将突破的人用，对神殿来说只是小事。当然了呀，成哥这一次一举把所有玄灵吸收了，下次得补充一批玄石，倒是有些消耗。你不是已经复过灵了吗？一个人只有1次复灵机会，江城都突破到玄级境，按道理呢，这个境界再进降灵台也不会有任何反应了。成哥自然不会告诉他们自己可以弄出1000个玄文呢，只能含糊其辞。我的玄文很特殊，还能继续复灵。此言一出，大店主之下人人震惊，竟然还能复灵！我的天，竟有这种事！你的玄文是什么品级的？
成哥难得又搞了一些震惊值，于是满足了他们。超越了黄金品级，应该算是紫金吧，我说不清楚。说完，他主动催动功法，把自己的玄文离体寄了出来。众人纷纷瞪大眼睛，如同看神物一样。店主们的眼神更加炙热了。紫金，竟然还有紫金层次呀！天哪，真是大开眼界，这一看就比黄金层次高多了呀！原来紫金层次的玄文还能多次复灵的吗？成哥摊摊手啊，对呀，反正呢，白玄族历史上也没有这个层次的玄文，他想怎么变都行。玄文收回之后，诸位店主还意犹未尽，大店主当即下令：从今往后，大贤者可以随时过来复灵。值守降临大殿的执事和护卫长们连忙领命了。再看江城的眼神呢，就像孙子看爷爷似的，战战兢兢陪着小心，哪里还敢有一丝不惊？成哥倒懒得跟他们计较，他首先来到刚才那名排在自己前一位的修士面前。老弟啊，叫什么名啊？那修士浑身一颤，现在江城的身份已经天差地别了，他连忙小心翼翼地说：禀大贤者，我姓魏，名英哲。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进神殿呢？魏英哲人不错，一开始就帮他科普了一下常识，之后怕他得罪人，数次劝他，也算一番好意了。而且呢，赌约他也没加入。成哥向来是投桃报李的人，倒是不介意提携他一把。四周其他人立即将炙热的目光投向魏英哲，这是攀着凤凰飞上高枝了呀！魏英哲本人就如同被金山砸中了一样，欢喜的都有些语无伦次。我愿意，我愿意啊！多谢大贤者，多谢大店主，多谢诸位店主。如今江城是神殿首脑，有他一句话，魏英哲无论资质怎么样，将来待遇都差不了。他们怎么可能不羡慕嫉妒恨呢？尤其之前那些和成哥一起考核的修士，现在肠子都悔青了。魏英哲和他也就是萍水相逢，说了几句话的交情。如果自己刚才态度好一点，这可惜呀，已经晚了。而且呢，成哥现在也想起之前的小赌约了。那个啥，我刚刚应该超过1600玄灵了吧？他的目光落在了贺林的身上。按照约定，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了呀？贺林面色无比难看。作为一位远近闻名的年轻天才，他也是有傲气的。脱光衣服在神殿外爬一圈这种事他根本无法接受，只能躬身咬牙。您现在贵为大贤者，又何必与我们计较这点小事呢？言外之意呢，你的大人物和我计较，丢身份了。表面恭顺，实际上挤兑成哥呢。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一码归一码，任何约定都是神圣的，哪有什么大小之分呢？哎，哥就计较了，你们之前口还爽了，现在劝我大多。本来只是说爬一圈，还是你自己非要加个脱光衣服的条件，而且赖着不走要堵我，那我不满足你，我对不住你呀。这又是怎么回事？诸位店主一脸诧异，好不容易把这祖宗招进来了，你说你别张得出什么幺蛾子呀？旁边的护卫长和几名护卫连忙把之前的事情说了。诸位店主一听，顿时啼笑皆非呀。占领店主一个眼神，旁边的护法执事们立即上前，面无表情对贺林以及另外几名修士伸了伸手。行吧，你们冲撞冒犯大贤者，本该处死。现在只是履行约定，还不谢谢大贤者宽宏大量。本集第569集孤月心机。欣赏完了这几人在神殿外爬行的表演后，成哥这才在万众瞩目之下，与诸位店主一道进入白玄族的神殿内部。白玄族的神殿分成了数个区域，类似牧灵殿、占灵殿，都是泾渭分明的。因为他的到来，大店主特意又划出一片区域作为贤者宫。入门第一天，其他人一般都要从见习护卫开始干起，像成哥这样起步就和大店主平起平坐，也是独一份。啊，对了，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兰姨的女人呢？兰姨？众位店主面面相觑，也是一脸茫然。那是谁？8000多万年前的一个人，他算是你们所说的异界邪魔。你问他干什么？牧灵店主面色一变，故意厉喝：难道你和异界邪魔有勾结？我就看出你来路不对了。住嘴！他只是问一问，怎么了？大店主狠狠瞪了他一眼，其他店主面色也不好看。这牧灵店主怎么回事啊？好不容易把人家招进来了，他一门心思想破坏，这让他们很不高兴。这个名字我们没有听说过。大店主思索起来。不过异界邪魔混入我界之后，多半都会改名换姓，隐藏身份的。那个兰姨实力如何？还行吧，当时她的实力是异界那边的魔王境界。陈哥心说呀，这妹子当初认识自己时比自己还厉害呢，后来在飞仙门也是首屈一指的战力。异界那边的魔王境界，这些店主见多识广，曾经也都和仙界那边的仙人打过交道，倒是知道仙王魔王什么概念。这个境界其实和天玄境是同等的。
但因为来到玄界，用不了玄力和规则之力，所以能发挥出的战斗力其实远不如天玄境。女邪魔，占灵店主倒是忽然想到什么，8000多万年前，那岂不是孤月心机最活跃那段时期吗？孤月心机这4个字一出，所有店主表情变得极度忌惮。竟然是他！我的天哪，这女魔可不能沾上啊！成哥差点被这个中二风格满满的称号雷得一口水喷出来。不是，这个孤月心机什么情况？有他的这个影像留存吗？没有。大店主摇头，接触过孤月心机的人几乎都死了，无论是我们玄族还是异界邪魔，全都不例外。这女魔连异界人也杀？没错。水灵店主回忆，那段时期有一些异界邪魔也领悟了玄魄，进入我们4族兴风作浪。这批人隐藏身份，伪装成玄族人，极其狡诈，而他们的修炼速度也远超常人，实力突飞猛进。当我们察觉到时，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名为6道盟的强大地下组织。那段时期，6道盟与我们4大神殿战火不断，俨然是第5大势力。而那孤月心机则是个异类，他一直独来独往，并没有加入6道盟。也因此，他不光遭到我们玄族的围剿，也被6道盟视为叛徒。那300万年间，他经历大小战斗无数次，无论我玄族还是异界邪魔，都被他杀死不少。成哥一听这风格，还真有可能是蓝姨，毕竟他是下界飞升上来，和上面的6界仙魔妖根本不是一路人。他不禁急急地问：哎，那他后来怎么样了？被杀了吗？火灵店主自然不知道他是在担心女魔的安危，还以为他在害怕呢。很遗憾，没有。在那些异界邪魔中，孤月心机的境界一开始并不突出，但他却意外有着极高的玄力修炼天赋。他的玄魄据说是天级的，这在我玄族之中也是极为罕见，因此他的进境要比其他邪魔更快。不过你放心吧，他早早就去了上层了。陈哥心说：我放心个鬼呀！那上层什么情况呀？雷灵店主笑了：只要修到地玄境，就可以飞升到上层，而到了天玄境，想留都留不住了，会被这层强行的排斥。上层玄力更加充裕，不过规则之力却更加稀薄。那你们怎么还能留在第一层呢？我们自有留下的手段。玄族人毕竟是这里的原住民，他们有着特殊办法倒不奇怪。看样子呢，自己要尽快修到地玄境，去上面找蓝姨。想到这妹子一直形单影只，他心里也不好受啊。哦，对了，6道盟在何处呀？大店主淡淡的说：这一层应该已经没有6道盟的人了。啊？为什么呀？差不多2000万年前，他们的人就进阶飞升到上层了。从上面掉下的仙人，大部分都是上亿年前那批，之后就极少了。与源源不断大量出生的玄族人不同，他们是没有后辈子弟补充的，所以在第一层绝迹倒不奇怪。对于这些店主来说，那都是远古的秘辛。如今第一层剩下的只是允仙山那群不能修炼玄功的异界邪魔，不足为虑。他们更关心的还是培养将贤者。没错，培养。你现在境界还低，平时切记不要外出，以免出现意外。实在想出去历练，一定提前告知我们，到时候啊，会派人给你护卫。玄藏楼第2层的典籍适合你目前的境界，记得要多加翻阅。若有不懂之处，可以随时来问我们。作为大贤者，你每月领到的玄元果和密空圣沙和店主一样多，并且拥有进入神殿任何一处修炼的权利。诸位店主虽然没能把他收为徒弟，但对此还是操碎了心，每条都足以让那些护卫执事眼红到极点。他们进来时哪有这样的待遇？一上来都是见习护卫起步，然后被上级护卫居高临下的管着，平时还要被神殿内部的各种任务和考核焦头烂额。店主们已经在为将贤者介绍淬炼玄魄、凝练玄文、磨练武技等等各处设施以及一些特殊禁地了。然而呢，成哥却是听得一阵头大呀！大哥大姐呀，你们真把我当萌新了呀？咱都是有丰富的当掌门经验的，不用你们操心。没办法，他也不好暴露仙界身份，只能耐着性子听。无论如何，那是一番好意嘛。内心深处呀，他对原本无感的白玄竹还真的有些认同感了。本集第570集，提升玄文。店主们离开后，这贤者宫也被安排了4名护法和数十名执事以及一应的护卫，算是江城目前的直属力量。参见大贤者。一些人齐齐行礼，为首一名中年男子跃众而出，卑职乃是大店主任命为贤者宫首席大护法的任洪，还请大贤者下令。下令？下什么令？成哥并没有指挥这些人的打算，毕竟他麾下曾经准帝都有几十位了，
如今这些手下呢，他提不起什么兴趣去带他们干什么大事，于是挥了挥手：“你们以前是怎么处理日常事务的？如今照旧就行了。”众人一愣，原本还以为这大贤者新官上任会先立个威呢，没想到这么随意宽松。任洪倒是悄悄地松了口气，他也知道这位江贤者之前只是凡玄境9重而已，如果不是他的天赋太过惊世骇俗，加上大店主亲自下令，他是不可能服这种小辈的。在他看来，这种毫无经验实力的小辈根本当不了店主，真要是随便发号施令，很可能会闹出一系列乱子。现在呢，成哥啥都不管，倒是正中他的下怀了。他们退去之后，苍灵忍不住揶揄：“你还真是够奸猾的，不光混进了玄族人的大本营，还得到了这么高的地位。将来他们知道真相后，不知道会怎么想。”“是他们强烈邀请的，我总不能不给面子吧？”“将来有一天，如果真的暴露了身份，你会怎么对付他们？”“我没打算对付他们呢，咱是知道好歹的，这波呢算是欠他们一个人情了。”点开系统商城，他原本想兑换一些高价的玄元果来提升境界的，但想了想，万一冲到洞玄境或者更高级，到那时候还能不能用商城的玄文，那就是未知数了。就像是主规则，只有进入圣阶才能够领悟，而规则烙印也只有进入准地时才能得到。到时候别商城的玄文全都变成了不可用的灰色，那可就后悔了。降灵台那边还需要几天时间恢复玄灵，他暂时也去不了那边。于是呢，点开了密空圣沙，决定提升一下玄文。玄魄相当于一个属于自己的迷你版规则之心，而玄文则是决定了规则之心的属性。仙界那边提升规则之力，基本只能靠虚无缥缈的感悟；玄界呢，提升玄文等级，其实就等于提升了规则之力了。而玄文除了感悟修炼，还能直接靠着炼化密空圣沙来提升。按照商城的描述，每一粒密空圣沙都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成哥当然不会慢慢感悟，看到这宝物的价格，最高9品密空圣沙与仙界那篇9品仙丹类似。本着要用最好的原则，他先兑换了10颗密空圣沙。随后呢，掌心出现了10粒散发着悠悠紫芒、蕴藏着极端可怕力量的沙粒，这让江贤者有些懵逼啊！这他妈一件就是只有1粒吗？1粒的价格就和一颗9品仙丹相当了？他原本还以为一件密空圣沙那最少也是一小堆呢，太坑了吧！如果他这话传入其他人耳内，估计会被气死。虚界最高一层能找到6品圣沙就不错了，而与仙丹类似，这宝物的品阶高出1品，效果和价值都是天差地别的。9品密空圣沙，大店主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呢。按照太玄炼神真经的指引，他开始炼化起手心的圣沙。本以为这个过程会非常迅速，就像吃药时10颗仙丹一口闷，然而这次呢，却比想象中慢了100倍。第1粒圣沙就足足耗费了1刻钟。好吧，其实也挺短的，但对于成哥来说，那就非常漫长。效果呢，还是非常显著的。玄文境界一共有7重，仅仅1粒沙下去，他的死之玄文就从1重提升到2重了。这等于是极玄境，就达到了洞玄境的玄力感悟程度。这个速度又是惊世骇俗级别的，换成其他修士，即便有9品的圣沙，也不可能这么快。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玄文品质不行，圣沙的吸收效果与炼化速度都会差许多倍。不过江掌门也没想过这些，成哥修炼一直开挂，早都习以为常了。随后呢，再接再厉，又吸收掉5粒之后，死之玄文达到3重。此时那死之玄文上已经荡漾起了一层灰雾，变得若隐若现了，阵阵死气几乎要透体而出。27粒之后，死之力达到4重，玄文上的灰雾在他的体表都形成了一层淡淡的虚雾。123粒之后达到5重，这个玄文境界已经不逊于大店主级别了。只是目前他的玄丹还在极玄境，所以发挥不出那个天玄境的威能。此时他的死之玄文冲破迷雾，熠熠生辉，仿佛任何存在都无法遮掩他的光辉。明明他在封闭的境室内修炼，外面那些护卫执事却是一个个露出了或惊惧或迷惑的表情。那死之力太盛，就连隔着境室的他们都感受到了。但当成哥消耗数日，又炼化了626粒圣沙，将死之力推到6重时，他们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终于消失了。此时的死之玄文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地步。明明死之力变得更加强大，但灰雾全部收敛，玄文隐匿了所有气息，表面看上去灰扑扑的，很不起眼。现在就算大店主过来，也感知不到他玄文力量究竟多强。成哥这才停了下来，不是他不想修炼到第7重，而是按照推算的，第7重起码得3000多粒圣沙，不光需要的功德太多，时间太长了也。看了看日子，降灵台那边也补充好了，他决定先去把下一种玄文力量弄到。而在另一边呢，雷豪正在自己的店内疯狂砸东西。该死他！凭什么？凭什么？虽然上次成哥只将他扔出去，压根没打他，但他的伤势还是直到今天才勉强的痊愈。这还是木灵神殿这边救治条件好呢。
他不光没死，竟然还成了什么大贤者，店主们都疯了吗？不可饶恕，我要杀了他！闭嘴！阴沉着脸的木灵店主走了出来。本集第571集，居然又死了。爷爷，为什么他还能活着？看到木灵店主，雷豪就像是看到了底气的来源。上次他最后昏迷了过去，原本以为醒来后就能看到江城被绑在自己面前，任由自己处置，毕竟有爷爷出手，白玄族除了其他几个店主，还有他拿不下的人吗？然而这次偏偏就有了例外。他凭什么？凭他天赋超越了第3任店主，是白玄族以来第1人。木灵店主冷冷打断他：这次你差点闯了大祸，你还不自知？大祸？雷豪一脸不可思议。就凭他，我可知道他只是个没有任何靠山跟脚的隐修而已，就算天赋强又有什么用？无非就是个极玄境，碾死这种人会有1万种办法。木灵店主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自己的孙子。他都已经是大贤者了，你拿什么碾压？你那套对付别人有用，对付他你还是省省吧。听到大贤者这3个字，雷豪气得浑身都在发颤，却无法反驳。江城现在的身份和大店主平级，麾下力量和其他8店主同等，就雷豪这种纨绔恶少，哪怕组一个团也没资格和他相提并论了，还碾死，被碾死差不多吧？难道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我都打败了吗？这件事要从长计议，并不是所有绝世天才都能成为绝世强者。你最近先安分一点。成哥并不知道这对爷孙在背后要谋害自己，他甚至都已经忘掉这么个纨绔恶少了。再次来到降灵大殿，他受到隆重的欢迎，殿内执事护卫长站成一大排，那叫一个恭敬，和他第一次来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恭迎大圣者！大圣者是来参加复灵了吗？这边请，这边请。成哥懒得说啥了，直接进了降灵台了。外面众人还挺期待的。片刻后呢，就连大店主和其他店主闻讯后都匆忙赶了过来。毕竟是白玄族第1天才，他们还是非常关心情况的。怎么样，进去了吗？如何了？他的第2次降临仪式还没开始吗？负责降灵大殿的执事扯扯嘴角，表情有些古怪。他进去是进去了，但是降灵台似乎根本没有反应啊。众人望去，就见那降灵台上的千万玄灵一动不动，连闪都不带闪的，仿佛变成了石子一般。任何一个初次凝聚玄文还没复灵的凡玄境9重进去，玄灵都会变得活跃起来。毫无反应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已经复过灵了，无法重复复灵。木灵店主撇嘴，看来上次他是夸大其词了呀，还说什么可以多次复灵，现在一看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嘛。大店主倒是没怎么失望，闻言淡淡说，就算不能多次复灵，他第1次复灵的数量也已经远远超越了所有人。占灵店主点头，没错，他的天赋依旧值得任何程度的重视。如果他们知道江贤者已经死了，恐怕就不会这么平静了。进入降灵台之后，成哥确实没引起里面那些玄灵的反应，不过这本就在意料之中。点开系统商城，花费了8亿功德，兑换了一个励志玄文，顺理成章点击了激活使用。然后呢，他的玄魄之上出现了第2个玄文，紧接着玄魄猛地一震，玄魄之上很快裂开了一道缝隙，并且飞快的蔓延。一个玄魄只能拥有1个玄文，这是天体规则，没有人能例外的。玄族人是修炼不出第2个玄文的，所以这方面呢也没有经验和记载。江城现在通过系统商城修炼出了第2个玄文，也因此引发了天体规则的绞杀。他的玄魄被一股神秘力量自内而外的瓦解，紧接着破裂成无数碎片。玄魄一碎，巨大的反噬之力袭来，与此同时还有天体规则的绞杀之力，双重打击之下，成哥很懵逼又很华丽的倒了下去。临死前呢，他很想揪住系统痛骂他娘的，既然一个人不能有第2次玄文，你他妈你摆那么多玄文出来卖什么呀？你坑老子呀！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宿主成功拥有了励志玄文。片刻之后，还把系统祖宗都骂了一遍的成哥，立刻又觉得，哎呀，他挺可爱的哈。这个方案简单粗暴，打破天地规律，强行让他拥有了第2个玄文。宿主复活。成哥满血复活，玄魄也恢复了。而现在呢，他的玄魄之上除了之前的死之玄文，又多了一道熠熠生辉的励志玄文。只不过相对于前者，这道玄文还没用密空圣沙淬炼，境界还是第1重。新的玄文一成，降灵台内的玄灵立即有反应了，如同嗅到蜜糖的蜜蜂蜂拥而来。数之不清的星点就像被卷进了漩涡中，疯狂地被吸扯到了励志玄文上。玄灵灌注，励志玄文的品质飞快提升，眨眼突破到黄铜、白银、直达黄金，而这才只是刚开始的一会儿而已。不出意外，这个玄文最后也能达到紫金品质。
外面众人看不到陈哥挂了，也看不到他死而复活得到第2个玄文，原本都打算散去，突然就看到了降灵台内汹涌如风暴席卷的玄灵变化。哎，有反应了，看！我的天，这阵势还算是复灵吗？他说的是真的，他真能多次复灵啊！他们只当这还是死之玄文在复灵了。天哪，这紫金玄文也太神奇了吧！再次复灵，那他的天赋岂不是会变得更高？大店主的脸上满是喜色，长袖内的双手都忍不住颤抖了。神迹，神迹啊！这位大贤者，简直就是天赐给神殿的至宝。其他店主纷纷点头，这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了。场中唯一一个面色难看的就是木灵店主了。江城天赋越高，他在其他店主心目中的分量就更重。看看大店主那激动兴奋的表情啊，恐怕都把他当亲儿子看待了。这种情况下，想要扳倒他几乎不可能了呀。本集第572集，如临大敌的神殿。这次复灵成功之后，江城心里彻底有底了。自己之前的决定没错，接下来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和耐心，1000个玄文迟早都能搞到紫金品质。现在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功德值不够了，光是换完1000个玄文就要近1000亿的功德，何况每一门练上去所需的密空圣沙也不是小数目。他现在无比庆幸自己掉进虚界之前清空了天剑宫，同时还在虚洞外的封印大阵捞了仙魔2级一大笔。这海量宝物换成功德后，能支撑他换完全部的玄文，同时把一部分玄文提升到第6重。一从降灵台出来，大店主就亲自上前挽住他的手，嘘寒问暖，这态度之亲切，让在场所有人都无比动容。你的死之力好像没怎么提升啊。由于成哥的死之玄文都到了第6重返璞归真，所以大店主都感知不到死之力的气息了。我怎么感觉你身上好像多了一些驳杂的力量？这让他莫名担心。你这样复灵不会出什么问题吧？要是不行，以后还是别来了。成哥连忙解释，正常现象，紫金玄文后面复灵会渐渐的隐藏起来，但力量会变得更强。说完呢，他稍稍释放出了一丝属于死之力第2重的气息。众位店主一看，顿时大惊啊！哎呦我的天哪，这都已经超越玄极境的极限了呀！这就是能多次复灵的结果吗？提升也太大了吧！紫金玄文果然神妙啊！成哥笑纳了这波震惊值，现在急需功德，蚊子腿再小那是肉啊！大店主放下心来，又笑吟吟的嘱咐：修炼遇到问题，千万记得去请教我，不要一个人埋头乱来。成哥无奈点头，贤者宫安排的护法执事还听话吗？还行，在神殿过得还习惯吧？要是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告诉我。成哥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多了个妈，被关照的感觉虽然很好，但脑袋呢有些累呀。他回到贤者宫时，有个人也回到了神殿。之前2次和他遭遇，被他扒了玄甲抢了资源的那对护卫回到了前线允仙山，而为首那名女执事陆云林则是赶回神殿这边上报情况。对这件事呢，神殿还是很重视的。那异界邪魔真的只有一个吗？他还领悟了玄魂？当年能修炼玄魄的异界邪魔全都去了上层，如今又出现一个，在他们眼中算是死灰复燃了。面对诸位店主的询问，陆云林有些紧张。作为执事，他还是第一次直接和大店主对话呢。是的，此人实力极强，几位分店主都不是他一合之敌。你确定？诸位店主和护法纷纷露出了震惊之色。其实前几天他们就收到了白雍部那边传来的被袭击的消息，但那时只当是个普通的异界邪魔。仙界那边的仙王魔王因为用不了玄力和这边的规则，战斗力其实要掉大半个档呢，也就和这边的地玄境差不多，而且只有一个人，并不足为患。现在听到陆云林这亲历者的描述，似乎比想象中要严重啊。分店主都已经是地玄境9重，距离天玄境一步之遥了。水灵店主冷静分析，3位分店主，15位执事，40位明玄境5重之上的护卫长围攻，竟然在眨眼间就被尽数击败。这实力已经达到异界那边的准地初期了吧？战灵店主摇头，不，他应该比准地初期强得多。那边的准地初期在我们玄界受到的压制极大，他们是能击败3位分店主，但绝对做不到这么轻松的碾压。此人至少是那边的准地后期。众人齐齐皱眉，就连仇视成哥的木灵店主也是一脸沉重。仙界那边的准地后期，他们这些天玄境碰上了也讨不了什么好，尤其对方还成功获得了玄魄，一旦修炼起来，那第1层恐怕又要血雨腥风了。看来此事不能轻率视之了。没错呀，此人出没于我们白玄族的地境，
若是放任他将那玄力修炼起来，将会成为大患。要将他剿灭，绝不能留下。他们并没有把江贤者和那个异界邪魔联想到一起，一则陆云林没有当时的影像，只能大致描述一下容貌，除了帅没有什么特殊的特征。二则呢，那个人几天前才领悟了玄魄，而江贤者都已经突破凡玄9重到了极玄境了，明显不是一个人。众店主纷纷议论时，大店主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诧异地问陆云林：你2次遭遇他，除了被抢一些随身物品之外，真的一个都没杀吗？确实没有。历史上记载的异界邪魔与玄族人遭遇后，基本都会打得血花四溅，分出生死来。陆云林被扒了玄甲，还被吊了1天，自然是非常恨成哥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此人要比其他的异界邪魔仁慈得多呀。换成其他异界邪魔，他早就凉透了，哪里还有命回来汇报情况呀？不光没被杀，重伤也没有。店主们意外了，这个异界邪魔风格有点不太一样，难道他对我们白玄族并无敌意吗？仔细想想，好像也是啊。2次都是我们主动攻击他，反击也情有可原。要不就当他不存在？大店主摇头，不可。虽然此人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敌意，但毕竟非我族类，而且他抢玄甲混入巨破池，这些举动也谈不上多么友好。不论如何，要先将他找寻出来。他看了一眼在场众人，下了命令：木林店主、雷林店主、战灵店主，这次就由你们3位跑一趟了。他们在店主中实力属于顶尖的，都是天玄境，一次出动3位，神殿算是非常慎重的。尽量不要与他大战，能劝说他离开我们白玄族地界最好。是。3人起身领命，随后带着各自的护法执事退去了。这会开完之后啊，大店主也不禁揉揉眉心，感觉一阵头痛。准帝后期的异界邪魔当年极少，但每一个都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唉，多事之秋又来了。还好，我族收获了足以改变命运的绝世天才。想到江贤者，他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本集第573集，你们还想教我修炼？接下来的几个月，江掌门过上了罕见的规律生活，每天都在自己的贤者宫忙着炼化灭空圣沙，提升玄文境界。花几天提升到第6重后，就再去一趟降灵大殿，再搞一个新的玄文，慢慢的都形成循环了。降灵大殿那些执事和护卫长看到他，都跟看到老熟人一样。唯一让他不爽的就是呢，每次得到新的玄文都会死1次。算算这1000玄文，他得死999次呀。不过相对的海量的复活次数倒是毛毛雨了。他这边升玄文升得不亦乐乎，另一边的神殿高层却轻松不起来呀。5个月过去了，3位被派出去的店主与麾下执法执事几乎搜遍了整个白玄族的地界，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异界邪魔的踪影。他会不会已经离开了我们白玄族？也有可能他沉浸在闭关修炼中，并不打算出来为祸吧。如果这样，那当然不错了。不能掉以轻心，大店主却很难那么乐观呢。藏在暗处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一个领悟了玄魄的准帝后期藏在暗处，想想都让人毛骨悚然，一天找不出他的下落，都没法让人心安呢。其他店主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一时间神殿甚至因此进入了最高战备状态。尤其贤者宫附近被特意安排了最多的护卫，以避免绝世天才最先遇害。可惜当事人成哥对目前的这些事情还一无所知呢，要是知道了，恐怕会啼笑皆非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邪魔啊，我害我自己可还行啊。对了，江贤者的修炼情况如何？由于忙于处理异界邪魔的大事，大店主这段时间也没空管成哥了，只知道他经常去复灵，其他一无所知。以成哥那大贤者的身份，其实是可以参与神殿议事的，只是呢，他老人家以前连飞仙门的事务都懒得管，更遑论是神殿了，所以从来没有出席过。而其他店主倒也乐得如此。啊，对，要不喊他过来问问吧。别，水灵店主笑着摇头，这样不好，万一打扰了大贤者闭关，还是从贤者宫叫个人过来问一问好了。很快，那边的护法任红就被招了过来。你们大贤者如今是什么境界了呀？可到玄极境1重了呀？1重？火灵店主你是看不起谁呢？以江贤者的天赋，现在至少也该3重了。我猜啊，没准都4重了。那小子憋着没说，就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惊喜吧？哈哈，没错。
看到诸位店主期待的眼神，任红差点不知该如何启齿了。这个大贤者他……大店主凤眸微微一眯，他怎么了？其他店主也是心头一慌。江贤者可是神殿目前最大的宝贝，千万不能出什么状况呀！难道他出意外了？你怎么不早点上报？店主们的语气顿时严厉起来。任红连忙说了：“他倒是没出什么意外，也没伤没病的，只是他的境界，还在玄极境一重。”什么玩意儿？还是一重？大店主也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以他的天赋，这不可能啊！对呀，你是不是看错了呀？不会呀，他每隔几天就会去一次降灵台，每次出来我都会和他见一面。玄极境在他面前也不存在隐藏实力的可能。怎么会这样？店主们完全无法理解了，这和他们预期的结果相差太远了。一名天赋稍好点的玄极境5个月差不多也该提升到第2重嘞，何况这江贤者天赋绝世，还有神殿的全力栽培，难道他的天赋其实不高？我们看走眼了？不可能吧！紫禁玄文摆在那儿，你我亲眼所见。如此之高的玄文，不应该呀！店主们议论纷纷，任红不得不为陈哥解释一句：据我所知，大贤者并未进行任何玄力方面的修炼，就连属于他的那份玄云果和玄石，他都一直没有领取呢。原来是这样啊！大店主这才松了口气，只要不是天赋差就行，疏于修炼只是小问题。那他的玄技练得如何了？从不曾见他修炼玄技，甚至没见他过使用过玄器啊。那他天天在忙什么呀？他每天就复灵。土灵店主一脸无法理解。复灵一次最多也就2个时辰，那其他时间呢？不知道，除了复灵，其他时间他都待在贤者宫深处的净室里，还嘱咐其他人不得接近。那他不修炼玄力境界，天天藏在净室里干什么呀？总不会是在睡觉吧？店主们皱眉了，水灵店主满脸担忧。即便绝世天才，荒废懈怠的话也会泯然众人啊！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要让他勤奋起来。大店主也坐不住了，一行人很快浩浩荡荡地赶到了贤者宫，一看他的境界，果然还是玄极境1重。大贤者呀，你这样可不行啊！是啊，修炼岂可如此懈怠呀？你不能自持天才就偷懒呀！这么一群店主突然上门，把陈哥说懵了。你们这群仙王层次的，还来教我这个准帝该怎么修炼吗？陈哥出道至今，确实对修炼一直很懈怠，能躺着绝不站着。可问题这次是例外，这段时间他算是非常勤奋了，天天都在闭关炼化密空圣沙，很辛苦的好不好啊？谁说我没修炼了呀？那你的境界为何还是玄极境1重？懒得升。陈哥回答的特别的豪横。玄力境界升上去，万一商城玄文变灰色不可购买了，那岂不是后悔来不及了？到时候时光倒流都没用，倒流是会保留他实力境界的。这么豪横的回答，让大店主第一次被他气到了。你这孩子真是荒唐。在他看来呀，陈哥就是年轻人不懂事。接下来必须好好修炼，我会派人看着你。这你可说了不算，我这大贤者地位超然，你们也支配不了。感情你要这大贤者位置就是为了偷懒吗？店主们痛心疾首，如此天赋竟然荒废掉，太可惜了。大店主的语气严厉起来。就算你是大贤者，考核也必须参加，这是神殿的规矩。本集第574集，可怕的女人。什么考核呀？你居然连这都没去了解过？大店主那叫一个恨铁不成钢啊！他是把陈哥当亲儿子看待的，不过孩子贪玩时，他也会严加管教的。1个月后就是斗技塔考核，每个人都必须通过对应境界的试炼。神殿确实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不同的考核，通不过的话，往往还会有惩罚，甚至被淘汰出神殿。以陈哥大贤者的身份倒是不至于那样，但真通不过，面子肯定丢大了。而大店主这次也是动真格的，他狠狠地瞪了一眼陈哥。到时候我会让人把你的试炼难度提升到极玄境9重，过不去就等着被整个神殿笑话吧。这个标准真的好高啊！哎呦，我好怕呀！陈哥笑眯眯地拍了拍心口，表示好怕。见他还嬉皮笑脸的，好像根本不在乎丢脸的样子，大店主气得恨不得收拾他一顿呢。你也太没上进心了！从明天开始，我会在你身边安排1名高手贴身护卫，督促你修炼。什么玩意儿？陈哥懵逼了。曾经妙语想让他当贴身护卫，现在居然轮到他自己被人当贴身护卫了，不是还带这样的呀？当然。请容我拒绝。哥们儿实力通天，
比你们加起来都强，我还要护卫吗？开什么玩笑啊！大店主态度坚决。你拒绝也不行。如今邪魔作祟，神殿内外都加强了防卫，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危着想。成哥咬了咬牙，狠狠地说：那护卫必须是女的，否则我宁愿离开神殿。大店主一怔，为什么必须是女的？这是我身为男人的底线。大店主悠悠看了他一眼，明白了。于是呢，更气了。怎么着？你小小年纪不想着努力修炼，还想把神殿当成温柔乡啊？行啊。他冷冷一笑，哼，这可是你主动要求的。随后呢，他转头看向冰灵店主，明天就将黎寒玉调过来。听到这个名字，诸位店主纷纷露出了幸灾乐祸之色。冰灵店主在一旁也早就对成哥偷懒懈怠的作风不满了，闻言用力点头，没问题，我相信韩玉会将他操练好的。看他们这表情啊，成哥感觉有些不对，连忙补充：那个必须是美女啊！冰灵店主嘴角一翘，放心，她漂亮得很，绝对是神殿数一数二的美女。行，那我就放心了。成哥松了口气，也是自己贵为大贤者，连侍女都没有，那没有牌面啊。店主们离开之后，他又进了里面继续炼化玄文了。而那些目睹了全程的贤者宫执事们，则是私下悄悄议论起来：哎呦我去，李海玉，冰灵殿那位护法吗？除了那个雪罗刹，还能有谁呀？据说他麾下那些护卫长每天都是苦不堪言，任务稍微有一点没做好就是严惩，轻则伤筋动骨，重则躺上好几年。他手下的人做任务时甚至巴不得他出点意外呢。我还听说一个小道消息啊，那年他去银玄族神殿拜访，那边的双灵店主之子沈清看中他了，展开了疯狂的追求，据说呢还动了些手段呢。你们猜后来怎么着？那有人这么问了，那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呀。于是有人大胆猜测：咱的，难道他还把沈清打了一顿不成吗？打一顿？也太小看人家了，他把人家给阉了。这事当时在银玄族那边闹起了巨大的风波，事后还是大店主亲自过去平息的。哎呦啊，那这也太狠了吧！当然，要不他明明长得美若天仙，怎么没人敢碰呢？但凡敢接近他的，没一个能讨得好下场的。哎呀，疯了，这是疯的吧？那大店主怎么没把他给降职了呀？啊，人天赋好嘛！大贤者来之前，你知道，那咱神殿第一天才，那就是人家。哎呀，那这下江贤者有的受了呀？也不至于吧，毕竟江贤者身份比他高多了。那可不一定，江贤者身份再高，玄极境微末实力摆在那儿，你们懂的。一物降一物，碰到李寒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女人呐，她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想逃都难呐。私下里被教训几次，种下恐惧服从之后，那以后再看到他呀，没准都打哆嗦了。哎呦，可怜的大贤者，为大贤者默哀吧。他们的议论，陈哥并没有听到。而第二天一大早呢，他就见到了李寒玉了。水灵店主没骗他，这个女的美的不可方物的。她肤如凝脂，身着白色镂花祥云裙，脚踏软缎绣鞋，乌黑的青丝挽着别致的凌云髻，精致的脸颊挑不出一丝的瑕疵，眸若幽邃深潭，并没带什么寒意，有的只是漠然，仿佛面前的江城是个死物。他的身高超过了一般的男子，面上那面瘫的表情啊，给人的感觉极有压迫感。不过呢，江掌门显然不是一般人，还是个冷美人啊，可以啊，他挺满意的。想想自己以后在玄界各地出场，身边跟着这么一个姿容气质出众的女人，挺带感的呀。仔细欣赏了一下，他才吩咐：那个哥最近忙于修炼，你就先在外面候着吧。炼化密空圣沙的过程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不过他目前不想被人知道自己可以修炼一堆的玄文。你能修炼什么？来这里之前，李寒玉已经知道他的情况了。他这次的任务就是让这个被揽之人变得勤奋。陈哥撇嘴，这种事儿是你个侍女该打听的吗？行了，先出去，以后有空啊，我会召唤你的。说完，他转身就要进入修炼室。一阵轻响从地面传了过来，江掌门脚下光线照人的黑玉石地面凭空凝结成冰，将他的双脚冻在了原地。紧接着呢，以极快的速度蔓延而上，仅仅一个眨眼就将他冻成了一座冰雕。这可不是普通的冰啊，而是由冰之玄文催动形成的。如果玄文的境界不及厉寒玉，那无论如何也没法打破冰层脱困而出。本集第575集，冰了个寂寞。望着被冰冻在里面的江贤者，此女依旧是面无表情，仿佛只是冻住了一只蚂蚁。你就在这里好好冷却一下吧。
说完这句话呢，他盘腿而坐，自顾自地修炼起来。被他的玄文冰封，一个玄极境根本挡不住，寒力会直接侵袭到体内深处，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堪称生不如死。事后恐怕还要好好的医治调养一段时间，才能渐渐的恢复。而若是冰封的时间过长，甚至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临行前呢，冰灵店主交代过，不要真的伤到了江贤者，毕竟是白玄族史上第一天才。李寒玉盘算着3天之内应该还能治疗回来，于是呢就打定主意将陈哥冰封3天。他的风格就这样，无论什么样的刺头，上来就先把你的刺儿给强行踩平了，而且会连着好几次，直到踩得对方心惊胆战、心房崩溃，变得彻底温顺听话了为止。根本不会浪费口水讲道理，更不会慢慢的想着什么以德服人的慢慢教化。冰灵殿那边，大部分人都被他这样的整治过了，现在看他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比见到冰灵殿主还要畏惧呢。远处静室内的陈哥看了这边一眼，一脸好笑的摇摇头。随后呢，他继续兑换了一些密空圣沙，修炼起来。李寒玉只是地玄境9重，就算100个他加起来也不够打的。成哥没有被虐批，自然不会故意让他冰几天的。本想将他放倒，不过那样后面和神殿解释起来挺麻烦的，耽误了复灵大业。而且万一这妹子被自己打击过头了，心态崩了，跑回去了，再换一个男护法过来，那就没意思了。于是呢，这才一手仙法幻术，轻松将他骗了过去。李寒玉并不知道自己冰了个寂寞。3天之后，他停下修炼，解开了玄文束缚，冰层消融，竟连一点水迹都没留下。一阵青烟袅袅升起，随后消散于无形。至于他意想之中被冻得面色发白、狼狈不堪，甚至昏迷过去的江贤者，压根就没了踪影。李寒玉猛然抬头，四处扫视大殿，第一次感到了惊讶：人呢？被冰的形销骨散，一点渣都不剩了吗？不可能啊！除非对方是不会修炼的普通人，否则他的冰之玄文不可能做到这种事儿。何况他之前也没用全力。飞快绕着乾者宫内外四处找了一圈，他依旧没能发现江城的身影。一股不妙的念头浮起在他的脑海中：难道自己冰封他之后，有超级大能甚至一记邪魔暗中出手，将他从冰层中掳走了吗？如果是这样，那自己就是整个白玄族的罪人。此人资质绝顶，被大殿主视为族群崛起的希望，却被自己弄丢了。不可能有那么强的人。他忽然想起还有个地方没查，于是匆忙地冲到最里面的修炼境室。还没来得及破开大门，那门自己开了。陈哥刚刚完成了一门玄文的第6重炼化，正打算去降临大殿一趟呢。两人迎面碰上，这气氛呢就诡异了。李寒玉第一反应就是，此人难道是隐藏的超级高手吗？能神不知鬼不觉从自己的玄文冰封中脱身，这是何等实力？但很遗憾，紧接着他就将这正确的猜测给推翻了。因为江贤者的境界一目了然，那就是玄极境1重，没有丝毫的水分。何况前段时间才刚突破凡玄境复灵，这是所有店主见证过的。极玄境1重和他这个地玄境9重之间还隔着洞玄境、明玄境呢，双方的差距巨大，宛如大人和婴孩。一个极玄境就算有什么特殊底牌，在他眼皮底下也玩不出花来。强烈的疑惑让他很想问一句，那是怎么做到的呢？但是骨子里的傲娇不允许他问，他是来管教此人的，岂能请教对方呢？于是呢，俩人就这么僵了下来。还是成哥率先打破了难言的沉默：你那冰雕小把戏还挺有趣的呀。冰雕小把戏有趣儿？面对李寒玉的手段，哀嚎求饶者有之，破口大骂者有之，唯独没有这样当儿戏的。这让他莫名感受到强烈的羞辱。认认真真使了那么大的劲儿，结果呢，别人该干什么干什么，自己就像对着空气输出。我出门一趟，要搁这还是留着，你自己决定啊。成哥自顾自地往外走。李寒玉这辈子没被人这么藐视过，这是对他的挑衅。漂亮的眼眸雾气一闪，他不带丝毫感情地说了：你不是喜欢这里吗？那就好好待在这里吧。话音未落，这竟是瞬间就变成了冰窟，数之不清的冰灵从四面倒挂生长，很快就将陈哥隔绝在里面。紧接着他又在外面布置了厚达数丈的冰层，最后呢，还在那冰层上飞快地布下了隔绝和预警的禁制。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外面打破冰层，还是从里面挣扎出来，都会惊动他。他就不信了，这小子还能飞出自己的手掌心儿？还没有我治不了的人。说完，他飞到了冰层上方，盘腿而坐，再次修炼起来。那冰窟的直接杀伤力倒是没有刚才的冰洞那么大，但待在里面也绝不好受。同样呢，也在一直被他的玄文寒力侵袭。上次有5名护卫被他以同样的手段关了10天，放出来后全都痛哭流涕的跪着求他开恩呢。这次他决定先关了江贤者15天禁闭。重病要用猛药医，这个人他必须要采服了，这样后面才能让他乖乖听话，努力修炼，不让诸位店主失望。冰窟里呢，被无数冰灵横七竖八架在半空的江掌门一脸无语，
这女的在外面干什么，他是看得一清二楚。这妹子还真是信心满满呢，哥都不忍心打击她了。仙力微微一动，深州的冰灵就全部融化了。随后他掏出了乱阵令，外围的禁制就被骗过去了。紧接着呢，他点开系统传送技能，一个瞬间之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送到了降灵大殿。哎，大贤者，您又来了呀！降灵大殿这边的执事护卫长们也不知道贤者宫那边的事情，一如既往地迎了上来。本集第576集，看丢了。除了又在降灵台死一次之外，复灵的过程依旧顺利。2个时辰后，成哥又得到了新的玄文，2名执事屁颠的跑过来道喜，恭喜大贤者！哎呦，不愧是大贤者呀！成哥这复灵场面自然是很震撼的，不过这俩人就在降灵大殿做事，看过很多次了，早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成哥目前有多受宠，他们也是亲眼目睹的，毋庸置疑，神殿第一红人呢，拍拍他的马屁，终究是不会缩的。哎呀，行了，低调低调啊，低调。嘴上说着低调，实际上呢，江贤者翘起了嘴角都收不住了。无论从哪儿看，马屁都是通用技能啊。通常被拍过之后，成哥都会龙颜大悦，然后习惯性的赏赐一下。这次呢，他摸索了一下戒指，掏出2个7品玄元果，一人发了一个。啊，赏你们的。2人惊讶无比，他们拍拍马屁，只是指望江贤者以后别给自己穿小鞋。当然了，如果能在大店主面前说2句好话，那就更美了。着实没指望他还会当场赏自己，毕竟他才极玄境1宠，境界比自己低那么多，除了神殿发的资源，手头上应该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吧。紧接着呀，2人就狂喜了。我的天哪，竟然是7品玄元果！多谢大贤者，多谢大贤者！这个极品的玄元果在第1层极为稀少，即便他们这种神殿执事也享受不到，而高一个品级很可能突破瓶颈时就能一举冲过去了。一旁其他人羡慕嫉妒无比呀。大贤者境界不高，但出手太阔绰了吧。一时间呢，殿内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哎呦，恭喜大贤者，大贤者威武，大贤者帅气呀！成哥也没想到区区2枚7品的果子造成这么大的反响。仔细想想也是，这里的修炼水准其实只相当于那边的下界到中仙界之间。在中仙界6品仙丹同样也是宝。为了鼓励他们以后再接再厉，他又每人发了6品轩辕果。一时间呢，殿内气氛更加热烈了。大家看江贤者的目光那叫一个亲热，完全就是亲人的节奏。哎呦，江贤者慢走！江贤者，我给您带路。被众人簇拥着的他才刚出门，一名不起眼的修士就挤到身边了。紧接着，四周气氛骤然一寒，一股杀气突然爆发开来。不好，住手！境界最高2名执事大惊失色，飞身杀来，但已经晚了。就见江贤者身后站着一名灰袍男子，手中握着柄玄器架在他的脖颈旁边。你干什么？你疯了吗？还不快放开江贤者！不光2名执事，其他人也纷纷拔出了兵器，怒火冲天的将此人包围起来。开玩笑，现在江贤者就是他们最尊敬的高层，他们可不想看到他遭遇任何的意外。灰袍男子冷笑，沙哑的声音传出：想找回你们的绝世天才，就等消息吧。 2名执事趁着他说话的时机，已经抓住空隙出了手了。场中响起剧烈的爆炸之声，其他护卫长也纷纷杀了过去。有的人呢，甚至主动想要替江贤者挡刀子。玄元果的效果还是很显著的。然而，当烟尘散去之后，场中却没了灰袍男子和江城的身影，2人就那么凭空的消失在了原地了。降灵大殿本就是神殿的一部分，当这里发生爆炸之后，里面的大殿主和其他各位殿主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3位殿主飞向了降灵大殿。 而大殿主和水灵殿主、火灵殿主则是直接飞到贤者宫。在他们心目中，如今神殿最重要的宝物就是江贤者，他的安危重于一切。万一这是什么调虎离山之计呢？3人飞到贤者宫，第一眼就看到被冰封的静室以及上空盘坐的离寒玉，顿时心头稍稍一松。江贤者没事吧？离寒玉看了3人一眼，飞落下来行了个礼，这才面无表情的回答：“有我在，不会有事。”他的话带着强烈的自信和傲气。 那就好。水灵殿主拍了拍心口，旋即摇头苦笑：“你呀你，这是不是太狠了点？”他指的当然是那形成了一个巨大冰球的冰窟。他们不用猜也知道发生什么了，肯定是江城顽劣不听话，被离寒玉教训了。那毕竟也是大贤者呀，而且他才极玄境1宠，这样下去会受伤的。大殿主笑眯眯的摆手：“无妨无妨。”他看了那冰窟一眼，又好气又好笑。 就该让那孩子吃点苦头，免得他还顽劣成性，不知道天高地厚。没错没错，火灵殿主点头赞同。他现在吃了苦，能改变他的习性，那也很值得。
李涵玉过激的行事作风，以前是被大店主和水灵店主训过很多次的，这还是第一次被赞同。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做法，必须要将这个刺头收拾得服服帖帖的，绝不能让店主们对自己的能力失望了。也就在此时，降灵大殿那边的消息传来，大店主原本还面带笑容，听到第一句话就是面色巨变。你说什么？江长去富灵，结果被人挟持抓走了？什么？水灵、火灵两位店主也差点跳了起来呀！江仙者出事了！这不可能啊！李涵玉面谈脸再绷不住了，他明明被我关在了里面。水灵店主已经先他一步将那冰窟和外围的禁制全部撤去了，再看那净室里哪还有陈哥的影子呀？真的不在了。三名店主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立足不稳。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一幕，毫不夸张的说呀，那就像是天突然塌了一样。大店主甚至看都没再看李涵玉一眼，以生平最快的速度飞向了前面的降灵大殿。水灵店主回过头，满眼失望的看了眼李涵玉：“你究竟在做什么呀？让你管教他，结果你居然连他去哪儿了都不知道！”留下这句话，他也匆匆的赶向那边。第577集，幕后主使。之前那次冰封冰了个寂寞，这次冰窟又关了个寂寞。李涵玉自信满满的整治手段已经2次落空了，而水灵店主最后也就差直接说出无能2个字了，这让向来骄傲的他无法接受。然而他一个字都没法反驳。名义上他现在可是江城的贴身护卫，结果呢，居然是最后一个得知他出事的人，这是严重的失职耻辱呀！他紧握着双拳，指甲陷到了肉里。就算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将你找回来重新管教。不带丝毫感情的说完这句话，他也消失在原地。与此同时，整个神殿都轰动了，所有还在的护法执事全都被调动起来，四处寻人，无数护卫倾巢而出，很快洒满了外面的各条街道。神殿史上能与这次规模相媲美的行动，只有异界邪魔初次入侵时了。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绝地3尺也在所不惜！护法们咆哮声回荡在各处，昭示了这件事有多大。而大店主等人则是将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集中起来盘问。仔细问清了当时的全部经过后，几人心头沉重。火灵店主最先下了结论，这明显是早有预谋的。水灵店主点头，不出意外，那名贼人一直在等机会对大仙者下手。究竟会是谁呢？会不会是那新出来的异界邪魔呀？不，应该不会。特意选择对大贤者下手，自然是因为他的天赋。异界邪魔并不会在第1层长留，他们没这个兴趣。早知道当日复灵时就该封锁消息，避免他的紫金玄文传出去了。土灵店主神色一变，难道是其他3族吗？很有可能。我白玄族难得出现一位绝世天才，他们怎么可能坐得住呢？黑白金银这4大玄族的恩怨纠葛由来已久。1年前异界邪魔入侵时，他们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争斗了数百亿年了。这种争斗从第1层一直到第6层都存在，根本无从化解。该死，其他3族接近我族神殿都会引起反应，那贼子是怎么做到的？玄界这4族主要是以额头的花纹色彩来判别身份的，在白玄族的巨破石得到玄破，那就是白色花纹。因为这个原因呢，成哥其实还真的算是白玄族了，所以呢，他当日进入降灵大殿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应。大殿主沉声说，神殿很可能出了内应。此时他满面冷漠杀意，哪里还有成哥平时见到的和蔼可亲呢？只有内应配合，才能明确知道江贤者去富林的时日规律。不光顺利混入了这里，还提前布置了一次性的传送灵文。他们在这讨论时，江掌门都已经知道那内应是谁了。以他的实力，当然不可能被制住。之所以故意配合，只是因为他好奇谁的头这么铁，居然敢主动来对付自己。如果仙界那边的仙帝魔帝看到这一幕，恐怕会用看傻子的眼光看待那个劫持者了。就你这点微末的实力，居然还敢挟持这个最大的魔头，也不看看自己那点道行配不配呀？这邪命长啊！2人一瞬间之后，就从神殿传送到了百里开外的一座山洞内。在那里，成哥看到了一个熟人雷豪。居然真的得手了！这纨绔少爷喜出望外的迎了上来。你们地残阁办事还真的有效率啊！那劫持成哥的灰袍男子淡淡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错，这样我就放心了。”雷豪一摇一摆的踱步到了成哥面前，眼内残忍兴奋之色飞快的涌起。想不到吧，我们又见面了。那次被打之后，他可是一直憋着劲要对付成哥的。虽然木灵店主曾经警告过他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但最近忙着在外界找异界邪魔，也没空管他。雷豪这纨绔每天听着神殿周围人讨论江贤者，简直都快气出神经病来了。
成哥多活一天，他的不爽增加一层，完全无法忍耐下去。于是他暗中找到了地残阁。无论仙魔界、下界还是这玄界，都有各种不同的地下组织，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见得了光的。地残阁的成员多半都是四族一些犯了事混不下去的，渐渐的成了点邂逅，暗地里干着一些杀人越货的勾当。由于总部位置隐秘，加上各地据点也都非常的小心，而且时不时在四族之间流窜，所以除非四族联手，否则也没法剿灭这个祸患。而四族联手基本是不可能的。雷豪虽然憋着想报复江城，但也不敢直接让神殿的心腹手下去做，那样太容易被查到了。花点玄石的代价，由地残阁的人来做，神不知鬼不觉的，那多好啊！真没想到，居然是你！区区纨绔，成哥是真的差点把他忘了，他忍不住惊了个讶。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手笔啊，难得呀！你还能笑得出来？地残阁那名明玄境的劫持者都忍不住惊讶了，而雷豪呢，则是相当的恼火。你在故作镇定，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吗？别以为那天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他走到陈哥面前，那张脸都狰狞的扭曲了。什么狗屁大贤者，得罪我的人都别想活。你给我远点，你嘴有味儿。雷豪瞬间被点燃了，你找死！他提起玄力，狠狠一掌打了下来，然后呢，他就倒下了。倒不是陈哥出了手，而是那名地残阁的修士。就见他缓缓收起手中血滴的尖锥，对面雷豪捂着喷血的腹部剧烈挣扎，眼见是不行了。你不是收了我的玄石吗？有人出价比你更高，也需要他。地残阁修士俯视着他，就像看个蠢货。我还多谢你这个神殿内应配合，不然我们的行动哪会这么顺利啊。当他说完这句话时，死不瞑目的雷豪终于咽气了。随后呢，他再次挟持江掌门，踏上了洞内另一座一次性的传送灵门。呜的一声，两人的身影又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地残阁的总部。望着那宏伟的地下宫殿，成哥知道自己的老本行又能开张了。他配合劫持，不就是为了挣点外快吗？本集第578集，完整版的准地威能。地残阁的总部位置是非常隐秘的，为了探查清楚，四族都曾经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最终也只是捣毁了几个据点。事实上呢，即便这个组织内部成员，也只有核心高层知道具体位置，其他成员就算传送过去，其实都不知道这究竟位于玄界的哪个方位。而现在成哥已经被带进了他们的总部深处，地残阁的阁主和核心高层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这一次行动带回来的是一个比自己更强的怪胎。在他们眼中，成哥只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而已，宝物本身很贵重，但只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四族之间仇怨甚深，除了异界邪魔初次入侵时被迫联手，其他时间呢都是敌对的。白玄族突然拥有了一个将来足以打破四族平衡的绝世天才，金玄、银玄、黑玄这三族怎么可能坐得住呢？这次找到地残阁的真正幕后主使就是黑玄族。你就是那传得沸沸扬扬的白玄族大贤者吗？听说真把他抓来了，地残阁3位天玄境的阁主以及一众地玄境的堂主都赶来了。没办法，人的名树的影，最近呢紫金玄文都传遍了整个玄界的，他们也是如雷贯耳，好奇呀。还真的只是极玄境一宠啊！一众堂主纷纷哄笑。紫金玄文就这儿？对呀，这修炼速度也太慢了吧！我以前突破极玄境后，半年内都升了2重，原来我比紫金玄文还厉害呀！就为了这么个小角色，黑玄族出那么高的价呀！我怀疑他们上当了。二阁主淡淡的说：“别管紫金玄文是强是弱，反正黑玄族那边开价高就行了。小子，你也别怪我们对你下手啊，要怪就怪黑玄族。”他深深看了江城一眼。去了那边，是杀还是关，那都是他们的事儿，我们只是收钱办事。三阁主撇嘴不屑说：“你也太谨慎了吧，还跟这小子求情，至于吗？”其他堂主也纷纷附和：“就是啊，没成长起来的天才什么都不是，去了黑玄族那边，他永远都见不到天日了。”一想到我们亲手摧毁了白玄族最大的希望，还真有些小兴奋呢。那可不，紫金玄文要是成长起来，没准能成为整个玄界最强的人。
我们在无意中改变了玄界的历史进程。很光荣的，有木有啊？店内众堂主乐不可支，至于成哥的感受呢，他们压根没在意。而成哥本人则是笑眯眯地看着这群傻瓜表演，感觉还挺有趣的。他目前没有动手，只是在等待黑玄族的接头人。果然呢，下一刻大阁主就挥了挥手，好了，黑玄族那边还等着呢，将他带到传送殿那边。地残阁和外界交易是不可能将对方的接头人也带进总部的，他们有数个单向的传送殿，最终交易也是传送到其他地方进行。于是三阁主和5位堂主一起出动，压着成哥很快就到了那传送殿内。望着前方的传送灵文，成哥开口了：“黑玄族的人就在对面等着我，对吗？”他的突然一问，让三阁主和几位堂主一愣。三阁主冷冷一笑：“到了这里，你还指望鼓动3寸不烂之舌来想办法脱困吗？”几名堂主也是冷冷说了：“收起你那不切实际的想法，你只是鱼肉，没有开口的权利。”成哥咧嘴一笑：“啊不，我就确认一下而已。”知道怎么找黑玄族的人就行了。下一瞬呢，还不等这几人反应呢，红绝仙剑骤然出鞘，恐怖的海量仙力透体而出，满街的长鸣剑心将全场变成了惨白的色调，整个世界仿佛已经只剩下了光。轰隆的爆炸声不绝于耳，5名地玄境堂主坑都没来得及吭一声，就直接被连人带玄甲一起冲垮。破碎的玄甲如同风中的纸片，飞快剥落飘离，紧接着他们的玄体顷刻崩解，宛若被海潮冲刷的沙滩。虽然修炼玄文对自己有极大好处，但成哥一直指望的只是回到仙界后，那时候配上规则烙印，才能收获这段时间的修炼成果吧。然而此时他发现，原来自己在玄界就已经能施展出更强的仙法威能了。在此之前，他曾和3名白玄族的地玄境分店主交过手，虽然也是碾压获胜，但没能做到这般的摧枯拉朽。毕竟在玄界这边，仙力攻击受到极大的制约，得不到规则之力加持。那次那3人还是勉强还了手的。这段时间，他将25个玄文提升到了6重，那是地玄境才能达到的玄文境界。限于玄铺还在极玄境，这些玄文施展不出超强的玄技，但玄文本身就是另类的规则之心，竟然神奇的给了他的仙力攻击以规则层面的支持。剑之玄文是他选择的第4个玄文，此时呢，他已经相当于一个没有被削弱的异界邪魔，能在玄界施展完全版的准地级的威能。你是异界邪魔！3阁主充满震波的尖叫声刺耳无比，这攻击明显就不是玄力造成的。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异界邪魔的手段，而根据他的认知，能将仙力攻击发挥到这种层次的异界邪魔一个都没有。即便当年名扬天下的孤心月姬也做不到这种程度。如果其他异界邪魔也能在玄界发挥出这种实力，那玄界早就被摧毁了。这怎么可能呢？此人究竟是谁呢？一个极玄境的天才，别开玩笑了。即便神殿大殿主和8大殿主加起来也不够他杀的吧？他可不傻，反应过来之后立即选择逃走，只可惜晚了。不是你们热情邀请我来的吗？成哥的声音从他的前方传来。3阁主疯狂催动玄力，然而无济于事。刺耳的剑气破体之声从背后传来，他的体内就像是一颗小太阳突然爆炸开来，5脏6腑玄魄玄文在这一刻全部被摧毁成了齑粉，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当那剧烈的强光散去，整个传送殿以及周边殿宇全部化为了虚无。本集第579集，摧枯拉朽的战斗。灵文和禁制被摧垮后还在噼啪作响呢，隐隐可见一丝丝残留的长鸣剑心余韵依旧继续肆虐。但凡被那光点波及到的地方，就像被烈日照射的冰雪，渐渐的消融蒸发。发生什么了？里面大阁主、2阁主以及剩下那些堂主全都被惊动了。而当他们冲过来时，外面已经彻底暗了下来。永夜剑心将他们前方变得漆黑一片，不见一丝一毫的光明，五感全部失去了对当前情况的判断，甚至就连神念也感知不到任何的东西。他们就像突然变成了无头苍蝇。不好，异界邪魔！大阁主神色大变。异界邪魔中也有一些实力较弱的金仙和仙尊，他们在和本地玄族的大战中多半都陨落了。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那些魔帝、准帝级别的，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能力掀起一场灾祸。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让神殿的殿主进入这里，也不愿让一个异界邪魔进入这里，那后果是毁灭性的。只可惜呢，已经晚了。他的兵器才刚挥出去，心口就骤然一痛，仿佛突然空了一大块，并且迅速地蔓延了开来。在永夜剑心的笼罩下，他的耳朵早就察觉不到任何的声音，所以并不知道此时自己麾下那些堂主正在发出此起彼伏的惨叫。
二阁主在发现这异界邪魔的实力远超自己的认知极限后，压根没有任何的战意，直接选择了装死。不是他不想逃啊，而是他很清楚那会死得很快。他有一门封闭全身气机的玄术，会比死人还像死人。相信呢，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自己是能瞒过去的。紧接着，他就感受到一股真正的死亡气息从脚底拂过全身，如同微风一般。生灭见心，于战斗中寻找自己的生机，灭绝对手的生机。更何况呢，成哥同时还附带了玄文那真正的死之力。二阁主抵挡不了那股死之力的侵袭，所以现在他真的感觉到自己的生机正在不断熄灭。他拼命调动玄力和玄文，想要阻止那生机被剥夺的过程，然而根本挡不住呀。那阵风吹拂过之后，他的脏器迅速的衰败，皮肤不可抑制的出现了老化的皱纹，一头黑发也在片刻之后变成了苍白。悄然间，黑夜渐渐过去，他的五感也渐渐的恢复。天亮了，仰躺着的他努力睁开双眼，看到了蔚蓝天空。第三阁总部是建立在地底的一片宫殿群，而现在上方的岩层泥土已经全部消失。这群见不得光的人现在被真正的天光照耀着，不过此时活着的已经只剩二阁主一个人了，其他人在刚刚生灭剑心的覆盖之下已经全部死光了。二阁主动了动手指，下方石块被手指穿透，扑簌簌地掉着石粉。此时的他前所未有的虚弱，玄魄和玄文已经被那紫力摧毁大半。脚步声传来，成哥的脸出现在他面前。二阁主震惊的声音也变得苍老嘶哑起来。直到此时，他才知道敌人是谁，也终于明白第三阁这次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这个传得沸沸扬扬的极玄境天才，竟然是一尊异界邪魔，而且实力之强，更是超越历史上记载的其他任何一个异界邪魔。什么没成长起来的天才呀！这等实力，玄界第一层还有人能挡得住他吗？仔细想想，真的是作死呀！原本第三阁藏得隐蔽，此人即便再强，也不一定能找得到。何况无冤无仇的，是他们赶着把自己掳进了总部了。哼，还有个漏网之鱼呢。陈哥轻笑一声，直接将他提起。二阁主如同一条风干的咸鱼，摇摇晃晃，浑身软绵绵的，提不起力气。周围已经没有其他活人了，四族花了多少亿年都灭不掉的第三阁，就这样被捣毁了。二阁主剧烈的咳嗽起来，血沫一出，他惨然动动嘴角，断断续续的说：“白玄祖，真是疯了，竟然让一个异界邪魔当大贤者。”他们并不知情。那看来白玄祖也要灭了。异界邪魔的风格他很清楚的，他们是玄族天生的敌人，从不存在留活口。联想到此人的可怕的实力，他甚至已经提前预见到玄界四族被全部夷灭的画面，这让他突然担心起来。我求你，能不能少杀点玄族，留一些种子？陈哥一脸无语，你他妈这会儿突然有族群大义了呀？不过呢，他对白玄族本来就挺有好感的，对于其他三族只要没有招惹他，他也没兴趣杀戮。一言说完了吗？二阁主缓缓闭上双眼。陈哥最后问：除了黑玄族，金玄和银玄那两族有没有牵扯进来？二阁主没说话，用了读心术的陈哥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了。咔嗒一声，喉骨碎裂，他将二阁主的尸身扔到一旁，看着面前满目的废墟疮痍，不禁装逼气息满满的叹了一声：哎呀，好像有点用力过猛了呀，他们根本不够我打的呀。暗处的苍灵相当无语的同时，也确实震惊。你能在这里用出准地级的规则之力了？算不上规则之力，不过很接近。真是个能打破一切常理的怪胎呀！苍灵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从此无论在哪儿都无法限制他发挥战斗力了。接下来呢，陈哥又开始愉快的搜刮战利品了。第三阁还是很有钱的，毕竟常年做着杀人越货的勾当，任务没少接，酬劳没少挣。仔仔细细搜刮大半天之后，他顺利的成了玄界第一层最富有的人。大批的玄器、玄石、玄文、玄元果、材料以及其他各种天材地宝，统统被他收入囊中。系统现在是能将这些东西回收变成功德的。哎呀，真希望被多劫持几次呀！这样的好事啊！苍灵忍不住吐槽：你说的是什么语言？忙完之后呢，陈哥再次来到了之前的传送殿。整个第三阁目前唯一完好的也只有这传送殿的传送灵纹了。
这是他特意控制的结果。毕竟传送灵文还能带着他赶往下一场呢。单向传送灵文光芒一闪，他的身影消失在原地。本集第580集，配合演出。再次出现时，程哥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呢，就是那传送灵文的终点。不出意外，应该是地残阁的一个隐秘据点。只是他期待中等着接收自己的黑玄族大佬并没有在。房间空无一人，推开房门，外面是个不起眼的小院落，附近还有着连绵的民房，不时能听到人声呢。他走出去，站在院外的小巷东张西望，依旧没能看到所谓的接头人，这让江贤哲有些惆怅。早知道刚才就留个活口来带路了，现在这情况只能靠自己努力去找了。哎呀，到头来还是要靠自己呀。随后呢，他飞到上空，朝着下方喊了一嗓子：“哎，请问这是哪里啊？喂喂喂喂喂喂！”回声阵阵，下方小城许多人都不禁抬头看了上来。这一抬头，程哥就发现不同了，这些人额头的花纹全都是黑色的，看来呀，这是一座黑玄族的小城。而在发现他额头的白纹之后，下方许多人也纷纷飞了上来。白玄族的，很快他就被包围了。怎么来的这里？白玄族来我们这边，还敢这么嚣张？尽管身后已经没人劫持自己了，但程哥还是要强行扮演一个被劫持的弱小者，只能笑吟吟地说了：“我没嚣张啊，我就是问问。”他一边说话一边朝着四周观察，那黑玄族的街头大佬到底在哪儿呢？倒是快点过来把自己劫走啊！闻闻，包围他那些黑玄族的路人一脸不善，有人鼓噪了：“一看就是奸细，把他拿下！”黑白两族之间仇怨是最深的，早就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突然一个白玄族的人出现在这里，那就像掉进了狼群呢。程哥眼看着他们要对自己动手了，学们这实在不行呢，只能把这些人也干掉了。他可不会为了演戏而挨打，大不了不演了，直接杀到黑玄族神殿去得了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外面有人突然高声大喊了一声：“住手！都住手！”随后人群外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惊呼声：“店主，我的天哪，是火灵店主！参见火灵店主！”黑玄族这边也可以修炼火之玄门，所以呢，也有个火灵店主。在这普通的小城，一位店主突然驾到，可想而知会引起多大轰动。人群山呼着跪成一大片。一名穿着店主级黑甲的中年男子缓缓走到程哥面前，目光中闪烁着惊疑不定。其他人不认识程哥，他是能认得出来的，毕竟他就是在地残阁下单要拿下江贤者那人，自然早就知道程哥长什么样了。但这也让他内心无比的纳闷啊。地残阁和他的约定是带着被劫持的目标江城到这小城最高的那栋楼内和他交易，双方一手交人一手交尾款。那现在这个目标怎么自己跑来了呢？啊！哎呀，地残阁劫持他的人呢？难道那边的人不出面，直接把目标扔在这儿就走了吗？刚刚要不是看到远处半空突然热闹起来，他都要错过了。地残阁这也太粗心了吧，万一目标偷偷跑了怎么办呢？尾款不想要了吗？他惊疑不定，也没空管那些跪了一地的黑玄族修士，反而东张西望起来。程哥不得不主动提醒他该干正事了。哎，找什么呢？怎么老子都站你面前了，你还不快动手把我抓了吗？业务能力这么差，你干什么吃的呀？对面黑玄族的火灵店主也是一怔，本能的问了一句：“地残阁的人呢？”啊，他们来不了了。这一问一答之后，火灵店主自己都呆了。这是一个人质该有的反应吗？他极度怀疑江城有诈，难道地残阁反水了，有阴谋？又或者白玄族埋伏在周围了？然而怎么看都不像啊。何况江城这个目标就在自己面前，仅有极玄境一重，毫无花甲的弱小境界。眼见他还不出手，程哥都不耐烦了。你要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说完呢，他还真的转身朝远处飞去。眼见他越飞越远，火灵店主急了。他们这次赶来为的就是抓住白玄族那个天才大贤者，怎么能眼睁睁看着目标溜走呢？不管了，先抓到手再说吧。他骤然一闪，飞到江城身前。程哥配合着演出，也不反抗，就让他把自己抓住了。真正将他抓到手之后，火灵店主本人都觉得一阵不真实。就这么简单的抓到了吗？地残阁真的不要尾款吗？因为提防着阴谋，他还下令身后4名护法去远处警戒，而后小心翼翼地挟持着程哥，好像走在龙潭虎穴一样。就这样，两人缓缓飞到了城内的神殿分部内。火灵店主一刻不敢停留，带着程哥踏上了传送灵门。下一瞬的，两人直接出现了黑玄族的神殿总部。到了这里，总算松了口气，而被他制住的程哥也放下了心了。很快，黑玄族大店主和其他一众店主护法就闻讯赶来，一看到江城，纷纷大笑。这个紫金玄文的天才落入我们手中了呀！大店主英明，
提前毁掉白玄族最大的希望。此举为我黑玄族扫除隐患，利在将来呀！在他们眼里，白玄族的绝世天才将来迟早会成长为黑玄族的头号敌人，所以立马就有些店主和护法喊着杀掉陈哥，快来解决他吧！对呀，免得夜长梦多。却见黑玄族大店主吕吕须淡淡说：“解决是一定要解决的，不过此子还有点利用价值。我已命人给白玄族传讯，告诉他们江城落入我们手里了。”啊！其他店主顿时不能理解了，为什么呀？这样他们不就打过来了吗？你们的目光啊，也太短浅了。这是个进一步削弱白玄族的绝佳机会，都看不出来吗？我们和他们本来就是仇敌，就算不告知他们，还不是一样要怀疑我们黑玄族？与其如此，不如明着宣布，借此来要挟他们支付大量的宝物来赎人。本集第581集，狮子大开口。黑玄族抓住江城的消息以极快的消息传开，他们压根没打算隐瞒，而是大张旗鼓的宣传，进一步打击白玄族的信心，同时震慑金银二族。看看我们黑玄族多强啊！想要搞的人就没有搞不定的。当然了，传开的消息里并没有提到地残阁。消息传开后，整个玄界上下都是一片哗然。江贤者在这第一层早就家喻户晓了，紫金玄文的绝世天才，将来很可能会成为玄族最强高手。原本其他三族都在羡慕嫉妒白玄族捡到的至宝，同时呢还担心着将来的，现在却是幸灾乐祸。白玄族最大的希望竟然落到了黑玄族手里，太荒唐了吧！听说还是从白玄族神殿那边抓到。哎呦，难得一个绝世天才居然不好保护，也是糊涂呀！这其实倒是冤枉了白玄族的店主们。之前成哥每次出门复灵，都有人红等几位护法暗中护卫，保护力度算是很大了。这次呢，成哥自己悄悄地传送进了降临大殿，他们也没辙呀。何况内部还出现了雷豪这个内应，对我们来说倒是好消息啊！对呀，虽然白玄和我们银玄仇怨不深，但他们那边存在一个能打破平衡的绝世天才，可不是好事。是啊，当年金玄族那位的崛起就是前车之鉴呢。5亿年前，金玄族那边就曾出现了一位绝世天才，此人出身微末，幼年经历凄惨，一路从弱小崛起，发迹的过程堪称位面之子开挂。此人手段底牌层出不穷，往往打破常理，才进入地玄境就压得其他三族喘不过气来。幸亏他只在第一层待上了1万年就上去了，而在他之前，飞升上层最快的记录至少也是要100万年。他们可不想看到第二个这样的人成长起来。被黑玄族抓过去，他是不可能活下来了。没错，黑玄族不会对白玄族仁慈的。咱们看戏就行了呀。事实上呢，就连黑玄族本土的修士都感到不可思议，白玄族那边的大贤者居然被抓了，咱们的神殿也太牛了吧！一时间呢，黑玄族上下欢腾无比，得意非凡。白玄族那边呢，就愁云惨淡了。黑玄族消息传过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发现了百里之外那个中转山洞，也发现了里面残留的传送灵文，是一次性的传送灵文。找不到目的地了，被紧急召回来的战灵店主面色铁青，而大店主则是冷冷看着同样被召回的木灵店主。你该给个解释了。其他店主纷纷看向他。为什么你孙儿的尸身会出现在这里呢？地上雷豪的尸体还没烂呢，他们这些人活了这么多年，经验何其丰富，一眼就看出这小子是内应了。只是他自作聪明，勾结敌人之后，被敌人过河拆桥给干掉了。光明店主面无表情地提醒众人。江贤者初次复灵之日就和雷豪起了冲突，雷豪有充分的动机。雷灵店主咬牙，真是该死，千防万防忘了这个小角色了。他们心里无比后悔。初次复灵那场冲突，他们其实看到了一些，但当时都没太当回事。雷豪才旋反9重，就算他想做点什么，也掀不起实权在握的大贤者。再加上他爷爷是木灵店主，他们也不好制裁他，所以就睁只眼闭只眼，就那么过去了。哪知道这小子居然勾结了外敌，早知道当时就该掐死这个祸患。这话就当着木灵店主的面说的，然而呢，他却只是咬咬牙，没敢反驳。一开始得知江城被劫持的消息，他是喜出望外的。神殿那么多店主，唯有他不想看到陈哥活下来。但现在看到雷豪是此时的内应，并且还被发现了，他慌了呀。颠倒黑白，继续强行说雷豪和此事无关，当店主们都傻子吗？内心深处他是又悲又怒呀。悲的是这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怒的则是他太愚蠢了，明明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等以后找机会偏要自作聪明。
都是他自作主张，与我无关呐。我曾多次告诫他不得仇恨江城，没想到他趁着我不在，就做出这种滔天祸事。木灵店主缓缓抬头，目视众人，断然喝道：从此他不是我孙子，我们内族也没有他这样的叛徒。他现在只能和雷豪划清界限了，否则呀，他自己也会被牵连进去。到那时呢，大店主和其他店主绝不会放过他的，轻则逐出神殿，重则当场对他出手。最后他甚至还发誓，我所言句句属实，若有编造，天诛地灭。大店主的视线如同两道冰剑，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眼睛，仿佛要直刺他的内心。山洞内出现了一段漫长的沉默，许久之后，他才淡淡的说：是吗？希望如此了。随后他宣布了刚刚从外面得到的消息：江城落到了黑玄族神殿手里，那边提出可以用宝物赎人，要求我们交出100万颗6品玄元果，10万粒5品密空圣砂，50件7阶玄器，3000件6阶玄器。除此之外，还有白罗9玄秘典全本。山洞内所有店主都怒吼起来，哪怕刚刚大受打击的木灵店主也不例外。这个条件已经不能用狮子大开口来形容了，简直就是要挖空白玄族的根呢！他们疯了吗？100万6品玄元果，这是打劫呀！就是在打劫，我们神殿短时间内都凑不齐这么多。该死的，还有白罗9玄秘典，黑玄族怎么不去死？这秘典是神殿的壮大根本，里面包罗了白玄族最顶尖的功法和数门顶尖玄技，向来都是神殿最高机密。即便内部天才，也要经过重重考验，才能逐渐的得到传授。顶尖功法和玄技若是被研究透彻，黑玄族完全可以特意弄出专门克制他们的玄技。这个东西要是泄露了，白玄族今后就不用玩了，绝对不能给他们。本集第582集，把人集中起来。占灵店主深吸了一口气，肃然说：大店主，开战吧！其他店主也纷纷高喊说要开战，让那黑玄族付出代价。请大店主下令。谁都知道这样的条件不能答应，交出那些东西，白玄族真的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大店主却是迟迟无法做出决定，他眼内涌起了一抹痛惜之色。如果我们现在宣布开战，江贤者就真的会被处死了。其他店主紧握双拳，洞内出现了一段漫长的沉默。许久之后，光明店主才缓缓说：但答应那些条件的话，我族从此没落，甚至可能会被其他3族蚕食。而且就算我们答应了，也不一定能换得回江贤者。我知道。大店主面无表情地望着外面的洞口，谁也看不出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占灵店主走到他的身旁，低叹了一声：该放弃的时候只能放弃了，这应该就是他的命数，也是我们白玄族的命数。上天注定我族无法拥有他。是啊，雷灵店主缓缓闭上双眼，面露沉痛遗憾之色。可能上天也觉得不应该让这么一位足以打破平衡的绝世天才存在，决定提前将他收起来。其他店主默默地低下头，到了这一步呢，能做的选择似乎真的只有放弃江城了。然而大店主却是神态平静：我不会放弃营救大贤者的。其他店主急了呀：可是那些条件会毁掉我族呀！不能答应啊！数位店主甚至跪在他的面前，希望他收回这个念头。请大店主三思，请大店主三思！你们想到哪里去了？大店主似乎想通了什么，脸上浮起了一丝苦笑。我毕竟是神殿之主，怎么可能会糊涂到答应那些条件？其他店主不解：那您的打算？我只是决定先假意答应，先稳住黑玄族那边。那然后呢？大店主淡淡说：然后我会独自前往黑玄族神殿，想办法将那孩子救出来。什么？不可呀！大店主，黑玄族神殿有无数克制我们白玄族的手段，那里就是龙潭虎穴，您一踏入就会引起围攻的。是啊，几乎十死无伤，千万不能冲动啊！大店主缓缓走出山洞，看向了一碧如血的天空，轻声说：那可是我族最大的希望啊，我岂能什么都不做，眼睁睁看着他断绝呢？占灵店主大声说：既然如此，我们一起杀过去。对，那我们一起杀过去好了。大店主摇头：不可，大张旗鼓，声势太大，黑玄族一定会提前处死他。他已经正式做出了决定，此行就由我一人前往。
我不在的时候，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光明店主，由光明店主暂设大店主之位，执掌神殿一应事务。若我回不来，顿了顿，他终于说了：“你们今后务必尽心辅佐他。”这已经是在交代后事了。其他店主眼眶一红，热泪盈眶：“大店主，不可呀！您不必如此呀！”大店主已经飞到了半空，低头看了看下方跪着的其他店主，一身决绝的气息从他身上弥漫开来。只要他能活着回来，就算我真的死了，也很值得。言罢，他直奔黑玄族方向飞去，很快就消失在了视线中。就在大店主行动时，李罕玉已经先他一步进入了黑玄族的腹地。他其实并不知道陈哥是被黑玄族抓了，但从一开始他选的方向就是黑玄族。原因很简单，这是白玄族最大的敌人，嫌疑最大。而在接近这里之后，黑玄族的消息终于传了开来，江城果然被抓到这儿。于是他没有再任何的犹豫，望着远处巍峨耸立的黑玄族神殿塔尖，他紧了紧手中的剑，深潭一般的眼眸中闪过了一抹狠色。管教任务结束之前，你必须在我手心待着。丢下这句话，他融入到了前方的巨城。白玄族的人进入黑玄族神殿范围是会引起反应的，李罕玉没有选择强闯，而是暗中前行，至少先要潜到最接近神殿的位置，之后便只能看他的本事了。而在他忙碌的时候，成哥已经被带进了黑玄族的神殿最高处。成哥在盘算该怎么动手，现在他能利用第6重玄文发挥出准地层次的战斗力，但距离他在仙界那边的巅峰实力还是有些差距的。在那边，他49道规则烙印一出，外带那变异版的仙魂，足以将神殿和周围庞大地域统统送上天。但现在呢，他必须要考虑如何才能不放走漏网之鱼。白玄族肯定不会答应我们的条件吧？是啊，除非他们疯了。黑玄族这边店主们自是喜气洋洋。黑玄大店主闻言冷笑：“我也没指望他们会答应，之所以提这个条件，就是故意以这小子为饵。”下方其他店主略微思索，而后恍然大悟，故意让白玄族高手来营救，然后自投罗网。哎呦，这是连环计啊！妙啊！只要有这紫金玄文在手，不愁白玄族那边不上钩。这完全可以成为一种长期消耗他们的手段。不知道第一个上钩的会是谁呢？没准是白罗真亲自出手。白罗真就是白玄族大店主的名字。黑玄店主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我倒希望是他，若是将他也拿下，那白玄族就真的垮了。想到将终生大敌踩在脚下的那一幕，他都有些忘乎所以了。啊，对了，紫金玄文什么样我们没看过呢，让这小子亮出来看看吧。他们最大的目标虽然就是成哥，并且计划也全都围绕着这个诱饵，但直到现在呢，他们才想起他的存在。毕竟在他们的心目中，成哥只是一件宝物。这轻视的态度和之前地残阁没什么两样，毕竟区区极玄境在他们眼里确实不算人。成哥提了个要求：“你们要看玄文，可以啊，把所有门人都集中起来吧。”本集第583集覆灭仪式。你说什么？一旁的黑玄族店主们沉下了脸，居然还敢提要求，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处境，你没有拒绝的余地。切，成哥哪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到了这一步，演不演其实不重要了。爷的宝贝岂能轻易示人呢？没有足够大的排场，爷都不惜的出场。哎，这拽拽的口气，把店内黑玄族一众高层都给整懵了。他娘的，这不就是一个弱小的人质吗？怎么还这么狂呢？小子，你跟谁称爷呢？江城自己不配合，他们也没法把他的玄文弄出来。奶奶的，杀了算了，没错，杀了他。不是，等一下！大店主摆手制止了这样下手的众人，还要用江城当诱饵呢，哪能这样杀掉呀？而且他还有后续的恶毒计划，比如把江城押到外面示众羞辱，进一步打击白玄族的族群信心。何况这小子本身也有研究价值，他也想看看那紫金玄文究竟什么情况。如果能从中研究出一些眉目，没准对黑玄族还有好处，自然不能那么早就杀了呀。你想要排场？既然你喜欢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那我满足你。他乐得把所有护卫执事护法都召集到一起，公开展示神殿的战利品，也算是显摆一下嘛。于是很快呢，神殿的召集令就传达下去了。黑玄族神殿的20万成员，从见习、护卫到护法，全都闻讯而出，涌向了主殿这边。白玄族这个大贤者示众了！哎呦，这是公开处刑啊！太提气了！今后看他们白玄族还怎么抬头啊！哎呀，到处都是热烈的议论、嘲讽和大笑，随处能听到。
如果真是个被抓的极玄境天才，被这样看猴戏，恐怕真的崩溃了。不过呢，陈哥那不是一般人呢，望着下方和远处乌泱泱一眼望不到边的人头，他差点忍不住吟诗一首了。啊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啊哈哈！算了，在2名店主的贴身监视下，在20万双眼睛的注视下，陈哥登上了高台。他笑眯眯地对着下方按了按双手。这个人都到齐了吧？那么我就要开始主持你们黑玄族神殿的覆灭仪式了。话音未落，后方黑玄大殿主和其他高层就眯起了眼睛，竟然敢说什么覆灭黑玄族，这是故意不配合吗？看来呀，要给这小子一点苦头尝尝了。下方早就是哄笑和怒骂响成一片，而陈哥身旁的2名店主也怒不可遏地朝陈哥伸出了手。看你是不想活了！剑光一闪，血色泼洒，2只断手飞向高空，是那2名店主的手。发生了什么呀？下方所有人都懵了。在他们的眼里，白玄族这个大贤者只是极玄境，他强的只是天赋，只是将来，而他当前的实力，在场即便1名见习护卫都能轻松碾压吧。所以他们无法理解这个结果。那可是2名天玄境的店主呀，怎么可能会被一个极玄境伤到呢？以他们的实力，就算不还手，极玄境用一辈子也摸不到他们一根毛才对呀。所有人的喉咙像是突然被掐住，所有声音在这一刻突然停顿下来，就连黑玄大店主都一脸的难以置信。直到2名店主的痛叫声传了出来，疼！惨叫刚传出就戛然而止了。零星剑心一出，2人的玄甲被强行穿透，红绝仙剑在火光映照下直刺而过，2名店主竟然连动都来不及，脖梗被同时一穿而过。远处仿佛还能看到2颗星芒最后的绚烂光华。当2道喷血的尸身倒在高台上时，台下终于变得一片混乱。许多黑玄族的护卫甚至当场瞳孔扩散，一脸痴呆，被击溃了心防。那可是店主呀，高高在上，宛若神明的店主，就在他们眼前，万众瞩目之下，被人像杀鸡儿一样轻松的杀死了。该死！黑玄大店主和其他店主惊怒交加，惊的是这人质怎么这么强，怒的则是2位店主之死必须要用血来偿还。杀了他！什么狗屁后续计划他们已经不顾了。面对着气势汹汹从4面8方杀来的敌人，陈哥手中仙剑横扫而出，一轮红日凭空出现，大日剑仙瞬间将全场都染成了血色。就开胃菜，别激动嘛。对陈哥来说呀，区仙王级别的敌人确实只能算是小场面。当黑玄大店主等人冲进太阳的范围中，忽然发现自己体内无论玄力还是血液，全都受到一股强大吸扯之力的影响，而影响的源头正是那越变越大的红日。这颗神殿外的巨城中，所有人都看到了一轮冉冉升起的全新太阳，它几乎将整个神殿上空都笼罩了，所有宫殿和街道都镀上了一层全新的色彩，那显得诡异无比。那是什么呀？是神殿的手段吗？一定是新的玄术。大店主威武呀！许多黑玄族人居然一脸虔诚地对着那红日跪了下去，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神殿内一场灾难已经拉开了帷幕。你是异界邪魔！大店主充满震惊和难以置信的惊叫声传出。此时他被那红日吸扯，仿佛要变成围绕他旋转的天体，浑身的力量甚至都不再受自身的控制。其他苦苦抵挡着犀利的店主护法们也疯狂地尖叫起来。这是异界的仙法，白玄族招了个异界邪魔！天哪，他们疯了吧？如果早知道白玄族的大贤者是个异界邪魔，而且还是个强大到能以一己之力镇压他们所有店主的超强版异界邪魔，那他们绝不会异想天开的去抓他。就算是要对付他，也会谨慎无比，而且会率先指责白玄族收留异界邪魔。不过可惜他们没机会了。某一刻，那轮巨大的红日膨胀到了极限，旋即陡然收缩下来，从血红变成了刺目的金色烈日。本集第584集，小心翼翼李美女。霎时间，在场所有人从见习护卫到执事，就像被暴晒了无数年的禾苗，他们的肌肤出现无数裂痕，开始皲裂、干涸、枯萎，而后呢，悄无声息地在绝望和震惊中倒下。整个过程快得不可思议，简直就像一场飞速蔓延的瘟疫一样，全方位覆盖。这大日剑仙对低阶修士的收割率简直到了恐怖的地步了。不光他们，城外跪地的许多黑玄族人也再没能起来。烈日所及，生灵涂炭，甚至就连刚刚潜到神殿附近的梁寒玉都浑身一阵难受。巨大的吸扯之力自内而外，最后竟然强行从他体内扯出了一口鲜血，让他都变得虚弱。他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还以为自己不小心触动了什么禁止埋伏，被黑玄族发现了。好在那烈日在刹那的爆发之后就熄灭了。此时的黑玄族神殿已经只剩下几个活人了。
除了那几名店主，其余无论护法执事还是护卫长，尽皆无一生还。而他们的状态也是极其狼狈凄惨，人人虚弱带伤。成哥还不太满意呢，这大日剑心居然没能搞死他们。没办法，这覆盖攻击比较分散，他的玄文境界是很高，第6重堪比地玄境，但玄魄终归还是极玄境。在玄魄等级的制约下，能发挥出的威力还不足以直接一个覆盖就把仙王都直接碾灭了。你好狠，你这邪魔！这一役之后，就算他还能活下来，黑玄族也等于是垮了。神殿集中的异族的最精华的那部分天才，就这样被屠戮一空。即便1年前异界邪魔初次入侵玄界，也远没有给他们造成如此大的损失呀。那时候他们还能稍稍挡一挡，就算打不过也还能躲能逃。但这次面对江城，他们挡不住，逃不了，躲不掉。成哥又一次扬起了剑，这种指责对他来说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不是你们迫切把我拉过来的吗？这场面应该还满意吧？将成哥带回来的黑玄族火灵店主忽然明白了，难怪当时此人独自出现在小城，身边连个劫持他来交接的地残阁高手都没有。他不禁失声惊呼：你将地残阁也屠灭了？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们了，继续去地下和他们做交易吧。成哥的剑平平地朝着前方挥出，一弯残月向着前方划过，眨眼间就蔓延到了上千里。如果是平视着他，会看到一道银白色的丝线飞快地扩张接近。临死之前，火灵店主的心头无比后悔，自己当初明明看出不对，却还是将这个可怕的异界邪魔带回了神殿。他扬起玄气劈向了残月，而后他的玄气无声无息地断裂，断口平平整整。残月瞬间越过他的玄甲和身体同样出现了平整无比的断口。大店主和另外2名店主惊恐万状，向着高空飞去，但莫名的，他们面前还是出现了那银白色的残月边缘。他仿佛能感知到生灵的气息无处不在。当在场所有店主护法倒下时，远处传来无数的轰鸣爆裂之声，无论宫殿的屋顶还是远处的群山都被拦腰截断垮塌了，简直就像一场灾难。将长们连忙收了神通，我靠，原来这霁月剑心才大杀器啊，就是消耗太大了呀。霁月剑心就这么一试，差点清空了他体内的仙力，害得成哥连忙掏出点仙丹补一补压压惊。战斗就这么轻松的结束了，黑玄族神殿从此成为了历史。成哥如同勤劳的小蜜蜂，又开始了愉快的收战利品之旅。神殿的收藏可比地残阁那边还要丰富得多。玄界的神殿可不能只当成中仙界那种拥有几个仙王坐镇的顶尖仙门来看待，毕竟中仙界仙门魔门林立，而这一界只有4个神殿，一个神殿不说汇聚了一界1/4的资源，1/10总归是有的。成哥忙的是眉开眼笑，而外面的李寒玉藏在一处隐蔽地带，哆嗦的双手服下2枚修复玄丹之后，开始恢复起状态。没办法，刚刚的莫名其妙的大日吸扯之力让他元气大伤。足足几个时辰后，回满血的李美女再次紧了紧手中的剑，眼内再次涌起了一往无回的壮烈色彩。就算是死，我也要把你带出来。随后呢，他再次向神殿潜了进去。李寒玉在白玄族那边经常带队出任务，专业技能还是非常过硬的，经验堪称丰富。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可能存在灵纹和禁止埋伏的地带，也避开了自认为可能会有其他重兵把守的重地。渐渐的，他潜入了神殿的外围，整个过程相当顺利的他都怀疑自己的实力是不是提升了。接近内围时，他打算先抓一个执事，逼问一下江城的情报，比如他被关在哪里，那边守卫情况，有没有什么悄悄过去的路径之类的。他甚至都想过抢夺黑玄族执事的信物，而后冒充这边的执事混进核心区域，但这个过程就没那么顺利了。不是他被人发现了，而是他前来前去忙了大半天，前后在数个隐蔽地带蹲守，愣是没看到一个神殿的活人呢。怎么回事呢？难道黑玄族神殿的人都出门了吗？不可能吧，刚才里面还那么大的声势呢。也可能是有大事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了。他只能硬着头皮壮着胆子继续向神殿内围摸索。神殿越靠近内围，防御就越森严，而且禁制和灵纹也是层出不穷，他的行进速度也不得不放慢数倍，越发的小心。即便如此呢，他也还是2次触动了里面的灵纹。不是他大意，而是白玄族的外族身份在某些地方是会被立即识别攻击的，这让他暗乎绝望。但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敌人围上来。他和那些灵纹搏斗了许久，终于脱困，这才继续前行。足足10个时辰之后，他可算是接近了内部重地了。而这时呢，他的前方迎面出现了一个人，正是基本忙完，正在把最后一点战利品往戒指里面塞的江贤者。本集第585集，你怎么没被杀死？2人互望，彼此都是一愣，
短暂的沉默之后，不约而同的开口了：“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程哥故意弱弱摊摊手：“你不知道吗？我是被他们抓来的呀。”别那么大声，小心惊动了敌人。李涵玉压低声音，充满警觉的四处看了看，这才面无表情：“我是来带你回去的，别以为你能逃出我的掌心。”他居然是来救自己的。程哥相当惊讶，这后面的威胁倒是自动过滤的，有没有搞错呀？自己有朝一日居然会被人救，而且第一个出现在这里的还是这个看似冷酷薄情的妹子。放心吧，黑玄族神殿里面已经没有活人了。哦，李涵玉先是点头，旋即低声惊呼起来：“你说什么？你都来到这儿了，沿途就没看到尸体吗？”李涵玉还真的没看到，死人都在神殿最核心的主殿和广场地带，他进来的时候那般小心谨慎，自然是避开了。然而仔细联想一下之前一路上的诡异状况，他又不得不相信几分。发生了什么？黑玄族神殿怎么可能会没有活人？他们被杀了，你去主殿里边看看就知道了。李涵玉立即丢下他飞了过去，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后面程哥有些惆怅：“美女哦，你不是来救俺的吗？俺就在你眼前，你居然急着去看尸体。”李涵玉很快就说不出话了。他向来天塌不惊，心性淡漠，但此时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压制内心的神情。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躺了一地密密麻麻的尸身。黑玄神殿这边，从见习护卫直到大殿主，那是死了一个不剩，每个人的尸身都能在这找到。屹立了不知多少亿年的黑玄殿覆灭了。当他心头浮起这个念头时，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内心的感受了。是该喜悦吗？毕竟黑玄族是白玄族最大的敌人，敌人被灭，理当是应该庆贺的。然而此时呢，他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快冻透了呀。极致的寒意袭到他的脑海，让他第一次产生了恐惧的情绪。别说他这样的专业人士，即便是外行人都看得出来，这里死去的人中有将近20万并没有来得及出手，他们兵器未出，而且死得太整齐了呀，莫名其妙就同时失去了性命，简直就是遭到了降维打击。而那几位被白玄族视为大敌的殿主，同样不像与人激烈搏斗过的样子，他们的残躯上除了致命的那道平切切口，并无其他的创伤，应该全都是一招毙命。这是何等的手段呢？谁人所为呢？玄界第一层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大的恐怖存在呢？这些疑问疯狂冲击他的脑海。是谁？谁干的？他豁然回头看了程哥，这应该是唯一的目击者了。看到这冰山妹子被震惊成那样，江上们得意非凡，胸脯一拔，眉飞色舞。当然是本大姨我干的呀！李涵玉陡然一震，旋即眯眼。就凭你？程哥不能忍了，什么意思啊？但紧接着呢，李涵玉就冷冷地说：“这手段不是玄力造成的，不出意外，应该是异界邪魔。而且这些人连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说明是实力比以前更强的异界邪魔。”哎，好吧，确实是一个异界邪魔干的，程哥也没办法了。傅灵大业才进行了一小半，而且目前对白玄族也有了些归属感。这时候证明是自己干的，那就是揭开仙界身份了。到时候白玄族神殿怕是不敢再容他了。一个？李涵玉再次惊了，他原本还以为是好几个呢。只有一个异界邪魔，竟然就做到了这种事啊！对啊，我亲眼所见，确实是异界邪魔干的，他也确实亲眼所见，只不过那个人就是自己罢了。李涵玉的视线都快涣散了，他喃喃自语：这究竟是何等实力？黑玄族被灭，他现在是真的一点高兴不起来。都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可那是异界邪魔，谁敢当成朋友呢？如果有朝一日那异界邪魔朝着白玄族神殿也来一次，那自己也会毫无悬念的死掉。这个觉悟让他心头无比的沉重。他是怎么做到的？你当时看到了吗？无论如何，他必须要尽量了解这个未知强敌的情报，以免到时候一丁点防备都没有。程哥看他的表情，也知道他在想什么了，心头不由无语。妹子儿，你放心吧，哥不会对白玄族下手的。就算那金玄族和银玄族，只要以后不犯蠢主动招惹，咱也没兴趣跑去灭别人的门呢。但李美女的目光都带着极度认真的执着色彩了，他只能满足她。一开始呢，他用2颗星星干掉了2个店主。什么2颗星？这个我也解释不了。难道还要跟你讲一下灵星剑心的原理吗？然后呢？其他人怎么死的？然后一轮红日变成烈日，店主之下全灭。那红日是他的招式？对那红日，李涵玉的印象极深，毕竟他当时在外面时就被波及，受到了伤了。程哥点头，啊，对啊，是他的招式啊。后面呢？后来一个月亮出现，那些店主就全灭了。就这么简单？李涵玉深吸了一口气，再次突破了他的认知啊。3招就覆灭了黑玄神殿？啊，对啊。那他是怎么用的那日月星的？就用剑唰一下那么一挥，程哥还比划了一下。李涵玉恨铁不成钢的瞪了他一眼。怎么当的目击者呀？啊，你就只能看出这么粗浅的外形吗？
如果自己当时在场，应该能看出一些深层次的力量运转过程吧。不过自己当时隔那么远都受伤了，如果在场，那现在应该已经死了，哪还能说出情报呢？这个念头一起，他才终于察觉不对了。那你呢？你怎么没被他杀死？在那种灭世级的攻击下，你区区一个极玄境是怎么活下来的？本集第586集，美女救英雄。这话成哥就不爱听了呀！什么叫做区区一个极玄境？这妹子自始至终都把他当成手心的蚂蚁，真是差点气笑他了。好吧，就算是你看扁我，也不要这样直白的当着我的面说出来，你藏在心里不行吗？成哥很不爽，撇嘴怼了回去。难道他看我顺眼，也要告诉你吗？什么？看你很顺眼？这个无厘头的理由让李涵玉觉得无比的荒唐。他凭什么看你很顺眼？因为哥长得帅，气质好，这点你能反驳吗？李美女还真的没法反驳。江城确实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帅的人，超出了她对帅的认知。当然了，她没见过海洋，见过海洋之后呢，又超了。可问题，修炼界是看实力的，又不看脸呢。这一点无论是仙界还是玄界都不例外。就因为这？那不然呢？那他长什么模样？他也很帅，俊帅程度和我是一个档次的，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和我惺惺相惜。就没有点别的特征吗？没了，因为太帅，遮盖了其他一切特征，导致最后能记住的就剩一个帅字了，久久不能忘怀。你，李涵玉努力压制想暴揍他一顿的冲动，毕竟这里还是敌营，不能乱来。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该尽快离开这里了。为啥呀？敌人都灭了，还怕什么呀？成哥死了能开挂，所以出道至今呢，还从来不知道警惕心为何物。黑玄殿总部是被灭了，但还有近千个分部，每个分部都有数位地玄境7重到9重的分店主坐镇，不可大意。说完，李涵玉闪到他的身旁，强行抓住他的后背衣领，将他提了起来，带着一起飞了。成哥本想躲开了，但不想暴露异界邪魔身份，就只能扮演弱小的极玄境境界，所以呢，也只能被迫接受这种有损逼格的屈辱的姿势。当然了，口头的抗议还是要有的。哎，我自己会飞。闭嘴，你速度太慢。专业的雪罗刹李美女很是独断专行，于是呢，成哥只能反过来抱紧她平坦的小腹，顺便嗅了嗅她身上的清香。忽然又觉得这个姿势其实挺不错的。李涵玉行事只求效率，从不在乎世俗礼法，倒没说什么。只可惜这愉快的过程没有持续太久，两人才刚飞到神殿大门，迎面就撞上一群人。之前黑玄神殿抓住了江城，总部传了讯，让各个分部都赶来观礼庆贺。而在最后神殿覆灭之前，黑玄大殿主也按下了玄气的求救信号，所以离得最近的几个分部已经赶了过来了。他们还不知道总部全军覆没，也不知道是异界邪魔干的，只知道出事，一路上是火急火燎的。迎面撞上李涵玉，当即就把他当成了入侵总部的敌人，毕竟他额头上的白玄花纹很是醒目。白玄主的外敌入侵神殿了！第一个赶来的分部2位分店主以及后方明玄庆执事全都擎出了兵器。李涵玉心头一沉，那2名分店主和他一样都是地玄9重，很不好对付。他有些后悔刚才在里面多待了一会儿。还不快下来！他揪着江贤者的后背衣领，强行将他从自己的身上剥离下来，狠狠地扔在了身后。哎，妹子，你别这么粗暴嘛！哎呀，粗鲁！成哥很不满意，紧接着就听到李涵玉的传音：“我会传着他们，你快逃！”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这个女人就率先杀进敌人阵中，发起了抢攻。这么伟大吗？美女舍身救英雄？成哥居然被震得呆了那么一瞬，差点当了拖油瓶啊！快走！李涵玉带着浓烈杀气的声音再次传来，从身后望去，能看到飞溅而起的雪花。战斗从一开始就变得惨烈残酷，美女太铁血强势了，成哥只能很乖巧的听话，开溜跑路。没办法，他目前还是极玄境，用玄力攻击的话，威力只是毛毛雨，别说帮忙了呀，反而会添乱。用仙力倒是能秒杀全场，可是那就暴露了自己是异界邪魔了。那是江城，死记玄文，抓住他！那边正在和李涵玉战斗的2名分店主之前得到的传讯里有成哥的样貌，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们果断就想放弃李涵玉，全力抓捕江城。后者的价值要高太多了呀，只可惜没办法办到。李涵玉已经杀疯了，玄族以近战为主，攻击力主要都集中爆发在小范围内。但此时呢，以他的族体为中心，方圆万丈却都成了冰雪的世界。唯一的通路就是成哥的方向，其他地方全部封死了。此女不愧为白玄族神殿从前的第一天才，面对同等境界，以1敌2，竟还不落下风。为了让江城不被追击，他甚至还把其他所有之士也都圈进了攻击范围。成哥不好浪费他的努力，只能用极玄境最快的速度向远处飞去。他的内心无奈呀，如果李涵玉没来，就这些敌人挥挥手的事，哪用得着这么麻烦呢？
但现在呢，美女非要救他，他只能配合了。飞了一段，估摸着超出李涵玉的感知范围了，他才收敛浑身气机，又悄悄潜了回去。冰雪封死的区域已经坍塌了，妹子独自一个人在那战斗，程哥又不是铁石心肠，在远处看了一眼，他就不由赞叹。就这么一会儿，地上已经躺下了3名执事和7、8名护卫长。江城还没学任何的拳技，不过以准地的战斗经验，也能看得出此女比其他人更高明的地方。相对于那2名分店主，李涵玉不光力量更精纯集中，而且每一式都更加简洁高效。更重要的是，他悍不畏死。看他大开大合的战斗风格，很难将他与本来的美妙形象联系在一起。不过可惜敌人太多了。这里是黑玄族的主场，神殿外的黑玄族人虽然被程哥之前的红日覆盖消灭了一部分，但还是源源不断的闻讯赶来。李涵玉再强，也不可能到程哥这种无视数量开挂的地步。不过呢，他为江城创造跑路机会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了。表面看他杀疯了，但头脑异常清醒，并没有不自量力的血战到底。即将不敌之前，突然就抽身脱离战圈，朝着程哥先前的方向突围而去。下方分店的人立即传讯其他分店阻拦，同时出兵。一队进入神殿内部查看情况，一队追击李涵玉与江城。不过这时李妹子不在场，程哥也终于可以大胆出手了。本集第587集，正确的操作。红绝剑一出，江掌门直接用出了最强的生灭剑息，一剑扫落，压根不需任何剑招剑势，死力弥漫。那些护卫长和执事的生机都不够剥夺的，地上哗啦啦倒了一大片。2名追在最前方的店主突然从半空跌落下来，如影随形的死之力就像是飞快蔓延的死神之手拂过，2人抵抗了那么2秒，随后衰败而亡。除了眼中残留的惊骇恐惧，他们到死都没能发出声音，也没能看到敌人是谁。料理完了他们，程哥才连忙展开速度，绕路飞到前方更远处，等着队友找到自己。片刻后，突围逃亡的李涵玉果然看到他那身银白色的镂空轻甲早已处处染血，也不知道哪些是敌人的，哪些是他自己的，只能从那苍白的近乎透明的精致脸蛋上看出他的状态不好。也是，刚才那2名店主境界和他一样，还有那么多帮手，他不光要挡住他们，为了给江城创造机会，还要封堵每一个人，不可能不付出代价。见到江城在前方慢慢的飞行，他一掠而过，再次抓住他后背衣领，一言不发，继续提着他向前飞遁。程哥很想告诉他，刚才那波追兵已经挂了，妹子呀，你的状态好吓人呐，赶紧疗伤治疗吧。只可惜他不能说呀，只能在他的羽翼保护下继续无所事事着。暗处的苍灵都看不下去了，悄悄传音鄙视：把人累成这样，你好意思？这是什么恶趣味？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苍灵想了想，暴露一些身份之后，一系列麻烦也不由得焦头烂额。好像还真只能这样。这一路也不知飞了多远，到了后面呢，李涵玉已经是湿漉漉的汗水，速度越来越慢了。江城能看出他的状态越来越差，恐怕意识都早已涣散，只凭着最后一股执念继续逃亡。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旧不时的在本能驱使着变换着方向，避免被敌人找到。对于每次轻松秒杀的江掌门来说，这种血与汗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场面呢，实在太陌生了。某一刻，李涵玉终于彻底失去了意识，从半空跌落。江掌门正要出手保护一下，就见他身上突然蔓延出了无数的冰花，冰花相互凝结连接，眨眼间就组成了一个冰球，将2人牢牢地包裹在里面。冰球重重落在了下方原野上，并没有传来太大的震荡，反而缓缓地陷了下去。江城身在冰球内部，但还是能感知到外面的情况。这冰球四周数十里的草地已经神奇地变成了泥泞的沼泽，冰球一直向下沉，很快就没了一点踪影了。如果不仔细查探，只是路过这里的话，还真的找不到他。想不到他还有着最后的保命手段呢。冰球内，李涵玉昏迷过去，程哥与他紧紧贴在一起，能轻易察觉到他体内的旋力运转情况，比正常情况下要慢了许多倍。这是受伤外带透支过度带来的后果，没几个月怕是恢复不过来了。难道他的打算是在这地下冰球中待几个月，自我恢复，等到风头过去了，然后再潜回白玄族那边吗？程哥不得不承认，这女人呢，虽然实力相对自己很弱小，但做事稳。如果自己真是一个普通的极玄境，那他从御敌到现在的一系列操作，全都算是正确的营救姿势。一个地玄境能从敌人的核心老巢将一个极玄境毫发无伤的活着带回来，这完全就是一个奇迹，就是时间太长了。几个月和一个绝世美女真的贴身相伴，他承认是个不错的体验，可问题是冰球太小了，蜷缩在里面动都动不了，而且太闷了呀。思索片刻，他终于从戒指内吸出了一枚高阶的疗伤玄药，玄药闪烁着微微的光点，将冰球内部照得亮了几分。
从两人之间的缝隙中，那枚玄药飘飘荡荡，最终停在了李海玉的唇边。成哥轻轻吹了口气，玄药融化，而后自然而然地渗入他的口中。片刻后，玄药的效果散发，李涵玉苍白的惊心动魄的脸蛋渐渐恢复一丝血色，呼吸也不再若有似无。哼，我还以为你要趁火打劫呢。苍灵忍不住调笑：“哎，老姐，你别把我怎么往歪了想，对不对？咱就算是爱占便宜，那也是要取之有道，对不对？这妹子是为了救自己才变成这样的，她还不至于那么没底线。”疗伤玄药的效果非常显著，半刻钟之后，李海玉就醒了，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随后呢，璀璨的眼眸再次与陈哥相对。冰球太小，蜷缩着的两人相互交缠，紧紧相拥，彼此互望着。江掌门脸皮厚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而李涵玉居然也很平静，压根没像某些桥段中那样，哎呀妈呀呀，是个啥呀，尖叫，然后把男人推开。他的眼神甚至没有露出什么波澜，刚刚苏醒就很冷静。雪岩香水，7品的疗伤玄药，极度罕见，是你给我喂下的。他自己能感知到自己体内多了什么，陈哥大方的承认啊，对啊。李涵玉沉默片刻，你从哪得来的？之前在黑玄殿那边捡的。于是他不再追问。我需要继续调息恢复，大约要2天。这2天你不要乱跑，就在这里别动。说完，他闭上眼睛，立即再次进入了恢复状态。陈哥张张嘴想说点什么，你真的不计较咱们俩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亲密姿势吗？但此时李涵玉都已经封闭了6感了，进入了深层次的修炼状态。我怎么感觉全程都在被他指挥着呢？这是错觉吗？暗处苍灵戏谑的笑声传来。大胆点儿，把错觉去掉。你这堂堂的准帝后期，居然被一个弱小女娃牵着鼻子走，还真是一物降一物呀。什么一物降一物？哥只是为了富灵大业演戏呢，暂时的罢了。还嘴硬。切，你信不信？用不了几天，她就会在我面前变成温柔听话的小女人。你就吹吧。本集第588集，这是什么精神？2天后，李涵玉果然准时从修炼中退出来，他的状态现在基本恢复圆满。两人从地下升起，破冰而出，外面并无敌人，久违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不过李美女并没有欣赏和感慨的意思，她又次抓住了陈哥的衣领，提着他飞向高空，直奔白玄族方向。那个美女啊，怎么？你下次能不能别上来就抓我衣领？没有面子的，你大不了我主动抱着你不行吗？这个极玄境的弱鸡真的太他妈不好扮演了。陈哥感觉自己的逼格正在一点点的出现瑕疵，逼王的宝座都开始震颤了。而高冷的李美女压根没回应他这不成熟的小提议，于是呢，他的逼格被迫进一步的降低了。该死呀！将来富灵大业结束，哥一定要亮出真实身份，吓死你，挽回全部的逼格。江掌门想着眼前的局面，还是要想办法缓解一下。就算他不变成为自己奸叫的小迷妹，那起码也要保持对逼王的基本尊重啊。于是呢，他抱得更紧了。飞着飞着，前方忽然出现了一群人影。李涵玉正要避开，却见对方也主动逃散了。他立即转向，连忙飞向了另一侧。怎么了？向来都是正面硬刚的陈哥，表示自己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前面有埋伏。你怎么知道啊？高冷而又专业的李美女没给他解释，又飞了一阵，远处又有重重人影。于是呢，李涵玉不得不再次变换方向。如此数次，他最终停在了一片不起眼的大山之中，迅速找了个偏僻的地方隐藏起来。随后又飞快布置了隔绝查探的灵纹禁制，这才将陈哥从身上扯下来，一脸木然地宣布了结论：我们暂时回不去了。江掌门举举右手，发言提问：我看那些人实力不强啊，没什么好怕的吧？他们只是外围的风雷啊？啥意思啊？就是侦查和传递消息的耳目。原来这样啊，也就是说后面有高手埋伏？没错。尽管形势很不乐观，但李涵玉还是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冷静。黑玄族这边936个分部很可能已经全部出动了，而1万黑玄族人全都是他们的耳目，我们陷入了包围的海洋。这么大的阵势让程哥也意外不已。他们的神殿都被灭了，群虫无首，居然没有崩溃四散。如果是个宗门被灭的话，周边附属小宗门家族的人应该早都惶惶不可终日，然后逃散一空了。李涵玉淡淡说：神殿总部被灭，他们确实会崩溃，但不会逃，反而会变得更加疯狂，如同自毁一样的疯狂。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还真的是风俗人情不同。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操作？将从这里穿回到白玄族很难，除非大店主和其他店主们来接应我们。李涵玉望着外面林木掩映下的群山，但我们刚刚已经暴露了行迹，
敌人有了目标，会逐步缩小包围圈，我们可能撑不到那时候。而且这里距离我族太远，传讯也传不了那么远。成哥是真想杀出去，轻松扫灭一大片，大摇大摆地走回去。孩子想去外面装叉求求了呀，但是呢，他用脚都能猜到，这独断专行的强势女人肯定不会让自己出去乱晃送死的，他会按着自己的脑袋，让自己缩在他的羽翼保护下，这就很无奈。于是呢，他只能破罐破摔，听听他的计划。你就直接说，我该怎么做吧。李涵玉默然片刻，这才淡淡说，接下来我会独自出去与他们交战。江掌门抽抽嘴角，那么多的分部，地玄境7到9重的分店主得有个几千个吧，你打得过吗？打不过，但我可以将包围圈渐渐地带离这片区域。你的意思不会是要独自引开包围圈，让我独自一个人逃回去吧？这也太舍己为人了吧。不，就算没有包围，以这点实力也逃不回去。李涵玉盯着他的眼睛，你就待在这里，哪儿都不准去。黑玄族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再加上我和他们大战，应该能引起我族神殿那边的注意，我也会想办法传信给那边，让店主们来营救你。一定要等到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他全程只是在交代行动细节，没有一句感慨。说完呢，他转身紧了紧手中的剑，便打算雷厉风行的按计划去做了。你会死的！江掌门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为什么能为我做到这一步？难道你爱上我了？李涵玉没回头，只是淡淡的回答。你天赋更高，活着会比我更有价值。神殿的诸位店主们应该也会赞同我这么做。这个回答让陈哥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尤其他的语气还是那么平静，平静地陈述一个事实，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悲哀低落，仿佛即将赴死的那个人不是他自己，仿佛自己修炼那么多年，使命就是为了今日的一死。江城不理解他，却发现自己好像没那么抗拒被他指挥了，于是呢，他决定做点什么。其实你可以晚2天再行动了，以后好好修炼。李涵玉的话还没说完就愣了，随后猛然转回头，呆呆看着江城手中的剑。那把刚刚从系统兑换的玄剑正在被挥动，施展着一套不知名的玄术，剑身转动并不快，附带的也只是极玄境1重的玄力，本不该让李涵玉露出这种震惊的眼神的，但此时的他却是死死看着剑尖上那一点点晶莹的冰花轨迹，那冰花时减时繁，聚散不定，带着无尽的玄妙韵味。他看不出其中的玄奥，但他能很轻易地判断出其中蕴藏的威能。这玄术的威力远远超越了极玄境9重的极限，如果运用得当，甚至能越级斩杀洞玄境5重以上。玄术也是有品阶之分，品阶越高，威能越强。而这玄术已经完全碾压神殿任何一种玄术的效果，甚至超罗了白罗9玄秘典中的顶尖玄术。这怎么可能呢？陈哥收剑，含笑而立。李涵玉再也无法淡定，他快步来到陈哥面前，急急地问：这是什么玄术？第589集，亲一下。这玄术不光具备着不可思议的威能，而且看起来好像还是冰系的，和他完美匹配。虽然刚刚只有2式，但如果他学会了，那再配上黑玄族那些同阶的分店主，应该就能轻松干掉几个。李涵玉对什么都能看淡，比如世俗礼法，比如自己的性命，唯独在修炼和提升实力面前，他异常在乎。这也是绝大多数天才的共同特征。好吧，逼王陈哥除外。看到他终于被吸引了，江贤者暗松了口气。如果他还不回头，那自己就只能暗中跟着他帮忙对敌了。隐藏异界邪魔身份的前提下，那种操作实在是太麻烦了。你想学？李涵玉重重点头，虽然还是面瘫表情，但眼神却有着迫切的期待之色。这是什么玄术？不灭千华剑经。这门玄术其实并不是冰系的，千华剑经包罗万象，冰系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而已，可以匹配剑心使用，但必须要用玄力。李涵玉没听过这门玄术，不由得问了：这至少也是天阶玄术了吧？天阶玄术在玄界第1层是不存在的，那是上层地玄境才能修炼的玄术。在他看来，这应该就是那个层次的了。天阶，那是什么破烂儿？这是比地阶还高的至尊级玄术，好不好啊？这门玄术自然是他从系统兑换来的，除了暗中帮李涵玉战斗，另一个办法就是短时间内提升他的战斗力。剑心没法传授别人，仙法玄族人学不了，他也不可能教授。再加上江城自己本来也就需要一门玄术装点门面，这里是玄界，将来去了更上层，总不能一直靠着仙法武技作战的。所以呢，兑换一门至尊级玄术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激活之后，他自己相关的玄术自动达到大圆满，
他目前玄力境界太低，所以还施展不出多高的威能，但感悟却已经满级了。比地阶还高的至尊级？李涵玉压根没听说过至尊级的拳法，但他听说过传说中的地级。据说呀，那已经是上层一些地玄境都接触不到的层次了，居然还有更高层次的吗？他有些怀疑江城在吹嘘，但刚才那两式的离谱威力摆在那里了，于是他的心不争气的加速狂跳起来，强忍着最后一丝理智，他追问一句：你是怎么得到的？成哥早就准备好了说辞啊，这都是因为紫金玄文的功劳。紫金玄文？对啊，我的玄文每隔段时间会自动出现一些玄术，你可以理解为一种传承。反正紫金玄文只有他拥有过，别人也不知道这玄文到底什么样，还不是随便他怎么编吗？居然还有这种事！李涵玉表示开眼了呀，同时呢也真的是羡慕了。离谱，究竟是什么天赋呀？玄文还附赠至尊级玄术，一条龙服务呀！那你真的愿意教我这无面千华剑经吗？那个，我目前只有前两式，这两式的威力应该足够李涵玉从重围里杀出去了。千华剑经中，兵系部分其实足足有810式，越到后面越高深，威力越强。不是江长们私藏舍不得教他全套啊，而是后面难度倍增，需要大量时间领悟。何况呢，他也没耐心给人当老师，自己飞仙门弟子他都没有教过修炼呢。两式也行啊。望着他那宛若麒麟族看到巨型珍珠一般的希冀狂热的眼神，成哥乐了，这比自己预想中的效果还要显著呢。于是呢，他摸了摸下巴，教你之前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李涵玉警惕起来，成哥回想起之前苍灵的嘲笑，有了主意。你信我一下，当初大店主要安排李涵玉来管教他，江贤者其实也知道了一些此女的传闻，在此之前都没有男人能接近她身边3尺范围。这种毫无经验的女人主动亲过自己以后，哎呀，没准从此性情大变就软了呢。而且这不正是自己挽回逼格的大好机会吗？你也太无耻了吧，居然用这种手段！暗处的苍灵看出他的打算，都忍不住传音骂他了。但他话音没落呢，李涵玉就凑近江城，伸过白皙的脖子，薄薄的红唇在他脸颊上飞快地啄了一下，完全都不带一丝一毫犹豫的。可以了吗？亲完之后，他神色如常，没有任何乘客意想中小鹿乱撞、两颊绯红的激动反应，更不存在什么意乱情迷，给人的感觉呢，他刚刚喝了口水，不值一提。这算什么呀？啊，这种平淡的反应让陈哥得不到任何的满足感呢，逼格也完全没有提升的迹象啊，这不应该呀。你不会是打算反悔吧？李涵玉的语气依旧平静，毫无波澜，只是淡然地看着他的眼睛。没有，我会教你的。成哥说到做到，接下来呢，他还真的就为此女讲解起了入门第一式的玄奥精要。一开始李涵玉听得似懂非懂，至尊级实在太高了，但江城这门玄术都已经大圆满了，高屋建瓴，教一个初学者各种入门诀窍，那不是手到拈来吗？渐渐的呢，他就真的听明白了一些。随后江老师闭嘴，让他自己在一旁慢慢的演练，偶尔还会指出一些错漏之处，帮他修补。时间一点点流逝，一天一夜后，李涵玉这第一式终于用得有模有样了。他的天赋本就仅次于江城，何况入门呢，前两式也是最简单的。学完第一式，李涵玉信心倍增，于是再接再厉，要学第二式。但这次呢，江老师却没有教他。我刚才说的亲一下，只是教你第一式而已，可不包括第二式呀。他老神在在的躺在变出的躺椅上，悠哉悠哉。其实原本是打算两式一起教的，可惜刚刚那吻吻得太敷衍，成哥很不满意，所以他坐地起价了。那你要怎样才肯教我第二式？第二式威力要比第一式更大，对李涵玉这个修炼狂有着极大的诱惑。本集第590集，用数量堆死你。想学第二式很简单呢。成哥嘴角一翘，指了指自己的嘴唇，那亲这里，脸颊不算。他想着刚才那一吻，这妹子反应那么平淡是有原因的，亲脸哪有亲嘴反应大呀？两者意义完全不同啊！就不信你亲嘴了还能脸不红气不喘？刚才苍灵都在暗中嘲讽自己魅力不够了，这场子必须找回来呀！他的话音刚落，嘴唇就微微一凉，根本都不等他起身，李美女直接俯下身吻了下来了，双唇互碰，成哥能感受到那片柔软，能清晰地嗅到她的清香，同时呢，也能以最近的距离和她四目相对。他没有闭眼，浓密的长睫毛甚至都刮到成哥的眼睛了，这样的接触不可谓不亲密。你扎我眼睛了！但是呢，他那漆黑的眼眸却依旧如同平静的湖水，波澜不惊啊。短短片刻之后，他站直身子，结束了这一吻。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虽然语气还是不带什么感情波动，但给人的感觉就是急很急，搞快点！不是你他妈，成哥差点崩溃了，这女人是冰雕转世吗？成哥第一次有些怀疑自己的俊帅程度了，不应该呀，走到哪儿咱不求到哪儿都人人爱吧，对吧？但已经亲嘴了，你好歹给点反应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刚刚亲了块石头呢，你这下好了，逼格没挽回，反倒进一步的降低了。暗处的苍灵笑得满地找头啊！啊，真的，他就是你的克星，你别不服，真该让其他人都来看看这一幕，看看他们伟大的江掌门是怎么被当做工具人使用的。成哥咬咬牙，想还两句嘴还还不了。原本他对于押服李寒玉没那么在意的，只当是装叉之余的一些小插曲。反正呢，将来揭开异界邪魔身份那天，此女自会被震得瑟瑟发抖的。可现在呢，他还真就较真了。行行，我教你啊！成哥说话算话，咬牙切齿起身，第二式又分解开来，细细揉碎，传授给了李寒玉。这式比入门第一式难了不少，足足花了2天1夜，李寒玉才勉强掌握。事实上，这2式他真的想要融会贯通，今后还需要大量时间修炼。目前程度呢，只能说是可以用出来，火候还早。不过在当前战斗中活下来已经足够了。还有第3式吗？李寒玉都学得有些停不下来了呀。当然有了呀，但是哥现在心情不爽，不想教了，暂时没了，你可以滚了。李美女倒也不计较他这恶劣的语气。你在这里好好等着，不要乱跑，我一定会让店主们来救你回去的。成哥听着就很不是味儿，什么叫不要乱跑啊？你带孩子呢？看来自己还得再想想办法呀。望着李寒玉消失在远处的窈窕身影，他摸着下巴盘算，这千华剑经中兵系一共是810式，亲1次2次的你没反应，那是亲800次呢？量变引起质变，哎，咱用量堆也能堆死你。就不信了，一个人重复亲了800多次之后还能无动于衷，那他妈都亲够了，还能有啥感觉呀？到时候应该早都亲出习惯，亲出感情来了吧？他搁这山上做数学题时呢，另一班的白玄大店主白罗真已经在黑玄族的地界内飞了好几天了。黑玄神殿总部被毁的消息已经传遍了玄界第一层了，引起的轰动是天崩地裂级的。白罗真之后到过现场，也看到了异界邪魔的可怕战绩。实力越高的人能从现场看出的东西越多，这让他近乎绝望。这尊异界邪魔的实力已经超出到他的想象极限了，这哪里是什么准帝后期级别呀，都远远超越曾经那2尊仙帝魔帝级别的异界邪魔了。曾经纵横一时的孤月心机在此人面前都只能算是小角色。如果这邪魔进攻白玄神殿，那他们不可能挡得住了。再加上被掳走的大贤者下落不明，让他的心情无比沉重。好在呢，他也及时得到唯一的好消息，江城没被异界邪魔杀死，而是被李寒玉救走了。虽然有些无法理解江贤者是怎么活下来的，也无法理解李寒玉怎么救出他的，但这件事当日有不少黑玄族人目击到了，应该是错不了的。这2人还没有回到白玄族，应该还留在黑玄族内。这几天呢，他就在四处寻找，一路上也打了不少仗。黑玄族上下都已经疯狂了呀！虽然分店主们实力才地玄境，但是架不住数量多，悍不畏死。数次战斗下来，白罗真也不轻松啊。这天呢，他飞着飞着就发现前方爆发一场大战，难道是白玄神殿那边的店主们过来了吗？凑近一看，就见到一女独自与7名黑玄分店主激战正酣。此女毫无悬念落在下风，岌岌可危，仿佛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但陡然间呢，那柄冰剑之上却爆发出了千朵万朵的冰花。对面的7名分店主如避蛇蝎，仿佛早就吃过苦头一样，连忙闪避，却已经晚了。其中1名店主不慎被一朵冰花沾染，紧接着剩下所有冰花像是找到了目标一般，宛如蜂群，瞬间将此人彻底包裹起来。冰花炸裂粉碎，丝丝寒气飘散在半空。与此同时，还有那分店主轰成渣的零碎尸身。这一时过去，其他分店主才终于敢再次合围上来。白罗真一开始还以为是冰灵店主来了呢，再看这可怕的玄术，才惊觉这不是冰灵店主能有的手段。而后仔细观瞧，愕然发现此人居然是李寒玉。这怎么可能呢？这7名分店主都是和他同阶的地玄9重，别说7个了，就算是3个他都吃不消了。何况在那下方还能看到另外2名黑玄分店主碎裂的尸身，也就是说他一开始是以1敌9。难道李寒玉进入了天玄境吗？这也不可能啊！没有经历神殿的特殊仪式，一到天玄境就会被动飞升到上层，无法在第一层停留。何况他挥出的内势玄力特征也确实还是地玄境的特征，只不过呢，内势本身太过神奇了。寒玉莫慌，我来了。他也不可能在一旁看戏，连忙也杀了进去。而就在他刚刚到场时，李寒玉又凌空朝着其中1名分店主刺出了一剑。本集第591集，震惊的大店主。这一剑与那名分店主相隔足1000丈之遥，并没有刺中他，
对于习惯近战的玄族人来说，这种远程攻击通常也没有多大效果。但是呢，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就见那名分店主突然就慢了下来，他的腹部位置神奇的出现了一朵偌大的冰花，他疯狂扭动身躯，像是要摆脱什么，但是呢，冰花由内向外迅速蔓延到全身，而后他再也无法动弹了，直接从半空栽落，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彻底殒命。这是什么玄术？白罗真身为白玄大店主，自己都被李涵玉给惊吓到了。他有一种直觉，这玄术如果顺利打在自己身上，自己这个天玄七重也会受到一定的创伤。难道这丫头以前隐藏实力了吗？不可能啊，这都远远超越镇族之宝白罗九玄真经里面的至高玄术了。带着强烈的疑惑，他加入战斗，而他这一加入，剩下5名店主自然再也无法抵挡，很快被杀得节节败退。白罗真慢慢就发现了，李涵玉除了刚刚这2式之外，其他时候的表现和从前没什么分别，他还是以前的实力，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多了2记灭杀性的大杀器绝招。不可思议，哪儿学的呢？难道就像传说中一样，在什么山洞湖底得到了上古的传承秘藏吗？可问题是，玄族历史上也没听说过这种强到离谱的玄术呀。5名黑玄分店主很快被2人绞杀。战斗一结束，李涵玉就连忙见礼：“参见大店主。”快免礼，你辛苦了。江城你可曾见到？尽管对那玄术无比好奇，大店主第一个问题问的还是陈哥，足以代表心目中的分量。他被我留在了一处隐秘地带。李涵玉飞快解释了一下，大店主喜出望外，江贤者没事就好。2人飞快朝着陈哥藏身之地飞去的同时，他也表扬了一下李涵玉：“你这次做得非常好，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回去之后定会赏赐你。”李美女并无丝毫兴奋之情，只是木然说：“他是从我手中丢掉的，本来就是我的失职，只求弥补，不求赏赐。”即便面对大店主，他依旧是平静无波的面谈状态。如果陈哥看到这一幕，或许心里会平衡一些。这女人并不是对他没感觉，而是天性如此，对其他人也热情不起来。何况他好歹让他震惊过不止一次，已经算是最特别那个了。大店主显然早习惯他的风格，完全不以为意，反而笑道：“要赏要赏。”随后呢，他就忍不住问出那个疑惑了：“刚才你用出的那玄术是什么情况？”“是大贤者教给我的。”李涵玉毫不隐瞒。“什么？”大店主差点停下来。“他教给你的？他自己都才极玄境啊，而且他在神殿都没修炼过玄术，怎么可能会这个？而且还教给你？”“这是因为他的紫金玄文很特殊，能得到功法玄术传承。”李涵玉一五一十地将陈哥编出的话又说了一遍。大店主震惊了：“竟然还有这种事儿！玄文还能附带着传承功法玄术？”“他还说这是至尊级的玄术，比地阶还高。”深知地阶是什么意义的大店主嘴巴久久无法合拢。我的天哪！他现在更加确定了一件事，此人真的是白玄族的族群之宝，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宝贵无数倍。难怪大贤者说他是指引族群方向的，原来是这个意思呀。这也算是企业级理解了，毕竟当时陈哥只是为了要有个牌面的身份信口胡诌的。待在山里的江掌门哪儿都没去，他正忙着用密空圣杀提升上次获得的玄文境界呢。本以为李涵玉这次没个3、5天都见不到，没想到1天不到回来了。“哎，白大姐，你也在啊？”他停下炼化，朝着大店主抬手打了招呼。听到这称呼，原本还欣喜万分的大店主满头黑线，他没好气的落到江城面前，扬怒说：“什么大姐？没大没小的。”话虽这样说，眼内的担忧和宠溺却是怎么都藏不住。“哎呀，我这大贤者和你本来就平辈嘛。”“你这次没受伤吧？黑玄神殿那边有没有对你下什么手段？”大店主也不管他的称呼嘞，很自然的切换到老妈担心儿子的模式。被他上下检查身体情况的陈哥无奈至极：“没有，他们被我的帅气所震慑，并不敢对我怎么样啊。”江城可不傻，看到他那店主紫袍上早已风干的血迹和那风尘仆仆的憔悴面色，也能猜到之前发生什么了。他也是舍命来救自己的，向来坦荡的他也不由得暗叹了一声：如果当年异界仙人一开始和白玄族友好相处，那该有多好啊！那自己现在根本不需要伪装，可以坦然地享受他的好意了。你这孩子，说话总是没个正经。真正确定江城没一点伤势之后，他总算是放下心来。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要速速返回本族神殿。大店主一声令下，李涵玉又朝着陈哥伸手了。不过可能是联想到他那可以得到至尊级玄术的紫金玄文，也可能是大店主在场，最终呢，他那粗暴的动作改了一下，没有提到后衣领，而是将他背了起来。陈哥乐得如此亲密接触，之后的一路就顺利的许多了。遇到敌人有大店主亲自开路，
天旋七重的实力，来10个8个分店主还是能搞定的。不过呢，随着他们的暴露，越来越多黑玄族分店也从4面8方围了过来。确实，黑玄族顶尖高层尽灭，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衰败，但眼前的局面却是迫在眉睫。人数多到一定地步，形成了碾压，尤其还是一群发疯的疯子，大店主也扛不住了。渐渐的，3人在距离白玄族不远处的一处山谷再次藏了起来。不行，冲不过了。大店主神态认真而凝重。还好这里距离我族很近了，我已经传讯给其他几位店主，让他们带人来接应。李涵玉点头。就怕我们等不到那时候。刚刚那群敌人离得太近，已经知道我们藏在这片区域了。本集第592集全灭。我和你一道去引开包围，再拖延1天应该就没问题了。李涵玉的提议让大店主也微微颔首。就这么办吧。说完呢，他亲自给成哥周边布上了隔绝和隐蔽禁制。又来啊，成哥都无语了。江贤者，你就在这里好好等着。临行前，白露贞千叮万嘱，其他店主1天之内就会赶来，不要害怕，也不要擅自离开，我一定不会有事的。说完呢，他和李涵玉双双飞向了远处。都快到家门口了，还要等吗？望着2人消失的背影，成哥是真的崩溃了，一身实力不好展露，真麻烦。他忽然一拍脑门，哎呀，自己是真傻了呀！掏出乱阵令，他悄无声息地从禁制内脱身而出，随后以更快的速度超越到2人前方，眨眼间就将他们甩得远远的。迎面就见到一群四处搜寻的黑玄族分店的高手，约么10几个分店主和数百名执事以及数万的护卫。一看到他迎面飞来，这些人如获至宝。哎，是那个江城老大了，抓了！我族大店主之死一定和他有关，报仇啊！望着那一双双被仇恨侵袭的疯狂的眼睛，成哥冷笑一声，还真的是强盗逻辑呀！你们抓了我，最后我被灭了，扣我一口锅啊？不对，这次你们还真的蒙对了，你们的大店主的死确实和我有关。他也懒得和这些人墨迹，红绝剑一出，生灭剑心和死之力同时浩浩荡荡覆盖出去，天空灰雾，死气弥漫，竟然都变了颜色了。原本喊杀冲天的数万人首当其冲，随后呢，天上下起了饺子，死之力直接剥夺了这些人的生机，哪怕那些分店主也不例外。在李涵玉眼里，这些分店主是势均力敌的强劲对手；在大店主眼里，这些分店主是颇为难缠的阻碍；而在成哥眼里，这些分店主和不会修炼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都是一次覆盖性攻击就会殒命。这帮人还没有完全掉下去呢，他就在半空将他们身上的玄甲和随身资源全都收了。至于那些死去的地级护卫，他都看不上眼了。干掉这一片，他毫不停留，转头杀向了另一边。一场又一场瞬杀很快就发生在不同的战场。最近这些气势汹汹、到处肆虐围剿的黑玄族分店，终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临死之前，他们甚至都来不及说出异界邪魔4个字。江城的剑下压根就不存在活着的目击者。短短1刻钟之后，这片群山周边千万里已经不存在一个活着的分店修士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灭掉了多少个黑玄店的分店，估摸着呢，就算没全灭，也剩下不到1%了。而从这帮人身上收来的战利品，也快能赶上总部那边的一半了。往系统那边一兑换，又是数百亿功德，进账了。哎呀，早该这么干了。这下玄文又能提升一部分，哥之前真是糊涂呀，还在后面蹲了那么些天。干完这一波，他才再次回到之前的山里，重新进入了那隔绝隐蔽的灵纹阵中，等着大店主和李涵玉回来启程。现在呢，都没有敌人了，总不用忧心忡忡了吧？就在他刚刚回到这里，大店主和李涵玉2人也总算是紧赶慢赶，赶到了前线包围圈位置。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飞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看到敌人。2人意外的同时也警惕起来，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大店主巧声叮咛，小心埋伏。李涵玉点头，随后呢，他们就发现了下方掉落了一地的尸身。这2人目瞪口呆，俯冲而下，查探之后更是大惊失色。发生什么了？他们怎么都死了？大店主忽然惊呼，瞬杀，他们是同时死的。李涵玉的面瘫表情终于有变化了，他急声说，那是一阶邪魔，他又出现了。什么？大店主心头狂震，比听到黑玄族所有分店合围过来还要沉重无数倍，那就像是他们头顶随时可能会压下的黑云，谁也不知道里面藏了多么可怕的魔鬼，只知道他一出现，那就是无可抵御的神威降临。2人之后又飞到其他各处，看到了更多的尸身，没有活人，一个都没有。敌人全灭，他们的包围已经就这么神奇的解除掉了。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大店主倒吸凉气，甚至不禁站立起来。世间竟然存在如此之强的异界邪魔，难道异界那边的先帝
还不是最强的吗？第一层不应该会有这么超出常理的存在啊！糟了，江贤者！大店主突然想起了还留在原地的江城，尽管此时他内心充满了对异界邪魔的恐惧，但还惦记了成哥的安危呢。虽然明知自己赶回去也挡不住那异界邪魔，但两人还是火速的回到那边，打开灵文禁制，看到江长们还好端端的，两人同时松了口气。成哥笑眯眯的迎上来：“哟，这么快回来了？哥的杰作还满意吧？”出事了，出大事了！成哥有些纳闷，敌人全灭，为什么你们的表情就像是死了自己人一样呢？咋的啦？异界邪魔出现在这片区域了。大店主当机立断，做出决定：我们暂时不能离开这里。我已经通知我族神殿那边，让他们全都散开藏身，避免被异界邪魔一锅端。他一边说着，一边又加了几道隐蔽气息行迹的灵文和禁制。这段时间就在这里，哪都不要去。等过几天，那异界邪魔不在了，我们再悄悄的离开。啥玩意儿？居然还要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常住？有没有搞错呀？成哥懵了呀，他还以为两人回来后就会宣布敌人全灭、包围解除的喜讯，然后和自己大摇大摆的回到白玄族。结果呢，他们居然做了个相反的决定。感情哥刚才白忙活了吗？为了早点回到神殿舒服的环境，他只能劝说大店主，其实对异界邪魔也不用那么提防恐惧的嘛。本集第593集，他是你的终生大敌。可不要胡言乱语。大店主眉头一皱，沉声说：“你还年轻啊，不了解异界邪魔的可怕之处。”我了解啊，哥们儿打过交道的先帝魔帝都可以组成一个加强连了，而且你们现在担心的那个异界邪魔，那就是我本人呢。这个世上还能有谁比我更了解的吗？不，你不了解。大店主拿他当萌新呢，还加重语气强调了一下：异界邪魔与我们是天生的死敌，他们强大而凶残，见到我们玄族人多半会不死不休，极少有相安无事的。极少？那也就是说总归还是有例外的，对吧？是有例外，确实有一小部分异界邪魔苦心修炼，闭门不出，对征服玄族并无兴趣。大店主缓缓说：但那只是极少数，而且这次出现的异界邪魔显然不在其列。还不等江城反驳呢，他继续说：此人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一尊异界邪魔，而他覆灭黑玄神殿、绞杀大量分殿的残暴手段更是冷酷到了极点。他的危险程度甚至要比历史上所有异界邪魔加起来还要高，堪称灭世级。成哥听得嘴角直抽，你当着当事人的面这么诋毁真的好吗？啊，大姐，黑玄族难道不是白玄族的敌人吗？咱们应该感谢他帮忙灭敌啊。看到他还为那异界邪魔说话呢，大店主差点气笑了。你真是天真呢，黑玄族被灭是好事，但那异界邪魔杀他们并不是为了帮我们白玄族。他摸了摸成哥的脑袋，就像母老虎，不是，就像老母亲教导亲儿子人生哲理一样。这世间有一种人专以杀戮为乐，他们的心性早已扭曲。此人应该就是那类邪魔，他很可能根本没把我们玄族当人看待。这次他能灭掉黑玄族，下次屠刀可能就会挥到我们白玄族身上。最后呢，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小程，你要记住，异界邪魔不能信任，尤其此人，他应该就是你的终生大敌。我是我自己的终生大敌，可还行啊。成哥只觉得啼笑皆非呀，他忍不住叹道：哎呀，那怎么办呢？以后我见到他就拔剑杀上去吗？你这孩子又说胡话。大店主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你现在哪里是他的对手啊？等你升到上层，将来成为地玄境，或许才有与他一战之力吧。不过就算那时候你碰到此人，也尽量不要激怒他，能避则避。此人太过危险，能在他面前活下来就已经算是万幸了。有没有那么夸张啊？我觉得大姐你真的是多虑了。陈哥心说，哥们儿将来还要揭开身份呢，别到时候你们直接跟我反目成仇了，还是打预防针吧。我觉得啊，这次的异界邪魔对白玄族没什么恶意。你看，上次我族那两批护卫长碰到他，不也都没死吗？人家宽容仁慈的很，咱们完全可以和他做朋友。还做朋友？大店主摇头失笑，只当这是小孩子的幼稚之语，但紧接着他又诧异了：你怎么知道这次的异界邪魔
和前次我族碰到的那位是同一个人呢？你这不小心说漏了吧？没办法，成哥只能将错就错编呢。这个他自己说的呀。大店主摇头失笑。这孩子，你怎么可能听到他说话啊？我跟他聊过。什么？大店主顾不得打坐调息，腾地跳了起来。你居然和他接触过？这怎么可能？不然呢？黑玄神殿总部全灭，唯独我活下来了，这还不够证明吗？大店主惊了。事实上也是李海玉忘了告诉他这个细节，导致他没有想到这个异常之处。是啊，他为什么会单独放过你？你们到底说了什么？就连李海玉的眼内也闪过了一丝好奇。事实上呢，他根本就不相信成哥之前那什么因为长得帅所以惺惺相惜的鬼话。其实这个也没什么，他一看到我就惊为天人。惊为天人？对啊，他早已久仰我的大名，一下面就说：“哎呀，我早已听说，你的天赋神交已久。”一边说着呢，他还角色扮演上了，模仿着印象中那些前辈大佬的做派，朝着前方空处拱了拱手：“啊，江小友，久仰久仰，想不到你不光天赋绝伦，还长得如此俊帅，真是令人心折呀！”大店主又不傻，听着就觉得很荒唐。那可是超出了这一切天花板的超强存在，你只是个弱小的极玄境啊，人家久仰你有病啊，还神交已久。你不会是在编瞎话吧？我所言字字属实啊，那将来有机会你们就明白了。成哥脸不红气不喘，拍胸保证，反正呢，那个异界邪魔就是我自己，我说自己就让自己，有什么问题吗？那然后呢？大店主其实依旧不太相信，但作为唯一幸存的目击者，江城的话也很有参考价值。然后我就说呀，我说你一个异界邪魔怎么会久仰我呢？你们不是骗我吧？这话说了，大店主不禁点头，不过紧接着又纠正他了。你当时不该问的这么直接的，尤其还当面称呼他为异界邪魔，很容易触怒他们。下次碰到你千万小心委婉点。程哥心说，我怎么会被自己触怒呢？不过呢，还是点头表示收到。还好他没生气。那他怎么说呢？他说，那都是世人对我的误解，其实我与人为善，并不喜杀戮。啊！大店主差点一口水喷出来。他还与人为善，不喜杀戮？拜托啊，黑玄族洞玄境以上几乎被此人给杀绝了，没有比这更残暴的邪魔了好吗？啊！我当时也奇怪呀，我就说，哎呀，你都杀了这么多人了，你还不喜杀戮呀？他就说了，那是因为黑玄族主动招惹了我，与我有深仇大恨，他自找的。黑玄族招惹了他，怎么招惹的？大店主敏锐地找到了重点。他没说，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对我们白玄族呢，有仇恨吗？大店主颤声问。他怎么说的？对这个问题，他和李涵玉都无比在乎，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竖起了耳朵，那表情啊，就像在等着族群命运的宣判结果一样。本集第594集，竟然是同一人。他说他和白玄族没有仇说我都放过你们白玄族2次了，我一个人都没杀呀。成哥耸耸肩，所以我才知道他和之前那个异界邪魔是同一个人。居然真的被他神奇的圆回来了。大店主听到这儿，不禁长长的松了口气，与李涵玉相互望了一眼，彼此都能看到对方眼中那如同大难不死的庆幸之色。这个强得令人发指的异界邪魔对白玄族没有恶意，这句话就是他们这辈子听到的最大的喜讯。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太好了。当然是真的呀，哥们儿敢以性命担保。这孩子，不要乱赌咒发誓。虽然内心觉得江贤者这番话有些吹嘘不实之处，但不管怎么样，大店主也算是吃了一针定心剂了。这异界邪魔和上次白玄族碰到的是同一个人，那确实可以放心了。上次那位2次被攻击都没有杀死一名白玄族人，当时他们讨论时还觉得这是异界邪魔中的仁慈异类呢。看来回去之后要约束族人，千万不能再招惹他了。人家对白玄族已经2次网开一面了，再去招惹，那真的就是不知死活，自找的。听他这么一说，成哥想起了一个破绽。当初那对护卫长以及后来在聚魂池的几位分店主是见过自己的，那如果他们再在神殿总部看到自己的样子，一眼认出大贤者是异界邪魔，哎呀，这可不行啊！自己的复灵大业还只完成一小部分呢。于是呢，他连忙又补充一句：对了，他还说了一句话。大店主面色一紧，连忙追问：什么话？涉及到那位异界邪魔，他一点不敢大意。他说，上次和他起过冲突的人，他虽然没杀，但是也不想再看到，尤其是在神殿总部。
大店主慌了。快回去！啊，怎么了？陆云林目前就在神殿总部呢，我要赶紧回去下令，将他调离总部，别回来。还有其他人，这段时间也要尽量与外界隔绝，以免被那异界邪魔撞见。虽然这命令对陆云林以及那一批护卫长和分店主有些不太公平，但是呢，这也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族群的命运，该果断的时候不能心软。都不用陈哥催泪，大店主自己立刻拆掉了灵文禁制，带着他和李海玉火急火燎的往回赶。短短1天之后，3人就回到了白玄族神殿总部。一众店主看到大贤者毫发无损被营救回来，顿时爆发出了喜悦的欢呼。但是呢，大店主却完全来不及庆祝，他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赶紧安排个任务，把陆云林调了出去，同时免除他和那批护卫长今后的定期考核，然后又用另一个任务将当日与异界邪魔接触过的分店主们全部集中到了某个与金玄族交界的偏远地带管理玄石矿山。命令全部发布下去之后，他这才松了口气，希望那位异界邪魔前辈能满意吧。其他店主纷纷表示无法理解。水灵店主疑惑地问：大店主，为何要调离他们？难道他们也是内应？不，他们不是。大店主摆手：你们应该知道，这次黑玄族之所以被灭，是因为异界邪魔吧？确实。听到异界邪魔，众店主面色顿时沉了下来，再也没了刚才赢回大贤者的喜悦。向来好战的战灵店主忧心忡忡，这次的异界邪魔实力太过强大，怕是集结我们和金玄、银玄3族之力也挡不住他。实力仅次于他的光明店主重重点头：是啊，他这战绩简直令人绝望，都兴不起丝毫的对抗之心了。没有人因为这句丧气话而嘲笑他，其他店主此时也是类似的感受，那样的实力拿什么去挡啊？水灵店主轻叹了一声：玄界的灭顶之灾怕是很快就要到来了。店内气氛无比凝重，充斥着大祸即将临头的悲怆绝望，就连木灵店主也是低着头默不作声。看到众人的反应，大店主哈哈一笑：哈哈，你们就放心吧，我们白玄族应该不会有事的。啊！众店主纷纷抬头看去。为什么？这异界邪魔和上次发现的那位是同一个人，他对我们白玄族没有恶意。大店主一五一十将成哥那番谎话说了一遍，待他说完之后，店内众人的表情精彩无比。竟然是同一人！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的天哪，他的实力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10倍不止呀！黑玄族招惹谁不好，竟然主动招惹他。这么一看，大贤者其实等于是被他救了呀。是啊，真是福大命大呀！得知那异界邪魔这么好说话，众人也长舒了一口气。天上的黑云总算是暂时散去了，看来今后不能再搜寻他的下落了呀。哦，对，千万不能再查了，以免触怒他。战灵店主忍不住庆幸：哎呀，幸亏上次没找着他呀，这要是找到了，没准自己就死了。人家难得对我们白玄族这么宽容，咱们可不能犯傻不识相，对不对？他们也终于理解了大店主那2道命令的意思。也是啊，陆云林那2批人都招惹过他，当时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实力太弱小，那前辈懒得计较。光明店主自作聪明的推测，但像他那样的绝顶高手注定是不可轻辱的，所以不想再看到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火灵店主点头深以为然：没错，我们必须要配合着给他这个面子。确实啊，玄族和异界邪魔是天生敌对，但他们能做到店主之位，深系异族安危，行事哪还会只凭喜好义气喊打喊杀呀？当那邪魔实力强过头的时候，主动合作才是明智之举。这时呢，大店主忽然眉心一动：木林店主，此事不宜马虎，不如你亲自去边界看看他们如何。木灵店主也不傻呀，何尝看不出白鹿镇这是借着任务支开自己，顺便将自己这个隐患也调离江城的身边。上次雷豪出卖事件之后，大家对他已经有了提防之意了，然而就算看出来，他也只能接受了。他离开之后，大店主这才神秘兮兮地对7位店主说：大贤者身上这次还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本集第595集，2个条件。众店主一听天大的事情，连忙露出了在意的神情。还有何事？难道他这次被黑玄族种下了什么手段吗？不，大店主摇头，是大贤者那紫金玄文竟然有至尊级的功法和玄术传承。他很快将自己听来的又说了一遍。竟有如此神奇之事啊！得知李涵玉学到了2式的可怕威力之后，所有店主都坐不住了。至尊级的玄术，闻所未闻呐！水灵店主立即就要出门。哎呀，不行，
我得去看看韩愈那孩子。占领店主立即跟了上去，我也去看看。其他店主就像约好的一样，我突然有事儿要去贤者宫一趟。作为天玄境的修士，更厉害的玄术对他们自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一旦掌握，实力倍增，谁不想实力变强呢？慢！大店主叫住他们，你们这么一群店主，跑去找一个极玄境的小辈讨要玄术，这成何体统？他这么一说，众人面色也变得有些不自然了。确实呀，江城虽然是大贤者，但他们一直只是把他当后辈来看待的，最初甚至还想收他为徒弟呢。你想想啊，师傅向徒弟求教，那得多丢脸呢。更何况那毕竟是他的独门玄术，他本就没有义务传授给我们。事实上，白罗真之前在黑玄族那边与江城会合之后没提这茬，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堂堂大店主，他拉不下这个脸面呢。众人虽然不甘心，却不得不承认是这么个理儿。那怎么办呢？对呀，那可是至尊级的玄术，错过后一辈子，真是让人心痒难耐呀！老夫今后怕是都睡不着觉了呀。各位店主议论纷纷时，水灵店主却是在一旁给李海玉传起了讯。片刻后，他得意洋洋地宣布了一个喜讯：我刚刚让韩愈问了江贤者的意见，他说交给韩愈的玄术可以由他转而传授给我。还有这种操作吗？江贤者竟然同意你也能学了，真是朝中有人好办事啊！其他店主纷纷向他投去羡慕外带鄙视的眼神。堂堂店主向自己店内护法请教，你好意思吗？水灵店主咯咯一笑，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韩愈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就像我亲女儿一样，我乐意，你们管得着吗？脸呢？脸在这儿呢。你们慢慢头痛去吧。水灵店主戳了戳自己那白里透红的俏脸，扭着腰肢得意出了店门。其他店主那叫一个气呀，就连大店主都恨不得把他拽回来打一顿。不行啊，这得想想办法呀，他也想学呀。而在另一边，刚刚请示完成哥的李海玉也挺意外的。你真愿意让我濒临店的店主学那不灭清华剑经？啊，怎么了？你不希望他学啊？我当然希望他也能学。那不就行了吗？事实上，成哥愿意交给李海玉，本就代表着不介意他传给其他人的。成哥一身的瓜，压根犯不着匕首自珍留一手，而且不灭千华剑经，也只有他这种拥有一堆玄文的怪胎能够学全了。这时呢，李海玉的传讯玄器又响了。大店主，李海玉一看对面的影像，连忙面色一凛。过了片刻呢，他才再次请示成哥。大店主和其他店主让我问你，能不能让其他各店也分派一名弟子过来跟你学玄术？成哥心说，你们这些店主真会玩啊！何不干脆自己来学呢？你非得要多经历一套程序呢？他的第一反应是要拒绝的，哪有闲心教那么多人呢？但是仔细想想，自己在白玄神殿这边隔三差五的复灵，也算欠了他们一个大人情了，回点礼也正常。何况这次劫持事件，大店主真的是当亲儿子在救我。成哥也不是铁石心肠，想了再三呢，还是点头啊，可以，但是有俩条件。什么条件？派来的必须全是美女。反正是你们要派人，那不能怪我。李海玉面不改色，没有惊讶，没有鄙视，仿佛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条件。他很自然点头。还有呢？还有啊，木灵店主不能学。江贤者心再大，也不会教一个明显看自己不顺眼的人。好。另一边，众位店主听到这俩条件之后，面面相觑，紧接着爆发出了激烈的欢呼，就连传讯玄器另一头的成哥都被吓了一跳。哎呀，这俩条件算什么呀？江贤者真太慷慨了啊！果然贤者之风，小小年纪胸怀就宽广的不可思议呀！是啊，毫不藏私，真是令吾辈汗颜。天佑我白玄一族，赐下如此贤者。这一刻，成哥开始征服所有店主的心了。在此之前，店主们看重的只是他的天赋，而现在他们看重的却已经是他这个人，真的开始将他当大贤者去尊敬了。唯一让他们啼笑皆非的，也只是那个必须是美女的条件。哎呀，大贤者啥都好，只是好色。放在从前呢，他们肯定觉得这小子不像话。不过现在嘛，年轻人可以理解嘛。没错，有点小爱好正常。不管了，我要回火灵殿挑人了。我光明殿后辈美女如云，挑谁呢？这派过去的人选其实挺不好定的。首先呢，要保密，不得外传；其次要绝对忠诚；最后呢，还有足够的悟性。关键呢，还得漂亮。毕竟至尊级玄术太过重要了。这么一想下来，原本兴高采烈的诸位店主又开始患得患失了。
你们慢慢选吧。占灵店主故意一脸酸溜溜的羡慕。哎呀，我占灵店女子少啊，可没你们这挑选的机会呀。雷灵店主没好气，可别嘚瑟了，谁不知道你有个花容月貌的女儿啊？去大贤者的学玄术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被选中的人这辈子也等于是改变命运了。这个机会留给他的女儿，那本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呢。本第596集玄术提取期。占灵店主得意大笑，哎呀，可惜呀，你们没女儿，遗憾呐。自己的女儿就是一家人，什么忠诚度压根不用考虑，其他店主鼻子都气歪了呀。过分了，你这老货，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就连大店主也是一脸不爽。信不信我把你女儿也调出总部，让她去外面执行长期任务？哎，别！犯了众怒的占灵店主连忙认怂了。哎呦，错了，我错了！一时间呢，店内弥漫着快活的气息。接下来几天，除了冰灵店和占灵店，其他各店内部都把优秀的女弟子集中起来，比如光明店和火灵店那样美女众多的，甚至还展开了一场场的选拔赛。从资质、悟性、实力、心性到忠诚、容貌，全方位的考核，尤其是最后2项，搞得就跟选秀似的，弄得各店弟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发生啥了？那么严苛的选拔是要执行什么大任务吗？几天之后，成哥又成功复灵一次，正心满意足的回到贤者宫呢，迎面就看到7名气质各异的绝色美女等在店门口。为首一名身着洁白工装长裙、气质温婉的年轻女子跃冲而出，微微屈身行了个礼。见过大贤者，属下乃是大店主座下裁决团的执事阮灵瑶。裁决团类似先进那边一些宗门的执法堂，算是一个重要部门，直接对大店主负责。这应该是大店主派来的。果然呢，阮灵瑶接下来就面带笑容说：大店主派我来向您学习，如果我今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随时批评，千万不要拿我当外人。这话听的得劲儿啊！尤其是相对于之前的李海玉，那简直就是一个如沐春风，一个如坠冰窟呀！哎，好说。陈哥笑眯眯的扶起他，对没有得罪过自己的美女，他还是很客气了。接着呢，又有一名身材高挑、表情严肃冷酷的冰山美女跃冲而出。见过大贤者，我是占灵殿的执事卓傲心，希望您今后不吝赐教。这位就是占灵店主的女儿了。陈哥点头啊，没问题。随后，一名身着彩裙的可爱风少女跳到了陈哥面前，兴奋地行了个大礼。见过大贤者，我是光明殿的护卫长钟离巧。大贤者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帅气呢，就算什么都学不到，能天天跟着您也值了呀。久违的马屁让陈哥大悦，甚至破例摸了摸他的脑袋。还是你有眼光啊，光明殿后继有人了啊！一旁的任红和其他贤者宫的护法执事们那嘴都直抽抽啊！您太真实了吧！啊，夸你了你就最喜欢。就连远处悄悄看着这一幕的店主们也是相顾无言。倒是光明店主面露得瑟。哎呀，看来我选对人了呀！有钟离巧这丫头在，江贤者没准啊还能多传几式至尊级的玄术。听他这么一说，其他几位店主暗道失策。早知道当初店内选人的时候，就应该把会拍马屁的也算进标准里面呢啊！而后面几名女子上前行礼时，就有那么点抗拒的意思了。他们这些人要么是护卫长，要么是执事，没有黎寒月这个护法那么强，但是呢，也都是明玄境之上。虽说江贤者天赋绝伦，还能得到至尊级的玄术，但当前境界远不及他们。在他们看来呀，以自己的实力向一个弱小的极玄境请教，丢分啊！所以呢，表情都有那么点冷淡。7人中，也就阮灵瑶和钟离巧一开始就能和陈哥说上话，这其他5位都端着架子，一副只是来执行任务、例行公事的姿态。陈哥看在眼里，也没怎么在意。他传授玄术，为的只是从黎寒玉那儿把失去的逼格夺回来，只要能压服这妹子就够了。这其他各店的美女，他其实没什么想法，限定要美女，只是为了心情愉悦罢了。这时，藏在暗处保护他的黎寒玉也终于走出来。他这一出场，不光任红等贤者宫的人，就连另外其他各店的妹子也都本能的后退几步。没办法，人的名，树的影啊！黎寒玉不光实力强，而且凶名在外。玄文里面出现第3式的传承了吗？这些天，他除了复习前2式之外，每天都在盼着能学到新的第3式。这是陈哥忙于炼化玄文，就故意说第3式的传承还要等等。现在正好有空，他点点头啊，有了。黎寒玉眼内喜色一闪而逝，随即很上道的问：这次的条件是什么？学着玄术还要条件吗？7位妹子愣了一下，纷纷露出了惊讶和警觉的表情。
远处观察这一幕的店主们也连忙闭嘴了，等着陈哥的下文呢。想想也是呀，至尊级玄术哪有那么简单传授的呀？那我呢也不坐地起价，照旧就行了。话音一落，李涵玉立即毫不犹豫地凑过去，双臂环住他，直接就吻了上去，那叫一个主动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互换性别了呢。这妹子完全不在乎这里还有其他人旁观，反正对她来说呢，这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接触，可能根本都懒得想着背后的意义。可以了吗？看到他那如同完成了一道普通工序的平淡表情，程哥无奈点头，可以了，可以了。他莫名浮起一个念头，这妹子不会是把自己当成玄术提取器了吧？吻一下就当是插卡取技能了，这真是把自己当成工具人了。这个觉悟让程哥的逼格再次受到重创。等着吧，就不信800次之后你还能无动于衷。紧接着呢，他就发现自己的系统面板多了一堆的震惊值，而且一看震惊记录，我的天哪！震惊人数虽然不多，但震惊程度居然全都达到了最高的极致。开玩笑，那可是李涵玉啊，向来以生冷勿近、不近人情著称的雪罗刹，不是说好了没有男子能靠近他3尺范围内吗？别说男女之事了，神殿上下许多人甚至猜测他根本没有正常人该有的情感。看到他主动亲吻别人，可想而知会造成多大的冲击。远处的店主们嘴巴都张得可以塞下一个蛋了。本期第597集，这是在开哥的油吧？哪怕明知道这是为了学玄术，但这种事发生在他的身上还是太离谱了，铁树开花呀！另外呢，7名女弟子也是目瞪口呆，只觉得天旋地转，世道是不是跌乱了？而贤者宫这边的护法执事也是一脸怀疑人生，甚至忍不住揉揉眼睛，看错了吧？不久之前他们还在私下议论，认为大贤者会被李涵玉管教的服服帖帖的，大气儿不敢喘呢。结果呢，就这还管个毛啊，都亲上了，而且还是李涵玉主动亲大贤者。一时间呢，自人红以下，贤者宫所有人都向江贤者投来膜拜的目光。厉害呀！不，这已经是创造神迹了，不愧是大贤者。他们的目光让程哥原本还失落的心情顿时得到极大满足，逼格冉冉升起，又散发出了光辉。哎呀，真是没想到啊，原来这样也能装到叉呀！重燃信心的程哥心情大好，进入店内，平退了贤者宫的其他人，只留下这8人，而后才开始为李涵玉演练讲解新的玄术精要。第3式的难度要比第2式又难了许多，哪怕以李美女的悟性，一开始也很难理解，毕竟呢，这是至尊级的玄术，太过高深玄奥了。正常情况下，想把这冰系810式全部修炼到大成，都要是以100万年为单位的。谁跟程哥似的，点一下激活，直接大圆满了。好在有他的指点，李涵玉不懂的地方直接问，他全都能解答。出了错的地方呢，他也能及时纠正，无形之中节约了无数年的苦功。一旁其他各女有些蒙圈了呀，他们本就不是冰系的，李涵玉上去学的那么吃力，他们连看都看不懂，只能感觉这一式的威力奇大无比。一直到教完李涵玉，程哥才回过头看向其他7位妹子。那下个谁来啊？阮灵瑶面露异动之色，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大贤者，我和大店主的玄文不是冰之力，而是阴之力，这玄术我们也能学吗？能啊，这紫金玄文的传承中就有阴阳系的玄术。那太好了。阮灵瑶喜不自胜，但想到先亲程哥，不由得犹豫了。倒不是他反感程哥，而是亲嘴这事儿挺难为情的。又有几人能像李涵玉那样完全无视世俗礼法，只把这当成一道普通的程序呢？尤其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程哥也看出他的心思了，他其实没打算让其他7名妹子也用亲吻来提取玄术的，反正本来就要传，没必要卡着提其他的条件。真要个个都亲了，那一个人累计近1000次，将来嘴巴都亲肿了呀。这李涵玉那特殊情况，多次藐视逼王，必须得压服他。正要宣布说你们不用吻，前面7个妹子中有一个人跃众而出了。既然各位姐姐们都这么谦让，那我就先来了。阮灵瑶这一犹豫，光明殿的钟离巧迫不及待抢了个头名，香风扑面，如同穿花蝴蝶一般，他已经来到程哥面前了，踮起脚尖，俏脸红扑扑的，会说话的大眼睛中弥漫着倾慕和一丝羞怯。那个大贤者，这可是人家的初吻呢，但是遇见了您，或许就是命中注定吧。说完呢，还不等程哥开口，就直勾勾的勾着他的脖子就吻了上去。哎呦我去，这么主动吗？程哥把原本要说的话咽了回去，这要是不笑那岂不是让妹子心寒呢？而且妹子说话是真悦耳动听啊，让程哥对自己的魅力又有了信心了。双唇一分，齿颊留香，后方6女目瞪口呆呀。你修炼的是光明之力吧？钟离巧乖巧的点点小脑袋，江贤者非常干脆的拍了拍胸脯，现在传授给你。说完他就演练起了不灭千华剑经中的属于光明系的玄术。
场中很快弥漫起了星星光点，荡漾如水波，就蕴含着某种神秘玄奥的规律，而其中蕴藏的力量更是令人心惊不已。钟离巧看着那把剑上的光点，只觉得是目眩神迷，再看着那一袭飘飞白袍下大贤者的身姿，竟是吃了。片刻之后呢，陈哥用完了闲两时，他还发呆呢。看清楚了没？钟离巧一怔，才清醒过来，刚才光顾着看帅哥，完全忘了感悟玄术了，只能面色一红，惭愧地说：我什么都没能看清。没事啊，我再来一遍。乡长们对这妹子那叫一个宽容啊，宽容的让钟离巧都受宠若惊了。他原本以为自己开小差会被大贤者骂呢，没想到他这么好，一时间感动的不知该说什么了，只能再次扑到他的面前，又踮起脚尖在他脸上轻啄了一口。其他六女都无语了，他们你俩干啥呢？表演郎情妾意吗？能不能收了神通别救了呀？妹子，你这么上道，你让陈哥心里干劲十足呀。又放慢了速度演练了一遍之后，钟离巧算是看清全貌了。随后呢，江贤者开始为他讲解这门玄术的精要。钟离巧的悟性不及李涵玉，入门第一式就听得似懂非懂的。陈哥罕见的有耐心，不光答疑解惑，甚至还握着他的手，手把手的教他应该怎么运转玄力，怎么施展光明玄文。这一待遇比李涵玉高了不知多少倍呀。不过好在的，李美女此时已经沉浸在独自修炼中，完全无视周遭发生的一切。足足3个时辰之后，钟离巧才勉强掌握了第一式。谢谢大贤者。掌握了一记超强绝招的他兴奋不已，结束时呢又情不自禁的献了一吻，这都亲上瘾了呀。陈哥有些怀疑这妹子是不是真的爱上自己了，你说所以呢趁着这个机会故意揩油，冠冕堂皇的占自己便宜。但经历过李涵玉之前的一系列冷淡的操作，他现在也不好那么自作多情了。挥了挥手让他去一旁修炼，随后看向剩下6女。下谁来啊？我来吧。阮灵瑶心知这种场合不能谦让，该争取的时候就要争取。他也想通了，想想要是一门至尊级玄术问世的消息突然传开，别说第一层，就是上层也会引起腥风血雨的抢夺。到那时候，就算那些玄帝境大能也不能保证一定得手啊。而自己现在只需要献上一吻，那又算什么呢？本集第598集，这是不是少了步骤？阮灵瑶出来后，缓缓走到陈哥面前。这妹子深吸了一口气，表情变得无比神圣而又严肃。从她那秀丽的脸庞上，甚至能看到一丝神圣的光辉。而后呢，她也踮起了脚尖，鼓起勇气，闭上眼睛就吻了上去。陈哥心说呀，虽然我不要求其他人也吻，但是你们这么积极，我也不好拒绝呀。一吻之后，阮灵瑶直接都羞怯的捂脸缩到一旁，没声了，完全不似之前钟离巧那般兴奋雀跃，更没有李涵玉那种异乎寻常的淡定。陈哥笑着耸耸肩，行了啊，看这边，我要传授你玄术了。作为直属大店主的裁决团执事，阮灵瑶的资质悟性要比钟离巧好一点，他其实算是被当成下一任店主来培养的。入门第一式本就不算太难，在陈哥的演练讲解下，渐渐有模有样。多谢大贤者的指教。他可不敢像钟离巧那样随时上去亲吻。一个人去一旁修炼之后，陈哥又看向剩下的5女。下个谁来啊？剩下这5个女的，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很犹豫。随后呢，卓傲金站了出来。大贤者，你这样未免有点过了啊？咋了？亲吻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神圣重大的事情，并不是儿戏。他一脸严肃。以玄术为要挟，逼迫我们做这种于理之事，你未免有失大贤者的身份，也影响了我们对你的尊敬。程哥心说，我也没看出你们多尊敬我呀。那你的意思是不想亲了？没错，如果非亲吻不可的话，那我退出。程哥又看向剩下的其他4女，你们呢？也这意思啊？那4女不约而同的点头，她们内心深处本来就觉得我实力比你强得多了，来这里请教那算是不耻下问。要不是看你大贤者的身份，在神殿看到我们你还得行礼呢，你凭什么占我们便宜？程哥笑了，行，那就不用亲了。什么玩意儿？包括卓傲金在内的5个女的一愣，这个回答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原本还以为江城会强烈的坚持，然后双方争执，最后甚至闹到店主们介入，再换一批人选什么的。结果呢，居然这么轻飘飘一句话就放弃这个条件了，这让他们都觉得有些不真实。而一旁的钟离巧和阮灵瑶也是惊讶无比。怎么了？我本来没打算让你们亲我呀。陈哥看向远处依旧沉浸在自己世界里面的李涵玉，笑着说了，这条件只是我当初和他说好的，本来根本就没有关系啊。仔细一想呢，江贤者一开始打算传授他们7人之时，也只是说下一个是谁，并没提什么条件啊。感情我们一开始想多了呀。剩下那5个女的顿时松了一口气，一脸清醒。事实上呢，
江城真要坚持下去，闹到最后，店主们肯定会换一批人的，而他们这5位到时候就等于是没有完成本店的重大任务。现在算是最好的结果了。不过呢，一旁的阮灵瑶就有些受伤了，她幽怨地看着陈哥，那既然不用亲，你早说呀。这妹子的视线，陈哥能感受到，不过呢，他现在就假装不知道。那我来吧。既然不用亲了，朱傲心没了任何的犹豫，站到前方等着江城传授。那个，我教你之前，你先打开留影玄器，把这个过程录下来啊。陈哥贴心的交代了一句。朱傲心一听也是呀，这样呢，后面还能回看研究。等他打开了留影玄器，陈哥便将战之力的玄术也演练了一遍。随后呢，还不待朱傲心发问，就直接将这一式的口诀和精要也讲了一遍。整个过程还不到5分钟，然后挥手，行了，去边练去吧，下一个。朱傲心一愣，不对呀，程序上好像比前面那2人少了很多步骤。那2人学玄术时，你不是手把手的教，看着他们演练，还随时提醒指正吗？尤其那钟离巧，多练了一遍还不说呀，后面手把手一点点揉碎，教了足足3个时辰。怎么我这才一炷香就结束了呀？他不得不再次发言了。大贤者，这是不是有点太简洁了？简洁吗？我已经把这事全都讲了一遍了，这还不够吗？他说的其实没错，如果有人无意中得到一本玄术秘籍，那还得自己参悟呢。程哥刚刚录下来的讲解视频已经算是很详细了，还加了许多自己的理解，足够节省他很多苦功了。只不过呢，和前面2位的待遇对比一下，有些惨烈罢了。朱傲心皱眉，可我有些地方还不懂。不懂可以拿着玄器回去问占灵殿的店主嘛，他境界高，一定能懂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您不能都指望我来教啊，对不对？我哪有那个时间呢？我自己得修炼呢。朱傲心还想争取一下。那他们刚才啊，那是额外附赠的。你们也说了，亲吻不是儿戏，家人献吻，我岂能辜负厚爱呀？朱傲心顿时语塞，人说的有道理啊，你没吻也一样学到了，还有什么不满的呀？至于额外附赠，那当然要看心情，不可能人人有份。原本还很幽怨的阮灵瑶顿时又清醒起来，自己那一吻不亏呀。而剩下的4女就有些纠结了，这至尊级玄术太高深玄奥，如果没有江贤者亲自临场指点，难度要高了许多倍。店主们都是天玄境，修炼经验丰富，视频版的讲解对他们估计都足够了，但以自己的低微的境界和悟性，可能根本就学不会多少，最终能起到的也就这个传声筒的作用，替店主们传送讲解视频。然而呢，还不等他们开口呢，程哥直接堵死了他们的犹豫。哎，刚可说好了啊，你们不用亲我本来挺忙的，没时间一个个慢慢教了啊。行了，下一个。被他这么一说，剩下4女就算想改变主意也改不了了。于是接下来仅20多分钟，程哥就完成了全部的传授过程，然后又回到静室开始炼化灭空圣沙，提升自己的新玄门境界。至于外面那几女能修炼到什么程度，他并不怎么在意。本集第599集，待遇经不起对比呀。黎寒玉和另外7位女弟子修炼了半天之后，离开贤者宫，回到了主殿那边。早就等得心痒难耐的店主们迫不及待迎了上来。传授过程在贤者宫内，他们想旁观也办不到。怎么样？这等得老夫头发都多白了几根啊！江贤者可曾教导你们呢？对了，他的玄术不是冰系的吗？咱们也能学啊！看到卓傲西那几人的表情并不是很兴奋，占领店主等几位店主的心七上八下的。8人很快就被各自的店主领到一旁追问了。江贤者教了我们，有我们那一系的玄术，是至尊级的。这2句瞬间让诸位店主吃了定心丸了。哎，哈哈哈，好啊！他的讲解都在这里了。卓傲心掏出留影玄器，交给了自己的老爹占灵店主。您自己看吧。占灵店主一愣，点开讲解视频观看起来，片刻之后震惊无比。世间竟真有如此强大的玄术！他是天玄境5重，境界和感悟摆在那儿，放在仙界那边也相当于仙王级的强者了。因此隔着玄器的画面，他就已经能看出许多卓傲心根本看不明白的东西。妙啊，原来是这样啊！看着那玄器画面，听着江贤者讲解的声音，他很快就手舞足蹈，情不自禁的自己演练起来。不光是他呀，其他几位店主也全都沉浸在其中。唯有场中的大店主、光明店主、冰灵店主没有得到这种讲解视频，3人不由得失落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呢？光明店主眉头微皱，难道你得罪了江贤者？钟离巧甜甜一笑，店主，您可冤枉我了，江贤者对我的教导可比他们详细多了呢。他一个人就占了3个时辰，剩下那5人加起来才半个小时，这能比吗？那你……我这就为店主您讲解演练那一事。说完呢，钟离巧一边缓慢的挥剑，一边复述之前陈哥所说的每一句话。
作为明玄境的修士，这点记性是最基本的。光明店主一开始还有些不太满意，心说你演练哪有看着江贤者本人的影像来的准确呢？但是听着听着，渐渐变得一脸的不可思议了。这讲解的也太细致了吧，哪里还是教导啊，这简直就是牵着手带着一步一步学走出来的呀！啊，有些地方光明店主不用指点提示，但钟离巧还是一五一十的把成哥传授的诀窍也都讲了一遍。于是呢，光明店主顿时又多了一些新的感悟，这让他欣喜若狂。如果像占灵店主等人那样看几分钟视频，他恐怕要花大半天才能基本掌握入门第一式，而练到小成怕是要个把月了。但现在呢，情况不同了呀。成哥那贴身教导是以钟离巧这个洞玄境弟子能学会标准的，有了这种如同新手引导一般的提示，他感觉自己听完之后随便练几遍，当场就能修炼到小成境界了。大店主和冰灵店主也同样有着类似的感觉，这教的也太具体了。这另一边的占灵店主看完之后，脑袋里渐渐浮起了一些问号。哎呀，还是有些地方不太明白呀。一旁火灵店主笑了，知足吧，这就够具体的了。雷灵店主也是心满意足，是啊，回去多参悟参悟，应该就能迎刃而解了。没错，江贤者这流影教导已经比我想象中还要详细了，真是神奇啊！他在极玄境怎么就能得到如此传承，而且还涉及了其他的学问？神人是你我无法揣度的呀！几人看了讲解视频都哈哈大笑，但很快呢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们发现大店主、冰灵店主、光明店主那边还在学，而且学得无比的具体，比他们详细了数十倍。那三位甚至都不用提问，3名弟子全程庖丁解牛，把各自的内饰拆分讲解到了深层次。这5名店主面面相觑，还得这样的呀？这压根都不需要自己回去参悟了，什么都讲明白了。他们原本对着流影上的讲解已经满意到了喜出望外的地步，但现在忽然又觉得手里的流影玄机没那么香嘞。没办法，什么事情都经不起对比。占灵店主连忙朝自己的女儿招手：“原来江贤者传授了这么多呀！来，那你给我来讲讲那第一式。”朱傲心脸色一垮，无奈摇头：“他没教我那些。”“什么玩意儿？他都教了阮灵瑶和钟离巧了，为什么不教你啊？”“因为我没亲他。”同样的话发生在火灵店主、雷灵店主等人身上。片刻后，了解了经过的几名店主一脸荒唐之色，竟然就只因为这么一个无厘头的简单原因吗？占灵店主没好气的训斥了朱傲心：“你说你没事，你搁这上面你矜持个什么劲儿啊？啊？难道大贤者辱没了你吗？啊？就亲个嘴儿吗？你让他高兴一下，你又不是要你现身。”朱傲心挺不服气的，愤愤反驳：“亲吻意义重大，是能随便亲的吗？何况只是个极玄境。他把我们当什么了？卖笑的女子吗？凭什么？此人真是太过分了，是对我就是侮辱，我才不会因此而折腰呢。”占灵店主都被他气笑了呀！你好像还没明白至尊级玄术的意义啊！你知道这门玄术摆在其他地方摆在上面几层会怎么样吗？亲个嘴就能得到，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为了至尊级玄术，那些地玄境大能绝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喊江贤者爷爷，哪怕献出他们的道侣。他的话虽然有点荒唐极端，但其他店主还真的没有反驳。地玄境能掌握的玄术，最高的也就是地阶了。一旦掌握更高层次的玄术，那就意味着战斗力很可能会超越其他地玄境，成为最强的几人。这个意义实在太大了，足以改变玄界上面几层的势力格局。他慷慨无私地送出了玄界价值最高的宝物，你付出了什么？你还有脸说他过分？他欠你的。直到这一刻呢，朱傲心才终于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许久之后，他才低声说：“可是已经晚了。”他清楚地记得江贤者说过他已经不需要，因为他挺忙的。本集第600集，公然开后宫。5天之后，陈哥进行了新一轮的复灵。复灵回来，那7女又来到了贤者宫，他们是来讨要第2式的。相对于上次的一头雾水，这次大家倒是熟悉了不少。还不等陈哥发话呢，李寒玉直接来到他的面前，也不墨迹，扶着他的脸颊就亲完之后，才定定地望着他。第4式可以教我了吗？陈哥回味了一下唇上的余韵，心情异常复杂。李寒玉这个血罗刹当众亲自己是一件很长脸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呢，这女的现在亲嘴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了吗？她确实是习惯了和自己亲嘴，但为什么陈哥感觉有点没面子呢？刚刚算是被他强吻了吗？出于约定呢，他接下来还是很尽职尽责的教了李寒玉第4式。而这凶名在外的女人一离开呀，原本还在一旁瑟瑟发抖的钟离巧马上就欢呼雀跃的迎了上来。随后呢，也不等陈哥开口，也就他又被强吻了一次。大
大贤者可算是又能跟你一起修炼了，这些天呢，可想死人家了。钟离巧如同树袋熊一样挂在他的脖子上，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都弯成月牙了。一个吻够不够呀？不够，我再加一个。说完呢，这可爱风的大胆妹子还想再来呢，似乎在他的眼中，跟陈哥亲嘴比学玄术还要重要。陈哥是真的严重怀疑他是在借着学习的理由来揩油了呀。不过呢，虽然都是强吻，感受是不一样的。李涵玉是冲着玄术，而这妹子似乎是冲他来的。这个发现让陈哥又次得到了极大的安慰，逼格再次被修复了。于是呢，他心情大好，又一次以极大的耐心，手把手单独教了这7人中天赋最垫底的妹子足足4个时辰。其他6女那看的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呢。啊，你这差别对他太明显了吧，太真实了吧？但没办法，陈哥乐意，谁也管不着啊。接下来呢，阮灵瑶还是羞怯一吻，于是陈哥教了他1个时辰。这剩下的5女，包括卓傲心在内，依旧是每人几分钟的教学视频。结束之后，又进入静室，忙着自己的玄文提升大业。时间就这样一天天流逝着，陈哥的日子变得规律起来，而高层们也天天忙着修炼至尊玄术，每天都过得充实且满足呀。唯一让诸位店主有些头疼的就是江贤者本人的境界居然还在极玄境1重，一直没有提升的迹象。大贤者这样下去不行啊。是啊，他天天在静室里忙什么呢？他自己的境界该提一提的。眼看着下次考核就要到了呀。上次说了考核要给他安排极玄境9重层次的试炼，本指望他能努力奋进的，结果这孩子完全无动于衷啊。大店主揉了揉眉心，也不禁有些头疼了。光明店主苦笑，他不会是打算凭借那至尊级的玄术过关吧？哼，还真有可能，难怪他有恃无恐。唉，谁去劝劝他？这样下去真会荒废他自己的。大店主这句话一落下，众位店主眼观鼻一鼻关心都不吭声了。开玩笑，现在这小子掌握着大家的命脉，至尊级玄术，所有人都有求于他，谁敢上门触霉头啊？万一人家烦了，突然宣布我不教了，哭都没地儿啊。这个，我看呢此事还是从长计议吧。啊，没错，这时间还长着呢。我相信以大贤者的聪明才智，他对自己的修炼是有计划的。这件事的讨论就这么搁置了。反正呢，从此以后还真的没人再敢管陈哥了。而伴随着考核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神殿内护卫们也是修炼的修炼，讨论的讨论。其中最被人瞩目的当然是江贤者了，这可是整个玄界风头最近的天才。哎，听说大店主给江贤者安排的试炼是极玄境9重的，他进入极玄境至今也才大半年吧，这标准太高了吧？紫金玄文的绝世天才，那肯定有点手段呢。切，有手段也不小，他目前还是极玄境1重呢。啊，不可能吧？我亲眼在降临大阵看到的。这也太不可思议了。那就算天赋一般，半年也该2重了吧？何况他还是神殿重点栽培对象呢。如果诸位店主听到这些议论，一定会很无语的。现在已经不是他们栽培他了，而是他在栽培我们了。虽然他的境界确实还只是极玄境1重，难道紫金玄文其实很差吗？就是啊，不会天赋还不如我吧？用你们的脑子好好想想吧。如果紫金玄文很差，那店主们凭什么继续尊他为大贤者呢？可是他极玄境1重的境界是事实啊，不止一个人看到啊。那他天天忙什么呢？我告诉你们，上次我们光明殿不是搞了一场内部的选拔吗？啊，仅限于女子参加那次神秘选拔，这和大贤者有关？没错，据说这次选拔其实是为了给大贤者选道侣，不光我们光明殿，还有其他各殿都选上去了，最后呢都送进贤者宫了。我听说占灵殿主的女儿卓傲心都被亲自送进去了，成了大贤者的女人。什么玩意儿？还有这事呢？太离谱了吧！目前为止，成哥传授至尊玄术的事情还是被高层严格保密的。除了参与其中的店主和阮灵瑶、卓傲心等当事人，其余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像贤者宫的护法执事们都被蒙在了鼓里了。隔三差五看到这些美女进入贤者宫，自然而然的也就会有一些奇怪的留言了。太荒唐了，不修炼还沉浸在温柔乡。哎呀，我一想，男弟子们心里不平衡了。被选中那几个妹子，那个个都是各自神殿的女神级人物呀，他娘你挑一个就得了呗，你居然全要，是可忍孰不可忍。公然在神殿开后宫，过分了吧？店主们不光不管他，还配合。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想看他考核通不过了。就是，我也看不下去了，巴不得看他丢色大脸呢。